12月的金陵城机场，夜色弥漫，寒风刺骨。机场马路边停着一辆劳斯莱斯，引起路人驻足。车上下来一对中年男女，男士一身定制的商务西装，高大挺拔，温文儒雅；女士穿着 ZG 家限量版呢子大衣，气质优雅，风韵犹存。二人下车后，焦急地往机场大门处走去，也不知道小姨下飞机了没有，会不会下飞机后看不到我们很失望呀？老公，我这身着装怎么样？小姨看到会喜欢吗？她小时候很喜欢我这样穿。女人说着，还拉了拉自己的衣服，一副无措的样子。男人边走边抬了抬手腕，看到手表显示的时间，声音也有些低沉。应该已经下飞机快半个小时了，放心，小姨一直很乖巧懂事，等会解释一下，应该不会怪我们的。其实她的内心也有点忐忑，拉起女人的手往机场门口走去。3天前的一个晚上，张文静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电话被接起。喂，你好。对面无声。喂，你好，请问哪位？张文静挪开耳边的手机，看了看号码，再次开口。对面还是没有声音。张文静皱起眉，准备挂掉电话的时候，对面传出的声音让他的手机滑落在地板上，愣在当场，眼泪瞬间滑满脸颊，把刚进卧室的卓威胜吓得赶紧跑到他身边询问怎么回事。这时张文静才反应过来，连忙捡起手机，顾不得身旁卓威胜，见手机还在通话中，声音有点颤抖。是小姨吗？是你吗？他刚才听到了对面传来一声叹息，然后是一句妈妈，这熟悉的牵绊，无法言说的感觉。张文静在心里告诉自己，是的，这是自己牵挂了15年的宝贝女儿，出生就受万千宠爱的卓家小公主张萧一。卓威胜听到妻子的话，原本拥着安慰妻子的手微颤，面容瞬间僵住，还带着点不可置信。不过好歹是一家之主，马上反应过来后，拿起妻子耳边的电话按了外放。你是小姨吗？声音依然带着点不可置信。呵呵，爸小时候不都喊我乖宝的吗？也对，妈妈在身边，爸爸说过怕妈妈吃醋，只能在妈妈不在的时候叫。对面的少女轻笑出声，声音里带着无限的怀念，这是父女俩的秘密，同时也安定了卓威胜夫妻的心。乖宝贝，这10几年你过得好不好？你现在在哪？爸爸现在就来接你。卓威胜拥着泣不成声的妻子，惊喜地问道。不用了爸，我很好，我这边还有点事处理，3天后就回金陵。女孩轻言轻语。什么事啊？宝贝你先回来，我们帮你处理不行吗？张文静听到女儿不能马上回来，声音带着哽咽急道。妈妈，这事只能我自己来，放心，只是小事而已。听着女儿坚定的语气，张文静看向丈夫，想让他帮忙劝劝。卓威胜对张文静摇摇头。乖宝，你要确保自己的安全知道吗？你要清楚我们卓家不是吃素的，有什么不好处理的事要及时跟我们说，都有爸爸给你撑着。沉默片刻又道，乖宝，3天后什么时候回？定下来后爸妈去接你。好，谢谢爸，定下时间后我会联系你们的，爸妈再见。好，你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夫妻俩挂完电话后，感觉有点不真实，像做梦一样，找了15年的女儿终于要回来了，激动得无法入眠。第2章相见。卓威胜夫妻俩还未走进机场大门，机场大门内缓缓出现一位清冷卓绝的身姿，女孩穿着米色风衣，带着些许潇洒，低着头戴着口罩，看不清轮廓。不知是不是母女之间的牵引，张文静停下脚步，呆呆地望着前方缓缓走来的女孩。女孩似有感应般抬起了头，风吹乱了发丝，却也挡不住那一泓清泉似的眼眸顷刻间传递出来的笑意。卓威胜顺着妻子的目光望去，女孩风姿卓越朝他们走来，取下口罩，一张精致绝美的容颜暴露出来，肌肤胜雪，双目犹似一泓清泉，顾盼之际自有一番清雅高华的气质，让人为之所摄，自惭形秽，不敢亵渎。若仔细观察会发现，女孩眉眼间2人相似，不应该说女孩集合了2人身上的优点，让人无法移开视线。女孩在2人面前站定，眉眼弯弯看着扑闪着泪光的父母，朱唇轻启。爸妈，我回来了。一句话道尽了思念，让夫妻2人直接破防。张文静一把抱住略显清瘦的身影，眼泪婆娑，声音带着哭腔说，我的宝贝，对不起，是爸妈没用，没能保护好你。妈，乖，不哭啊，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女孩轻拍着张文静的背，无奈瞄了一眼站在一边眼含泪光的父亲，好似在说，还不赶紧安慰安慰你老婆。这亲近的行为像是一直在身边长大一样，是这么的违和。谁知自己父亲也不按常理出牌，用宽厚的臂膀抱住娘俩，略带胡渣的下巴蹭了蹭女孩的头，哽咽的应和，你妈妈说的对，是我没保护好你，这些年肯定受了不少苦，是爸爸的错。爸，你们明知道不是这样的。女孩抬起头看着父亲，眼里满是不赞同，还不忘安慰自己的妈妈，等很久了吧，我们快点回家，你奶奶在家等你。卓威胜满是愧疚地揉了揉卓萧一的脑袋，
张文静这时也缓过神来，歉疚的解释：“宝贝，对不起，我们不是有意来晚的。下午接到你的信息，准备出门的时候，你奶奶见我们神色不对，便问起。我一时激动，跟你奶奶说你要回来了，结果你奶奶一时高兴，没顾好情绪就……”张文静擦了擦眼角，张潇一好看的眉眼微蹙，心头一紧，奶奶要紧吗？尤其小时候，奶奶很疼爱自己，有什么好吃好玩的，第一个想的就是自己，总是抱着自己，嘴里喊着我的小囡囡，我的心肝宝贝。没事，医生说一时情绪激动引起的，没过一会就醒了，非要一起来接你，劝了好久，才说服他在家等着。卓威胜解释道：“我回来的事，爸妈没有提前跟爷爷奶奶说吗？”卓潇一之所以提前3天联系家里人，就是怕他突然回来会吓到他们。卓威胜有些无奈，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探找你的下落，每次有点消息，欣喜匆忙赶去，结果都是失物而归。次数多了，老人家年纪大了，精神头越来越差，后面有丁点消息，我们也是瞒着，等真正找到你的才敢说出来。在你打电话的第2天，你妈妈本来打算跟家里说的，但你当时时间没确定，又怕2个老人家担心，才谁也没说。卓威胜看了眼有些自责的妻子，拍了拍他的肩膀。第3章，卓家。那我们快点回去吧。卓潇一依旧拧着眉，看周围驻足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有的人还拿着手机在拍照，嘴里还夸张的激动道：“哇，这小姐姐真漂亮，这颜绝了，比国民女神叶青青都好看。他们是一家人吗 ？OMG， 这颜值严重超标了。”卓威胜看着人越来越多，况且这也不是一个说话的好地方。好，我们这就回去。一手拉着一个往路边的劳斯莱斯走去。1个小时后，劳斯莱斯行驶进的一个豪华庄园。卓潇一看着周围的风景，还是那么熟悉，那么让人安心。他记得这是他出生满月时才搬进来的新家。爷爷昨天成大半生都奉献给了国家，战功无数，是人人敬畏的老首长。奶奶吕珊当时是部队宣传部的，与爷爷偶然相遇，并相知相爱，生下了2子1女，大儿子卓威胜，二儿子卓威国，小女儿卓颖。一家人一直住在国家分配的大院中，是个3层的小洋楼，一家人住绰绰有余。爸爸叔叔姑姑们长大后，爸爸以雷霆手段创建了卓氏集团，并把公司发展得越来越壮大。二叔则是随了爷爷去部队发展，并颇有爷爷当年的风范，当年离开的时候职位好像还不低。而小姑姑有2个哥哥宠着，也从名校顺利毕业，并得到博士硕士双学位，被科技研究院特招。一家人和和睦睦，日子发展越来越好。忙的时候偶尔会住在外面自己买的房子中，但也会自觉地多回家陪陪父母。后面各自结婚生子，人员剧增，也没有像其他豪门家族算计和勾心斗角的存在，兄弟团结，姑嫂和睦，可谓其乐融融，欢聚一堂。爸爸和妈妈相爱后，生了大哥卓俊林和二哥卓君明，二叔二婶是青梅竹马。二婶因生产的时候伤了身子，2人婚后只有堂哥卓诚然1个孩子。至于姑姑和科研院副院长裴安峰结婚，生了个儿子叫裴清轩，只比我大1岁。没错，在都是一群混小子的时代，查出妈妈再次怀上一个女孩时，家里喜悦的氛围简直不言而喻。妈妈不断接收着家里人从各地收集的补品和无微不至的照顾，而还在妈妈肚里的我，就收获着精心布置的公主房，粉粉嫩嫩的裙子，各式各类稀奇古怪的玩具、珍宝、首饰。特别是靠近临盆的日子，一大家人回来的越来越勤，人多起来，房子就显得有点小了。快要有小棉袄的卓威胜高兴的大手一挥，就当即决定把自家开发完工的蓝景庄园给自家人使用。于是大家从军部大院的小洋楼搬到了占地100亩的庄园。劳斯莱斯快临近，一道金属的铁艺大门缓缓朝2边打开，傍边的保安驻足弯腰，做着请进的手势。车子驶进林荫道，3、4分钟后出现一栋超大的5层豪华别墅，这是卓家主楼，是他们一家5口住的地方。主楼后面有花园，有草坪、泳池，还有一个小型游乐场。2边分别排着3栋小洋楼，左边第1栋是二叔一家，第2栋是留给小姑一家偶尔回来，第3幢空着。右边的第1栋是爷爷奶奶在住，本来让爷爷奶奶住主楼的，但他们喜静，又说那里离花园近，空气好，大家也就随了2楼。第2、3栋也是空着，偶尔作为客房。第4章，时光。车子停下，车前站着2排穿着统一服饰的佣人，打头的一位6旬老人神色激动地跑到后座位置，恭敬地打开后门。卓潇一坐在夫妻2人中间，望着车外的老人，这是卓家的管家赵爷爷，之前在部队执行任务受伤，面临退伍，又无亲无故，爷爷便把他留在身边做自己的勤务兵，后因爷爷退休，赵爷爷也跟着爷爷在卓家做起了管家。车门打开，卓威胜先下车，管家爷爷也顾不上恭敬这个一家之主，两眼泪汪汪地看着车内慢慢下来的少女，先是被这惊绝容颜给愣了一下，后又看着那眉宇之间与家主夫人的相似，
鼻头酸涩。曾经那个用软糯奶音叫着管家爷爷的精灵般小娃，突然有一天不见了，现在终于又回来了，真好真好。小小姐，管家爷爷，好久不见。卓萧一站定，勾唇微笑。小小姐再不回来，就看不到我这把老骨头了。赵管家擦了擦眼角含着的泪珠，怎么会？管家爷爷还是和当年一样，没什么变化。变化怎么可能没有？毕竟15年了，眼前的人也逃不过时光。张文静从车里下来，一脸喜意，站在门外干嘛？小一，我们赶紧进去。对，赶紧进去，老首长和老夫人都在等着。说着，赵管家转头便看见被卓萧一惊艳到的众佣人，有些无奈，还愣着干嘛？还不欢迎小小姐回家？欢迎小小姐回家！众佣人反应过来，齐声高呼，心里雀跃。小小姐真好看，跟仙女一样。卓萧一手被卓威胜夫妻俩拉着往家里走着，临近家门口，突然有种近乡情怯了。站在玄关处，家里的摆设没有很大变化，一眼望去，客厅沙发边站着一个绰约多姿的美妇人，正跟赵管家的妻子王婶，也是家里负责奶奶生活起居的厨娘吩咐着什么。卓萧一耳朵灵敏，王婶，你等会做点红糖糍粑、桂花酥、糖醋挤肉，小依依也不知道在外吃了多少苦，现在回来了，得天天做她喜欢吃的，也不知道小时候的喜好，现在还喜不？美妇人望着玄关处的风姿卓越的身影，肌肤胜雪，精致绝美的容颜，清泉般的眼眸，犹如仙女般站在那，笑意盈盈地望着你，好似这样就能扫除所有的一切。婶婶，她的二婶牟美玲，仿佛还是记忆中的样子，又好像不是。岁月夺走了她身上的青涩和少女的感觉，却散着风韵的气息。小依依，你……牟美玲红着眼眶，不知如何开口，一直想要一个女儿，奈何生自家小子的时候伤了身子，这辈子可能都没有女儿缘了。所幸大嫂生了一个女儿，这个侄女从出生自己便当着女儿宠着，当年突然离开，这些年每每想起，还是忍不住难过。过来，让婶婶好好看看，怎么穿这么少，还这么瘦？这些年你在外吃了很多苦吧？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牟美玲高兴地拉着卓萧一的手往里走着。第5章，爷爷奶奶。你爷爷奶奶这下可高兴了，要不要先去楼上看看他们？你奶奶这会醒着呢。大哥大嫂，你们也是，老太太他们不能受刺激，难道我和威国也不能吗？要不是今天刚好回来，你们是不是还不打算通知我们啊？牟美玲看着乖巧的侄女，满是心疼，又皱眉不赞同地看着后面跟进来的卓威胜夫妻2人。天知道今天一进门就遇到老太太晕倒，知道事由后可谓是惊喜交加。跟着进来的卓威胜夫妻自知理亏，在家今天早上把老太太吓到了，心里自责也无话可说。二夫人，还是赶紧带小小姐去看看老夫人吧，他们估计都等急了，管家爷爷也高兴，他能体会到那二老此时想见孙女的心，催促着。对，走，赶紧去见见你爷爷奶奶。牟美玲拉着一直保持淡然微笑的侄女往后院方向走去，嘴上还说道着家常，完全不想理会跟在后面的大哥大嫂。到爷爷奶奶居住的小洋楼时，1楼佣人正在打扫卫生，卓萧一跟着二婶上到2楼，还未走到门口，便传来爷爷那苍劲有力的声音：老婆子，你安分点，囡囡一会就回了，现在老是折腾，一会有力气跟囡囡说话吗？我就是坐不住，这么久了怎么还没回呢？威胜也不知道在磨蹭什么，早知道跟他们一起去接我的囡囡回家，这样还能早点看到他。这个声音就有些显得有气无力。卓萧一心里微颤，一股久违的暖流注入心房。牟美玲拍了拍侄女的肩膀，房门没关，示意她过去。卓萧一走到房门口，看着屋内的一双老人，坐在床边的老人精神矍铄，正一脸严肃地看着躺靠在床上脸色略显苍白，却依旧掩盖不住他身上散发出来优雅气质的老伴。看着二老双鬓发白，眼角的皱纹，卓萧一微怔，原来自己真的离开了好久好久。坐着的爷爷余光瞥见门口有道人影，定睛一看，虎目圆睁，看着丫头眉宇之间与老大夫妻的相似，卓爷爷一眼就认出他的身份。看他站在门口迟迟未进来，老爷子叹了口气：哎，傻丫头，站在那干嘛呢？还不进来让爷爷奶奶好好看看？离家这么久就不认识我们这2个老头子了？卓奶奶听到老伴的话，猛地转头看向门口，泪光闪烁，定定地望着这长得仙女似的小丫头。囡囡，奶奶的宝贝孙女。说着还要去掀被子下床，因动作太大，手上还挂着吊水的针头，瞬间回血还不自知，可把进门的卓家老大夫妻和老二媳妇吓一跳。卓萧一触眉，立马冲到卓奶奶床边，抓着她的手给她调整针头，嘴角上扬，说着甜糯糯的话。怎么会不记得爷爷奶奶呢？爷爷奶奶还是老样子，奶奶最美，爷爷最帅，是天生一对。小时候只要是捣蛋犯错，或是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
卓萧一就会吹出这一套彩虹屁，那样漂亮可爱又软软糯糯的小家伙，用着撒娇的语气说出来，谁能抵挡得住？所以卓家二老最是宠得没边。你这犟丫头呀，也不知道随谁了，那是本不该你承担。可你奶奶，卓奶奶心疼地抚摸着卓萧一精致的面容。房间众人也是一脸愧色，丝毫没有谁注意到卓萧一刚帮卓奶奶处理回蟹时那熟练的程度，以及他握住卓奶奶手腕的把脉动作。奶奶，那件事当初本来就是因我而起，我是卓家人，怎能让我就这样看着？回忆起当初，卓萧一借着帮卓奶奶掖被子的动作低手，眸中划过一抹戾气。这些年你，卓爷爷凝眉，想问卓萧一这些年过得怎么样，都经历了什么？爷爷，我很好，过去就让它过去吧，我现在已经回来了，不是吗？卓萧一淡然一笑，不在乎的出声。大家都清楚，怎么可能过得好？本该娇宠着捧在手心的人儿，却无缘无故被带走15年。想起那个带走他的神秘人，那样疯疯癫癫，说出的话是那么残忍暴力。好，楠楠说过去就过去了。威胜，通知家里其他人没？楠楠回来这么大的事，赶紧通知他们都回来。卓奶奶以为卓萧一不想提起伤心事，于是扯开话头，对着围在床边的卓威胜说道。卓威胜深深看着女儿，眼神有心疼有无奈，更多的是愧疚。好，妈，我这就去通知。帝豪会所是金陵城最大的娱乐场所，能进这里的人都是 VIP 制，普通人无法踏足的地方。顶楼不对外开放的顶级包间内，环形高级定制沙发椅上坐着4、5个男人，随意聊着天，喝着酒水。这时，一个年纪大约23、4岁左右，蓄着一头短发，白衬衫的领口微微敞开，衬衫袖口卷到手臂中间，露出小麦色的皮肤，眼睛深邃有神，鼻梁高挺的男人掏出响了片刻的手机，看着上面显示的备注，漫不经心的接起。因为喝了酒迷离的眼神瞬间深邃清明，疼得从沙发上站起，脚不小心踢到面前放满各类好酒的台基，酒水噼里啪啦的四处滚落。这一举动让周围人都安静了下来，好奇地看着这个平时最为稳重，此时面色有些惊愕的男子。你说什么？真的回来了吗？男子有些不确定再次询问，不知电话那头说了什么。一向不喜形于色的男子眼里再次爆出欣喜的光芒。好，我现在马上回来。等男子挂了电话，坐在中间的一个有着黑亮垂直的发，斜飞的鹰挺剑眉，细长蕴藏着锐利的黑眸，削薄轻抿的唇，棱角分明的轮廓，修长高大却不粗犷的身材，宛若黑夜中的鹰，冷傲孤清却又盛气逼人，截然独立间散发的是傲视天地的强势的男人。看着一反常态的好友，列眉开口：怎么了？没错，接电话的男子便是卓萧一的大哥卓俊林。今天周末被几个好兄弟约出来聚聚，没想到错过了这么大一个惊喜。第6章楚末年。末年，他回来了。卓俊林拿起沙发上的外套准备走，听到问话，抬眸惊喜不以言表。楚末年，6大豪门之首的楚家掌权人，这样的身份，金陵城人人趋之若鹜的存在，不仅年少多金，出类拔萃，行事更是胸脯横阔，有万夫难敌之风。这样的一个人，既是他的好兄弟，也是同窗，曾经自己无助之时，让他帮忙找过妹妹卓萧一。楚末年锐利的眸中流光划过，他知道卓俊林说的这个他是谁。大学时期，有次卓俊林喝得无比醉，突然拉着他说要去找妹妹，说他把妹妹看丢了。都说男人有泪不轻弹，那时候的卓俊林哭得很伤心。楚末年也是那时候才知道，原来卓家大房还有个小女儿。酒醒第2天，卓俊林忘记了醉酒后续，所以楚末年也没有提及此事。直至4年前他成为楚家掌权人后，卓俊林让他帮忙探找一下他卓家小公主卓萧一的下落，也没有说具体是怎么失踪的，只说是在3岁时被自己看丢了，还拿了一张3岁小女孩的照片。照片里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白净的瓜子脸，弯弯的眉毛下一双水灵灵会说话的眼睛，跟个误入凡间的小天使一样。可就是这么一张3岁的照片，已经过去了10多年之久，样子早已有了变化，找起来可谓是大海捞针。楚末年摸了摸下巴，有点意思，找了10几年音讯全无的人突然回来了。你喝了酒，我让楚匡派人送你回去。卓俊林也不客气，直接点头同意。这时，坐在最右侧的一个剃着平头、长相英俊的男人起身朝楚末年点头出去。他是谁啊？林哥，不会是你哪个初恋吧？一张坏坏的笑脸，连2道浓浓的眉毛也泛起柔柔的涟漪，好像一直都带着笑意。俊美突出的五官，完美的脸型，特别是左耳闪着炫目光亮的钻石耳钉，给他的阳光帅气中加入了一丝不羁。男子凑到要出门的卓俊林面前问道：我妹妹？卓俊林懒得跟没正经的余叔一扯，直接推开他向外走去。这时，刚出门交代事的楚况很快回来，朝卓俊林点头：卓少，车已经安排好了。谢谢。余叔义6大豪门之一的余家2房长子，余家老爷子这生有2任夫人，前妻生产时去世，留下一个儿子是余家大爷，
后娶季氏2年后，又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于家二爷。长大后两房娶妻分家，但由于于家老爷子70多岁了，还没放权，大房一直是二房为眼中钉肉中刺。于书义就是少时在被自己大伯差点害死的情况下，被楚墨年无意中救下，二人也就慢慢有了交集，发展成了好友。行，我知道，谁还没个亲妹妹啊？于书义看卓俊林头也不回的跨步出门，玩世不恭的往沙发上另一个男人身边躺坐下，对着他挤眉弄眼，好似在说：“你瞧，林哥真重色轻友。”那男人一双丹凤眼平添了几分魅惑，但是怎样都不过是少年的风姿，天质自然。他端起红酒杯，一举手，一投足，骄傲而潇洒。脸上听到卓俊林说是妹妹的时候，脸上浮现出诧异，不过转瞬而逝，应该是亲妹妹。他抬杯碰了碰于书义的酒杯，笑道。楚墨年也有些诧异，似乎没想到他也知道这事，不过后面不知想到了什么，也就不奇怪了。于书义一下子坐直身子，一脸疑问地看着男人：“卓家什么时候有个女孩了？而且你怎么知道？”男人一脸无语地看着于书义：“我姑姑是卓家二夫人，忘了？哦，对哦，差一点没想起来。可是怎么从来没听过卓家这位小公主呢？”于书义一脸的八卦。牟寒宁见于书义和楚墨年还有楚况都看着他，他抿了一口手中的红酒，慢慢的回忆起小时候依稀记得的一星半点。我知道的也不多，还是托了姑姑的福比你们了解的多一点。据说卓家上下老老少少都特别期待这个小公主的降临，为此我姑姑还差点搬空牟家的库房啊，说是送给她未出生的侄女。更何况卓家那些人，可想而知这个小丫头出生后得到的宠爱程度。那么宠，那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一出生就被偷了？于书义还是不明白。牟寒宁白了他一眼。那几年金陵不是有点乱吗？各世家明争暗斗的厉害，不是绑架就是失踪。卓家也是不怕1万，就怕万一，所以出生时就封锁了消息，把她保护得紧。小丫头满月时也就请了近亲的几家，因为二婶的关系，我牟家就是其中之一。去了之后，满月宴的豪华奢侈程度，我们这些人就跟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不过那小丫头真是长得精致可爱，跟个洋娃娃一样，还特别讨喜。那时候小不懂事，想把妹妹偷回家，还差点跟卓家兄弟俩打起来。牟寒宁轻笑扶额，有点往事不堪回首。见于书义和楚墨年跟看傻子一样看着自己，仿佛说：“你还干过这蠢事？”牟寒宁正了正神色，咳嗽一声，接着道：“自满月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那个小丫头。每次都是姑姑回牟家后，向家里人炫耀她侄女漂亮可爱，还喜欢向我爷爷展示一下照片。我爷爷那时候就特别羡慕卓家老爷子。”楚墨年摇了摇手中的红酒，确实挺可爱。可3年后的某一天，姑姑突然哭着跑回牟家，求当时还在世的爷爷动用一切关系帮她找找侄女。那时我正好放暑假在家，才知道小丫头和卓家小二少偷偷溜出去玩，不见了踪影。后面绑匪打电话到卓家，才明白2个小孩被绑架了。爷爷当天就跟姑姑去了卓家，第2天就听我爸说人都救回来了。可爷爷一直到第3天晚上才回来，一回来就把我爸妈叫进了书房。我本来想让爷爷带我去看看那小丫头，结果听到他们的谈话，说卓威胜叔叔和小二少卓军民受重伤，卓家小丫头失踪。牟寒宁蹙眉回忆着过往。不是，什么叫都救回来了，又失踪了？那到底是救回来了还是没救回来啊？于书义有些许蒙圈，具体谁知道？他们封锁了消息，我那时候也只是听到只言片语，他们又不跟我说，只知道卓家这些年一直在暗中找人。靠，你都不知道，你在这吊我们胃口。牟寒宁懒得理这傻逼。所以15年前传闻卓家主带卓家二少出门，被卓家老爷子的政敌追杀受重伤是假的。楚墨年薄唇微勾，眸光摄人心魄。第7章温馨。对啊，听说因为卓老爷子的关系，上头要求彻查此事，还拉下了不少与卓家不对付的官员。我去，卓家这招奇高啊！于书义反应过来，瘪瘪嘴，感叹卓家人有点小腹黑，以后不能随便招惹林哥啊。这事嘛，也不能怪卓家，这完全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虽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封锁消息，但那时候谁还有心情想这些啊？随意找个借口罢了，谁知道被上头误解了。牟寒宁的解释让于书义有点心虚，收回刚才吐槽卓家的话。失踪了15年，这15年卓家小丫头都在哪呢？现在应该有18了吧？这中间怎么不跟家里联系啊？现在突然又回来了，我很好奇啊，突然想见见本人了，打电话给林哥，看什么时候带出来我们见见。于书义摸着下巴说出了在场所有人的疑问，让众人陷入沉思，然后掏出手机。我靠，卓家家主卓威胜出轨了。楚墨年微眯着双眸，危险地看着于书义。牟寒宁则拿起沙发靠枕砸向大呼小叫胡说八道的白痴。哎，你们自己看啊，不是我说的，新闻推送。于书义向他们展示手机页面，宝宝心里苦，但宝宝不说。看到内容的3人各自拿出手机，打开新闻头条。
标题：卓家现任家主卓威胜疑似出轨。下面是一些不入流的长篇大论，好像证据确凿一样，言辞有些偏激。在下面配了2张图，第一张是卓威胜在机场牵着一个身材纤细、穿着风衣、披着长发女人的背影图，第2张女人同样是背影，准备上车，而卓威胜露出了侧脸，一脸笑意为女人开车门。爷，这会不会是那卓家的小小姐？楚况跟在楚墨年身边，也见过卓威胜夫妻，两人恩爱有加，再加上今天晚上得到的信息量，楚墨年看着手机里那抹纤细的身影出神，听到楚况的话没有出声，倒是一边的牟寒宁回道：有可能，没有正面，差评。于书义一脸嫌弃，随后眼睛放光，你说这是谁在针对卓家啊？你先看看新闻头条版面，真是白痴，越来越不着调了。成语叶家，哼，还真是喜欢上蹿下跳，这是怕卓家发展的越来越好超赶他们吗？于书义一脸无语，谁知道呢？牟寒宁耸肩，一副坐等叶家倒霉的节奏。提起叶家，楚墨年更是一脸不屑，并相信以卓俊林的手段足以对付。这边卓俊林老是催促着司机开快点，等到家门口的时候已经是快11点了，却有点不敢进去。卓俊林深吸一口气进门，大家都差不多休息了，有个别佣人还在做着收尾打扫。管家从楼上下来，见大少爷回来，连忙过来接过卓俊林手上的外套挂好，笑意盈盈地说道：小小姐6点下的飞机，回来有点晚了，吃完晚饭又陪一大家子聊了一会，大家怕她坐飞机累着，让她去休息了。大少爷明天早上可以看到小小姐。卓俊林松了一口气，要往楼上走，走到楼梯口处愣住。2楼楼梯口处的少女秀雅绝俗，自有一股清灵之气，肌肤娇嫩，神态悠闲，美目流盼，桃腮带笑，含词未吐，气若幽兰，说不尽的温柔可人。卓俊林被她看着，忽然紧张不已。大哥回来了。卓萧一看着站在楼下有些手足无措的俊美男人，娇唇轻启。卓俊林眼眶泛红，双手紧握成拳，一步一步地走上楼梯，眼睛一刻也没离开卓萧一，站定在他的面前，就那样看着他，仿佛要把他刻画在脑海里。良久，抬手揉了揉卓萧一的发顶，回来了就好，不会再离开了吧？不了，一直陪着你们。卓萧一哑然淡笑。那个人，卓俊林眼里闪过厉色，当时他年纪还小，什么都做不了，现在若是还想带走他妹妹，必须从自己尸体上踏过。他死了。卓萧一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神色。卓俊林有些错愕，随后又安心了不少。本想和妹妹多聊一会，但想到他晚上才下飞机回家，又穿着这么单薄的睡衣，也不再多说什么，反正来日方长。时间不早了，累了吧？快去休息，我们明天再聊。好，那大哥也早点休息吧，晚安。晚安。卓俊林笑看着卓萧一进房门，身后管家爷爷端了一杯热牛奶上来，准备给卓萧一。路过卓俊林时，小声说道：大少爷，快去看看新闻头条。卓俊林疑惑地看着管家爷爷，管家爷爷有些气愤。晚上老爷夫人一起去接小小姐，结果叶家断章取义，劈掉了夫人的身影，说些污言秽语、不切实际的话。卓俊林掏出手机就看到了新闻推送，打开看到内容后，内心无比暴戾，眸色渐沉冷色。叶家还真是作死得很。这事不用打扰我爸，我马上处理，您把牛奶送给小一。好的，大少爷。管家爷爷脚下生风，生怕牛奶冷了一样。卓俊林转身去了书房打电话处理事情。没一块，管家就过来敲门。大少爷，这是小小姐给你的，说是喝了酒，吃一片这个，明天早上不会头痛。你看我都没想起这点，我去吩咐佣人煮点醒酒汤吧。管家手里拿着一个白色瓷瓶，怕卓俊林不吃，后面又加了一句。卓俊林宠溺含笑，接过管家手里的瓷瓶，打开，一阵果香味传来。妹妹给的，当然要吃，倒出一粒含进嘴里。心情简直不要太好。不用了，管家爷爷，时候不早了，你也早点去休息吧。真不用。管家知道大少爷很少喝酒，但每次喝酒，晚上不喝点解酒汤，第二天就会有头疼的毛病，最明显的就是精神状态很差。喝点醒酒汤就会好很多。卓俊林看着妹妹给的白瓷瓶，轻笑说不用，小姨给的这个吃完感觉很舒服。那好吧，大少爷也早点休息。虽然不知道真假，但觉得小小姐也不会害自己的哥哥，管家也就没再多说，就出去了。丁手机传来信息，卓俊林看了一眼，是事情办好了。想起幕后始作俑者，眼眸瞬间由温柔转变的冷冽。哼，敢随意侮辱我卓家小公主，明天早上你们就等着接收大礼吧。所以卓家老大是把自己的老爸给忽略了吧？卓老爸表示，卓家卓萧一最重要，不接受反驳。第8章，卓萧一的打算。卓萧一跟哥哥卓俊林打完招呼后，就回了房间。咚咚，卓萧一打开房门，就看到管家爷爷手里端着一杯热牛奶。小小姐，夫人吩咐让您喝了热牛奶再睡。
管家爷爷慈祥地看着卓萧一。卓萧一想了想，管家爷爷，你先进来吧。卓萧一接过牛奶，边喝着边打开抽屉，拿了一个白瓷瓶出来，把喝完的牛奶杯和白瓷瓶递给管家爷爷。见管家爷爷疑惑，这是醒酒糖片，刚闻到哥哥身上有酒味，应该是喝了不少酒。你把这个送给他，明天早上起来不会难受。管家爷爷笑眯眯的连连点头，好好，还是小小姐想得周到。那我现在就送过去，小小姐早点休息。卓萧一关上房门，星眸环视四周，房间还是原来的房间，只不过里面的东西从儿童用品换成了大人用品。妈妈和二婶带他回房时，二婶提到这里面的常用品基本是1年换一次，随时等待它的主人的回归。这么多年来，自己查过卓家情况，也就那么为数1-2次，他怕自己过多关注，会忍不住偷跑回来，给家人带来过多麻烦。虽然自己当时有能力应付，但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哪怕只有1/1000的危险，他也不愿意尝试。吱吱吱，床上的手机响起，到家了。一个磁性的男声在电话那头响起。卓萧一不是对家人般的温柔，而且显得清冷很多，青眸有些放空。这么多年没回了，他们对你还好吗？对面声音透露着关心。很好，卓萧一回神，提起家人，声音都带了些愉悦，随后蹙眉，刚把脉的时候发现奶奶身体有点气血不足，看来得找个时间帮她调养一下。网上的事需要处理一下吗？卓萧一蹙眉，顺手打开自己带来的电脑，单手在上面操作了起来。对面也听到了敲键盘的声音，所以暂时没有说话。卓萧一不到10秒钟就看到了内容，青眸寒霜，继续敲击着键盘，没一会停下，看着上面显示的信息。先不用管，让它发酵一下，打蛇打7寸。薄凉冷冽的声音，电话那头的人忍不住打了个寒战。这才是真正的卓萧一，刚才的愉悦那是假象。好，有什么事随时联系我。卓萧一捏了捏眉头，挂掉电话。叶家、楚家、玉家、叶家、卓家、余家、白家，这6大豪门世家看似只占据了 Z 国经济发展，所谓有钱了就想有权，所以不少家族暗地里牵扯着政界和军界，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也是为什么大哥放弃继承家族企业而选择正途的原因。卓家目前为止的地位可谓是高处不胜寒，二叔在军部的位置可以说是位高权重，不少人盯着卓家。可是想要不被豺狼虎豹蚕食，那么各方势力都必须有人脉。卓萧一手指在桌子上有节奏的敲击着，想着这些，眉头紧锁，抬手揉了揉眉心，算了，现在只想过安逸舒服的日子，其他的事走一步看一步。青眸微眯，看了眼电脑屏幕上的资料，当然若是有人想送死，也不是不可以成全他。翌日，不知是不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卓家人都起得很早。卓爷爷和卓威胜坐在沙发上看报纸，卓奶奶和张文静还有牟美玲把厨师和佣人赶出了厨房，3人在里面忙活着。卓俊林从楼上下来，跟卓爷爷和自己的父亲打了声招呼，没看到妹妹，想来应该还在睡。卓俊林心情愉悦，昨天喝了酒，做好头痛准备的他，没想到一夜无梦，而且睡得极好，早上起来浑身轻松。他立刻想到昨天的糖果，没想到妹妹给的糖果这么厉害。卓爷爷把报纸往桌子上一放，指着上面政界版面的通知报道：“这是你做的？”“是的，爷爷。”卓俊林坐下看了眼，毫不在意地说道：“爸，俊林没做错，早上你也知道他这么做的原因，我也很想扒了叶志辉的皮。”卓威胜昨晚手机关机，早上起来就被秘书告知昨天的新闻。事关宝贝女儿，做事素来沉稳的卓威胜就控制不住脾气，一大早就发了好大一通火，把卓老爷子都惊动了。卓老爷子知道后也脸色阴沉。后面还是管家拿了今天的报纸进来给2人，看到上面的内容2个字：解气。我有说我怪他吗？你还好意思说？你这个当父亲的干嘛去了？这么大的事今天早上才知道，还好意思发火？你以为这事就这样完了？卓老爷子敲了敲桌子，厉声说道。卓威胜摸了摸鼻子，倒是卓俊林皱起眉。爷爷的意思是，照片拍的是真，就算把原图放出来，你妈妈当时也在场，但只要囡囡身份1天没公布，他们都能狡辩，我们得提前做好准备才行。囡囡也都这么大了，是时候公布她身份。卓老爷子危险地看着眼前的报纸，似乎要把它啄出一个洞来。卓俊林点头，现在是互联网时代，网络舆论毁了一个人是何其容易，那就举办一个宴会吧，正式把小一介绍给金陵各世家名流认识，以免日后出门碰到些不长眼的。卓威胜也赞同道：“不用，就按我70大寿的名义发帖。”卓老爷子看了眼管家，管家会意点头去安排。爸不是说不办70大寿吗？卓威胜皱眉不解。第一，若是卓家按小一的名义发帖，大家会把所有目光聚集在他身上，在金陵风头太盛，这可不是什么好事。第二，按爷爷的名义发帖，请来的可就不只是商界名流了，政界军界的一些人也会来。
只要到时候爷爷把小姨带在身边，一圈下来就没有人不认识卓家小姐，这样既低调又能达成目的。卓老爷子满意的看着自己的大孙子，在政界待久了，思维就是清晰谨慎通透。哼，叶家那老头子真当我卓家好欺负不成？卓老爷子愤怒的拍了下桌子。卓威胜看了一眼老爷子，说起来叶家和卓家也是有仇的。当年叶老爷子在自家老爷子手底下做事，不知道为了什么，正在晋升阶段犯了事，被铁面无私的老爷子逐出了部队。叶老爷子一直对自家老爷子怀恨在心，后面处处与卓家作对。当年小姨出事那会，卓家也怀疑过叶家，但是事后查出来这件事与叶家无关。第9章事件后续。爷爷，谁惹你不高兴了？孙女帮你教训他。卓萧一站在门口玄关处，手里拿着汗巾，唇边浅笑，朝他们走过来。众人诧异，以为还在睡觉的卓萧一却从外面回来，看着穿着应该是去晨跑了。囡囡，乖宝贝，妹妹，爷爷，爸爸，哥哥，早上好。卓萧一走过去，在卓老爷子身边坐下。妹妹，你忘了3楼有件身事，怎么跑外面去了？外面湿气重，还穿这么的单薄。卓俊林无奈看着卓萧一，卓老爷子和卓威胜也是一脸不赞同的看着他。大哥不用担心，多呼吸点新鲜空气对身体好。卓萧一看到桌上的报纸准备拿起来，结果一只大手先他一步。囡囡，别看了，出这么多汗，赶紧去洗洗，别着凉了，一会下来吃早餐。卓老爷子看着卓俊林拿走报纸，也猜到他的用意，宠溺的看着自家孙女，催促道：是啊，你奶奶他们一早亲自下厨说要给你做好吃的，赶紧的去梳洗一下。卓威胜一副女儿奴的样子，若是让外人看到，简直无法想象。那好，我先上去了，爷爷爸爸哥哥一会见。卓萧一青眸微弯，挥了挥手上楼。是上头要彻查及整改新闻媒体行业的通文，恰好卓萧一一目十行，看到了上面的大概内容，就是说近年来虚假新闻频频出现，给社会、国家、人民带来极大的危害，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防范制止，后果将十分严重。当今新媒体、自媒体飞速发展，转载、传播途径广泛，方法简单，可以说人人都是新闻发言人、信息传播者。试想一条涉及面广、与群众生产生活紧密相连，或者是关系国家、社会或群众利益的大事要事的虚假新闻，在广泛传播后，势必会造成群众恐慌，严重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所以必须严查大大小小新闻媒体公司，一旦查出涉嫌播报虚假新闻，对人民大众造成伤害的，立即查封。卓萧一朱唇轻勾，邪魅众生，应该是哥哥的手笔吧？看来倒是不用自己亲自动手了。当卓萧一再次下楼的时候，餐桌上已经摆满了精致的早餐，都是小时候喜欢吃的那些。卓萧一心里暖暖的。小一下来了，快过来。张文静宠溺地看着卓萧一，囡囡，赶紧过来尝尝，看合不合口味，10几年没做了。卓老夫人慈爱地冲卓萧一招了招手。我刚替小一尝了一下，还是和一样。二婶从厨房端了一盘桂花糕出来，含笑冲卓萧一眨了眨眼睛。卓萧一脚步轻快地往餐桌走，脸上不自觉带着一股少女的娇俏。辛苦奶奶、妈妈、二婶了，下次让厨师做就行，要是累坏你们，我可是要心疼了。哟，还是我家囡囡会哄人。卓老夫人笑呵呵地拉着卓萧一坐到自己身边。卓家吃饭没有食不言请不语这一套，大家落座后都纷纷夸赞着今天的早餐好吃，随后又聊起了家常，比如二哥卓君明不顾家人反对，一意孤行进入了娱乐圈，现在是当红歌王 Lucas。 比如堂哥子承父业去了部队，很少回家。比如姑姑家的小表哥从小被发现是个医学天才。聊到最后，卓威胜宣布要给老爷子大办70大寿。除了卓俊林，众人诧异，张文静和牟美玲都皱起了眉头。爸，魏国听到你之前说不办大寿，就接受了上面指派的军事演练任务，而且是封闭式的，现在也联系不上。牟美玲为难的开口，我昨天也打电话给军明，电话也没人接，他经纪人说公司现在正在对他进行1个月的封闭式训练，为新专辑做准备，也联系不上。联系不上就算了，下个星期照常准备起来。你们给囡囡准备要用的衣服首饰，毕竟是我们卓家的小公主，那天自然是要出面的。卓老爷子也没有很失落，有孙女就行。众人才懂老爷子重新举办大寿的用意，毕竟早上卓威胜为何发脾气，他们都知道。于是边吃着早餐，边商量起宴会准备事宜。卓萧一大概能猜到爷爷的用意，其实他都无所谓，但他也知道他们是为自己着想，所以卓萧一也没有过多发言，而是在想自己该送爷爷什么生日礼物好呢。相对于卓家早餐时间其乐融融，叶家的气氛却显得诡异很多。奢华的大厅内本该是早餐时间，此时餐桌这里却是满目狼藉，各式精美的早餐盘子碎一地，佣人颤颤巍巍地站在一边不敢动。已经有了白发，
眼神沟壑，满脸阴雾的叶家老爷子看着眼前这个西装革履、头发打理的一丝不苟、轮廓俊朗、脸色却有些不好看的叶家现任家主叶志辉。爷爷这是怎么了？一个打扮精致、穿白色连衣裙的清纯美丽少女从楼上下来，打破了这诡异的气氛。这正是叶家大小姐，娱乐圈当红国民女神叶晴晴。叶晴晴见没人回她，她兀自走上前，一脸嫌弃的从凌乱的地上捡起报纸，看到今天早上上头刚发的通文，面容也有些扭曲。家里和卓家不对付，她也是知道的，不过片刻就缓过来。爸这件事做的的确有些欠考虑，不应该弄脏自己的手。叶志辉看着这个被叶老爷子宠大的女儿，皱了皱眉。你以为我不知道？但是其他小报他胆发。叶晴晴突然轻笑，弄得叶老爷子和叶志辉都看着他。他走上前挽住叶老爷子的手臂，看着二人：“爷爷别生气了，爸你也先别着急，这事也不是没有返还的余地。”叶老爷子面色也缓和了些，饶有兴趣地看着叶晴晴。叶志辉眉头则皱得更深，不管怎么缓和，上头通文下来了，叶家这次都会损失不少。他们说我们传递虚假报道，但是照片上的女人身份，他们终究没有任何解释。照片上的人也明显不是卓夫人和卓二夫人，甚至也不是卓家那个出嫁的小姐。而且据了解，卓家除了这两人，也没有其他女性能达到让卓家家主这么亲密的举动。那么他们凭什么说我们传递虚假报道？第10章卓家反击。叶志辉眼睛一亮，是啊，关键还有那个女人。叶老爷子也满意的看着叶晴晴，眼里有骄傲又有些遗憾，自己这个孙女的城府挺适合混官场，只可惜是个女孩，始终是要嫁人的。叶晴晴看着自己的父亲，倒是没注意到叶老爷子的神色。再说了，上头最多能管住你们这些企业家的手，他们能管得住民众的嘴吗？叶志辉皱眉看向叶晴晴，爸是不是忘了我是干嘛的了？上头发下来的通文只对你们这些企业家有用，在微博上他们可管不着，不要小看网民的力量，所谓法不责众，我倒要看看他们想怎么追究。我只要找些大 V 大事宣扬一下昨天的新闻，网上那么多人，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把卓家淹死。叶晴晴挑眉邪笑，就算卓家能澄清，那也要趁他们没拿出证据之前，先让他们脱一层皮，才能对得起叶家的损失。叶志辉瞬间心情好了不少，看着叶晴晴的目光也柔和了不少。那这件事后续就交给青儿，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直接跟你爸讲。叶老爷子慈爱地看着叶晴晴，叶志辉也在一旁点头表示同意叶老爷子的决定。好的，爷爷。叶晴晴娇俏地把爷爷拉到一边，对佣人说道：“赶紧收拾一下，重新做点。”不大一会，早餐重新上桌，草草吃完早饭。叶老爷子去了花园散步，叶志辉去了公司。叶晴晴说有通告要赶，也出了门。佣人们也瞬间松了口气。不得不说，叶晴晴办事效率还是挺高的。还没到中午，微博上就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有几个大 V 故意挑起卓家家主出轨事件是真是假的话题。几个大 V 粉丝加起来有1-2千万，所以评论瞬间蹭蹭的往上涨，不一会儿就登上了热搜。有偏激的网友评论：“肯定是真的吧？豪门中这种事见怪不怪了。这女的也真是的，干什么不好，非得当小三，破坏别人家庭的贱人，不会有好下场。卓威胜真恶心，一大把年纪了，还干这种事。你们看到早上的新闻没？”“看到了，这是昨天报道就出来了，结果今天一早报道撤了不说，所有跟这事有关的媒体都要接受上头检查。我去，细思极恐啊！资本家就是牛批。我觉得我不会再用卓家出产的东西了，太恶心。我也是，抵制卓家的东西。我也是，抵制卓家，抵制卓家。”也有理智的网友评论：“假的吧？卓家主笑得那么宠溺，说不定是女儿呢，指不定就是虚假消息，不然上头为什么要检查媒体虚假报道事件？不可能，我亲戚在卓氏上班，他说卓总跟夫人很相爱，不可能出轨。啊，这照片当时我有在场，卓总和卓夫人当时都在场好吗？他们好像是去接一个小姐姐的，好像是他们女儿吧，长得贼漂亮。”但是这些发言很快被一些不明是非的人给骂退。聪明人不用看也知道有水军。卓威胜和卓俊林一直注意着叶家的动作，网上事件一出来，坐在办公室里的卓俊林眼神冷冽寒霜，看着网上的这些评论，恨不得把人从电脑里拖出来弄死。他手指发白，拿起手上的电话打出去：“爸，可以发出去了。”卓威胜也看到了网上的评论，这些人怎么敢这么说他的宝贝女儿？把早上给你的东西用公司官博发出去，另外叫技术部查出这些人的 IP， 给他们发律师函，我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饭不能乱吃，话也不能乱说。卓威胜面容难看，声音也越发阴沉，对着身边的秘书吩咐道：“幸好刚到公司就收到长子整理的澄清文件，不然女儿还不知道要被骂多久。他一刻也不想再看到这些评论。”哼，叶家真是好样的，这是没完。还有这些评论明显是被人控制着，
你让他们查一下，看看这些人是不是被收买了。点头出去办事的秘书停下脚上动作，听着总裁的吩咐，其实内心也诧异不已。来了卓氏10多年了，直到今天早上，总裁给自己一份文件，说是今天可能会用到，让自己先看一下。那时王秘书也才知道卓家原来还有个小小姐，而且这小小姐长得跟天仙似的，眉目之间和总裁还有夫人有些相似。王秘书出门后就直接去了公司宣传部，不到1刻钟，卓氏集团官博发出声明，总裁表示饭不能乱吃，话也不可乱说，公司将会对总裁和小小姐进行言语侮辱攻击之人寄出律师函，凡是弄清事实再说话，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下面贴了3张图，第1张是仁心医院的出生证明，第2张是卓孝一满月时拍的全家福，第3张是3个人的机场背影图，就是之前被叶家用来污蔑卓威胜的那张照片，只不过这张多了张文静的背影，被卓威胜另一只手牵着。卓氏发出官博后，金陵各世家纷纷表示很疑惑，而后又觉得卓家深藏不露，女儿都这么大了，竟然一点风声也没有。有些人立刻派人出去查清楚这个卓家小小姐是怎么回事，也有些人认为一个小女生不足挂齿，毫不在乎，就此接过。众网友表示，我就说有反转吧，哼，我之前就评论说我在机场见过他们，结果还被那些键盘侠骂了。之前的照片卓家主笑得那么宠溺，一看就知道很宠女儿，这一下又霸气护女了。只有我注意到这全家福的颜值吗？你不是一个人，我也注意到了。妈呀，这是什么遗传基因？我也想，怎么没有卓家小姐现在的照片呀？肯定很漂亮。没有正面照，差片。我在金陵生活，怎么从来没听过卓家有个小小姐啊？看出生证明和全家福也不算假的，从小出国了，难不成弄丢了？也有可能是从小保护的好，长大后出国深造了呢。第11章，叶晴晴的手段。而叶志辉本来和几个亲近的股东在会议室的大显示屏看着事件发展，看到卓家股票一直往下跌，还挺高兴。可没想到卓家动作那么快，更没想到的还在后面。卓威胜在官博发出去没多久后，收到了一个秘密邮件，上面是叶晴晴找大 V 买水军的照片记录。卓威胜疑惑不已，刚秘书还说没找到证据，这真是瞌睡来了就送枕头，就是不知道是谁发的。但是不管对方出于什么原因，正好需要不是吗？卓威胜又打电话叫来了王秘书。于是又过10分钟后，卓氏官微又更新了。卓氏官微叶氏官微希望叶氏能给卓家一个解释。下面配图叶晴晴联系微博大 V 和买通水军的记录照片，没有过多修饰，正面刚。因为叶晴晴本来就是公众人物，而且被称国民女神，所以事情一出来，反响比起前面的大了不是一星半点。叶晴晴粉丝，不可能，我家青青不是这样的人，这肯定是伪造的。我家青青那么善良，卓氏劝你做人，别有人诬陷你女儿就要拉上我家青青。上面的账号好像就是青青的，有次他误加了粉丝群，看着也不像假的，有点没法接受。没想到粉了个这样的人，我脱粉，脱粉，真他妈恶心，呵呵，已脱粉。网上各式各样的评论都有。而看到事态发展的叶家人，叶志辉看到这些，直接气得把水杯往显示屏上砸去，瞬间火花四溅，股东们默不吭声。叶老爷子本来在修剪着看似有些贵重的盆栽，听到下人传来的消息，直接把盆栽连根拔起摔到一边。而刚拍摄完通告的叶晴晴和经纪人出来，便看到自己的助理正焦急地拿着手机在门口打转。助理看着他们出来，连忙跑过来：“叶姐，出事了！”助理把手机递到叶晴晴面前。叶晴晴看到上面的内容，一巴掌摔在助理小姑娘的脸上，面色扭曲：“你是死人吗？怎么不进来通知我？”助理委屈：“他们拦着不让进。”叶晴晴经纪人手机开机，打开微博：“今天是一个国外珠宝品牌拍摄活动，品牌方要求手机关机，所以等他们知道的时候，事态发展已经很严重了。”叶晴晴懒得听小助理解释，直接朝路边的保姆车走去。公司那边来电话了，这是怎么办？经纪人的手机铃声响起，没有接，而且第一时间问叶晴晴。叶晴晴眼色阴冷的从手机中抬头，看着后面慢吞吞追上来的小助理：“还用我教吗？现成的替罪羊。”经纪人也转头看向已经到跟前的小助理，然后朝叶晴晴点了点头。看样子这样的事没少做。小助理追上来后，发现二人看自己的眼神有些诡异，丝毫不知自己即将大祸临头。叶姐，小助理声音有些怯懦：“走吧，回公司。”叶晴晴诡异地冲着小助理勾唇笑道。到了下午，叶晴晴团队公关：叶晴晴卓氏官微叶氏官微希望叶氏能给卓家一个解释。实在抱歉，其实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发这个微博，因为这件事大部分责任也在我无可否认。但是我还是想解释一下，一是
不想破坏六大家族的和谐关系，更不想让我的粉丝失望。昨天叶氏旗下媒体这块出现了纰漏，有个别高层因为个人报复行为私自报道了卓家家主的不符事实，害得公司媒体这块可能会被查封。我是叶家大小姐，难免会担心。我的助理是我从粉丝群里提上来的钟爱粉，他看到我难过，知道我认识几个微博大 V， 于是趁我早上工作时间用我的手机联系他们，还私自买了水军。是我没约束好身边的人，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但我还是真诚的向 AT 着实官微向我的粉丝道歉，真的很对不起。网上如火如荼，微博上今天热闹了一整天，而我们的当事人却悠闲得很。蓝景庄园后花园内，少女躺在长椅上，阳光映照之下，容色晶莹如玉，如新月生晕，如花树堆雪，环姿艳逸，一镜体贤，柔情绰态，媚于语言，娇柔婉转之际，美艳不可方物。旁边茶几的炉子上还炖着果茶，边上放着笔记本电脑，听着音乐，这小日子还真是逍遥又自在。这大概是卓萧一现在最想过的生活。叮咚，电脑传来声音，卓萧一微睁青眸，又感觉阳光太刺眼，抬手挡了挡。今天上午二婶突发奇想，在家打起了麻将，不会的卓萧一只能靠着爷爷现教现学，陪他们打了几个小时，吃完中午饭又陪他们散步消食，然后各自午休去了。因为天气太好，卓萧一自己便在后院晒起了太阳，顺便发了点东西给自家老爸。卓萧一坐起身，按了一个键，电脑亮起，看着上面的内容，朱唇微勾，薄凉至极。不得不说叶青青还是挺有手段的，这段话里不仅洗脱了自己，就连叶氏也摘得干净了。但所有人都不是傻子，叶青青无不无辜，该明白的都明白，也就还有一些脑残粉在叫嚣着不足为惧。目前来说，毁了叶青青国民女神的形象，再割去叶氏新闻媒体这块肉足矣。至于小助理，第12章日行一善。卓萧一快速敲了几下电脑，显示屏上密密麻麻的代码跳跃出来，不到1分钟显示出了画面。卓萧一青眸微眯，手指弹了一下屏幕，算了，你还有点用处，那就日行一善吧。说着，卓萧一起身回房换了一件衣服，下楼的时候看到管家爷爷，浅笑道：“管家爷爷，我出去一趟，一会就回来。爷爷奶奶妈妈他们问起，跟他们说一下不用担心。”好，小小姐，我去安排司机。管家爷爷慈爱的应声道。卓萧一本来想说自己开车的，算了，就这样吧。1个小时后，准备回叶宅的叶青青接到电话：“小姐，人被救走了。”电话那头：“什么？被谁救走的？”叶青青面色扭曲，开车的司机都吓一跳，方向盘有些不稳。不知道。废物！叶青青砸掉手机，后面不知又想到了什么，朝坐在身边的经纪人伸手，经纪人了然的把自己的手机给他，熟练的拨通电话：“去把他父母接过来。”声音中的阴狠让车内的人和电话那边的人忍不住哆嗦了一下。叶青青把手机递给经纪人，蹙眉闭眸，靠在椅子上。没想到卓家竟然在这精灵众目睽睽之下藏了这么大的一个女儿，真是好有本事，态度还这么刚，本事还不小，竟然敢黑自己的手机，找出证据。快要到家时，经纪人的手机响了一声，是条信息。经纪人看了眼，皱眉看向叶青青：“小姐，他父母也不见了。”经纪人实际上是叶家人，是叶老爷子怕叶青青受欺负给他安排的。叶青青猛地看向经纪人，怒火似乎达到了极点：“给我查，我倒要看看是谁在跟我作对，先从卓家开始。”是。卓萧一傍晚回到家，提了一些玉芳斋的糕点，大家坐在客厅看电视聊天。爷爷一个人在那摆弄着棋盘。爷爷奶奶妈妈二婶，我回来了，我给你们带了糕点。囡囡回来了，来过来坐。卓老夫人冲卓萧一招招手：“这么冷的天怎么不穿多点？衣柜里的衣服不喜欢吗？”张文静温柔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拉过卓萧一的手，有些凉。哟，还是玉芳斋的糕点，小姨怎么知道我们好这一口呀？衣服不喜欢吗？明天我和你妈妈陪你去商场，你自己挑喜欢的。二婶看着糕点眼前一亮，惹得他们轻笑。不用，妈妈和二婶准备的衣服都挺好，挺合身的，今天天气好，外面不冷，刚出门随意拿了一件。卓萧一把糕点递给二婶，浅笑道：“囡囡会下棋吗？”卓老爷子见卓萧一看过了，慈爱地问道：“会一点。”卓萧一清淡的眉眼微弯，也有些手痒。哦，来，陪爷爷下2盘。卓老爷子瞬间来了兴趣。哼，这老头子就知道和我抢孙女。卓老夫人跟2个儿媳吃着糕点，吃醋的嘀咕道，逗得妯娌2人哄笑。其实他们也想女儿、侄女多陪陪自己。这边的棋局已经开始，下着下着，卓老爷子由开始的漫不经心变得严阵以待。第1局卓老爷子胜，卓老爷子皱眉：“丫头，再来，不过这次不能再故意让着爷爷。”卓萧一挑眉：“哼，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卓老爷子瞪了一眼卓萧一，好，卓萧一轻笑应声。第二局越下到后面，卓老爷子越是举步维艰，结果不言而喻，卓萧一赢了。卓老爷子赞赏地看着眼前的孙女，心里也有些酸涩。都说棋品看人品，棋局看格局，看心性。囡囡下棋布局大胆，谨慎周密，手段快准且狠，有雄才大略之风。这10几年来，囡囡到底经历了什么？哈哈，我家囡囡就是厉害，比你爸爸、二叔、哥哥他们都强，他们都下不过我，跟他们下没劲。卓老爷子骄傲地揉了揉卓萧一的头，来来，再陪爷爷下一回，好久都没这么尽兴了。卓萧一无奈，怎么都爱揉头发呢？真怕薅秃了。这2天让你妈妈和你二婶带你去商场转转，宴会要准备的行头都捯饬起来。卓老爷子含笑地看着自家孙女，我家囡囡真好看，往哪一站都是焦点。好的，爷爷。卓萧一乖巧地答应。转眼就到了宴会这天，蓝景庄园算起来还是第一次宴请这么多宾客，请柬是3天前发出的，接到请柬的各大世家名流都表示很惊讶。卓家在金陵说的好听点，低调的都快成为了隐世家族，不好听的就是存在感不强，但目前家族底蕴又让人不敢忽略。这半个月来，卓家渐渐活跃了起来，传闻最多的还是那个从未听说过的卓家小小姐。自那次叶青青微博道歉后，卓家叶家就成了明面上的水火不容。也因为卓萧一10几年没在金陵城出现过，于是就流传出卓家小小姐的一些乱七八糟的流言，例如出生没多久就被偷走了，现在才找回来；例如不知道被拐到哪个山旮旯里生活了10几年，是个没礼数没教养的土鳖一个；例如是个没读过书干啥啥不行的草包；例如还长得极丑不敢出门见人。更多不堪入目的流言，卓家人这几天忙着宴会事宜，懒得理会，当然也不是不管，也查出这些流言是那些嫉妒心强，天天就知道攀比的名媛千金搞出来的。之所以没当时处理，就是想在今天的宴会上把他们那粉刷墙般的脸按在餐桌上，不，按在地上摩擦，不能弄脏了餐桌。第13章宴会。蓝景庄园主楼右边有一个专门用来举办一些活动的宴会厅，大概能容纳200-300人，单独的双开大门，靠近后院的是一面玻璃墙，能看到后园的风景。靠玻璃墙的位置是休息用的沙发和茶几，茶几上和角落的小圆桌上点着形状各异的香薰蜡烛，用于活跃气氛和让人放松。除此之外，茶几上还摆着一些供人消遣的纸牌和棋，还有一些用于占卜游戏的物件。而且2楼还设有许多单独的休息室以及化妆间。此时接近宴会时间点，大厅内灯火通明，天花板上挂着精致的水晶吊灯，显得格外耀眼夺目。大厅的中央摆着长长的餐桌，雪白的餐盘和光洁的餐具摆得整整齐齐，桌上还摆着精致的蛋糕和点心，散发着诱人的香气，让人食指大动。餐桌中央摆着红色的镯花和透明的水晶雕像，又增添了几分庄重感。管家带着20-30个相貌出众、着装统一的侍者，分别站在大门两旁，每个侍者嘴边还挂着浅笑，体现了宴会主人家良好的涵养。宴会6点钟开始，5点多便陆续有豪车拿着邀请函在门卫处登记，登记好后再次驶过灯火阑珊的林荫道，停在豪华的宴会厅大门前。此时来到卓家宴会中的每一个宾客都不约而同只有一个想法，这卓家还真是深藏不露。主楼内，卓俊林身着深蓝色西装，身姿笔挺，俊美非凡。他坐在1楼沙发上，悠闲自得地喝着咖啡，若是忽略他时不时看着楼上的眼神。不一会，卓老爷子和卓威胜从2楼下来，卓老爷子一身暗红唐装，显得精神奕奕，而卓威胜还是一如既往的黑色商务西装，只不过今天还带了个深红色的领带，依旧那么高大英俊。囡囡还没好吗？卓老爷子在沙发上坐下。应该没有。卓俊林放下咖啡杯，女孩子嘛，应该会9点，时间不急。卓威胜看了看时间，笑道：我们卓家不能失了礼数，你带着文静和老二媳妇先过去宴会厅那边招待下客人。卓老爷子看着卓威胜说道：好的，爸，我这就去叫他们。卓威胜说着往楼上卓萧一房间走去。小林，你去找管家，跟他一起迎宾，今天来的可不止商贵名流，你也得去露个脸，应酬一下。卓老爷子接过大孙子递过来的茶，默了片刻，又嘱咐道：好的，爷爷，我现在就去。卓俊林站起身，抚了抚衣服上不太明显的褶皱。卓萧一房间内，卓萧一坐在化妆镜前，任由2个人给自己化妆弄头发。其实化妆师也无奈，偶然得卓家2夫人赏识，被这样的名门权贵邀请到家里来化妆，本想大展身手，在这个圈子打响名声。奈何这卓家小小姐这张脸，美人如玉，白璧无瑕，不惹半点尘埃。小小姐这张脸，我真有点不敢下手。2夫人，感觉我这些有点多余啊。化妆师艾丽苦笑地看了眼手上的化妆品，又看了眼坐在自己后面不远处沙发上的卓老夫人和张文静及牟美玲，
内心感叹这家基因的强大。卓老夫人虽然已是60多的年纪，但身材还是保管得极好。今天穿着件暗红花纹旗袍，发丝盘起，纤细的脖颈间带着一串珍珠项链，典雅高贵。而卓家大夫人今天穿着银灰色中领礼服，成熟韵味，妆容精致，一举一动都透着优雅端庄。卓二夫人则是一身宝蓝色露肩拖地礼服，腰姿盈卧，美艳脱俗。三人听闻艾丽的话，亦是满脸骄傲。牟美玲摇曳的身姿走上前，轻笑道：“我就是知道你善于发现美，懂得如何把它凸显得更加夺目。就凭二夫人这话，我也得拿出我的18般手艺出来。那我先看看小小姐的礼服吧，下面再进行简单修饰下。”艾丽嬉笑开口。卓萧一视线从镜子里看着冲自己眨眼睛的二婶，无奈浅笑，随后拿起手机发信息，任由他们折腾。过了半小时后，卓萧一去换礼服，卓威胜来找他们一起去宴会，没看到女儿，还有些失落，收拾好情绪，带着张文静和牟美玲先去了宴会厅。楼下卓老爷子一个人坐在客厅里。不一会儿，管家带了一个中年男人走进来：“老爷，陆先生来拜访您。”管家看到卓老爷子一个人在沙发上喝茶，说道：“哦，远山来了。”卓老爷子放下手上的茶杯，准备站起来。穿着中山装的中年男人立马手疾眼快走过来：“老爷子不用起来，您坐。”陆远山扶着老爷子重新坐下，而自己也没客气，直接坐到一旁的小沙发上，说道：“这不是好多年没看到您了，这些年我们几个人每次想来拜访您，您都避而不见。”陆远山 ，C 国 GA 局局长，也是卓俊林的直属上司。卓老爷子还没退休时，在老爷子手底下任职，他和另外几个好友曾多得卓老爷子恩惠。陆远山能坐上那个位置，也是卓老爷子的功劳。可是位居高位，想要报答之时，恩人却对自己避而不见。直到看到卓俊林，本想对他多加照顾一番，没想到那个优秀的年轻人跟当年的老爷子一样不遑多让，压根用不上自己。我一个老头子，能吃能喝能睡的，有什么好看的？你们好好忙你们的事就行。卓老爷子笑眯眯地说道：“您看您说的，我们几人都是跟您执行过任务的，出生入死过，当年在部队也是多受您照顾，我们心里都把您当父亲一样。儿子看望父亲不是理所应当的吗？”陆远山接过管家倒的茶，皱眉看着卓老爷子。卓老爷子也是想到了曾经在部队的时光，叹气：“你们有心了。陈默他们几个一会也到了，这次难得您肯露面，他们怎么可能放过这次机会？今天估计您有的烦了。”陆远山有些幸灾乐祸说道：“啊，你小子还是这么看戏不嫌事大。我……”第14章露马甲。老头子，来看看咱们家囡囡美不美？陆远山被楼上传来的声音打断：“呵呵，你卓婶现在越来越不着调了，让你看笑话了。”卓老爷子眼含宠溺：“怎么会？其实还挺怀念婶子的厨艺。”陆远山笑着摆摆手：“哎呦，是小陆吗？”陆远山是面对着楼梯方向坐的，卓老夫人先听到声音，觉得有些熟悉，后见到人又有些不确定，毕竟好几年没见了。是啊，婶子还是这么……陆远山看到站在楼梯口的卓老夫人，就站了起来打招呼，可看到他旁边的人时，眼神瞳孔放大。那少女一袭纯白色的露肩长裙，美丽的锁骨若隐若现，裙子的衣料白得仿佛透明，微微反光，就像天使的翅膀，却一点也不暴露。裙子的下摆是由高到低的弧线，优雅的微蓬起来，露出少女那双如玉般洁白修长的美腿，裙角缀满钻石，星星点点的钻石，恍如无数美丽的晨露。卓萧一也在蹙眉看着她，有点眼熟，似乎在脑子里搜索关于此人的信息。您怎么在这？砰！陆远山激动抬步向前，忘记了他前方是一个茶几，脚瞬间撞到茶几上。远山怎么到现在了还做事冒冒失失的？卓老爷子虽然有些疑惑陆远山怎么认识囡囡，而且态度还有些恭敬的意味，但已经作为 GA 局局长了，还如此失态，实在不妥。卓萧一看着陆远山，又看了眼卓老爷子，似乎想到了什么，心里了然，朝陆远山点了点头，然后扶着卓老夫人下楼边跟卓老爷子打招呼：“爷爷奶奶，你们先叙旧，我去后院透透气。”好，卓老爷子点头。囡囡，外面冷，回去加件衣服再去。卓奶奶来到客厅，卓萧一停下脚步，想了想，还是转身上楼拿了件米黄色大衣下来。小陆认识萧一？卓奶奶疑惑地看着陆远山。他是？陆远山疑惑地看着卓老夫人。我孙女啊，亲孙女。卓老夫人骄傲地说道。乔汉生要是知道老爷子又救了他一命，那张面瘫脸估计绷不住了。当年要不是您让这位来得及时，他早就见阎王去了。陆远山自顾自说的高兴，情绪依旧有些激动。卓老爷子低垂下了眉眼，看不清脸上的神色，而卓老夫人是越听越惊疑，面色也逐渐呆滞。没想到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位大神，还是名副其实的卓家人。陆远山发现气氛有点不对，
卓老爷子喝了口桌上已经凉透的茶。你说萧一是那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医无？卓老爷子邹眉看向面色有些僵硬的陆远山。你们不知道？陆远山有些犹豫，要不要说，随后想了想，还是继续说道：汉生受伤，魏国跟我说后，我的确托人在国际暗网找神医无，但是没接单。卓老爷子又拿起茶杯，但发现里面已经没有的茶水，随后又放下。他的确是那位，3年前初见的时候，我们也都不太信任他，因为年纪实在太小，差点把他赶出去。后来他用那神奇的针法，直接让我们折服，汉生也被救了回来。陆远山拿起桌上的茶壶，给卓老爷子和有些呆愣的卓老夫人添茶。老爷子缓过来后，对着陆远山摆摆手：不是我的功劳，不必跟汉生说，那小子认死理。怎么不是？神医无素来行踪不定，而且也不会轻易出手，帮人治病也都是看心情，那次主动出现，肯定是看在您的份上，这份恩情汉生有权知道。陆远山皱眉，不太赞同老爷子的说法。而此时披着米黄色大衣的卓萧一散步在后院内，似乎回忆起了什么，眼神空洞。被那人带走，日复一日的逃生训练，偶然间被发现对医术有着得天独厚的天赋，从此要学的东西又多了一样，当然不是纯粹的教，而是被当小白鼠一样，他下毒自己解毒，解不了那就死。真是讽刺，那个人永远没想到有一天在自己的强项上会被人超越。当某天无法对自己下毒后，他将自己的暴力转向了别人，而那时候自己被控制太久，出现了反骨。他想要杀的人，只要有一口气，我就尽力救活。当被救过来的那些人询问自己的名字，他随口说无。没想到名声就这样被传出来了，神医无。许许多多的人都在找他，需要他，但是那关他什么事？3年前发现卓家人在国际暗网上找无，卓萧一内心有瞬间慌，以为是卓家有人出了什么事。后来查到卓家是帮别人找人，不过卓萧一还是决定去看看，但他没打算接暗网的单，因为一旦接单，所有找无的人都会注意到卓家，这不是什么好事。只是到那之后才知道这些人跟爷爷的关系，看在爷爷的面上，也就顺手帮了一把。卓萧一转头看了眼主楼方向，揉了揉眉心，看来爷爷此刻应该知道了，也好，日后帮他们调理身体，也就不用浪费时间找别的借口。卓萧一摸了摸大衣口袋，走到一棵粗大的榕树前，树下做了一个秋千吊篮，他一个旋身，裙摆飞扬，靠躺在吊篮中。从大衣口袋中拿出一盒烟和打火机，纤细白玉的指尖夹着一根香烟，点燃。烟雾缭绕之中，往事历历，缓缓放到嘴边，浅浅吸一口，却闷了好久才轻轻吐出来。眼神慵懒，却有一种妩媚的风情在这个夜里暗暗流转，仿佛黑暗中的精灵。纤腰盈盈，四筋不住一握，高挽的黑色发髻与胜似白雪的礼服相得益彰，勾勒出完美的曲线。长裙下摆处细细的褶皱随着吊篮的摇晃轻轻波动，在晕黄的白光之中又仿若凌波而来的仙子。这女人还真是两个极端的存在，有趣的很。这便此刻出现在楚墨年眼中的卓萧一。卓萧一丝毫没察觉自己这些行为全都落在对面别墅中屹立在2楼窗边的男人眼中。第15章被哥哥抓包。在看什么呢？楚墨年看到卓萧一的正脸，一时恍神。卓俊林便来到了他的身边，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先是一愣，然后目光微沉，转身下楼。楚墨年回过神，再次望向那抹身影时，眼神微眯，周身弥漫着冷气，也跟着转身下楼。后面坐在沙发上喝着咖啡的楚旷、牟寒宁、于书义3人疑惑不解：你们干嘛去啊？于书义挠挠头，3人也起身跟了下去。卓萧一此时有点烦躁，难得一个人出来清静一会，结果不知道从哪钻出来一只苍蝇。美女你好，我叫陈英俊，陈氏公司少东家，能跟你交个朋友吗？一个油头粉面，眼神发黄，一看就是纵欲过度表现的男人，理了理领带，自以为很帅气的甩了甩头发。卓萧一眼神微冷，没有说话，轻吐了口烟雾，看在那个什么陈英俊眼中，却带着无尽的魅惑。小妹妹，我迷路了，你是卓家人吗？能不能带我出去一下？陈英俊说着，环顾了一下四周，慢慢朝卓萧一靠近。父亲说，只要能得到卓家小小姐的芳心，陈家就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但这也不妨碍自己先打打牙祭。况且他打听过卓家那位小小姐，据说是个草包土鳖，还是个头脑简单的丑八怪，想想就膈应得很。但一想到以后尊贵无比的日子，陈英俊觉得还是可以委屈一下自己的。不过眼前这个小美人，难道也跟自己一样迷路了，还抽烟？看来应该也不是什么正经人。实话告诉你吧，我是卓家小小姐的男朋友，她很喜欢我，今天就是带我过来跟她见家长的。她刚才去给我拿吃的了，而且没过多久我们就会结婚。卓家人很宠她，说会把卓家的一半财产都给她做嫁妆，到时候她的就是我的。只要小美人愿意跟着我，我会保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陈英俊说着，还一脸色眯眯的把手往卓萧一娇俏的脸上探去。
而赶过来的卓俊林、楚墨年等人正好听到这话，卓俊林脸色越发黑沉，楚墨年身上的冷气也不要钱一样的往外冒。牟寒宁三人则是面面相觑，不约而同心里吐槽：我靠，这哪来的傻逼！砰！卓俊林正欲发火，不待走近，一道人影就砸到了他的脚下。众人看着脚下面容扭曲、团成一团的人，有些懵懵的抬头看向前方的少女。小仙女！于书一喃喃一出口，牟寒宁眼里也闪过一丝惊讶。卓萧一眼眸寒冰，右手夹着只剩1/3的香烟，左手理了理刚才因为动作太大显得凌乱的裙摆，整个人说不出的风华绝代，魅惑横生。卓萧一听到声音，抬头动作微顿片刻，望过去，看到前面的大哥唇瓣微抿。大哥，我说这是他让我帮他拿着的，你信吗？卓萧一一脸淡然地指着地上缩成一团的人。我信你个鬼！众人嘴角抽搐，楚墨年偏头轻笑，惹得卓萧一眉头轻蹙。卓俊林跨过脚下的一团，来到卓萧一面前，拿掉卓萧一手上的烟，扔在地上，然后掏出他口袋的烟盒和打火机，放入自己的口袋里，捏了捏卓萧一的脸颊，无奈又有点好笑。妹妹怎么可以这么一本正经的可爱呢？信你。大哥，你这样会容易失去我的。卓萧一抿嘴，手指扯着卓俊林的袖子，用额头撞了撞卓俊林的肩膀。瞎说什么呢？这种话以后不要乱说。卓俊林皱眉。楚墨年上前，目光如炬地看着卓萧一，果然是他，小丫头，好久不见了。你好，我是楚墨年，你大哥的好友。薄唇微勾，轻笑道。卓萧一抬起头，眸光闪过一丝惊艳。男人昂然而来，腰背挺直，双臂自然摆动，迈着不急不缓的步伐，踏着光滑的鹅卵石地面，发出响亮而清晰的脚步声。他那张线条分明的脸庞，仿佛刀削斧劈一般硬朗。不认识，但听说过。你好。卓萧一客套且疏离的点头示意。卓俊林皱眉地看着自家好兄弟的行为，随后想了想，便对卓萧一介绍道：这个是楚墨年，我的同窗兼好友，也是楚家掌权人。那个平头的是楚况，是墨年身边的人。那个戴耳钉的是于书义，于家二房公子。他旁边的是牟寒宁，牟家人，二婶的侄子。大哥这么郑重的介绍，应该是重要的朋友吧？卓萧一向几步远的几人挥了挥手，相互打了招呼。楚墨年离得近，卓萧一犹豫了一下，然后朝面前的楚墨年伸手。月光下，楚墨年看着少女伸过来葱白似的玉指，伸手握住。我叫卓萧一。这么冰，这可不是正常人该有的体温。卓萧一上下打量了一下眼前的人。楚先生的手表很特别，我也想给我哥哥买一只。卓萧一一把握住楚墨年的手腕，果然如此，不知道他死了，哥哥会不会伤心？卓萧一纠结。楚墨年看着突然握住自己手腕的玉指，锐眸闪过一丝异样。我跟你大哥是好友，你叫我楚大哥就行。俊林要是喜欢的话，我到时候让人送一只过来。不用了，我喜欢亲自送。卓萧一立马松开手，浅笑回句：小一，回去找爷爷，时间差不多了，一会到你和爷爷出场了，哥哥先处理一下垃圾。卓俊林危险地看着地上想溜，结果被楚况拦住的垃圾陈英俊。这几位爷，金陵城谁不认识？陈英俊此事无比清楚，要完蛋了。那大哥，一会见。卓萧一朝众人点头，转身离开。楚大爷，你有点不对劲啊，没见你对说谁这么热情过。于书义不知道什么时候悄咪咪地溜到楚墨年身边，看着那翩然离去的背影，坏笑地撞了下他的胳膊。卓俊林听到这话，一脸警惕地望了过来。楚墨年低垂着眉眼，抬起手弹了弹身上不存在的灰尘，深邃的眉眼流光划过。俊林的妹妹，意思是说因为看在卓俊林的面上。卓俊林松了口气，而于书义和牟寒宁对视一眼，耸了耸肩，别以为我们跟林哥一样感情单纯，你继续编。第16章虐渣。卓萧一往主楼方向走去，也不去管哥哥会怎么处理，只是后面没过2天就听说陈氏宣布破产消息，一个小家族的消失在这个偌大的金陵城，没有惊起任何的水花，也不会有人关注过多。当然这是后话。卓萧一要去主楼方向，需要路过泳池，现在来参加宴会的宾客越来越多。卓萧一听到泳池那边有嬉笑声传来，想了想，就往与泳池隔了1人高的花圃小道走去。可没走2步，卓萧一停下了脚步，眸间寒光乍现，伸手摸了摸口袋，蹙眉，被大哥收走了。于是双手环胸，靠在一个花架边，静静听着。你们有谁见过卓家那个小姐吗？一个傲慢的女声响起。没见过，徐小姐见过。另一个带着讨好的女声响起。徐艺如是叶家表亲，叶晴晴舅舅的女儿。叶晴晴今年22了，徐艺如比叶晴晴小个2岁。徐家不如叶家，叶夫人算是高价。那时金陵可有不少人都羡慕着徐家，而且这些年徐家也从叶家得到了不少好处。而徐艺如自小就爱跟在叶晴晴后面，为她马首是瞻，
说句不好听的，他就是叶青青手上的枪，只拿打啊。近期叶家和卓家越发水火不容，这谁都知道啊。只是没想到卓家格局这么大，竟然还邀请了他们参加宴会。不过徐艺如这样，看来是要搞事了。切，谁想见那种人啊？突然冒出来的女儿，谁知道是真是假？你们又不是不知道，豪门里那些打着干爹干女儿名义干尽龌龊事的，不知道有多少。声音越发刻薄尖锐。可是不是有出生证明吗？另一个女生觉得这话有点过了，又得罪不起人家，于是有些小心翼翼地问道：哼，那种东西想伪造多少就有多少好吗？不然金陵那些消息灵通的名门世家，怎么可能都不知道卓家有个女儿？徐艺如冷眼瞥了一眼那个女生，就是，卓老爷子也真是的，任由自己的儿子胡来。又有个女人狗腿的应和道：哼，说不定那种事老爷子也掺和了一脚呢。徐艺如带着极其暧昧的语气说道。旁边3、4个女生听着话哄笑了起来，唯有那个小心翼翼的女孩低下眉眼，默不作声。卓萧一所站的角度恰好能看到那几个女生，而她们却看不到他。看到他们所站的位置，卓萧一眸光刺骨，从地上捡起一颗石头，放在掌心掂了掂，然后夹在大拇指与中指之间，朝他们所在的位置打去。啊呀！啊！扑通！扑通！泳池瞬间水花四溅。还是不够，那一会见。卓萧一邪魅勾唇，薄凉一笑，听着泳池那边慌乱的声音，继续往主楼走去。既然根都坏透了，那就都烂掉吧。卓萧一走进主楼的时候，陆远山已经不在了，爷爷奶奶还是坐在原来的位置，但此时陪在他们身边的是一对相貌不凡、气质悠然、书卷气息浓重的一家3口。爷爷奶奶，卓萧一浅笑地跟二老打招呼：囡囡，回来了。卓老夫人看着卓萧一，眼神带着怜惜。卓老爷子则是欲言又止。卓萧一冲他们狡黠的眨了眨眼眸：是姑姑姑父和表哥吧？卓萧一又看向一旁坐着的一家3口，莞尔一笑。小姨卓颖站起身，来到卓萧一面前，看着眼前的妙人儿，眼眶瞬间湿润。裴安峰也来到妻子身边，揽着他的肩膀，安抚着情绪激动的妻子，对卓萧一温和笑道：小姨不要见怪，我和你姑姑这几天都在实验室，今天下午才出来。完全不会。卓萧一摇头。清轩愣着干嘛？卓颖高兴地拉着卓萧一坐下，又不知从何说起。又看到傻愣愣的儿子，叫道：哦呵，一表妹真是天人之姿，把我都看呆了。裴清轩戴着金丝框眼镜，文质彬彬，眼睛看着卓萧一，欣赏美的目光毫不掩饰。他之前跟导师去国外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昨天半夜才回来，还在补觉的他被父母拉起来，说小表妹回来了，还要来参加外公的70大寿。谢谢表哥的夸奖。那双清凉的眸子，眉梢温婉。裴清轩脸上却是逐渐爬上了一抹坏笑。我倒是期待一表妹一会入场，那些来参加宴会的千金看到会是一副什么样的嘴脸。来卓家的路上，裴清轩在网上看到最近发生的事，还有卓萧一的传言。表哥没见到我之前，怎么就知道传言不是真的？卓萧一淡然自若，闲话家常。裴清轩摸了摸自己那张更笑向卓颖的脸，咱们家遗传在这呢。有些自恋的模样，倒是逗乐了众人。爸妈怎么不说说大哥他们？怎么能让外面这么传小姨呢？卓颖收起笑容，看着卓家2老：姑姑，是我让大家不用管的。卓萧一拍了拍卓颖的手，安抚道。卓颖疑惑，倒是他身边的裴安峰了然：你解释的再多，也不一定有人相信。再说这不是道爸的寿宴了吗？一会宾客云集，让大家亲眼所见，比道听途说来的更好。卓颖听到丈夫的解释，舒展眉头：那一会可得好好打打他们的脸。卓颖气愤地说道：时候也不早了，宴会厅那边人多，大哥大嫂他们估计会忙不过来，我们过去看看。裴安峰提醒道：行，你们先过去。卓老爷子说道。裴安峰一家3口跟他们打完招呼，就往宴会厅那边走去。爷爷，我上楼拿点东西。卓萧一转身上楼。宴会大厅这边，大厅的一角有一个小小的白色舞台，四周用精巧的浅色花枝装饰着，将舞台和周围的环境巧妙地隔开，这样既不影响音乐的音量，又将台上乐师的身影恰到好处地隐藏了起来。几个乐师此时正端坐在这个隐蔽的台子上，演奏着轻快悠扬的音乐，不仔细看很难看清他们的身影。第17章推杯换盏。宴会即将开始，一些迟来的宾客逐渐入场，不时有侍者传报的声音响起，偶尔有身份格外尊贵的宾客驾临时，人们就停下手头的事情，向到来的贵客优雅行礼。行礼过后，大家一边对贵客报以注目，边小声谈论与这位贵客有关的话题。不时有身着统一制服的侍者匆匆而过，或端来美酒佳肴，或恭敬地为宾客添酒，
然后行礼退下。宴会上的贵宾们衣冠楚楚，谈笑着推杯换盏。男人们或坐在桌边，或聚在大厅一角，端着酒杯侃侃而谈。女人们打扮得明艳动人，两三成群低声细语，说到高兴处时就抬手眼唇轻轻微笑。若是能忽略他们时不时看向一个地方，想去又不敢去的样子，倒是一片祥和的景象。全景玻璃那边坐着的都是6大豪门世家的人，有楚老爷子、玉家爷孙俩、白家父子、于家父子3人，还有叶志辉父女俩也赫然在其中，都是刚到没多久，相互打完招呼，都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楚老头，楚末年那小子呢？玉老爷子看了眼周围，没见到楚末年，便问道：好像是跟卓家那大小子出去了吧？楚老爷子脸上布满沧桑的皱纹，两眼却炯炯有神，声如洪钟，中气十足。玉老爷子倒是挺欣赏楚末年，年纪轻轻就是个难得的一方枭雄，不得不承认，就连自家孙子也都略逊一筹。自家那孙女倒是一直喜欢楚末年，这段时间去 M 国参加国际音乐钢琴表演，不然要是知道楚末年今天在，非得也要跟着过来。玉家倒是有联姻的想法，但感情的世俗来强求不得，不然会适得其反。他看得出来自家孙女是一厢情愿，若楚末年有意，那倒是好事，可惜了。卓家这老头倒是藏得深，这几年都未出现，我还以为他跑到哪个深山老林去了，没想到是找了这么一处世外桃源享福来了。玉老爷子看了眼路远山方向的几人，又看向窗外的如画美景，苍老的眼睛逐渐深邃。这次寿宴办得有些匆忙啊，听说卓家老二都没回来。于老爷子喝了口茶水，也许是部队有事，脱不开身吧。玉老爷子淡淡说道：叶贤侄，你父亲怎么没来？于老爷子是个好事的，近日叶家和卓家倒是热闹得很。于叔有所不知，我爸这几日偶感风寒，身体不适，所以不便来给卓老爷子贺寿。叶志辉谦和笑道：这样啊，都老了，得让你爸注意着点。于老爷子面上关心着道：出来的时候去看爷爷，他还在可惜这次机会，说很想跟几位爷爷聚聚来着。叶青青温婉一笑，显得好像跟几个老爷子很亲近一样。爷爷，我过去找几个朋友。不待几个老爷子说什么，倒是坐在玉老爷子身边的玉成风眼里快速闪过一丝不屑，开口道。玉老爷子点头，玉成风便和众人点头打完招呼，转身朝人群走去。爸，我也去转转。白南景这时也看向白家主，白家主看玉成风都走了，也就没多说什么。年轻一辈中就徒留叶青青一个人在这，略显尴尬。行啊，你们不用在这陪着我们几个老头子，怪无聊的，都各处去看看吧。楚老爷子颇为嫌弃的朝他们摆摆手，于是被嫌弃的这些人无奈起身，各自找人攀谈了起来。而其他宾客见状，觉得机会来了，也纷纷3、5成群朝他们靠近。来，也别说些有的没的，闲来无事，我们不如来下2盘。楚老爷子是个棋痴，一来就看到了桌上有棋盘，忍不住手痒了起来，招呼着2人：哼，你和于老对一把，我棋艺不精，不是你对手，就不找灭了，我就在边上看看。于老爷子笑道。叶青青喜欢楚末年，能安静乖巧坐在这里，就是想在楚老爷子面前刷一下好感，但看到楚老爷子这情况，咬咬牙还是走开了。一个圆柱吧台处围着2、3个年轻帅气的男子，看到玉成风从玉老爷子那边走过来，吹了记口哨。风少，今天来的挺早呀，平时不都是压轴出场吗？唐林微眯着桃花眼，微微挑眉，戏谑的开口。卓老爷子第一次公开办寿宴，这点分寸还是有的，你也该改改你这形象了。你不是说你家老头想你接他的班吗？他站到吧台处，挺拔的身姿撑起玉贴的深色西服，左手结实的手腕带着银色的钢表，手上端着一杯香槟，轻轻摇晃着。这邪魅肆意的模样，让周围一直注意着这边的少女们激动不已。哼，已经被逼上梁山了，听说周一去报道。另一个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的男人说道。靠，周游你踏马在我家安了窃听器吗？周游白了一眼唐玲，你爸前几天不舒服，去卫生院的时候和我爸闲聊了几句。他哪里不舒服？唐玲立马紧张了起来。不知道，你自己去问啊。周游慢悠悠的喝了口红酒，说道。你行。唐玲有一些咬牙切齿的看了眼周游，然后掏出手机去一旁打电话了。站在一边一直没有开口的程前，厚薄适中的红唇却漾着令人目眩的笑容，随后问道。他爸怎么了？小感冒而已。周游耸肩，令玉成风和男人无语。你就不怕他等会过来找你打一架？程前突然有些同情唐玲，可能没那个机会。周游这时看到卓颖一家3口从大门处进来，捏捏眉心。我家老爷子想让这个医学天才加入军区总院，我得去打个招呼，试探一下。周游朝裴清轩方向努努嘴，趁着那家伙没回来，果断离开。
卓家还真是人才济济呢。玉成风环视四周，看着游走在人群中的卓家人，有些意味不明的说道。唐林这时走来，撸着袖子，一脸气愤：他妈的，周游呢？死小子，敢玩我！诺，那边去吧。玉成风给他指了个方向。哼，看我不废了他！说着还准备往那边走，结果被程前及时拉住。你拉我干嘛？唐林一脸疑惑看着程前，脑子是个好东西，你能不能把它放到该放的地方，看看场合？我靠，程前你是不是缺爱？怎么越来越毒舌了？程前懒得理他。第18章惊艳全场。而宴会的另一边，叶青青也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伙伴。你们这是怎么了？我记得你们……叶青青在角落里找到徐艺如等人，虽然换了新的礼服，但依旧显得有些狼狈。青姐，这卓家克我。徐艺如带着委屈又气愤的口吻，把刚才落水的事说了一遍。叶青青眼里一闪而逝的嫌弃，嘴里却温柔的说道：幸好你们人没事，卓家也是，一点安全防护也不做一下，委屈你们了。好在你们还知道带备用礼服。这礼服，他记得徐艺如参加宴会，可从来不会带什么备用衣服。青姐，这不是我们自己准备的，这是卓家准备的。徐艺如对这点还算满意。哦，都是些限量款呢，而且还是独一无二的那种。叶青青眼里闪过一丝得逞。啊，那这些楼上还有很多呢。一个千金小姐惊讶道。对啊，还都特别漂亮，我当时选的时候好纠结啊。另一个千金小姐有些激动又羡慕，因为这个高端品牌我之前代言过，他家礼服款式新颖，漂亮华贵，一件最少要几百万，最高几千万一件。啊，那楼上那些加起来，我的天啊！哼，奢靡无度，还不知道贪污了多少钱，收受了多少贿赂呢。徐艺如环顾四周，羡慕嫉妒道：小如，不可胡说，卓老爷子不是那样的人。叶青青皱眉，假意呵斥。叶青青见周围不少人打量卓家一圈，眼神变幻莫测。很好，就是要这样说出来，让周围的人听听，最好相互传递一下。叶青青心里得意不已。人到暮年，晚节不保，不知卓老爷子能不能承受。哟，这是哪家没见过世面的小丫头呀？一个优雅的贵妇从他们身后的沙发站起，转身看着他们。牟夫人，这是徐家的千金，叶家姻亲。旁边有贵妇替她解答。牟夫人，卓家二夫人牟美玲的嫂子。原来如此，我刚就想呢，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些衣服。牟夫人指了指那几个千金小姐身上的衣服。哼，现在倒是想起来了。牟夫人轻笑。哦，可叶小姐不是说这些是独一无二的限量款吗？难道卓家买的时候，牟夫人正好也在？有人问道。啊，这些别人想要都要不到的限量款，可不是买的，是人家送的。周围人对牟夫人的话显然不信。牟夫人真爱说笑，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我那小姑子的侄女不是回来了吗？亲家大哥一个高兴，谈合作的时候主动给对方让了一个点，结果人家品牌方也高兴啊，知道缘由后，认为是托了那丫头的福，就送了几十件礼服给那丫头，大部分还是限量版的。结果那丫头就挑了几件，其他的都看不上，本来说打算捐掉的，没想到晚了几天还能派上用场。牟夫人一番话下来，众人了然，有人说卓家主真宠女儿，有人说卓小姐眼光高，也有人说卓小姐真善良。叶青青眼神阴雾，内心吐槽不已，老女人多管闲事。而徐艺如等人却是面色涨红，搞半天原来自己穿的还是人家不要的垃圾。不过卓家有钱倒是真，至于钱怎么来的吗？牟夫人的话让叶青青眸光一亮，好像最近谈的几个项目就赚得盆满钵满。牟夫人的话让叶青青脸色更黑了，因为她知道这几个项目都是从叶家抢过来的。叶小姐是吧？听说这位徐小姐是你的表亲，你们叶家也挺有钱的，叶夫人都知道带着儿子出国见世面了，你平时也多带带徐小姐，不能拿着一副没见过世面的嘴脸胡乱说话，会替你们叶家掉价的。牟夫人棉中带刺，刺得叶青青心口生疼。牟夫人说的是，家里小辈不懂事，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别跟他一般计较。叶青青憋屈，牟家税务局的人自知惹不得，知道就好。牟夫人清淡瞟了一眼那几个不敢抬头的女生，转身离开。楚爷来了，人群骚动。楚墨年、卓俊林、牟寒宁、于书义、楚况五人走进来，立马吸引众人目光，个个身材高大挺拔，风度翩翩，气势凌人，容貌俊朗非凡，貌赛潘安，气质卓然，潇洒不羁，各有千秋，让在场的各世家名元千金们移不开眼睛。叶青青更是痴迷不已地看着楚墨年，他们环视一眼，不约而同朝着楚老爷子方向过去。爷爷、玉老、于老。
楚墨年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愉悦：“楚老、玉老、于老，爷爷，楚老、玉老。”几人打完招呼后，各自找地坐下。回来了。楚老爷子看了几人一眼，特别是楚墨年，自己的孙子还是有所了解的，就是比较好奇发生了什么，让他的情绪表现这么明显。现在人多，没有多问，就继续下自己的棋。卓小子，宴会都开始了，你爷爷呢？于老爷子看着几人，又看了眼墙壁挂着的时钟。于老先喝杯茶，爷爷马上就来。卓俊林给于老爷子添了些茶水递过去。急什么？不才刚开始吗？于老爷子含笑说道，似想起来了什么。听说你有个妹妹，眼见都快嫁人年纪了，还藏着呢。哼，于老说笑了，家妹年龄还小，她在陪着爷爷奶奶，一会一起过来。卓俊林提到自家妹妹，好看的眉梢扬起。突然间，本就喧闹的大厅静寂无声，随后响起一阵阵抽息声。卓老夫人和一名少女一左一右挽着卓老爷子的手出现在宴会厅门口处。虽然大多数都对卓家二老比较陌生，但这气度和装扮基本上都猜到了两人的身份。可是大家现在更多的目光却是聚集在那个少女身上。那个少女肤光胜雪，眉目如画，双眸似红青，美目流转间气质清雅高华，让人为之所摄，自惭形秽，不敢亵渎。第19章，北方有佳人。她身着白色长裙，裙子优雅的微蓬起来，露出少女那双如玉般洁白修长的玉足。白色小手袋，长发松松的挽起，垂下两缕微卷的发丝，竟没有佩戴任何首饰，却一发显得纯洁清新，天生丽质。像极了不小心坠落凡间的天使，眉宇之间透着的是与凡尘女子不同的灵气。她就像空中的羽毛，你很想触碰，却始终不忍心打扰她的安静，倒不如就把她当做一幅画，想永远的守护着她。这姑娘是谁啊？是不是网上传的那个卓家小小姐？应该是吧，眉眼间与卓家主和卓夫人挺像的，真是个仙女儿，传闻真不可信。是啊，而且这气质绝了，金陵找不出第二个吧？哎，你也知道传闻是怎么来的，那怎么能信？也是。人群渐渐打破寂静，议论纷纷。在场的名媛千金们亦是有羡慕，可看着现场的青年才俊，看着卓萧依那痴迷的眼神，更多的还有愤恨嫉妒。叶青青本来向楚墨年方向走的脚步顿住，看着那个少女面容扭曲，拳头紧握，一声细小的咔嚓声响起。叶青青缓过神来，看了眼四周，见没人注意，面无表情的摊开手掌，掌心中赫然有几个充血的指甲印，还有一截断掉的水晶美甲。砰！陆远山身边坐着的一个神色刻板的中年男人不小心打翻了酒杯。虽然关于卓萧一身份的事，陆远山已经跟乔汉生说过，并且老爷子嘱咐他们不得外传，但当他再次看到本人后，还是忍不住惊愕。他的失态惹得卓老爷子和卓萧一看过来，卓老爷子皱眉，怎么回事？这几个小子越来越不靠谱了。而卓萧一则是有些烦，面上不显。北方有佳人，绝事儿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玉成风端着酒杯，惊艳至极地看着前面的卓萧一，突然想到了这首诗，并不自觉念出了声。周围的宾客们听到这诗词，第一反应倒是觉得这诗词很符合这小姑娘，第二反应是玉家小少爷不会是喜欢上这姑娘了吧？有闺女的甚至在可惜自家闺女没机会了。有这想法的可不止这些宾客，连楚墨年和玉老爷子也这么认为。楚墨年眸光深邃，有些意味不明地看向玉成风。玉成风感觉到强烈视线，转头和楚墨年对上，无形间好像有一股战火。玉成风朝楚墨年举了举香槟，有意思，他好像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哈哈，确实啊，卓老头还真是个有福之人。玉老爷子眼中闪过一抹金光，这女娃长得真漂亮。楚老爷子看着自家孙子那能溺出水的眼神，又看向卓萧一，眼含笑意。这样貌，难怪藏这么紧，这不藏起来，卓家门槛都得踏破。于老爷子笑道：“于老头，到你了，主人公都来了，速战速决。”楚老爷子催促着于老爷子。卓老爷子带着卓老夫人与卓萧一一路走过来，跟路过的宾客微笑的打着招呼：“这就是你孙女吧？这模样真好看，难怪护得这么紧。这姿容一出门，不知道会被多少人惦记上，将来也不知道会便宜哪家小子。”于老爷子看着周围时不时偷瞄这里的青年才俊，打趣着说道：“自家孙子那德行自己知道，估计是没什么希望的，但不介意看个热闹。小姑娘叫什么？”玉老爷子不待卓老爷子开口，看着卓萧一问道：“怎的，你还惦记上了？”楚老爷子眯眼看着玉老爷子，想跟他孙子抢人，手上的棋子用力按在棋盘上，发出一声啪响，棋局走得更狠了。“那可不，我家成风还单着呢，
我着急啊。玉老爷子的话，让卓家二老和在场的卓俊林以及刚走过来的卓威胜夫妻、卓家二夫人，还有卓颖一家三口警铃大作。才这么一会儿，我家孙女、女儿、侄女、妹妹就被惦记上了。玉老说笑了，我家萧一还小，谈婚论嫁之事还早得很。卓老爷子黑着脸看了眼玉老爷子，来，萧一，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楚家老爷子，这是玉家老爷子，这是于家老爷子。在外人面前，卓老爷子还是叫卓萧一大名。楚老爷子好，玉老爷子好，于老爷子好。卓萧一眼神清明，泰然自若的问好。好，丫头叫于爷爷就行。于老爷子笑道。是啊，我跟你爷爷岁数相差无几，喊爷爷就好。楚老爷子也和蔼的看着卓萧一。对，玉老爷子这称呼太生疏了。玉老爷子看到卓萧一不骄不躁、大方得体的样子，也很满意，瞄了一眼不远处的孙子，心里吐槽：臭小子，还不过来！行了，你们三个几年不见，较真的样子一点都没变。萧一，坐，别理他们。卓老爷子拉着卓萧一坐下，卓萧一隔壁正好是楚末年，然后依次是卓俊林、牟寒宁、于书义、楚况。卓老夫人则是被牟美玲叫到另一边的卡座上，和卓威胜夫妻二人，还有卓颖一家三口，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卓萧一坐下后叫了声大哥，然后跟其他几人点头算打了个招呼。卓萧一鼻尖清秀，略微蹙眉，看了眼茶几上的香薰蜡烛，指尖轻轻掩了一下鼻子。楚末年注意到他的表情和动作，朝边上走过的侍者招招手：这味道我有些过敏，把它撤下去吧。楚末年对着侍者指了指桌上的香薰蜡烛。不对啊，我记得你对这个不……于叔一话还没说完，就被牟寒宁踢了一下。你踢我？于叔一看到牟寒宁向卓萧一那边瞟的眼神，反应过来，摸了摸鼻子闭嘴。卓萧一挑眉看向楚末年，一丝不易察觉的异样划过心头。卓俊林这时也好像发现了什么，看了妹妹一眼，闪过一丝懊恼，拿出手机不知道在操作着什么。不一会儿就出现几个侍者，把所有茶几上的香薰蜡烛悄无声息拿走。第20章和田棋盘。嘿，玉老头，3局2胜了，你前些天拍卖得到的青瓷花瓶归我了。楚老爷子得意看向玉老爷子，玉老爷子一脸郁闷，把手里的棋子扔进棋篓里，回家就给你送过去。卓老爷子也是个好棋之人，听到他们还有赌注，过去看了一眼，看着棋局皱眉，又看了眼自家孙女。萧一，你过来看看。卓萧一走过去，卓萧一无奈起身来到卓老爷子身边。萧一，你觉得如何？卓老爷子指着棋盘说道。卓萧一无奈看着卓老爷子笑道：爷爷观棋不语。嘿，瞧我，乖孙女说的对。卓老爷子才想起来他们有赌注，掺和进来不合适。哦，看来卓丫头也是个中高手。楚老爷子看着卓萧一来了兴趣。那卓丫头觉得这局棋还有救吗？玉老爷子不以为然，随口问道。这是二老之间的赌局。卓萧一浅笑，无碍，只是闲来无事的一个彩头而已。楚老爷子摆手，我和楚老头的胜负已分，卓丫头只管说就是。那晚被献丑了。卓萧一说着，拿起玉老爷子这边的白子往棋盘的某一角放去，瞬间棋局发生了改变，白子置之死地而后生。楚老爷子深思着拿起黑子，久落不下，这是一只骨节分明的大手，拿起黑子落了下来。卓萧一有些诧异地看着楚末年。楚末年从卓老爷子叫卓萧一时，就跟在卓萧一身后一起过来，站在楚老爷子身边。于是两人就着最终局你来我往，很是入迷，就像两个足智多谋、骁勇善战、杀伐果断的将军遇到了很好的对手，而棋局就是他们的战场。不知不觉间，周围围了一圈人：于老爷子、玉成风、卓俊林、牟寒宁、于书义、楚况、程前、唐林、周游、白家父子、叶家父女。不一会儿，棋局结束，算起来是平局，但这最终结果让所有懂棋的人都沉默了下来，周围陷入一片死寂。卓萧一和楚末年同时抬头看着对方，有对彼此的欣赏，还有一些让人看不懂的莫名感觉。叶青青看着二人对视良久，一下子又失去了表情管理，瞳孔放大，眼神像淬了毒的冰渣，恶狠狠地看着卓萧一。卓萧一循着视线看去，就看到一张扭曲的脸。卓萧一唇角微勾，就这样，丫头了不得呀！楚老爷子眼神深幽地看着卓萧一，我们这些人果然还是老了。玉老爷子看了楚末年和卓萧一一眼，低头喝了口茶水，一直知道楚家小子厉害，只是没想到这卓家小丫头更让人看不透。围观人群也都对这个气质清冷卓绝、面带浅笑疏离的少女产生了好奇。卓俊林见周围人都看着卓萧一，皱眉上前道：爷爷，我带萧一去其他地方转转。好。卓老爷子听到卓俊林的声音，又看了眼周围，心里叹气，
面上带笑道。卓萧一想起还有件事没做，于是跟着卓俊林穿梭进人群中。卓俊林给卓萧一介绍了些跟卓家比较亲近的人。不过当路过徐艺如等人时，卓萧一倒是停顿了几秒，抬手理了理垂落在耳边的发丝，一阵粉末从卓萧一抬手间挥出，落在几人身上。好好享受这几天的美好吧。卓萧一邪魅勾唇，缓步离开，好似什么都没发生，跟在卓俊林身边。宴会接近尾声，到了送礼环节，宾客们的礼物都在进门处就交给了管家，现在就是自家人给卓老爷子送上自己准备的礼物，作为讨喜天寿。卓家所有人送完礼物后，卓萧一拿出一个类似鞋盒的盒子，递到卓老爷子面前。周围的人皱眉，瞬间议论纷纷。这是什么？看着好廉价，不会是鞋子吧？不会吧，这卓小姐真是上不得台面。卓家人皱眉冷眼看着周围那几个议论的人，离卓老爷子比较近的六大家族的人也是皱眉，不懂这卓小姐是什么意思。噗呲，一声嗤笑声突兀响起。叶晴晴今天憋屈了一肚子，又看到楚墨年对卓萧一的关注，现在突然像是有些疯魔了般，连叶志辉使的眼色也看不见。卓小姐真有意思，哪有寿宴送鞋的？这不是跟送钟表是一个意思吗？卓小姐要是不懂这些，可以上网查一查。再说了，卓家又不是没钱，卓老爷子可是你爷爷，卓小姐这般吝啬可不好。叶晴晴这番话让那些不明是非之人听来，就觉得这卓家小姐空有其表，内里无知且小家子气。卓家人听到叶晴晴的话，脸色更是黑沉。正当要反驳叶晴晴之时，一道低沉浑厚、富有磁性的声音响起：“卓老不如先打开看一下，说不定惊喜在后面呢。”楚墨年深邃黑沉的眸环视四周，周围瞬间寂静无声。是啊，我也想知道这丫头送你什么好东西。楚老爷子也挺好奇，这丫头可不是能干这种事的人。卓老爷子看向卓萧一，卓萧一狡黠地冲卓老爷子眨了眨眼睛，惹得卓老爷子宠溺地瞪了他一眼。楚墨年第一次看到他露出这般娇俏的模样，有点莫名心痒痒。卓老爷子在万众瞩目之下打开盖子，这是……玉老爷子看到盒子里的东西，虎目圆瞪，有点不确定，揉了揉眼睛。和田棋盘。楚墨年挑眉，也有些惊讶。周围有人传来一阵吸气声。什么？楚老爷子手中的茶杯一抖，差点拿不住，忙放下茶杯，凑近看了看，手指颤抖着指向卓萧一，一脸恨气不争的样子。你简直是暴殄天物，怎么就拿这么个破鞋盒装着？楚老头子，你凶谁呢？卓老爷子缓过神来，虽然也心疼这么贵重的东西放在这破盒子里，但还是孙女重要。你，哼！楚老爷子一脸气愤地转过头去，不想再看这气人的爷孙俩，但眼神还是忍不住往盒子里瞄。当然，周围也不全是见多识广之人。什么是和田棋盘？很贵吗？第21章，人心仁德。楚墨年看了眼牟寒宁，牟寒宁秒懂，轻笑，看来是真的上心了。又看了眼卓萧一，依旧是那风姿卓绝、悠然自得的模样。还别说，挺配。和田玉、蓝田玉、独山玉、秀妍玉，这Z国4大名玉大家都知道吧？所以和田玉的价值我就不多解释了。牟寒宁看了眼周围刚才还笑话卓萧一无知的众人。和田棋盘顾名思义是和田玉做的棋盘和棋子，用材顶级，由鲁班传人所制，其工艺吗？估计不用我说了，有眼睛的都看得到。因为牟寒宁说话间，卓老爷子在楚老爷子的催促下拿出了里面的东西。先拿出来的是2个精致的白色瓶子，同样是和田玉所制，瓶子形状类似蒙古包，瓶身还刻着瑞兽麒麟，栩栩如生。打开盖子，里面是一颗颗打磨光滑且圆润精细的和田玉棋子。卓老爷子又拿出一个正方形的隔盘，这一看显然只是正常棋盘1/4。只见卓老爷子摸索一下后，在隔盘底座找到了一个按钮，转动按钮，正方形隔盘像一朵盛开的花一般朝四面展开。再按一下按钮，四面拼凑合并，一丝缝隙都没有，俨然就形成了一个正常大小的棋盘。人群中忍不住发出一阵阵惊叹声。卓老爷子把2瓶黑白棋子放在展开的棋盘上，让他们观赏。美玉无瑕，巧夺天工，造型圆润精致，风姿不凡，虚实结合，形神兼备，线条流畅，雕工纤巧，气韵祥和，颜色晶莹剔透，温润淡雅，构思新颖，巧妙在平面中营造出多层空间，变化万千，趣味无穷，极具审美情趣和价值。不愧是鲁班传人制作，这工艺我还是头回见，简直绝了。是啊，这得多少钱啊？不说工艺，光这么多顶级和田玉就价值连城了。周围人看着和田棋盘的目光越来越火热。哼， 周骷髅拍卖场，一个22国人以1.7亿美元成交。牟寒宁不咸不淡的开口。众人震惊，不说这周骷髅拍卖场不是有钱就能进的地方，
单是 1.7 亿美金就是10亿多 ZB 啊！不少人突然想到了一句话：贫穷限制了想象。谋少怎么这么清楚？叶青青紧握双拳气急，该死，一个个都帮着那贱人。呵，托楚三爷的福。楚墨年知道楚老酷爱下棋，所以听说后想拍下来，正好当时牟寒宁在 M 州出差，就拜托他去一趟，但还是晚了一步，被别人捷足先登了。哦，既然被二国人拍走，怎么到卓小姐手上了？叶青青依旧不死心，面上的温婉优雅已经快要维持不住。叶小姐今天都快成10万个为什么了。卓俊林眼神不善地看着叶青青。叶小姐问题是挺多，不过作为主人家，还是可以勉为其难给你解答一下。叶青青面容有那么瞬间僵硬，该死的，卓萧一这是在暗讽她不知礼数吗？卓萧一也不给叶青青解释的机会，笑道：去年在 M 州旅游时碰到一个心脏病发作的二国老人，顺手把他送入医院，老人作为报答就把这和田棋盘送给了我。这回答叶小姐还满意吗？其实是她要的报酬而已。救治老弱病残本是应该的，卓小姐收受这么大恩惠，是不是不太好啊？叶青青的话让周围人看着卓萧一的目光有点异样，还真是有点没完没了呢。当年二国人对自己国发起战争的时候，怎么没想放过那些老弱病残？叶小姐也别说，那已经是历史，现在两国交好什么的。我这个人呢，有一个不好的缺点，就是记仇，没有任由他自生自灭，已经是很善良了。这一点我承认，我可比不上叶小姐，人心仁德。卓萧一眸色清浅如画，看向叶青青，说得漂亮。周围不少人心里为卓萧一的话鼓掌，表现最明显的就是于书义、唐林。不过也佩服他能把记仇说得这么光明正大。你，叶青青有些气急败坏，没想到卓萧一大庭广众之下这么不给他留面子。青儿，你这孩子是不是今天酒水喝多了？叶志辉一把按住叶青青的肩膀，快去洗手间清醒一下。叶志辉暗地里轻瞪了叶青青一眼。叶青青向众人说句抱歉后，不甘心地转身离开。叶志辉则对卓老爷子抱歉地说道：卓老，实在抱歉，这孩子今天高兴，一时喝多了，说些胡话，还望你们莫见怪啊。叶家主回去要好好教育一下才行，一个女孩子在外可不能贪杯，一旦喝多了，你看平时优雅大方、温婉可人的叶小姐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酒后录真言呢。卓威盛浅笑看向叶志辉，卓家主真爱说笑，谁醉酒不会失态呢？叶志辉脸色微僵，卓老爷子脸色也不太好，只是对着叶志辉摆摆手，没有说话。卓老头，商量一下，借我用几天？楚老爷子对着这副棋盘有些垂涎欲滴的模样。不借，想得美。卓老爷子想把和田棋盘装起来，但看到旁边的鞋盒，嫌弃的把它丢到一边。萧一，我记得这套和田棋盘是专门有个鲁班木盒装着的，盒子呢？牟寒宁就说感觉少了点什么，看到卓老爷子的东西才想起来。同时这话也吸引了其他人的注意。卓萧一扶额轻笑，知道它价值不低，所以放在 M 州一个朋友那里。前几天让他寄过来的时候，钥匙掉了，我想看里面东西有没有损坏，又没有钥匙，就直接把盒子给拆了，所以临了找不到盒子，你就弄了个鞋盒。众人无语。我那倒是有个精致的紫檀木盒，装这个刚刚好，卓老要是不嫌弃，我稍后差人送过来。楚墨年轻笑看了卓萧一一眼，对卓老爷子说道：若是平时，卓老爷子就回拒了，但是现在自己也确实找不出能装这个的盒子，于是笑道：那就多谢楚少了。卓老不必客气，我和俊林是好友，叫我墨年就好。楚墨年挺会来事，让玉老爷子看着干着急，瞪着自家孙子怒其不争。玉成风无奈，就很莫名其妙。好好，卓老爷子高兴地看着楚墨年，连连点头。第22章惩罚。这日天气晴朗，阳光明媚，离宴会已经过去1个星期了。听说徐家小姐与几个好友经常玩闹在一起，几人不知去哪里惹了病，先是浑身异味难闻，然后身上到处起疹溃烂，疼痒无比，看了许多医生，吃了很多药都没用，想要去暗网找神医，又奈何没有暗网账号，束手无策之际，居然在微博上贴高价求找神医无。那日宴会结束过后，他和爷爷哥哥才知道，他们居然在宴会上说些意味不明的话，想用来诋毁爷爷的名声，幸好当时有牟夫人在场。卓萧一摸了摸下巴，想着半个月的药效，这样看来还是轻了。卓家餐厅，一家人吃着精致美味、热腾腾的早餐。呵，找神医吴？他以为吴是那么好请的吗？二婶一脸不屑说道。想起那天自家嫂子跟他说了这事后，他差点气炸了。随后又将这事告诉了自己的婆婆、大哥大嫂及小姑子们，让他们看着那几人，以防大喜日子又闹出其他幺蛾子。卓老爷子和卓老夫人听到牟美玲提到神医吴，他疑惑不解，看了一眼卓萧一。卓萧一看到卓家二老看着自己，
无辜又娇俏的眨了眨眼，确实不好找。卓俊林也看了眼手机，随后放下。高价？呵，吴相是缺钱的主吗？卓威胜不屑嗤笑出声。卓萧一默默低头，爸，你怎么知道我不缺钱？我很缺钱的。什么找神医屋？卓老爷子和卓老夫人没有微博，所以不知道网上发生的事。就是那几个在宴会胡说八道的小姐，不知道得了什么怪病，怎么都治不好。没办法，在微博上说高价找神医屋，想找他出手治疗。张文静因为上次女儿的事也下载了微博。哦，卓老爷子和卓老夫人对视一眼，然后啥也没说，继续吃着早餐。药效还有7、8天就到了呢。高价求医呢，二婶，若你是吴，你会怎么出价？卓萧一故意好奇地问。啊，要是我的话，就不会救。牟美玲一脸厌恶的，好像想到了什么。美玲，卓老夫人有些不赞同的看着牟美玲，想着毕竟是几个20来岁的小姑娘，那天的事又是叶晴晴引导。妈，你先别说我去查了些东西，想着若是这几人日后再敢在外面造谣诋毁卓家，就曝光出去的。结果你们猜怎么着？牟美玲停下吃饭的动作，众人也疑惑看着她。牟美玲一脸气愤，冷笑道：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霸凌陷害同学，顶替别人成绩，画花比自己好看女生的脸，逼长得帅家庭差的男生跟自己交往，更甚至还把人逼得跳楼的。小小年纪坏事做尽，你们说这种人就来干嘛？众人惊愕不已，一个女孩子还能坏到这种程度？随后都是一脸嫌恶。确实不值得。卓萧一眸光轻寒，不说这个倒胃口。卓威胜皱眉说道。啊，对了，乖宝贝，你有没有想过继续上学啊？我们可以去跟金陵大学校长说一声，让你直接去体验大学生活。张文静怕卓萧一敏感，小心翼翼地说道。这件事她跟丈夫讨论了很久。不用，妈，我不想上学。卓萧一有些懵，随后蹙眉。可是张文静欲言又止，宝贝才18岁，应该去体验大学生活，多交交朋友的。楠楠说不上学就不上学吧，我们卓家养得起。卓老夫人看着自家孙女皱眉，立马说道：我孙女这么优秀，就算没有卓家，光是神医这个本事就够她这辈子吃穿不愁了。妈，我是担心以后有人拿学历这事来诋毁小一，而且去大学可以多交些朋友。卓威胜也皱眉说道。可我都博士毕业了。卓萧一以为他们觉得自己年龄小，想让自己体验大学生活。噗，牟美玲一口粥喷了出来。扑棱，张文静手里的勺子掉到了地上。你说什么？众人不敢置信自己听到了什么。卓萧一看着大家的反应，摸了摸鼻子。我去年就拿到了博士学位证书，所以金陵大学校长可能不太想见到我。乖宝贝，你一直在金陵上学，你认识金陵大学校长？卓威胜皱眉问道，想想又觉得不可能，卓家找了这么多年，若是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自己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不是，我在欧洲上学，跟金陵校长不算认识，只有过一面之缘，是他推荐我去欧洲的。卓萧一神色淡然地解释道。妹妹。卓俊林有些无言，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既然妹妹能自由出入 M 州和欧洲，那为什么一直都不回来？那时候有些事情没办完，所以还不是时候回来和你们团聚。卓萧一似乎看出了哥哥的想法。至于什么事，卓萧一没说，大家也不敢追问，似乎能做的就是默默心疼着卓萧一。吃完早饭，各自去忙自己的事情。卓家二老则拉着卓萧一去后花园散步消食。三人走到草坪上，草坪的茶几上已经准备好了茶水点心。我已经嘱咐他们不要把你的身份说出去了。三人坐下，卓老爷子看着卓萧一说道：谢谢爷爷。卓萧一慵懒浅笑，看着自己的爷爷奶奶。卓萧一猜到卓老爷子说的是什么事。远山说，你是因为卓家才出手就汉升的？卓老爷子眼眸深幽，算是吧。卓萧一想了想回道，什么时候关注起卓家的？卓老爷子沉吟片刻，很早吧，记不清了。卓萧一眼神有些许迷茫，真的只是有事没办完吗？卓老夫人声音哽咽，因为当时那个人还活得好好的。卓萧一眸光清明，卓老爷子拿着茶杯的手有点抖。楚氏集团顶楼总裁办公室。爷，这是您让查的资料。楚矿把一份牛皮纸袋放在楚墨年办公桌上。楚墨年站在窗边看着外面的景色，想起宴会结束之后和楚老爷子在车上的话。卓家小丫头，你如何看？楚老爷子看向楚墨年。什么如何看？楚墨年看着窗外。啊，你小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什么主意。楚老爷子笑道。那丫头深不可测啊，若是爷爷可还记得4年前执行任务，寒毒发作，我失踪了2天。楚墨年慢悠悠提起。第23章15年前。
当然记得，那次聂老还在你体内找到控制寒毒的药物残留。你怎么突然提到这个？卓老爷子疑惑。药就是他给的。楚墨年轻笑。他？谁？卓丫头。楚老爷子不敢置信。楚墨年的承认让楚老爷子和楚况觉得自己可能幻听了。你当年不是在万毒森林吗？她一个姑娘家怎么在那里？楚老爷子疑惑不解。万毒森林位于东南亚地区泰缅老3个国家的边境，呈一个3边形的形状，周围是面积达数十万平方公里的无人区。因为先有人质，这片森林的整个生态系统都处于最原始的状态之中，猛虎野兽居多，危险至极。不知道。楚墨年也想清楚，而且当时的他，不对，你说能控制你寒毒的药是他给的，那他是不是有办法治好你？或者认识的人能治好你？走，楚况，回去找那丫头。楚老爷子有些激动，自家孙子身上的寒毒一直是他一个心病，现在有一丝希望，他都要牢牢抓住。不用。楚墨年看了眼楚况，让他继续开车。为什么？楚老爷子有些不解。爷爷，知不知道有句话叫来日方长？楚墨年无奈扶额。可是你身上的毒能让你有来日方长吗？楚老爷子说着，有些气不打一处来。气氛突然有些凝结。爷，您确定吗？那卓小姐为什么不认识您？楚况疑惑，在卓家时，卓小姐的表现不像认识楚墨年的。当时我还在任务中，样貌做了伪装。楚墨年眸光深邃笑道。那爷，卓小姐当时在万毒森林做什么？楚况和楚老爷子好奇地看着楚墨年，满身是血，准备和狼群同归于尽。楚墨年声音飘渺低沉。楚老爷子和楚况呼吸突然有种沉重。同归于尽，多么绝望、无助、血腥、残酷的字眼。和那盘棋一样，那时候令所有人沉默的原因，就是卓萧一拉着楚墨年在那种战局中同归于尽了。那丫头的决然、狠厉、心思敏捷、杀伐果断，都让人心惊不已。哎，那时候卓丫头才多大？才13、14岁吧。按卓家人今天的护短程度，卓家人怎么会舍得卓丫头去那里？楚老爷子心情沉重而又不解。楚况，查，我要知道15年前卓家到底发生了什么。楚墨年眉峰拧起，眸光暗沉如夜。你是说传闻卓丫头15年前丢了，现在才回来？是真的？楚老爷子前段时间也听到了一些传闻，好像是这么回事。楚况回道。楚墨年在落地窗前转过身，看着楚况放在桌上的资料。楚况欲言又止，算了，还是爷自己看吧。楚墨年来到办公桌前坐下，打开文件袋，一页一页的看着，总共才5页纸，却感觉像看一本书一般漫长。15年前，3岁的卓萧一和5岁的卓君明偷偷跑出门，因为穿着打扮贵气，不像普通人家的小孩，所以在游乐场被一群从国外逃到 Z 国的雇佣兵盯上，并将兄妹2人绑架向卓家索要赎金。在一处废弃工厂内交赎金过程中，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警察冲进去的时候，卓威胜和卓君明重伤，卓萧一昏迷不醒，所有雇佣兵死亡，3人立马被送入医院。卓萧一不久后就醒了过来，而卓威胜和卓君明却被下了几次病危通知书，生死不明。卓家正当绝望之际，一个黑袍老人出现，提出可以救活2人，但要带走卓萧一。卓家不同意，并把卓萧一送回家，让卓俊林看好卓萧一，其他人则家里医院两边跑。可第2天一早，医生发现卓家守夜的人昏迷在病房外，而卓威胜和卓君林也已经脱离危险。这时卓家人意识到不对，赶回蓝井的时候，卓萧一已经不见。楚墨年看完资料，良久，不知在思索着什么。黑袍老人手指有节奏地敲击着桌面，沉默片刻。楚况，我要见当年负责这个案子的队长，还有那个医院当时的院长。楚墨年觉得这里面还有些问题解释不通。雇佣兵的厉害他知道，他不认为卓威胜一个人能对付。那么这些人是怎么死的？那个神秘出现的黑袍老人为什么非要带走卓萧一？若是好意，卓家人不会把卓萧一看得那么紧，并且不顾卓威胜和卓君明的性命。是，我这就去。楚况点头出门。楚况办事效率还是挺快的。帝豪会所顶楼包间，楚墨年一进门就看到一个头发花白、有些局促不安的老人坐在沙发上。李院长，你好。楚墨年出声，眼眸深邃看向老人。楚爷好，不知楚爷找我有什么事吗？李院长已经退休10来年，突然间被这个大人物请来，还有些懵。好，既然李院长这么直接，那我也不转弯抹角。据说15年前，卓家主和卓家小2少被送入医院后，出现了一个黑袍老人。我想知道那个黑袍老人出现后具体做了什么，说了什么。15年前，李院长似乎在回想着什么，突然身体不自觉颤抖了一下。楚爷，打听卓家做什么？
楚墨年的名声他听过。李院长虽然害怕楚墨年，但卓家对他有恩，若是楚墨年要对卓家不利，就算要了他这条老命，也不会出卖卓家。仁心医院本是李家根基，当年李院长的儿子染上毒瘾，欠下一屁股赌债，为了自己儿子的命，李院长无奈想将仁心医院抵押出去。当时卓家主陪卓老爷子来做身体检查，碰到了赌场的人来医院捣乱要债。卓家主知道李院长为人不错，所以出手相助，并赞助了仁心医院很多医疗设备，才有了仁心医院如今的规模。李院长误会了，李院长应该听说过我和卓家大少是好友吧？楚墨年看得出李院长在想什么，对这样的人他还是敬重的。俊林在我刚接管楚家之时，就让我帮他找妹妹，虽然如今卓家小丫头回来了，但是难保不会有第二次，那个人始终是个隐患。楚墨年慢条斯理地说道。可楚爷怎么不问卓大少？李院长半信半疑。那件事一直都是卓家的一块心病，楚墨年欲言又止，提醒到这李院长也似乎懂了。第24章与魔鬼做交易。包间内寂静良久。楚爷，我能抽根烟吗？李院长摸出口袋的香烟，顿了一下，看了楚墨年一眼。看到香烟，让楚墨年想起了卓萧一抽烟的样子。李院长随意。李院长点燃香烟，抽了一口，烟雾缭绕，往事如烟，缓缓开口：哎，卓家小丫头是和魔鬼做了交易。楚墨年拿着酒杯的手微颤，垂眸让人看不清神色，心里有点闷得喘不过气。卓家那小丫头从怀上到出生，到出生后每次生病体检都是在仁心医院，也都是自己带着他们一路走 VIP 通道，那乖巧软糯精致的小模样特别招人喜欢。那天我去医院视察，正好接到卓家管家的电话。那天真的可谓是兵荒马乱的一天，卓家3人浑身是血的被推进手术室。卓夫人看到3人情况，直接晕了过去。不过好在没过多久，卓家小丫头被推了出来，身上除了些淤伤和骨折之外，没有其他多大问题，没过多久就醒了。而卓家主卓威胜身中数刀，而且都是在后背，致命伤是胸口中枪。卓家小二少卓君明也是后背中刀，肋骨断裂，小腿骨折。其实从他们的伤口可以看出，卓家小丫头之所以轻伤，可以猜测到是他们父子俩用生命护着她。卓威胜致命伤在胸口，而卓家小二少年纪又小，两人送来医院之际就是强弩之末，也许是他们求生意识强。李院长叫来了医院所有的专科精英教授医生，并未通知一次又一次的下，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被推进手术室，在好不容易稍微稳定点被推出手术室，也还没有度过危险期。所有专家教授在隔壁病房商量着治疗方案，卓家人则都守在病房外束手无策之际，来了一个穿着黑斗篷把自己包得很严实的老人。既然包裹的严实，您怎么知道一定是老人？楚况问道。因为声音苍老尖锐，带着一丝疯魔。李院长手里的烟头抖了一下，被楚墨年发现。他说了什么？李院长的声音有些抖。他的目标是卓家小丫头。当时的卓家小丫头不知是不是被绑架案吓到了，异常的安静，不哭不闹。卓夫人晕倒，卓二夫人在照顾着，小丫头又不肯在病房待着，所以一直被卓老夫人抱在怀里。那个黑袍人走近他们，冲着卓家保镖撒了些类似粉末的东西，不到几秒功夫，那些保镖便动弹不得。他轻而易举的直径走到卓老夫人面前，直勾勾的看着他怀里的卓家小丫头，嘴里发出厉厉的笑声，极其刺耳难听，还对着卓萧一说道：完美，真是完美的利器，我一定要把你打造成世界上最完美最锋利的杀人利器。小丫头，血液的味道是不是美妙极了？他们腐烂的样子是不是很迷人？他们尖叫的样子是不是很悦耳？你应该喜欢的，你应该会上瘾的。李院长被手里的烟头烫了一下，砰！楚墨年眼眸刺入沉渊，手中装着红酒的高脚杯瞬间炸裂，手掌被划破，碎片刺入掌心，红酒混合着鲜血滴落在地毯上，空气中弥漫着危险肃杀。楚况立马出门提了个医药箱回来。您继续。楚墨年朝楚况挥了挥手，看了一眼李院长，自己拿出手帕慢慢擦着。可玻璃杯碎片越擦越深，楚墨年似乎已经感觉不到疼痛一般。楚况欲言又止，但又不敢靠近。楚墨年现在的气息太可怕，就如当年楚家内乱那会。李院长心里微颤，看了眼楚墨年的手，这楚爷对卓家小丫头似乎……卓老夫人看到保镖被控制，又听到那么血腥残忍的话，有些被吓到了。卓老爷子和卓家二爷卓威国还有李院长3人也立即冲过来，把卓老夫人和卓家小丫头护在身后。卓老爷子看着黑袍老人，厉声质问道：你是什么人？想干嘛？黑袍老人收回看着卓家小丫头那炙热的眼神，上下打量了卓老爷子一眼，淡漠至极的跟卓老爷子谈起了条件。我可以救活他们2人，
但我要这个小丫头。黑袍老人道。众人呆愣，可以救活他们？但后面那句话什么意思啊？卓老爷子皱眉看向这个来路不明的人。我的意思是用这小丫头换他们二人的性命。黑袍老人不耐烦开口。众人陷入沉思，但也没有思考太久，卓老爷子的声音便响起。不可能，说说你的其他条件。卓老爷子看了眼坐在老伴怀里异常安静的孙女，刚才这人对自家孙女说的话他们都听到了。自己的儿子和孙子还躺在病床上生死未卜，已是让他们很痛苦，若再失去孙女，卓家就真的彻底垮了。卓家小丫头自从救回来后，似乎一直沉浸在了自己的世界里。一直异常安静的卓家小丫头听到黑袍老人的话却有了反应，突然抬头看向黑袍老人，眼眸也不似以前的天真纯净，变得无波无澜，如同机器人一般。你能救活我的爸爸和哥哥？医生的话其实卓萧一已经听到了，他们没办法救自己的爸爸和哥哥。对，我能救活，现在也只有我能救。黑袍老人坚定执着地看着卓萧一。抱囡囡进去。卓老爷子皱眉看着卓老夫人。卓萧一路过黑袍老人时拉住了他的衣服，卓老夫人咬牙扯开，带着卓萧一回了病房。若是没有其他条件，你离开吧，我们不换。卓老爷子坚定地说道。我只有这一个条件，真不换。一个换两，这可是很划算的买卖。黑袍老人似乎也很诧异。对，不换。卓老爷子闭了闭眼，咬紧牙关坚定地说道。若是我跟你走，你能救我爸爸和弟弟吗？6岁的卓俊林突然开口，眼神执拗地看着黑袍老人。俊林，威国，把他带进去。卓老爷子看了一眼卓威国，示意他把卓俊林带进去。可黑袍老人却看也不看卓俊林一眼，转身就走。第25章诡异。李院长又点燃一根烟。大家都以为那个人就这么离开了，可是后来我去卫生间的时候，看见卓家小丫头和那个黑袍老人站在一起的一幕。我离得太远，也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不过没一会，卓家小丫头就转身离开了，因为那个人一直守在医院里。那个人对卓家小丫头的执着，让卓老爷子有些担心。卓老爷子以防万一，就把卓家小丫头送回了家。我本来以为自己看到的那一幕，只是卓家小丫头偷偷去求那个人救救自己的爸爸哥哥而已，所以没有跟卓家人提及自己看到的事。到了后来发生的事才明白，卓家小丫头可能瞒着所有人去和那人做了交易。那天不到晚上，卓家小丫头被送回去后，卓家大少卓俊林也被送了回去，并且被卓老爷子叮嘱着要看紧妹妹，不能再让她被坏人带走。而医院里再次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卓家其他人也都在医院里守着，一直持续到晚上有惊无险。可是第二天早上，医生去查房的时候发现出事了。卓家所有人和守夜的医生全都晕倒在病房走廊外面，并且发现病房里的一大一小竟然已经脱离了危险，随时都有可能醒过来。李院长听说后赶到医院的时候，病房外晕倒的人也差不多清醒了过来。卓家人得知病房里的一大一小已经脱离了危险，很是惊喜。可当医生告诉他们可能并不是医院的功劳，可能存在外在因素，因为发现他们身上有针灸痕迹，而且体内还有中药物残留。卓老爷子他们似乎想到了什么，快打电话回去。立马边打电话边赶回蓝景。电话响了好久才接通，不知那边说了什么。卓老夫人身体一个晃荡，手机滑落，整个人向后倒去，晕倒在了卓老爷子怀里。卓家小丫头不见了。卓老爷子这2天本就为儿子和孙子的事操劳，又听到这个噩耗，一时之间精神萎靡，导致旧伤复发，瘫倒卧病在床。卓家算是彻底大乱了。卓家小丫头行踪不明，卓夫人整日以泪洗面，卓家二老受不了刺激卧病在床。卓家主卓威胜和卓家小二少卓君明虽然脱离了危险，但还没有醒过来。整个卓家那时候就由卓二爷卓威国和牟美玲夫妻俩撑着，还有卓颖夫妻2人帮衬着。不过好在没过多久，卓家父子俩醒了过来，情况不至于变得很糟糕。但是卓家小丫头却一直都找不到。据后面了解到，卓家小丫头是自己支开佣人然后不见的，而那日早上也再没见到那个黑袍老人。又根据李院长那日看到的情形，大家可想而知，卓家小丫头这是在用着自己的方式去救她的爸爸和哥哥。楚少，事情就是这样，我知道的就这么多。关于黑袍人的信息我也不得而知，但我可以确定他的医术真的很高，当年的医疗水平，卓家主和卓家小二少其实压根不可能，但那个人却救活了他们。李院长按灭手里的烟，事到如今，李院长心里其实很复杂，不知是该庆幸还是惋惜。庆幸黑袍人的出现，卓家父子能活下来；惋惜那卓家小丫头刚出了狼窝，却又入了虎口。谢谢李院长，但今天的这些事，我不想除了我和卓家人之外，还有第三方知道。楚墨年声音寒凉，眸光彻骨，让李院长呼吸一滞，仿佛身处悬崖边。
我明白。李院长声音微颤回道。楚况，安排人送李院长回去。楚墨年又重新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不大一会，楚况送完人回来。楚墨年站起身，理了理身上的衣服。走，去蓝井。现在很想见到那个小丫头。爷，张局还在旁边的包间等你。楚况立马说道。楚墨年眉头一皱，抬手揉了揉眉心。走吧。楚墨年一进门，沙发上的人便站了起来。楚爷一道略显浑厚的声音。是你？楚墨年有点惊讶。张毅是10年前楚家一手提拔上去的，目前是 JC 局局长，只是没想到他竟然是当年那个案件的负责人。你是15年前卓家绑架案的负责人？楚墨年疑惑。张毅目前才40岁不到，15年前才20多岁，按当年的卓家老爷子的威望， JC 局不可能派出这么年轻的小警察来负责这件事。不是，楚爷，当年那个案件负责人是我师父，他5年前牺牲了。不过15年前那个案子，目前可能没有人比我更清楚当时的情况。好，那你说说。我想知道15年前现场情况。楚墨年抬手让张毅坐下。当时我一直跟在师父身边，这局接到卓家电话后，秘密安排大量警力。师父当时是警界闻名的精英大队长，破案无数，所以上头让他全权负责现场安排。张毅坐了下来说道。卓家人接到绑匪电话后，绑匪要求卓家人不能报警，并且由卓威胜一个人前往地点交赎金，不然立马撕票。因为通话时间太短，当年的追踪设备完全追踪不到绑匪的位置，警察只能在卓威胜身上安装定位装置，又怕绑匪发现，他们只能远远跟踪。卓威胜一个人开车出发后，不出所料，绑匪换了几个目的地，都不是绑匪真正所在地。警察只能远远的跟在卓家主后面，因为跟得远，所以也没让绑匪发现。当卓家主的定位最终在一家废弃工厂停下后，张毅的师傅笃定这可能是最终交易地点，并赶紧让人布置安排。可不到一会时间，卓威胜的定位突然消失了。张毅的师傅觉得不对劲，立马赶了过去。仅仅10分钟不到的时间，当他们赶过去的时候，冲进去却看到了令人不可置信的场景。卓家小丫头不知生死，被卓家小2少护在身下，男孩后背还插着一把匕首，而卓家主则满身是血的躺在2个孩子身边，周围还躺着7、8个身材魁梧、身体不正常、蜷缩起来的外国人，死状极其难看，整张脸都扭曲不堪，额头上的青筋暴起，裸露的苍白肌肤上留下一道道醒目的血痕，甚至还有腐烂的样子。看得出来，这些人死前恐怕是承受着极大的痛苦。当警察发现卓家3人还有一丝气息时，来不及多想，赶紧把人送去了医院，而其他人则留在现场勘查。张毅的师傅凭借着多年的办案经历，觉得事情不太寻常，所以把尸体带都回了警局，要求法医进行尸检。法医当时鉴定，这8个人中7个人是中了某种非常厉害的毒药，死前受尽折磨，最后窒息身亡；一个是颈动脉被刺穿，失血过多而死。他们身上还有许许多多的新旧伤痕，师傅猜测这些人很有可能是国外的雇佣兵。张毅皱眉喝了口水，回忆道：厉害的毒药。楚墨年拧眉思索，是，法医也鉴定不出来这些毒药是什么成分。我当时还猜测是不是卓家主带去的，但是师傅说不可能，若是卓家主带的，他自己也不可能被伤成那样。所以师傅猜测，当时现场除了那些雇佣兵和卓家3人之外，可能还有第三方人存在，那毒药极有可能是第三方人的。张毅欲言又止，似乎想到了什么，不知该不该说。确实有这个可能。楚墨年立马想到了李院长说的那个医术很厉害的黑袍老人。你想到了什么？楚况发现张毅的神情问道。张毅想了想，叹了口气说道：这件事只有我和师傅还有当时的法医知道。第26章楚爷卖惨。半个小时后，开往蓝景庄园的车上，楚墨年一手撑着额头，受伤的手搭在膝盖上，伤口好像越发严重了。楚况看着，眉头皱得更深。哎，爷，好像真的很在意卓小姐。想到张局说的那件事，楚况有点不敢想象。爷，当年楚墨年冰冷的视线让楚况立马闭了嘴。楚墨年沉默片刻，神色意味不明，开口说道：找到当年的那个法医，让他守好秘密，不然我不介意，我来帮他守。是，老爷子，楚少来访，在门外。管家接到门卫的电话，来到后花园，找到了正在和卓萧一下棋的卓老爷子。哦，楚家小子怎么来了？请他过来。卓老爷子有些惊讶地说道。是。管家笑眯眯出去，没一会儿就领着楚墨年和楚况进来。卓萧一还没有等他们走近，就闻到了一股血腥味，抬头朝楚墨年方向看去。男人风神俊朗，与他对视，缓步朝他走来。卓萧一视线下移，一眼就看到了楚墨年那血迹斑斑的手，瞬间蹙起了眉头，心里突然有一丝不舒服的感觉。咦，你楚家小子
你怎么受伤了？等他们走近，卓老爷子也看到了楚墨年手上的伤，眉头紧皱。卓老，下午好。没事，小伤而已。楚墨年抬起手看了看，微笑说道：都成这样了，还叫什么小伤？有什么事这么急？医院都不去了，还往这里跑？卓老爷子皱眉看着楚墨年，以为他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说来也是个乌龙，听到了一些不实消息，说俊林出事了。等我赶到这里的时候，才知消息有假。楚墨年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着。闻言，卓萧一挑眉看向楚墨年，又看了眼他身后的楚况，随后又低下了头。楚况则是面无表情地站在楚墨年身后，心里其实早已猛翻白眼，爷为了卓小姐连兄弟都不要了。卓老爷子心里惊讶，又有些欣慰不已。我家俊林有你这样的好朋友，真是三生有幸呀。管家，赶紧去请家庭医生过来。卓老爷子朝一边的管家说道。哎，好，老爷子不用这么麻烦，拿个医药箱过来，我让楚况帮我简单包扎一下就行。楚墨年赶忙阻止卓老爷子和管家。那怎么行？我看你这好像挺严重的。卓老爷子皱眉。没事，我皮糙肉厚，已经习惯了。再说楚况对这种小伤也有经验。楚墨年眼眸里划过一抹流光，笑道。楚况心里有些发懵，有苦难言。爷，我什么时候会这些了？那行吧。卓老爷子看楚墨年心意已决的样子，也不再多说什么，摆手让管家去拿医药箱。几分钟后，楚况内心有些无语的接过管家递过来的医药箱，别说里面东西还挺齐全的。蹑手蹑脚的开始为楚墨年处理伤口，因为楚墨年先前很用力的用手帕擦拭伤口血迹，玻璃碎片已经陷得很深，楚况夹出碎片，伤口就会流出不少血。而楚墨年时不时的皱眉，好像被楚况弄疼的样子，还一边若无其事的跟卓老爷子聊着天。卓萧一摩挲着还拿在手里的棋子，看着男人血淋淋的手，还有楚况那不知轻重又笨手笨脚的动作，眉头越蹙越紧，有些服气的把手里的棋子往棋篓里扔去，惹得众人都看向他。只见卓萧一朝楚况伸出手，眸色淡淡。我来吧。楚墨年不着痕迹的勾唇。其实卓老爷子也看到了楚况的动作，看了眼卓萧一，想了想还是说道，让我家小丫头来吧，她比你清闲。卓老爷子的措辞让大家以为楚况一个大男人处理伤口时下手有点重的错觉。那就劳烦卓小姐了。楚墨年薄唇轻启，面上却一点都没有麻烦了人家的样子，而且手也已经伸到了卓萧一面前。老爷子，老夫人在找你。管家这时又走了过来，说道。卓老爷子看了眼楚墨年，老爷子，今天叨扰了，我找俊林还有一些事情，不知能不能顺便在您家蹭个饭。楚墨年厚着脸皮说道。哈哈，说什么叨扰不叨扰，随时欢迎你来家里玩。那你先坐，我去前面看看。卓老爷子笑着起身对楚墨年说道。卓老爷子走了之后，花园里只剩下卓萧一、楚墨年和楚况三人。楚况尴尬的摸了摸鼻子，立马把手上的东西递给卓萧一，然后退到一边站着。高，还是爷高明。卓萧一看着眼前血迹斑斑的大手，眸光闪过莫名。小手托着大手，大手传来的凉意衬得小手很温暖。卓萧一和楚墨年心里同时传来一阵酥麻感。卓萧一拖着楚墨年的手放在桌上，一手拿着镊子给镊子消毒后，继续取着手掌上面的玻璃碎片渣。怎么伤的？卓萧一感觉到头顶有一道视线一直盯着自己。有不长眼的，做了件让我很生气的事，我一不小心把杯子给捏碎了。呵，楚少挺厉害啊。卓萧一瞥了一眼那云淡风轻的俊容，垂眸继续帮楚墨年处理着伤口。卓小姐这语气，我感觉有点在讽刺我。楚墨年低头，呼吸喷洒在卓萧一发间。你想多了。卓萧一手指微颤，瞬间稳住心神。他是不会相信情报有假这种鬼话，从进来楚墨年的视线就有意无意落在自己身上，那眸中的神色，有些事情还是不要轻易去触碰的好，因为你不知道他是否有毒无毒，会有生命危险的。卓萧一有些嘲弄的说道。不，我喜欢有挑战的。再说他若是有毒，那就一起长眠，若是无毒，那就一起相守，你说呢？楚墨年眸如深渊，目不转睛地看着低垂着脑袋轻车熟路地为自己处理伤口的少女。卓萧一抬头，突然就撞入了一潭深渊中，周围静寂无声，连楚况都不自觉屏住呼吸，转移了目光。卓萧一和楚墨年此时离得很近，两指间的距离就能碰到彼此的鼻子，呼吸焦灼着。对视片刻，卓萧一转过头，青眸中溅起复杂涟漪。我不知道楚少在说什么。哼，是吗？楚墨年轻笑，耸肩。两人说话间，楚墨年的手已经包扎好了。少女把工具一样一样放进医药箱内。要不要下2局？楚墨年看着桌上的棋盘说道。可以。
卓萧一也喜欢跟楚墨年下棋，怎么说呢？这么多年来算是棋逢对手了。第27章，卓老爷子出事。卓萧一和楚墨年刚下完2盘棋，卓俊林就回来了。大哥，下班了。卓萧一抬头看到卓俊林走过来。爸妈，二婶他们都回来了，我来叫你们去吃饭。卓俊林看了眼楚墨年，刚回来的时候，爷爷就跟他说了楚墨年的来由，心中微暖，却没有丝毫怀疑。那走吧，别让他们等着。卓萧一站起身，弹了弹衣服下摆，说道：卓家今天的晚餐很丰富，也很热闹。卓威胜还把家里珍藏的好酒拿了出来。楚墨年吃完饭后就离开了，卓俊林送他出门，直到车子开远了，才想起来楚墨年不是跟爷爷说有事找他吗？难道喝多了忘了？算了，明天打电话问问。不知不觉又过去半个月，卓萧一躺在草坪上，听着不远处佣人的八卦。听说了没？什么？前2天阿迪出去采买的时候，听说那几个千金小姐毁容了。哪几个千金小姐啊？就那得了怪病的几个。啊，好可怜啊，毁容了，将来怎么嫁人呀？哎，什么可怜啊？你忘记那天二夫人说的话了吗？那几人坏事做尽了，又没找到神医，所以这是报应到了。卓萧一嘲弄的勾唇，差点忘了这件事。看来他们是乱用了什么乱七八糟的药物吧，不然半个月后应该会恢复才是。这真是报应吗？不好了，小小姐，老爷子出事了。管家气喘吁吁的跑来。卓萧一立马起身来到管家身边，扶住他，神色冷然，眸光寒凉。怎么回事？不清楚，现在在军区总医院，老夫人打电话来说让你过去。管家看到卓萧一的目光，心里微颤一下。卓萧一听到管家的话，立马转身朝大门外跑去，司机已经在那等着。卓萧一一把夺过司机的钥匙，自己上车发动，司机只听嗖的一声，等反应过来，车子已经不见了踪影。军区总医院，一群人焦急地站在手术室外，卓老夫人则是有些目光呆滞地坐在旁边的凳子上，手上都是血。怎么样了？怎么这么久？老赵和老卓到底什么情况？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颤颤巍巍地扶着墙壁。话落，卓家所有人，包括卓颖一家3口，全都赶了过来。妈，爸他怎么样了？卓威胜众人一脸紧张地看着卓老夫人，但是卓老夫人没有回答他的话，而是一直看着电梯方向。倒是人群里，一个穿着军装的中年男人有些愧疚地看着卓家人说道：还在手术中，送来的时候头部磕碰，胸部中枪。听到胸口中枪，众人心头一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们不是去军区大院探望老友吗？我爸怎么会中枪？卓颖有些不知所措，声音中带着颤抖。每个月的这天，卓家2老就会回军区大院探望老友，今天也一样。早上还乐呵呵的出门，这才多大会啊？怎么就……对不起。穿军装的中年男人说道。赵师长，这是……卓威胜有些不解。卓叔是为了救我爸，才造成了如今这样的。赵师长愧疚地说道。卓家人眉头紧锁，不知该说什么。那赵叔他怎么样了？卓威胜知道卓老爷子跟他战友之类间的关系很好，不可能看着战友遇到危险而坐视不理。腹部中枪，目前还不清楚。赵师长担心地看着手术室，他们会没事的，对，他们一定会平安无事的。卓威胜拳头紧握，眼睛一直盯着手术室方向，不知道是在安慰自己，还是安慰别人。通知院长了吗？卓俊林靠着墙壁，有些失神地问道。通知了，他正在赶来的路上。赵师长看着卓俊林，点了点头说道。10来分钟后，几个穿着白衣大褂的人和一身西装的楚墨年赶了过来。楚墨年来到卓家人面前，点了点头，看着卓俊林问道：什么情况？卓俊林将自己知道的告诉了楚墨年。楚墨年抿唇拍了拍卓俊林的肩膀，无声的安慰：你怎么来了？卓俊林抹了一把脸问道。楚墨年朝身后走近的几人看了一眼：我找周院长有点事，正好听到了。几个穿着白衣大褂的人之中，走在最前头的是一个中年男人，也是军区总医院的院长周浩明。周院长，请你救救我父亲和卓叔。是啊，周小子，你赶紧去里面看看。都进去好久了，里面也不知道怎么样了。一群人见院长来了，涌上前，你一言我一语的，焦急万分。好，我马上进去看看情况。周院长说着，准备戴上口罩，口袋里的手机却在这时急促响起。丁电梯门打开，卓萧一踏步走了出来，清冷深邃的眼眸，泛着悠悠光华，卷卷的睫，冷凝寒霜，眼眸眯着，分明流露出冷峻的杀。卓老夫人看到卓萧一才有了反应，颤颤巍巍地冲过去。张文静和牟美玲赶紧上前扶住他。卓老夫人拉住卓萧一的手，声音哽咽慌乱：囡囡，你爷爷他……卓萧一眉间稍缓，紧握住卓老夫人颤抖染血的手，
看着他的眼睛说道：“放心，爷爷会没事的。”卓萧一看着几个白衣大褂中为首的院长周浩敏，眸光冷冽，开口：“我要进去。”周院长皱眉，挂掉一直在响的手机，还没开口，一个穿着白衣大褂的年轻女人上前挡在卓萧一面前：“不行，手术室这么重要的地方，岂是你想进就能进的？”刻不容缓之际，卓萧一没时间跟他们耗，直接一把掐住这个女人的脖子：“你，小丫头，妹妹，乖宝贝！”众人惊呼：“到底让不让进？”卓萧一语气冷冽至极，手中的力道加重，那女人瞳孔泛白，脸色瞬间青紫。这时电梯门开了，冲出来几个保卫人员，看到门卫处打伤人闯进来的女人竟然挟持了人质，瞬间抽出身上的枪对准卓萧一。楚墨年和卓家人见状，立马挡在卓萧一面前。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空乍被凝滞滞的寒。楚墨年有些无奈，转身走到卓萧一身边，大手附在卓萧一的手上，对上他冷冽的青眸说道：“先把人放了，我让你进去，可好？”手上的凉意，磁性的声音传递到心里，让卓萧一暴躁的情绪缓和了下来。看着楚墨年的眼睛，良久，手微微松开。楚墨年拉住卓萧一的手，把他带到自己身后，一手推开那个差点瘫倒在地的女人。面对着周院长，那神情不言而喻。楚少，若是出了什么事，谁来承？周院长皱眉看着楚墨年：“我来承担。”楚墨年：“卓家人自己承担。”卓老夫人。第28章无妄之灾。2个小时后，手术中的红灯关闭，周院长等人出来。周浩敏一向不喜形于色的脸上，此时欣喜难以自控，而跟在后面的一群人却是一脸呆滞的模样，眼神时不时往身后跟出来的少女瞟去，这显然有些不正常。楚墨年注意到这一点，眼里划过一丝幽光。“怎么样？”手术外的人急忙问道。“手术很成功，放心吧，2位老爷子都没事。”周浩敏笑道。卓萧一跟在后面出来，摘下口罩，神色松缓了下来。他环视了一圈卓家人，目光留在楚墨年身上，浅笑出声：“爷爷没事了。”众人松了一口气，喜极而泣。楚墨年这是第一次看到少女发自内心的笑容，楚墨年觉得那很耀眼，也很珍贵。卓萧一走到一直看着自己的卓老夫人身前，环抱住卓老夫人，拍着卓老夫人的背，在她耳边低语着，用只有2个人听得到的声音说道：“奶奶，有我在，你和爷爷长命百岁都不止。”卓老夫人自从卓老爷子出事以来，紧绷的神经松懈下来，泪水像是开了闸一般。奶奶就相信囡囡，囡囡就是我们卓家的小福星。卓家其他人也都认同的点点头。被众人包围的周院长听到卓老夫人的话，心想：可不是吗？隐藏的大佬啊，今天要不是有他，估计难办了。可有人却不这么认为了。哼，什么小福星啊，那是我们周院长的功劳，真正该感谢的人不感谢，还在那说什么福星，真是好笑。都什么年代了，还有我们事没完，我一定会让我爸爸讨回来的。那个之前被卓萧一掐住脖子的女人靠在一边的凳子上，恶狠狠地看着卓萧一。卓萧一淡然的眸光扫了一眼女人，就移开了目光。卓家人本来还对他有那么一丝歉疚的，听完他的话也就翻了翻白眼，没有再理会他。这就是王副院推荐的人。周院长听到女人的话走过来，看着身后的人问道：“是，好像是王副院长的女儿。”身后从手术室跟出来的人说道：“哼，是什么让他认为我这里可以走后门？”周院长冷笑看着那女人：“周院长，我可是国外硕士医学毕业，而且我爸爸说医院就缺我这样的人才。”王维宇惊讶地说道，脸上还是一副傲然的模样，余光还瞟向楚墨年。众人就挺无语，这女人确实挺人才的。护士把卓老爷子他们推了出来，周院长也懒得再多说废话。医院确实缺少人才，但不是所有人才都来之不拒的。当军区总医院是什么地方？垃圾站吗？2位老爷子被推进病房后，周院长带着医生再次检查了一遍，心里又是一阵感叹，叮嘱了一些注意事项，然后离开。走廊上，跟在周院长身后的一群医生有些激动，他真的太厉害了。中年男医生抹了一把脸：“是啊，那手法简直跟武侠片一样。”年轻男医生手里比划着武侠片的飞针动作：“对，他行针的时候，我感觉我只看到了一片幻影。”戴眼镜的年轻男医生摘下眼镜，看着眼镜有些懊恼：“啊，不行，太帅了，从今天开始他就是偶像。”年轻女医生捧心，一脸花痴样：“院长，一定要想办法把他招到我们医院来啊！”老专家医生一脸慎重地说道：“院长，你说他是不是传闻中的那个人？”中年男医生想到一种可能，越发激动，两眼放光地看着周院长：“你说的是神医吴？”另一个老专家医生说道：“
中年男医生点头，众人看向有些恍神的周院长，好像在等他的答案。周浩明有些好笑的看着这些人，我怎么知道？那人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而且，你们觉得他会来我们医院吗？你忘记他最后说什么吗？他说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你们呀，最好管住自己的嘴，谁敢把今天的事透露出去，就收拾东西走人。周院长看着这群激动的人，直接泼了一盆冷水，让他们醒醒。在院期间，把他给我攻好了，只要把这位祖宗攻好了，才有后面的可能。对，说不定还能请他教教我针灸。对，若是有什么疑难杂症，还可以请教他，或是请他帮忙。卓萧一还不知道自己又被人惦记上了。卓老爷子病房内，卓家人和楚墨年都在。卓老爷子的那些战友见人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也就都放心回去了。妈，这到底怎么回事？卓威盛皱眉问道。难道是赵师长的仇敌？张文静刚听到赵师长说自己父亲是为了救赵老才受伤的，那赵师长就没有派人保护他爸吗？卓颖说道。奶奶，确定是冲赵老去的吗？卓俊林拧眉问道。卓萧一眸光一厉，寒意四散。楚墨年也是眉头皱起，看向卓俊林。俊林，你什么意思？卓威盛心头一紧。哎，你们别乱猜了，人现场就抓到了一个，他已经承认是冲着老赵去的。卓老夫人叹气，按了按眉心。卓萧一走到卓老夫人身后，两指按着她的太阳穴，轻轻按摩着。卓老夫人舒缓片刻，微笑拍了拍卓萧一的手，看着众人。我和你爸准备回去的时候，老赵说要去门口的小卖部买点东西，于是我就和你爸陪他走到门口。刚到门口，对面计程车上下来一个人，一下来就举起枪对着老赵。你爸最先看见，一把推开了我和老赵，结果他自己躲闪不及，胸口中枪，倒地的时候头部还磕到了台阶上，保卫也立马将那人制服了。可没想到那人有同伙，所以老赵就……那另外一个还没抓到吗？牟美玲皱眉，好像是没抓到。卓老夫人摇头，表示自己也不太清楚。众人沉默，这算是无妄之灾吗？大家都饿了吧？我去买点吃的回来。楚墨年见气氛有些低迷，又看了一眼卓萧一，说道：“我和你一起去吧。”看着床头的手术报告单，眉头紧锁的裴清轩说道。卓萧一看着楚墨年的背影，想到刚才挡在自己身前的他，心跳不自觉的加快。卓萧一手附上胸口，蹙起眉头：“乖宝贝，你怎么了？”张文静看他这副的样子，紧张的问道：“妈，没事。”卓萧一浅笑安慰自己的妈妈，然后来到床前，翻了翻老爷子的眼皮，然后又给老爷子把脉。这一顿操作，看得病房的人一愣一愣的。妹妹，你这是？卓俊林疑惑不解。哼，你以为奶奶为什么刚才非让你妹妹进去？卓老夫人一脸傲娇的看着众人。为什么？牟美玲问出大家的心声。其实刚才在手术室外，大家也确实不太理解卓老夫人和卓萧一的做法。第29章依云农场。如果我说你妹妹医术比周院长还厉害，你信吗？卓老夫人现在还卖着关子。妈，你说真的？卓颖一脸不相信的样子。骗你干嘛？汉生的命也是我家囡囡救的。卓老夫人先看了眼卓颖，然后看向卓威盛说道。什么？卓威盛似乎想到了什么，一脸不可置信。奶奶，你的意思是妹妹是那位？卓俊林呆滞的看向一脸淡然的卓萧一。哪位？牟美玲疑惑问道。神医吴。裴安峰也有些不可置信。小姨还那么小，怎么可能？张文静不敢相信说道。你自己的女儿还不相信吗？卓老夫人皱眉看着张文静。不是，那得，若是真的，那得多辛苦呀。周院长40多岁的人，也才是军区总院长的成就吧。张文静眼含泪光的看着卓萧一。哎，远山亲口说的。卓老夫人也看出了张文静的心思。小姨，你可是小轩的偶像呀。卓颖一把抱住卓萧一，眼神放光。卓萧一有些无奈扶额，求救的看向卓老夫人。好了好了，你们记住了，囡囡的身份，你们一个字也别给我露出去。卓老夫人一把拉开卓颖，看着众人说道。众人点头，也知道分寸，若是被人知道，卓家就没有现如今的安宁日子了。楚墨年很快回来，身后跟着几个人，貌似是哪个饭店的服务员，陆续拿着吃食进来，放到隔壁休息间的桌子上。楚少，谢谢，麻烦你了。卓威盛有些不好意思说道。伯父客气了，小事而已。楚墨年浅笑道。卓威盛被叫伯父，还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谢谢。卓俊林感激地看着楚墨年。那么客气干嘛？先吃饭吧，不然一会饭菜冷了。楚墨年示意卓俊林赶紧叫大家去吃饭。楚少，清轩不是跟你一起出去了吗？卓颖没看到裴清轩，疑惑问道。他好像去找周院长了。楚墨年说道。
卓萧一想到刚才裴清轩看着手术报告单出神的样子，眼眸划过一抹无奈笑意。我给你点了白灼虾，已经包好的。楚墨年来到卓萧一身旁，低声说道。上次在卓家吃饭时，看他目光时不时盯着桌上的一盘白灼虾，但是一直没动筷子，有点不确定他是对海鲜过敏还是怎么样。但看他喝了旁边的海鲜粥，楚墨年就有了一个猜测，他喜欢，但是有点懒。看到楚墨年走近，卓萧一的心跳又不自觉加快。听到楚墨年的话，卓萧一惊讶地抬头看着楚墨年，他唇角微抿，没想到他会知道。谢谢。不到晚上，隔壁病房的赵老爷子醒了过来，死活要来看看卓老爷子。赵师长没办法，一番折腾下来，赵师长推着自己的父亲过来，再次感谢卓家人。赵老爷子更是红着眼眶，一脸愧疚地看着躺在床上的卓老爷子。众人劝了好久，才把他劝回病房。第二天早上，卓老爷子醒了过来，众人才算是松了一口气。然后陆陆续续有不少人来探病的，楚老爷子、玉家、于家、白家、牟家、裴家以及陆远山、乔汉生等人。哎，出院吧，回家养病。这2天来要应付探病的人也没怎么休息好，卓老爷子也烦了。能出院吗？卓威胜看向卓萧一，这几天都是卓萧一帮卓老爷子针灸治疗，还开了中药调理，所以提到出院，卓威胜第一时间就是看向卓萧一。可以出院，但我们不回家，去别的地方休养，换个环境，换个心情。我随便帮爷爷奶奶好好调理一下身体。别的地方？乖宝贝，家里不行吗？卓威胜疑惑说道。是可以，但我想那个地方更适合。你们等会可以去实地考察一下。卓萧一浅笑看着众人。小一，什么地方啊？卓颖今天正好来探望老爷子，于是好奇问道。之前我为一个人治病，人家送给我的一处养生之地，很适合爷爷奶奶，到时候你们去看了就知道。卓萧一神秘说道。3个小时后，众人看着眼前恢宏壮观的白色铁艺大门。这不是和蓝景差不多吗？欧式建筑的别墅，门前有一个罗马风格的喷泉，这也是一个庄园，到处都种满了花，月季开得最耀眼，一眼扫过去，最少有几10个品种，灌木、爬藤类的都有。往后看去，是一片蔓延无际的大棚菜地。再往远处看去，似乎还有个农场，不是庄园，是农场。这里之前的主人是一个50、60岁的老人，农村出生，发家后平时爱好还是喜欢种种田养花，但儿孙的生意逐渐往海外发展，于是他们决定举家搬去国外落户。但是老人家却不肯走，就独自一个人留在这里生活。可没过多久，老人家便被发现得了胃癌晚期，他家人找到了我，让我帮他治病。治好后，老人也想通了，还是一家人幸福的生活在一起比较好。于是为感谢我的救命之恩，把这里当作报酬转赠给了我。一旦有钱后，有些人有些事就容易脱离本质，而这人的心经历了大起大落，也很是淳朴。卓老爷子看着一望无际的农场，笑道。这里真好，乖囡囡，我很喜欢这里。卓老夫人欣喜地牵着卓萧一的手说道。这里的环境是让人很放松。卓俊林看着周围的环境，眉间舒缓。空气也很好，很适合度假。呵呵，下次带他们父子来这度假。小一，欢不欢迎？卓颖闭上眼睛，闻着空气中的清香，可惜裴安峰父子没来。随时欢迎啊，我已经让人安排了你们的房间。卓萧一浅笑道。这么大的农场，得请不少人打理吧？乖宝贝，安全吗？卓威胜考虑到安全方面，绝对安全，这里的人都是我救下来，无家可归之人，他们很清楚，不能背叛。卓萧一看着远处农场上的人，勾唇笑道。安全就好。卓威胜点头。那我们今天就在这住一晚再回去。张文静走过来，拉住卓萧一的手，看着卓威胜、卓俊林等人。对，走走，进去看看，我都迫不及待了。牟美玲扶着卓老夫人，兴奋地看着那些大棚地。卓萧一似乎看出了二婶的意思。妈妈，二婶还有小姑一会可以去大棚采摘一些瓜果蔬菜，都是有机的，对身体好。好好好。3人对视一眼，笑道。第30章药膳。昨天下午，卓老夫人、张文静、牟美玲还有卓颖4人去了大棚地，欢快地采摘各种瓜果蔬菜。卓萧一和卓威胜还有卓俊林则是推着精神旺盛的卓老爷子四处逛逛。农场内没有佣人，晚饭是几个人自己动手的。卓萧一会厨艺这件事还挺让他们惊诧的，大家吃饭的时候更是赞不绝口，第一次实行了光盘行动。第二天早上起来，大家都无比的神清气爽，还有点不想走了，若不是工作在身，而且这里又比较偏远，真想在这里落户。因为卓老爷子刚出院不久，完全恢复还有些时日，所以张文静和牟美玲暂时留了下来。依云农场设有药房和药田，卓萧一上午去药房里拿了些药材，
打算中午做2道药膳，四物木耳汤和阿胶糯米粥，给大家调理一下身体。另外还做了几道清淡的小菜，龙井虾仁、荷塘月色、八宝豆腐、宫保鸡丁。卓老夫人婆媳3人本来想帮忙，但是卓萧一不同意，让他们去客厅休息。他们喝了一会茶，就被厨房里的香味吸引了过来。少女仙姿笔挺，举手投足之间尽显优雅，看似身姿纤细，但是那做菜抛锅颠勺的力度游刃有余，仿佛会魔法般。一盘盘色泽鲜明、香味十足的精美菜肴就这样出现在洁白的餐盘中。吃饭了！卓萧一的声音唤醒了厨房门口的3人。牟美玲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哎，来啦，囡囡，奶奶觉得还是找个厨娘来吧。卓老夫人拉过卓萧一的手，取下她身上的围裙，说道：是啊，没有厨娘，我和你二婶在的时候还能帮帮忙，不在的时候你不得天天做饭了，太辛苦了。张文静端着菜出来说道：你是女孩子，手要好好保护才是。牟美玲虽然馋侄女做的饭菜，但是也舍不得她天天下厨。没事，这是我平时没事时唯一个小爱好，你们可不能剥夺了。再说了，做饭可以让自己静下心来，同时还能为家人带来美味和健康，何乐而不为呢？卓萧一无奈浅笑道。婆媳3人微怔住，看着萧一也不像说假的样子，只是没想到卓萧一还有这小爱好。等扶着卓老爷子坐下来之后，几人看着一桌子菜，幸福感暴增。这是药膳。卓老爷子看着桌上散发着淡淡中药味的2道精致食物问道：这是四物木耳汤和阿胶糯米粥。卓萧一还详细给几人科普了这2道药膳的功效。四物木耳汤主要是由4种中药材配合木耳制作而成的，需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来选择合适的中药材，通常使用的是熟地黄、川芎、赤芍、羌活等，制作成汤品之后可以达到补气养血功效，能够改善气血亏虚和气血不足的症状，还具有活血化瘀和益气养血功效，可以让皮肤白里透红，对身体健康也是有好处的。阿胶糯米粥，阿胶可以达到养血止血的功效，通常具有润肺止咳和滋阴补血作用，可用于改善贫血的症状，对于气血不足的人群，适当的喝一些也可以帮助气血得到改善。这2道药膳很适合你们。卓萧一说着，给每人盛一碗糯米粥，示意众人赶紧尝尝。真好吃，我平时最讨厌中药了，但这粥里的药味淡的，不刻意去品，都没什么感觉。牟美玲吃着碗里的阿胶糯米粥，两眼放光地盯着桌上的其他菜肴。是啊，比市面上那些店里的药膳好吃不知道多少倍了。张文静也吃过几回药膳，但是那味道真不怎么样。市面上的那些哪能跟囡囡做的比？那些东西味道重，还难以入口，而且价格还贵得很。卓老夫人想到以前吃的药膳，眉头皱起，表示很嫌弃。卓老爷子嘴里吃着孙女做的药膳粥，心里美滋滋的。听到他们的话，也赞同的点点头。小一，我们来开一家专门做药膳的饭店吧，就这味道和品相肯定会大火的。牟美玲这些年一直跟着丈夫在部队里生活，偶尔回家。现在侄女回来了，爸妈年纪也大了，也不太想去部队，闲在家里又没什么事，正想找点事情做。不行，开饭店多累啊，可别累着我家囡囡了。卓老夫人反对道。噗嗤，妈，又不是让小一去做厨师，小一只要多研究一些药膳方子，提供配方就行。牟美玲笑道。那还好，研究配方会不会很伤身？张文静皱眉看着卓萧一。卓萧一冲自己的母亲摇头，并看向自己的二婶，说道：二婶要是有这个想法的话，我这里有很多药膳配方可以免费提供，但我没兴趣参与，你可以拉我妈一起做。卓萧一笑着说道。大嫂，干不干？牟美玲看着张文静。可以是可以，但得有计划才行啊。先吃饭，稍后我们再合计合计。张文静看着女儿做的药膳，心下也有些异动，也不再犹豫。饭桌上其乐融融，4、5个人，5、6道菜已经见了底。还是卓萧一勒令说不能暴饮暴食，大家才意犹未尽地停了下来。饭后，卓萧一带着几人去农场四处看看，赏赏花，钓钓鱼，顺便尝试一下大棚地里耕种的体验。就这样过了几天，卓老爷子的状态日渐恢复，走路也不用人搀扶了，还能到处溜达溜达。张文静和牟美玲的开店计划也商量的差不多了，于是拿着卓萧一给的几10个药膳配方单子回了家，准备把开店事宜提上日程。这一天阳光明媚，卓萧一带着卓家2老去摘了点草莓、樱桃，准备回去做水果蛋糕。路上接到张文静的电话，说二哥卓君明回来了，下午会来依云农场看望爷爷奶奶。卓萧一拿着水果篮的手一紧，眸光悠远，二哥回来了。随后又欣喜的又看向爷爷奶奶，问卓君明有哪些喜好之类的，他决定给二哥做些好吃的。大概4、5点钟的时候，一辆黑色布加迪停在白色的铁艺大门口，车上的人似乎察觉到没有门卫，但铁艺大门上有个摄像头，于是按了一下喇叭，不到1分钟时间，白色铁艺大门自动打开，车子开到罗马喷泉前停下。
卓萧一出来，就看到一个面容有些熟悉的少年从车上下来。少年银发张扬，那张光洁白皙的脸庞透着棱角分明的冷峻，乌黑深邃的眼眸泛着迷人的色泽，那浓密的眉，高挺的鼻，绝美的唇形，无一不在张扬着高贵与优雅。第31章，傲娇二哥。卓萧一脚步顿住，慢吞吞地走过去，对上他戏谑的桃花眼，有几分痞痞的味道。他微微挑眉，不怀好意地开口：“哟，这是谁家的小美女？”卓萧一因为紧张，没有注意到少年的神情，脚步微顿：“二哥不认识自己了吗？瞎吗？你妹妹都不认识了。还有瞧瞧你说的什么话，娱乐圈待久了，一股子的轻浮气息。”末年也来了。卓老爷子见孙女去接人还没回来，就跟着卓老夫人出来瞧瞧。结果刚到门口，就听到卓君明的话，气不打一处来，还没见到人就骂道。结果就很诧异的看到楚末年和楚况从车子上下来。哼，我有妹妹吗？若是有，这10几年怎么都没看见。卓君明梗着脖子说道，眼睛却止不住的往卓萧一瞄去。卓萧一还沉浸在二哥不认识自己的意识中，又听到这话，有些难过，难得的眼眶也有些泛红。死小子，看我不打死你！你妹妹要不是为了救你和卓老爷子，听到卓君明的话，又看到卓萧一难过的样子，脸色涨红，虎目圆睁，举起手上的拐杖就往卓君明打去。我让他救了吗？谁让他擅自做主的？卓君明看到卓萧一的神色，面上闪过懊恼，但是脱口而出的又不是什么好话。好了，有客人在，先别理他。卓老夫人听到卓君明的话，也有些生气，也看到了他脸上的懊恼神情，但是有客人在，也不好多说什么，但是还是不想就这么便宜这个臭小子。你今天晚上就不要吃饭了。哼，不吃就不吃。卓君明别开脸。卓老爷子经过卓老夫人提醒，缓和了一下情绪，看向楚末年说道：“让末年看笑话了，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啊？”啊，半路看到卓二少的车子抛锚了，反正闲来无事就送他过来，正好来看看老爷子身体可否安好。楚末年谦和的笑道：“你有心了，快进去吧，我都被这小子气到了，让你们在门口站了这么久。”卓老爷子横了一眼卓君明，转身进屋。哼！卓君明从卓萧一身边经过，冷哼一声，看得卓老夫人也忍不住拍打着他的胳膊，揪着他的耳朵往屋里拎，惹得卓君明直呼喊疼。看着卓萧一神情有些失落，楚末年走到他的身后，轻笑出声：“你可能不知道，卓家小二少在卓家是出了名的傲娇属性。”卓萧一疑惑转头看着近在咫尺的楚末年，算起来好长时间没看到他了，刚才忽然见到，心里竟然有一丝欣喜。其实他很在乎你，不信你可以一会进去好好观察一下。楚末年眸光深深地看着眼前的少女，他不喜欢出门，而他每天都在想该找什么样的借口来找他。从他大哥那里听到卓家小二少今天下午可能会来看望卓家二老，于是他让楚况做了一些小动作。想到这，楚末年心里苦笑，看着卓萧一清冷的眉眼，小丫头真没良心，你可知我为了见你费尽了心思。楚末年心里止不住的叹气。卓萧一深吸一口气，浅笑看向楚末年，进去吧，我做了很多菜，尝尝。楚末年眼里流光划过，爽朗笑道：“亲手做的？那当然，做了很多，你也进来。”卓萧一眉宇微挑，往前走的脚步顿住，看了楚况一眼：“好，那我可要尝尝看。”二人边说着边往里走。楚况犹豫了一下，还是默默跟在他们几步远。卓萧一进去后，果然看到二哥时不时的偷瞄自己，只是当自己看过去时，他就立马转过头，或是被抓包后冷哼一声，撇过头去。卓萧一无奈轻笑，招呼着众人去吃饭。对，先吃饭，末年今天有口福了，丹丹做了一桌好吃的。卓老爷子招呼着楚末年往餐厅方向走去。是啊，丹丹今天听到他哥哥要来，特意问了我们他的喜好，做了10几个菜呢，结果人家不领情，那就不要吃了，我们自己吃。卓老夫人斜了一眼卓君明，不出所料，卓君明的脸色黑了下来，还偷偷捶了一下自己的头，别人望过去的时候，又一本正经的吊儿郎当样子，惹得众人偷笑。菜那么多，要是我们吃不完，不是浪费了小姨的心意，还是让二少一起吃吧。楚末年适时放在台阶下来。卓君明本来还想反驳几句，但是看到楚末年看过来的眼神，分明是叫自己见好就收的意思，不然真没饭吃了。浪费可耻，那我就勉为其难吃点吧。卓君明说着，站起来理了理身上的衣服，迈着优雅的步伐往餐厅方向走去。还没走到餐厅，一阵扑鼻的香味传来，瞬间把人的馋虫勾了起来。圆桌上摆满了一盘盘精致的菜肴，水煮肉片、白灼虾、西湖醋鱼、糖醋咕老肉、红烧狮子头，大概有11、12个菜，有一半以上是卓君明喜欢吃的菜。卓君明听到后面的脚步声，迅速抹了一把眼睛，吸了吸鼻子，一脸傲娇地坐了下来。楚末年也看到了这一桌色泽鲜明的美味佳肴，有点愣神，
难以想象这是那个连虾都懒得剥的少女做出来的东西。卓老爷子和卓老夫人坐下，冷哼地看了卓君明一眼，招呼着楚墨年坐下。卓萧一坐在卓老夫人身边，楚墨年来到卓萧一身边坐下，就听到一声惊呼：“真好吃！怎么有这么好吃、这么正宗的糖醋咕老肉？妹妹，这真的是你做的吗？”卓君明趁着别人不注意，偷吃了一口，傲娇属性瞬间破防。臭小子，怎么这么没礼貌？出去混了这么多年，礼仪都混没了。卓老爷子有些恨铁不成钢的看着卓君明，而卓萧一则因为他的一句妹妹，也瞬间笑出了声。二哥，要是喜欢，我天天给你做。卓君明不好意思的挠挠头，看着楚墨年说道：“楚哥，赶紧尝尝，真的太好吃了，我妹妹的手艺真是一绝。”楚墨年夹了一块咕老肉放到嘴里，那美味程度让他诧异，转头看向身边的卓萧一。卓萧一也正一脸期待的看着他。楚墨年这刻仿佛看到了幼儿园里期待被表扬的小朋友，心头发软，薄唇微勾，第一次吃到这种人间美味。这话让卓萧一浅笑，让卓君明傲娇，让卓家二老很高兴。大家开动后，卓君明那吃饭速度有点风起云涌的既视感，大家好像是受到了他的影响般，这顿饭也没再说话聊天，而是认认真真的吃饭，不准确说是优雅的抢食。卓萧一看着大家吃得那么香，唇角微弯。这时在所有人没注意的情况下，边上递过来一盘剥好的白灼虾。卓萧一看向楚墨年，只见楚墨年示意他看自己的二哥：“快吃，不然等会就没有了。”卓萧一轻笑，垂眸夹着他递过来的虾吃了起来。怎么回事？这2次吃的虾好像有点甜。第32章美好生活。第二天早上，卓君明从楼上下来，就看到穿着白色羽绒服、扎着丸子头的卓萧一朝他挥了挥手，手里还提着一个手工做的藤条篮子。“二哥，早上好。你这是要去哪里？”卓君明傲娇的抬起头，心里却在尖叫：“妹妹这样好可爱啊！奶奶说你喜欢吃车厘子，我准备去摘点。”卓萧一一看就知道二哥的傲娇属性又犯了。谁要吃了？还有，这是你该干的事吗？卓君明噔噔下楼，跑到卓萧一身边，抢过他手上的篮子。哼，我自己没手吗？卓君明知道这里没有佣人，所以打算自己提着篮子去摘。二哥找得到吗？卓君明往外走的脚步顿住，横了卓萧一一眼。还不带路？那我带二哥一起去摘。卓萧一跑过去挽住卓君明的手，卓君明整个人僵住，妹妹拉我的手了，四舍五入就是很喜欢我这个二哥。随后又有些同手同脚的走了起来。卓萧一偷笑，拉着卓君明的胳膊，加快了脚步。快点，我一会要回来给你们做早餐的。傻子，谁让你不要请厨娘的，活该你天天做饭。哎呀，我喜欢给我的家人做饭吃，你们吃得开心，我做得高兴。哼，随便你。卓君明往前走着，嘴角却忍不住上扬。二哥，你这次会在金陵待多久呢？卓萧一之前了解到卓君明的工作室在云城，所以这些年一直在云城发展。怎么这就巴不得我走了？卓君明看着卓萧一，仿佛他要是敢露出一点事的表情，就死定了。哪有？我只是想着，如果只待几天的话，我就做一些果脯和小点心给你带过去。若是不走，我就不急着做呀。东西做好，放久了，吃起来就不新鲜了。卓萧一无奈看着卓君明笑道：“哼，这才差不多，目前不走了，休息一段时间再说。妹妹都回来了，还走啥？哪也不想去。”卓君明早上又吃撑了，躺在沙发上不想动，一边拿着手机跟经纪人聊天，一边时不时的看向厨房里给自己做糕点的妹妹。美好生活节目组的导演又来电话了，你要不要考虑一下，稍微接点地气？经纪人，他怎么没完没了了，都拒绝3、4次了。卓君明皱眉，其实我还是挺希望你去参加的，你不是想演戏吗？可以趁这个机会转型，方便你日后发展。良久，经纪人发来信息，素人方面你不用考虑，可以带公司还没露面的新人，就说是你堂表弟。经纪人接着又发道：呵呵哒，崔哥，我知道那个导演是你很好的朋友，我倒是想看在你的面子上参加一期，但是他太贪心，要包我整季。卓君明看到上面的那条信息，翻了翻白眼，他好像就只提过一句说想尝试一下演戏之路吧。又看到经纪人后面发来的信息，让卓君明回想起美好生活的初稿，好像是2个明星各自带一个素人亲戚直播生活类的节目。卓君明看了看厨房里的卓萧一，桃花微弯，堂表弟是啥玩意儿？亲妹妹不香吗？云城经纪人崔哥本来在办公室里喝着茶，看到自家艺人发的最后一句话，直接喷了出来。这傻 X 知道自己发了一些什么吗？但看到下一条信息，也顾不得对这个祖宗了。你把这个节目的详细介绍给我看看，我考虑一下。叮咚，卓君明手机蹦出一条通知，显示他有一份邮件查收。哼，老狐狸，
卓君明心里吐槽不已，于是慢吞吞地打开邮件，看了一会，点了点头，关上手机。哼，你过来一下，我有事跟你说。卓君明瞄了厨房里的卓萧一眼，一本正经地说道。半天没反应，卓君明发现卓萧一没动静，还在做他的糕点。喂，叫你过来呢。卓君明又大声朝厨房喊道。二哥是在跟我说话吗？卓萧一擦了擦手走过来。这里除了你还有别人吗？卓家二老吃完早饭就去农场那边溜达去了，所以屋里就只有兄妹二人在，不然看到卓君明用这样的态度对妹妹，估计又得挨训。我刚才看到二哥好像在跟人聊天，我以为你在打电话呢。卓萧一在沙发上坐下，笑道。卓君明想到刚才自己的呼唤，心里默：二哥，什么事啊？卓萧一给自己倒了杯果茶，喝了口，才问道。我打算参加个综艺节目，节目里要求明星要带一个素人参加，而这个素人还只能是自己同辈的亲人，你要不要参加？卓君明一脸你快说你想参加啊，看得卓萧一直觉好笑。二哥，你想我参加吗？卓萧一不答反问，想逗逗这个有趣的二哥，就问你想不想参加一个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跟我朝夕相处的机会，想还是不想？卓君明瞪着桃花眼看着卓萧一，你敢说不想试试？想啊，这样天天可以看到二哥了。卓萧一手掌托着下巴笑着说道。哼，那行吧，家里人好像就你闲着，就你了吧。卓君明好像施舍般看着卓萧一，然后站起来准备回楼上给经纪人打电话。噗嗤，卓萧一憋不住了，笑出来声。卓君明蓦然转头看向卓萧一问道。你笑什么？没什么，就是发现二哥你很可爱。卓萧一笑着说完就往厨房跑去，留下卓君明一个人站在楼梯口，面色涨红，羞愤地往楼上跑去。砰！房门被卓君明用力甩上，臭丫头，一点都不可爱。卓君明拿着手机拨通经纪人的电话。崔哥，叫那个导演拟合同吧。好，我这就给他打电话。素人的话就不用公司的新人了。崔哥本来要挂断，听到这话有些疑惑。不用公司的新人，那你有合适的人选？我妹妹。卓君明嘴角高高弯起。你妹妹回来了？崔哥惊呼出声。呵呵，她回来了。此时的卓君明桃花眼有些湿润，却笑得很开心，很开心。卓君明高中时期就出道了，那时候才15岁左右。自出道起，他的经纪人就一直是崔哥。当初崔哥问他，家里那么有钱，为什么还要选择当明星？是因为喜欢唱歌吗？那时候的少年有些忧郁，有些难过，有些怀念。那时候的他是怎么说来着？学校楼顶上，少年迎风而战，他看着远处最高建筑的显示屏上的明星海报，指着他。我想站在那最高处，我想让我的海报贴满世界各地，让妹妹不管走到哪都能看到我，这样我就可以作为妹妹回家的指路人。第33章，马甲疑似被扒。军区总医院，院长，楚爷来了，在您的办公室等着。周浩敏刚出手术室，他的助理就走上前说道。我知道了。周浩敏摘口罩的动作顿了一下，看了眼助理。剩下的事情交给你们处理。周浩敏对着跟在后面出来的医生说道，然后向办公室走去，助理马上跟了上去。院长办公室里，楚墨年坐在待客的沙发上，手里捧着一杯咖啡，看着窗外，目光悠远。听到脚步声，他放下手里的咖啡。办公室门这时被推开，周浩敏一走进来就看到了沙发上尊贵非凡的男人。楚少，这次来是有什么事吗？有点事，想找周院长解解惑。楚墨年目光深沉地看着周浩敏。楚少，想问什么？请直说。周浩敏没有去直视楚墨年的眼睛，而是坐下给自己倒了一杯白开水。卓老爷子出事那天的手术是周院长亲自执刀的吗？楚墨年看到周院长神色微正。不是。周浩敏笑道，这位爷的观察力还真是敏锐啊。楚墨年心下了然，果然如此。其实这几天我一直有在联系老师，想跟他说这件事，但是始终联系不上老师。楚少，或许卓家那丫头真的可以治好你。周院长凝眉喝了口水。聂老最近又进实验室了，所以你联系不上很正常，这事先不急着找聂老，我自己会去找他。楚墨年说道。也行吧。周浩敏那天就看得出来楚少跟卓家人很熟。楚墨年走出军区总医院，楚矿便开着车到了门口。楚墨年上车后对楚矿说道，去老宅看爷爷。是。楚家老宅。你怎么现在过来了？公司不忙了？楚老爷子一个人在摆弄着棋子，看着走进来的楚墨年，又看了一眼时间，还不到中午。楚墨年把外套递给佣人，缓步走到楚老爷子对面坐下，姿态松散，神情慵懒。来看看爷爷。楚墨年接过佣人端上来的咖啡，抿了一口。昨天不是来过了吗？
楚老爷子不动声色地将棋子一颗颗收好，放入棋篓里。最近身体怎么样？老样子。楚墨年看着桌上的围棋，他抬眸看向自己的爷爷，笑道：“爷爷不是挺稀罕那和田棋盘吗？怎么不去找卓老下棋？他不是受伤了吗？这时候哪能去打扰他养伤？”楚老爷子不以为意说道：“已经好的差不多了。”这么快？楚老爷子惊讶地看向楚墨年：“啊，臭小子，我就知道你没这么勤快，真喜欢上了。”楚老爷子看着楚墨年的神情，笑问：“有些事情可能还需要仰仗爷爷帮忙。”楚墨年薄唇轻勾，眸色幽深：“哼，行了，为了我的曾孙，走吧。”楚老爷子心里吐槽：金陵人人惧畏的楚阎罗，碰到喜欢的女孩子怎么这么没用？车上，楚老爷子看着这路线，疑惑地看着开车的楚况问道：“楚况，你这是去哪？”“老爷子，您可能不知道，卓小姐带卓家二老去京郊的一处农场养伤了。”楚况回头看了楚老爷子一眼，欲言又止。哦。楚老爷子并没有注意到楚况的不对劲。2个小时后，楚老爷子看着越来越有些熟悉的路，坐直身子看向车外。这不是。楚老爷子蓦然转头看向楚墨年。楚墨年神情淡淡应道：“你小子好好说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楚老爷子有些气急。前几天宋卓家小二少过来的时候也才知道。楚墨年还是不咸不淡的回道：“那这是谁的？”楚老爷子想问这个农场是属于卓家哪个人的产业？他名下。楚墨年垂头，楚老爷子看不清他神色，但也知道楚墨年说的他是谁。那他是？楚老爷子有些不太相信。好像是吧。楚墨年眼眸微眯，抬头浅笑看向窗外。哼，这小丫头的本事了得呀，算起来已经3番2次和楚家抢东西了。楚老爷子有些嫌弃地看着楚墨年，追人追不上，抢东西抢不过，要你何用？楚墨年似乎看懂了爷爷眼里的意思，有些无奈地摸了摸鼻子。5年前，老爷子经过这个农场时，一眼就喜欢上了这里，想把它买下来作为日后养老的场所。但是这里的主人不肯卖，甚至以性命威胁说，若是想抢走他的家，他就一头撞死在门前。老爷子虽然很喜欢这个农场，但也做不出不顾他人性命强买强卖的事情来。楚老爷子也有些遗憾。楚墨年知道这件事情后，想来跟那老人谈谈，但老人似乎对农场有很深的执念一般，楚墨年也没成功，所以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直到2年前，楚墨年去国外出差，再次碰到那个老人，才得知他们全家已经移民到国外。楚墨年又打起了那个农场的主意，却被告知农场已经被当作报酬送给了老人的救命恩人。当楚墨年问起他救命恩人信息时，他们却死活都不肯透露。楚墨年察觉到他们对那人的身份讳莫如深，觉得事情有点不太寻常。楚墨年命人去查这件事的始末，发现老人得的是癌症，并且被治愈，而救他的人很有可能是自己找了好久的神医武。于是他派人一直盯着这个农场，可是2年来没有任何消息，逐渐的也就撤掉了盯梢的人。直到前几天宋卓家小二少来到这里，楚墨年和楚况无法形容当时惊愕的心情。一直以为小丫头带着卓家二老在京郊的某个农庄养伤，却怎么也没联想到会是这里。楚墨年那刻突然想到，在军区总医院里，小丫头那么执着的想进手术室。想到出手术室后，那群医生出来后，时不时看向小丫头那不对劲的眼神。想到明明卓老比赵老爷子伤得更重，却比他好得那么快。那天的楚墨年想着这些，看着车外的少女，一时愣了神，迟迟没有下车。还是楚况出声提醒了他，才收敛了心神。到了晚饭的时候，餐桌上出现的2、3道带着淡淡中药味的药膳，仿佛更加验证了他的想法。那天晚上回到住处，楚墨年立马让楚况去查，但小丫头似乎藏得很深。楚况这几天不管从哪入手查，一点关于他的踪迹都没有。他这18年完全一片空白，就连他前段时间回来，金陵机场内连他的航班记录都没有。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他突然要去找周院长的原因。第34章西红柿鸡蛋面。车子到达农场，楚老爷子下车，看着眼前有些熟悉的环境，心里不禁对卓老头产生了羡慕。可当他看到前段时间还重伤卧床的人，现在面色红润的站在他面前，心里更是嫉妒不已。看楚墨年的眼神也越发嫌弃了。好的挺快啊，要不是墨年说，我还不信呢。你这是干嘛去啊？楚老爷子看着卓老爷子拿着一个水桶站在门口。可能是我福大命大吧。卓老爷子笑呵呵地说道，又摇了摇手里的水桶。要不要去钓鱼啊？晚上当给你们加餐。钓什么鱼？楚老爷子看到卓萧一走了出来，又看了身边的楚墨年一眼，话锋一转，让小丫头和墨年去掉，我一是来看看你，二是冲你的和田棋盘来的。走，既然精神这么好，陪我杀几局。啊，我看你就是冲和田棋盘来的。卓老爷子无语地翻了翻白眼。
不过他好像也有好长时间没下棋了。嘿，你这老头真无趣。你不知道现在有句话叫看破不说破吗？楚老爷子说着，拿过卓老爷子手上的水桶递给楚墨年，然后看也不看其他人，推着卓老爷子进屋去。哎，你急什么？卓老爷子有些哭笑不得。卓萧一看着楚墨年，想到那天晚上送他出门时候的情景，勾唇浅笑。你们吃饭了吗？楚墨年抬手看了看表，心里苦笑，为了着急见他，都忘记时间了。没有，我们留着肚子过来的。楚墨年看卓萧一挑眉，接着说道。冬天不适宜吃凉拌。扑哧，卓萧一轻笑说声。那天晚上吃完饭，他送他出门，临上车时，楚墨年突然叹气，惹得卓萧一诧异看着他。你把我体内隐藏的馋虫唤醒了，日后再馋你做的吃食怎么办？楚墨年就那样静静地看着月光下银白的少女。卓萧一额头黑线滑落，随即挑唇邪笑，回了他2个字：凉拌。然后特无情地转身回了屋。下划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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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吧，给你们先做点吃的，再去钓鱼。楚墨年薄唇勾起，眸瞳底含了一抹不轻易流露的温柔。你们想吃什么？卓萧一看向楚墨年和他身后的楚况。中午简单点煮个面就好，晚上不是有大餐吗？楚墨年提了提手上的水桶说道。老爷子吃吗？卓萧一皱眉，想到已经进去的楚老爷子。我爷爷以前在北方待过，他喜欢面食，你煮的，我相信他会更喜欢。楚墨年脸上露出狡猾的神色，挑起长长的睫毛眨眼。卓萧一仿佛看懂了他眼里隐藏的意思，撇过头，没有直视他。谢谢，我就当你夸我厨艺了。卓萧一准备给3人做西红柿鸡蛋面。卓萧一在西红柿上面划一个十字，然后用开水烫一烫，过了1分钟，西红柿的外皮就很容易的剥了下来，然后就把西红柿切成小块，放在一边备用。他又磕了4个鸡蛋在碗里，把鸡蛋搅拌均匀，打成金黄的鸡蛋液，等油烧好，把鸡蛋液加进去，翻炒到鸡蛋成型，就盛了出来。他再烧了一些油，把西红柿炒一炒，看到西红柿开始出汤了，就加入适量的清水，同时再加几片姜片进去，煮了3分钟时间，把面条加进去，再煮上1分钟。面条吸收含有西红柿味道的汤汁，不但变软了，而且还会有着西红柿的味道。1分钟以后，把炒好的鸡蛋加进来，再煮上1分钟，放入适量的生抽，加了一些青菜进去，调节一下味道和颜色。青菜是比较容易熟的，过上1分钟就可以放一些食盐，搅拌均匀就可以出锅了。做出来的西红柿鸡蛋面看着非常美味可口，营养也比较全面。西红柿略微带一点酸味，吃起来非常的开胃。鸡蛋配上西红柿之后，吃起来也是非常香。面条吸收了这些味道，口感还十分爽滑。楚墨年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少女卓越的身姿在厨房内穿梭，举手投足之间的优雅灵动，如梦如画般的场面是那么美好又温馨。坐在沙发上和卓老爷子聊天的楚老爷子，以及喝着茶的楚况，被厨房里传来的香味吸引。楚况咽了咽口水，卓小姐随便一出手都是美味。这时楚老爷子端着茶杯喝了口茶，掩饰着自己吞咽的动作。嘿嘿，我家萧一在给你们做吃的。卓老爷子一副炫耀的嘴脸，看得楚老爷子有些牙疼。病人不能多食，既然你已经吃过了，那你在这坐着，我去尝尝那小丫头亲自给我做的面。楚老爷子说着，站起来往厨房那边走去。楚况看着卓老爷子黑下来的脸，默默地站起身，朝他弯弯腰，也往厨房那边去了。他们吃完面，当楚况把碗送到厨房的时候，卓萧一看着那干净光洁的餐碗，有些好笑，弄得楚况有些不好意思的直挠头。楚老爷子都打起了饱嗝，但他绝不承认自己贪吃撑了，一本正经地拉着卓老爷子去下棋。而楚况得了楚墨年和卓萧一的允许，自己一个人到农场随意溜达去了。楚墨年和卓萧一就按照之前的约定去了湖边钓鱼。俩人把东西熟练地备好，挂饵、放竿、甩钩，再固定好鱼竿，然后就静静地坐在凳子上等待鱼上钩。怎么没看到你二哥？楚墨年看向身边安静的少女，他好像出去签个什么合同了，说会赶回来吃晚饭的。少女轻笑道：你认识神医吴吗？楚墨年蓦然转开话锋。卓萧一收敛了笑意，眸光深深看向楚墨年。你怎么会认为我认识？楚墨年看向波光粼粼的湖面。你可能不知道，这个农场之前爷爷看中了，想买下来，但这里的主人不肯卖。楚墨年语气淡淡，前2年去国外碰到那老人，知道他们家移民了，我又想买，但人家却说已经送给救命恩人了，但又不说是谁，于是我就查了一下。楚墨年说到这里，卓萧一也差不多懂了，原来是这处农场让自己暴露了吗？其实就算撇开这些不谈，卓老现在的状况就已经很说明事情了，不是吗？卓萧一疑惑，才半个多月的时间，赵老爷子只是腹部中枪，现在还躺在医院里，而卓老
楚墨年目光幽深地看着身边垂首的少女，卓萧一垂首，令人看不清神色。原来自己有这么多地方暴露了。所以你是他徒弟吗？良久，磁性的声音再次响起，但内容让少女有些怔住。所以他以为自己是神医无的徒弟。是了，毕竟自己目前才18岁，说他是神医无，呵，谁信？第35章，蓄谋已久。一望无际的湖面明亮如镜，寒风吹拂蔚蓝色的湖面，荡起微微的涟漪，风儿携着朵朵细浪跃到湖面上，风景是那么的美好怡然。可这个风景怡然，暖阳高挂的天气里，也阻挡不了卓萧一蔓延到心尖上的寒，冷得他心脏抽疼。卓萧一抬起头，笑意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脸的清冷疏离。你找他是为了你身上的寒毒？楚墨年看着卓萧一清冷疏离的神色，眉宇皱起，他不喜欢卓萧一用这样的态度对自己。你什么时候知道的？楚墨年有些惊讶。第一次见面，卓家花园。卓萧一冷笑的视线下一看向楚墨年的手腕，楚墨年察觉到卓萧一的目光，低头看向自己手腕上的表，才记起那次他突然抓住自己手腕的场景。呵，狡猾的小狐狸。我找他就是为了身上的寒毒，所以你猜到我的身份后，三番两次设计接近我，是想从我身上知道神医无的下落。卓萧一眸光寒凉，声音微冷。看到楚墨年眉头紧皱，卓萧一声音变得嘲讽起来。你观察力那么强，应该也看出来了吧？我很在乎我的家人，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稍有不对劲，我都会关注一下。楚矿弄坏我二哥车子的视频，现在还在我的电脑里。你可能还不知道吧？车子前2天才在 4S 店维护过。我二哥天真的认为是 4S 店的人没维护好，但我可没他那么单纯。其实你不用这么费尽心思，你知道我的身份后，完全可以找我大哥。看在他的面子上，我也是会给你治疗的。卓萧一看着楚墨年，脸色越来越阴沉，以为是自己拆穿他后而生气了，嘲讽的轻笑出声：是，不过就算被发现也没关系，我还是会给你治疗，毕竟你是我大哥的朋友不是吗？我可不想大哥为你而伤心，但是治好之后，除了大哥之外，离卓家其他人远点。说完，卓萧一站起身，看着平静的湖面，心里莫名涌上了一股难过、失望、低落、想流泪的情绪。他转身想回去，再也没有了钓鱼的兴趣，只想快点离开这个地方。可刚刚踏出一步，手腕被一只冰凉的大手握住。卓萧一收敛好脸上的情绪，神色清冷的转身，想甩掉手腕上的大掌，可越挣扎，楚墨年握得越紧，手腕上还隐隐传来了痛意。当卓萧一准备朝楚墨年动手时，楚墨年似乎提前一步知道了他的意图，迅速握住他的另一只手，反扣到卓萧一身后。卓萧一整个人就被楚墨年困在了怀里。你怎么就知道一定是别有居心，而不是蓄谋已久？低沉的声音阻止了卓萧一准备攻击的腿。卓萧一神色阴冷，声音刺骨：什么意思？看来还没认出我呀。楚墨年的话让卓萧一神情微滞，疑惑不解的抬头看向楚墨年。你认为的第一次见面在卓家，可我却记得很清楚，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4年前的万毒森林。卓萧一听到楚墨年的话，思绪飘远，依稀想起4年前，想起万毒森林，想起有个满身是血的男人朝自己到来。我找了你4年，想了你4年，卓家花园时也一眼认出了你，可你却完全忘了我是谁。对，我是别有居心，但谁让我想见的那个人整天待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连偶遇的机会都不给我。我不使点手段，何年何月才能再次见到他？我又是弄伤自己的手，又是破坏卓君明的车子，又是拉着年迈的爷爷上门探病，就是为了多看他一眼。小丫头，你说说，我容易吗？楚墨年声音透着苦恼，也有无奈，俊朗的面容有些许伤感，眼神还流露着丝丝的委屈。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楚墨年，让卓萧一心神微颤，甚至产生了些心虚，让他不敢直视他的眼睛。若我真的是为了利用你接近你师父，那我大可不必现在问你认不认识神医无。我是别有居心，而且已经蓄谋已久，但那都是对你，也只为了你。只是你恰好又认识我在找的另一个人而已。楚墨年的头埋进卓萧一的脖颈间，声音带着暗哑，低低如摩擦在地面的细沙石，令人心间酥痒。卓萧一此时心绪很乱，难道自己真的误会他了吗？我找一个女孩子找了4年，这件事你大哥也知道，若是你不信，可以问他。这也是为什么楚墨年对卓萧一比较特别，而卓俊林不会多想的原因，因为卓俊林知道他早已心有所属。哼，说起来做人有点失败啊，这么多年来神医武找不到，帮俊林找妹妹也找不到，连你也找不到。楚墨年有些自嘲地说道。他抿了抿唇角，随即唇边漾出一抹浅笑，深不见底的瞳仁中融着一束浅浅的温情。只是我找的3个人中有2个是同一个人，这是我没想到的。
好在你出现了，同时俊林找到了妹妹，而我也找到了你。楚墨年侧头看了他一眼，漆黑如深潭的眼底对上他的视线。不管你相不相信，我对你没有恶意，也没有利用，只想找到当年那个和我相依为命了2天的女孩，好好守护爱护她而已。我相信你。卓萧一小声的嘀咕。楚墨年听到站直身体，低头看着他，那双深邃莫测的瞳眸噙着些微的光华，竟比往日还要深沉些许。你先放开我。卓萧一被他看得有些紧张。不放。楚墨年眸含秋水，深深望着他，唇角轻轻抿开一抹笑纹。卓萧一也完全想起了4年前的初遇，鬼使神差的手轻轻附上楚墨年的肩部，然后慢慢滑向腹部，肩上应该有一个很深的狼牙印记，腹部也有一道很长的刀疤，一直留着呢，想看，但是现在环境不适合，等回去了再给你看好不好？楚墨年薄唇邪魅勾起，眸光闪过一丝奇异的光彩。卓萧一瞪了楚墨年一眼，薄嗔浅怒，眸光流转，自有一种动人。第36章万毒森林。4年前，因为自己的不听话，那人一气之下将自己迷晕，丢进了万毒森林最深处。醒来后，他只身一人，手无寸铁的在万毒森林走了10多天。这10多天，时而急于奔跑逃命，时而与野兽相搏，早已是满身血污，狼狈不堪。就在精疲力竭之际，他又被狼群围攻了。他那刻想过，就那样吧，真的太累了，就这样解脱吧。又想到家里的亲人都在找自己，等着自己回去团聚，心里又是那么的不甘。于是他又打起精神，与狼群搏斗厮杀。狼群逐渐变少，自己的体力也快达到了临界点。他心里无比绝望，泪水划过脸颊，看着面前仅存的恶狼，目光突然变得很厉。那我们就一起下地狱吧。当他与其中一头恶狼搏斗间，其他恶狼向他扑了过来。他闭上眼睛，等待着被恶狼撕咬的疼痛，等待着自己即将被恶狼撕裂分食的瞬间。可是千钧一发之际，一道高大矫健的身影冲了过来，一脚踢开一只恶狼，同时手里的匕首划向另一只恶狼的脖子。余光眼见着他要被压在他身上的恶狼咬到脖子时，那人精准地甩出匕首，匕首直入他身上那头恶狼的脖子。卓萧一身上的力气顿时一松，有些无力地推开身上断了气的恶狼，力气仿佛被抽空般躺在地上起不来。却见那个身影有些踉跄地踢开围攻他的其他恶狼，朝他跑来，扑到他身上，用他那宽阔的肩膀替他挡下了那恶狠狠的一口。男人眉峰拧起，眸光暗沉如夜，肩上的鲜血滴落在他的面颊上，温热的血液惊醒了呆滞的卓萧一。卓萧一瞳孔放大，眸光深寒，杀意刺骨。不知是哪来的力气，拔下身侧已死恶狼脖子上的匕首，朝男人肩头上的恶狼眼睛刺去。男人附上他的手握紧，拔出带着狼血的匕首，手肘一个用力，撞开身上的恶狼，从他手里拿过匕首，快速解决了剩下的2头狼。男子脚步有些不稳地来到他身边，那时他才看清，男人腹部有道很长很狰狞的伤口，正往外淌着鲜血。他缓慢地在他身边蹲下，可还未开口，就直直地朝他倒了下来。他怎么会把他忘记了呢？他不该把他忘记的。这是在那10几年里唯一一个挽救了他的生命，给过他温暖的人。他说过要记得他的呀，从什么时候起把他忘记了呢？卓萧一用如流光闪耀的青眸，有些自责又有些歉疚地望着楚墨年，只要望入人心一般。对不起。楚墨年轻笑，黑眸直视着卓萧一。你这是为刚才误会我而道歉，还是为当初抛下我一个人走了而道歉？卓萧一想说都有，但是楚墨年也看出了他的意思，并未等他开口，楚墨年继续说道：小丫头，可我要的并不是你的道歉。卓萧一垂下头，躲闪着楚墨年眼里溢满的深情，他的脑子现在有些懵。楚墨年有些低落，心里叹气，算了，不能把这丫头逼得太紧。你的鱼竿动了，再不提上来，大餐就跑了。卓萧一正准备开口之际，男人温热的呼吸喷洒在他的耳边。卓萧一耳尖微红，有些错愕的抬头，就对上了楚墨年邪魅的笑颜。卓萧一感觉脸颊有些发烫，一把推开楚墨年，往鱼竿方向走去。提起鱼竿，是一条足足4、5斤重的鲤鱼。楚墨年含笑走了过来，拿起一边的网兜，接住不断挣扎的鲤鱼。喜欢吃糖醋鲤鱼吗？卓萧一看着这么大的一条鲤鱼，抬头问道。你做的都喜欢。这人真是。卓萧一本来还想问他喜欢其他什么菜的，现在觉得也不用问了。这条鱼够我们晚上吃了，回去吧，我回去准备一下其他食材。卓萧一看着时间也差不多3、4点了，而且他发现现在一个人面对楚墨年有些尴尬，就提出回去。晚上打算做什么大餐呢？楚墨年也看出了他的不自在，就转开了话题。楚爷爷有什么忌口的吗？
卓萧一边收拾着东西边问道：“少辣就行。”楚墨年想了想说道：“那好，回去看看再说。”卓萧一收拾好东西，看着楚墨年：“可以，我帮你打下手吧。”楚墨年也收拾好了，接过他手上有些重的水桶，说道。卓萧一挑眉，侧头看向楚墨年，有些意外的说道：“你还会做饭？简单的会一点，没你做的好吃，洗菜切菜还是能做的。”楚墨年笑道：“那回去吧，吃完饭我给你把把脉。”卓萧一似乎想到了什么，蹙眉看向楚墨年：“这事不急，走吧，先回去。”楚墨年语气悠悠说道：“怎么不急了？这毒越拖，治疗起来越危险。”卓萧一停下脚步，语气微怒，似乎生气他不把自己的生命当一回事。楚墨年也停下脚步，转身看着生气的少女，有些好笑：“谁让你刚才为了这事误会我的？我现在有了心理阴影，怕你又误会我是为了治病才跟你说那些话。”卓萧一表情微滞，随后挠挠脸颊，面无表情的朝前走去。“哼，臭男人，怎么还提这事？”楚墨年看着前面脚步匆匆的少女，噗呲笑出了声，然后追了上去。二人回到家的时候，两个老爷子还在下棋，厮杀的正酣。楚况也回来了，坐在两位老爷子身边观棋。而下午去农场花农那请教种花技巧的卓老夫人也回来了，正坐在沙发上喝着茶。楚墨年和卓萧一进门，楚况看见他们回来，朝二人点点头。囡囡和墨年回来了，他含笑站起来，走到俩人身边，看到楚墨年水桶里的鱼，惊讶道：“哟，好大的鲤鱼呀！”“卓奶奶好，这是小一钓的。”楚墨年含笑道：“我家囡囡就是厉害。”卓老夫人有些骄傲地说道：“奶奶，我先把鱼拿去处理一下。”卓萧一收敛好心情，浅笑道：“我来帮忙。”卓奶奶知道有客人在，估计晚上又要烧一大桌菜，撸起袖子准备帮孙女一起做。卓奶奶不用了，你去休息吧，我来给小姨打下手。楚墨年阻止了卓老夫人进厨房的动作。哪能让客人进厨房？卓老夫人皱眉：“卓奶奶，我这是准备跟小姨学习做菜呢，到时候学会了做给我媳妇吃。”楚墨年扶额，随即笑道，眼睛偷偷瞥向卓萧一。卓萧一听到楚墨年的话，脚步微顿，脸颊有些红润。“你有女朋友了？”卓老夫人惊讶地看向楚墨年：“没听说啊，有喜欢的人了，暂时还不是女朋友。”楚墨年邪魅勾唇，眼眸流光划过：“好好，这事干得比俊林有出息。卓奶奶祝你早日抱得美人归。去吧，跟小姨好好学。”卓奶奶诧异完，还不忘嫌弃自己的孙子一把。楚墨年来到厨房，无意间与卓萧一对视上，他熟悉的青红美眸，睫语轻颤，而他眸光深幽，笑意分明。第37章人形冰棍。5、6点钟，差不多到了晚饭时间。在卓萧一和楚墨年的默契配合下，一大桌色香味俱全的精美菜肴完成，有醉排骨、碧春虾仁、樱桃肉、荔枝肉、绍兴醉鸡、糖醋鲤鱼，整整一桌荤素搭配均衡。卓萧一还另外做了几道适合大家的药膳。卓君明也正好赶在了饭点回来，一进门谁都看不见，就直接往餐厅跑去，于是又被卓老爷子训了一顿。卓家二老的饭量目前都由卓萧一掌控着，不准他们多吃，因为那样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楚老爷子吃饭期间似乎有些放飞自我，还是楚墨年不准他再动筷子才停下。卓萧一和楚墨年的控制力本来就很强，且不是什么贪食之人，吃饱即可。而卓君明和楚况两个成年人却肆意得很，看得三个老人羡慕不已。吃完饭，卓君明上楼处理工作去了，而其他人坐在客厅沙发上聊着天，喝着茶。楚老爷子眼神微闪，看了卓萧一眼，放下茶杯。其实今天来还有一件事情想找卓丫头帮帮忙。卓萧一放下茶杯，看向楚老爷子，有些猜到楚老爷子要说什么。哦，找我家萧一什么事啊？卓老爷子看楚老爷子面色有些凝重的样子，疑惑问道。楚老爷子环视了一周，看周围除了他们几个也没有其他外人，犹豫了一会，还是开口道：“想卓丫头帮我联系一下他师傅神医无。”他师傅神医无？卓老爷子脸色有些古怪，看向卓萧一。卓萧一没说话，只是不动声色地端起茶杯喝了口茶，想着要不要解释一下，其实他就是。你找神医干嘛？难道你……卓老爷子上下打量了楚老爷子一眼。不是我，是莫年。楚老爷子看到卓老爷子打量的目光，解释道：“莫年。”卓家二老惊呼，蓦然看向楚莫年。可楚莫年好好的坐在沙发上，一点都不像需要神医的样子，难道是那方面有问题？卓家二老神情瞬间变得有点古怪。楚莫年看到卓家二老神情，知道他们想歪了，额头黑线滑落，有些无语又无奈的看向卓萧一。卓萧一显然也看懂了他们的神色，见楚莫年看过来，有些憋笑的扭过头去，不去理会他。楚老爷子也知道他们误会了，于是继续说道：“
哎，你们也知道，楚家之前是个什么情况？末年他10岁那年被那群人下了寒毒，常年身体寒凉不说，每个月寒毒发作，更是痛苦不堪。幸好有聂老在帮他控制着病情，到现在已经有10几年了，各种可能都尝试过，但是始终找不到解毒的办法。前几年突然出现了一个神医吴，听说就没有他治不好的病。虽然不知道真假，但这也让我看到了一丝希望。可我们动用了所有势力去找，每次听说有人被吴治好后，我们的人都会赶过去，却只看到被治好的病人，而无一点踪迹都没有。卓家二老听完楚老爷子的话，有些恍然，看着楚末年，有些心疼这孩子，跟他们家囡囡一样，自小命运多舛呀。真没想到还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你们也是瞒得紧。哼，有什么办法？若是不瞒着，你觉得楚家还能有如今的平静？楚老爷子面色阴沉，冷笑道。众人沉默。你又怎么知道萧逸是神医吴的徒弟？卓老爷子看着楚老爷子问道。楚老爷子环视了房子一圈，喝了口茶，笑道：哼，这个农场呀，我很早之前就看上了，但是这里之前的主人不肯卖。后来末年去国外出差，又见到了那个老头，他说他全家移民了，而这里被他当作报酬送给了他的救命恩人。末年跟我提了这事，我就想从他救命恩人手里买过来，但那老头死活不说他救命恩人是谁。于是我叫末年去查一下，却惊讶地发现那老头得的是癌症晚期，而他救命恩人的信息也一丝都查不到。这熟悉的过程，我们就猜测他的救命恩人很有可能就是神医吴。楚老爷子又看了一眼安静喝茶的卓萧一，只是我万万没想到搬进来的竟然是你这丫头，而且你这老头的伤是不是好的有点太快了？人家赵老头还在医院躺着呢，所以我们大胆猜测这丫头可能是神医吴的徒弟。楚老爷子先是看了卓萧一眼，然后挑眉看向卓老爷子。卓老爷子神色微正，他那天出院后去看了赵老头一眼，但是他睡着了，后来知道他没事，也就没有过多关注外面的一些事情。他看了一眼自己的胸口，是啊，胸口中枪，危及心脏，还加上重度脑震荡，哪有像他这样不到1个月时间就能好到这种程度的？卓丫头，你愿意帮这个忙吗？楚老爷子一脸期待着看着卓萧一。卓萧一有些无奈，既然是大胆猜测，为什么不再大胆一点呢？还未等他开口，楚末年就出声了：爷爷，不用找神医了，我这个寒毒小医就能治。真的？楚老爷子有些不敢相信。楚末年轻笑的点点头，我之前跟楚少说过，吃完饭我给他把脉。卓萧一并没有看楚末年，而是看向楚老爷子说道：那快，臭小子，还愣着干嘛？楚老爷子激动地催促楚末年赶紧让卓萧一看看。卓萧一微愣，好笑地看着楚老爷子：楚爷爷就这么相信我？哼，为什么不呢？你是神医的徒弟，就算你治不好，不是还有你师傅吗？楚老爷子笑道。卓萧一无语，感情还不是相信自己啊？这样说也不对。楚末年本来就坐在卓萧一边上，他撸起袖子，把手递了过去。卓萧一看着面前那骨节分明的手，有些服气地看向楚末年：你不是不急吗？楚末年低头浅笑，真是记仇的小丫头。卓萧一把手搭在楚末年的脉搏上，众人屏住呼吸。良久，卓萧一放开楚末年的手，蹙起眉头，眸光寒凉，没有说话。丫头，怎么样？楚老爷子有些着急。哼，毒素存在时间太长了，楚少应该也感觉到现在发作时的痛苦剧增了吧？而且是不是从那之后，每次痛的晕厥过去，要很久才能醒过来？卓萧一冷笑看了楚末年一眼，又看向楚况。上次只是简单的摸了一下脉，没察觉到这些，没想到已经严重到这种地步了。众人看着楚末年，见他没有说话，又看向楚况。楚况一直跟在楚末年身边，他应该清楚。是的，爷上次发作之后晕厥了3天才醒过来。楚况看了楚末年一眼，又见楚老爷子瞪着自己，低声说道：砰！楚老爷子手里的茶杯落下。丫头，这……卓萧一眸光寒凉，环视众人一圈，最后落在楚末年身上，嗤笑出声：那真是庆幸，但不是每次都这么好运的，说不定下次等你们发现的时候，可能就是个人形冰棍了。什么？楚老爷子呼吸急促，气息有些不稳。不要吓他，年纪大了不惊吓。楚末年知道卓萧一可能生气了，扶额有些无奈地看着他：你觉得我是在故意吓唬楚爷爷？刚才是谁说不急的？卓萧一脸上带了少见的怒容。我不是。楚末年话还没说完，楚老爷子拿起一个茶杯砸向楚末年，怒吼道：你闭嘴！卓萧一反应迅速的一把抓住飞向楚末年额头的茶杯，眸光寒凉的看向楚老爷子。第38章登堂入室。客厅内气氛凝滞，
众人没想到楚末年的病情会严重到如此地步，说不定哪天就……更没想到楚老爷子会暴怒至此。不过在场的人想了想，也觉得情有可原。毕竟楚老爷子现在就楚末年这么一个孙子，这种事瞒着他，若是哪天突然去了，那让楚老爷子如何能承受？楚老爷子突然被卓萧一这种眼神看得有些愣住，随后又看向他身边的楚末年，心里突然有种这丫头是在护短的感觉。可楚末年看着卓萧一这护短的模样，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但还是得提醒一下他。卓萧一缓过神，见众人都看着他，他面无表情地放下茶杯。他是个病患，楚爷爷还是得悠着点，不用这么生气，死不了，还有的救。楚老爷子和旁边不敢吭声的楚况顿时都欣喜地看着卓萧一。卓家二老听到这话也是松了口气，有的救就好。卓丫头，谢谢你。你需要什么药材，或是需要准备些什么，只管说，我马上让人去准备。楚老爷子眼眶湿润，看着卓萧一，身体常年体寒，有些损了底子，我会开一些药膳方子给你们，回去做给他吃，先调理一下，不然这副身体完全承受不住后面的针灸和解药。卓萧一皱眉说道。另外，天山雪莲、铁皮石斛、钟楼这几味药材你们留意一下。卓萧一报了6、7种稀有的药名出来。好好。楚老爷子有些激动。楚末年抹撒了一下手指，眸中流光闪耀，浅笑抬头看向卓家二老。卓爷爷，卓奶奶，我能不能在农场借住一段时间？卓萧一听到楚末年的话，蓦然转头看向他，眼皮微跳。卓家二老也是没想到楚末年会有这样的要求，有些许惊讶。我治疗期间住在这里，一来方便小一随时观察我的病况，也省得小一来回折腾；二来这里也很隐秘，并不会有人知道我的事情。楚末年说完，还给自己的爷爷使了个眼色。其实我也想麻烦你们，郊区离城里路程有点远了，而且这小子的身体，我还真怕他哪天寒毒突然发作，一觉就醒不过来了。若是能住在你们这里，毕竟有卓丫头在，我倒是可以放心不少。楚老爷子垂头抹了一把眼睛。卓萧一的不同意被哽在喉咙里，有些服气的看着这爷孙俩人一唱一和的。卓家二老刚开始听到楚末年的话，觉得让他住进来有些不合适，家里毕竟有个女孩子，但是又听到楚老爷子的话，陷入沉默。是啊，万一哪天一觉就醒不过来了呢？住这里最起码还有小一在。可这个农场是卓萧一的，虽然他们是他的爷爷奶奶，但是他们也不会擅自替他做主。于是卓家二老就看向卓萧一，示意让他自己做主。楚老爷子的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卓萧一也没什么好说的。而且想一想，楚老爷子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现在的楚末年真的随时可能没命。于是楚大 boss 就这样登堂入室成功了。等卓君明知道的时候就一脸懵，为什么啊？为什么要住进我家？可没人替他解答。时辰已经不早，楚末年带着楚老爷子和楚况回去了，美约是回家收拾下行李，明天再过来。车上，楚老爷子看着脸上笑容止都止不住的楚末年，没好气地瞪着他。你现在是心满意足了？老子还没跟你算账，这么大的事，你们竟敢瞒着我，你有当我是你爷爷吗？楚末年收敛起笑容，扶额无奈地看向楚老爷子。通知您干嘛？这么大年纪了，通知您后让您没日没夜地守在我的床边吗？楚老爷子语塞，眼神有些黯然，像泄了气般，背部佝偻了起来。爷爷，那些都已经过去了，往后看，现在寒毒能治愈了，孙媳妇也有了着落，不是吗？楚末年眼里流光溢彩。哼，楚况，卓丫头刚说的几种药材，你记住了吗？楚老爷子对着楚末年冷哼一声，然后看向前面开车的楚况。楚况此时心情也很愉悦，抬头看了眼后视镜，笑道：老爷子记住了，回去立马安排。卓家卓萧一的卧室内，浴室门缓缓打开，卓萧一穿着浴袍从浴室出来，露出洁白修长的双腿，肌肤娇嫩，桃腮微红，发丝上的水珠滴在脖颈上，顺着光洁的脖颈没入领口，说不出的魅惑诱人。他拿着毛巾擦拭着头发，坐到了电脑桌前，蹙起眉头。他今天说的那些药材都是稀有药材，其他的好说，只是价格昂贵的问题。但是天山雪莲和铁皮石斛是块绝技品种，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找到。卓萧一看了眼电脑，把毛巾放在桌子上，快速在键盘上敲击着，电脑上弹出一个网页，他登录一个账号，5S 级，账号16843，暗网是世界上一个隐藏在黑暗中见不得光的网络平台，涉及范围很广，隐秘性极高。上面有做军火器械买卖的大佬，有冷酷无情的杀手，有顶级的黑客，也有穷凶极恶的雇佣兵，还有买卖人体器官的人贩子。你可以在上面任意发布任务，只要价格到位
就会有人接单。卓萧一在任务栏里敲击着药材的名字，随后不知想到了什么，他查找着所有寻找神医吴的任务，置顶的一条任务，金额达到50亿人民币，发布人聂怀林。这应该是楚老爷子说的聂老吧？卓萧一美目星光流转，关掉任务栏的页面，点开暗网客服头像，给我个新账号。客服001仰躺在椅子上，看着弹出来的这个信息，嗤笑心想：谁啊？这么嚣张？暗网的账号是你想要就能要的吗？当他点开卓萧一的账号信息，疼的一下子坐直了身体。S 级，亲，晚上好，这个我要去申请一下，请您稍等。好吗？卓萧一挑眉，不是都说暗网的客服高冷吗？申请太麻烦了。于是他迅速敲击着，不用了，我自己来。客服001一头雾水，正当他不解之际，他的电脑被远程操控了。是否同意新用户吴的注册？他慌乱的准备拔掉电源的时候，鼠标箭头点了是，于是他的后台立马显示：恭喜，新用户吴已通过注册。吴，账号级别 E， 账号98564。卧槽，什么情况？他的电脑就这样被黑客入侵了？他们后台系统可是强大到世界各国 GA 局网络部都攻克不尽的存在。吴等于吴？难道是？他一脸懵逼的点开刚才那个 S 级账号，手指有些颤抖。亲，不，大佬，刚才那是您吗？后台系统防护做得很不错。客服001内心很崩溃，神他妈很不错，很不错，你还能黑得进来？卓萧一好心情的夸了一句。殊不知那边的客服001已经连滚带爬的去找上头汇报了。这边卓萧一登录了新账号，发布了高价寻找天山雪莲和铁皮石斛的任务，就下了线。第39章茶言茶语。第二天一早，楚墨年和楚矿就提着2个行李箱来到了依云农场。早，楚墨年面容柔和的看着面前戴着围裙的少女，以后能天天见到她了，真好。卓萧一站在门口看着二人，有些无言以对，用得着这么早？他也住进来。卓君明顶着一头凌乱的发，手里拿着一个苹果，也走了出来。二少，误会了，我是帮我家爷送行李过来的，一会就走。楚矿面无表情的说道。兄妹二人看着2个超大号行李箱，有些语塞。卓萧一转身懒得理会二人，他在厨房做着早餐。听到门铃声，以为是农场过来送牛奶的工人，一开门没想到是楚墨年。卓萧一往厨房走的脚步顿住，看着浅笑悠然的楚墨年。3楼的房间随意选。二哥，麻烦你带他上去一下，过会再下来吃早餐吧，牛奶还没送来。卓萧一上下打量了一下还穿着睡衣的卓君明，这不去收拾一下，等会爷爷奶奶下来估计又得挨训了。卓君明看着身上的睡衣，又看向楚墨年和楚矿二人，想到一句话，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于是傲娇摆摆手。知道了知道了。卓君明现在每天为了吃妹妹做的早饭，懒觉也不睡了。大早上只要门铃一响，就知道是农场工人送牛奶来了，立马收拾好下来吃早餐。今天时间太早，估计是脑子有点懵。卓君明带着楚墨年和楚矿去3楼后，自己也回了房间收拾一下。等再次下楼的时候，楚矿已经不在，只见楚墨年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唇角微弯，盯着厨房方向，眼神里还带着丝丝宠溺。宠溺？厨房？卓君明心下一惊，妹妹。他有种不好的预感，噔噔地跑下楼，来到楚墨年对面坐下，挡住了楚墨年的视线，一脸警惕地看向楚墨年。楚哥，你在看什么呢？楚墨年眉头皱起，端起桌上的咖啡，抿了一口，垂眸间流光划过。没什么，想一些事情入神了。真的？卓君明凭着男人的直觉，有些不相信。不然呢？楚墨年挑眉看向他。墨年，这么早？卓老爷子和卓老夫人下楼，看到楚墨年也有些惊讶。楚墨年站起身，看着卓家二老，浅笑开口：吃了小姨做的饭，在外面感觉吃什么都不对味，所以赶了个早，想尝尝她做的早餐。那是跟妹妹做的比起来，外面那些就是垃圾。卓君明骄傲地炫耀着。卓家二老听着楚墨年的话，也很开心。吃饭了。众人听到卓萧一悦耳的嗓音传来，卓君明第一个跑了过去，立马端过卓萧一刚盛出来的粥，十分美味的吸溜了一口。卓萧一今天早上做了皮蛋瘦肉粥、虾饺、小笼包，还炸了油条，摊了些葱花饼。虾饺和小笼包精致小巧，有点香，还有点可爱的感觉，特别是葱花饼的香味扑鼻而来，勾得人的馋虫都躁动了起来。吃完早饭，卓家二老去了农场那边溜达消食了。卓君明看着慵懒坐在沙发上，脚上还放着电脑的楚墨年，一脸防备十足。他已经确定了，这个男人对他可爱的妹妹不怀好意。吃饭的时候，他特意观察了一下，这个男人眼神时不时地放在他妹妹身上，还老是笑得那么猥琐。对，在卓君明眼里，楚墨年温润宠溺的笑就是猥琐。你怎么还不去工作？
楚墨年从电脑中抬眸，眼神微眯。这小子从吃完饭就一直盯着自己，现在连哥都不叫了，没忽悠过去，还是自己表现太明显了？难道你不知道有种东西叫远程吗？楚墨年指了指手上的电脑，这么敷衍？难道你不怕公司倒闭吗？真正的决策人是不需要什么事都亲力亲为的。而且，你觉得楚氏是那么容易倒闭的吗？卓君明有些语塞。楚墨年为人，他有听说过，运筹帷幄，手段狠辣。4年前家族内斗中击垮所有阻碍，一跃成为了楚家掌权人。3楼左边最尽头有一个书房，没人用，你可以去那里处理工作。卓萧一这时端着刚煮好的果茶走了过来。好，楚墨年正好有个视频会议要开，于是关上笔记本电脑，看了兄妹二人一眼就上了楼。卓君明看着楚墨年消失在楼梯口的背影，轻啧了一声。卓君明这反应惹得卓萧一挑眉看着他。卓君明见妹妹看着自己，挠挠头，想着自己该怎么开口呢。妹妹，你觉得楚墨年为人怎么样？卓君明喝了口卓萧一递过来的果茶，决定先试探一下。卓萧一垂眸，给自己倒了一杯。什么怎么样？没怎么注意。你怎么能不注意呢？他都住到我们家了，也不知道爷爷奶奶怎么想的，好好的，为什么让他住进来啊？他昨天问爷爷奶奶，爷爷竟然说不关他的事。看着像是个温润谦和的人，爷爷奶奶让他住进来，自然有他们的道理，我们不用管那么多。卓萧一眼神微闪，捧着杯子有些敷衍。妹妹，我跟你说啊，你别被楚墨年这温润谦和的表象给骗了，实际上他心思深沉得很。卓萧一看着楼梯口方向，卓君明本来生气妹妹不认真听，可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卓君明吓得差点一屁股坐到地上。楚墨年拿着笔记本电脑，姿态慵懒地倚在楼梯扶手上，静静地看着兄妹。你什么时候站在那里的？你偷听我们兄妹说悄悄话？卓君明眼神有些心虚地躲闪着楚墨年的视线。卓萧一听到自己二哥的话，嘴角抽搐了一下。从二少问为什么卓爷爷卓奶奶让我住进来开始吧。楚墨年慢条斯理地走下来。而且二少误会了，我可没有偷听，我是光明正大的听。再者，二少的悄悄话是不是有点过于大声了？卓君明看着楚墨年走过来，有点怵，站起来往边上退去，声音有些虚。你别过来啊！哎，我没想到二少对我意见这么大。算了，我还是等会跟卓爷爷卓奶奶说，不住这里好了，免得二少心里不舒服。楚墨年看着卓萧一，眼神竟然还带着若有若无的委屈。卓君明眼皮一跳，我靠，一个大男人茶言茶语的，这么不要脸的吗？按照早上爷爷奶奶对他那态度，要是知道自己容不下他，自己不是又要挨训了？你误会了，二哥没那意思。你工作处理好了？卓萧一抬起青眸，看了楚墨年手里的电脑一眼，又与他对视，示意他适可而止。楚墨年弯腰端起桌上没喝完的咖啡，眸光黯然。要不是想着把咖啡端上去，还听不到这番话呢。卓君明竟然敢说他坏话，这未来二舅子还真是有点让人喜欢不起来啊。卓萧一看着楚墨年的神色，眸光微闪，抿抿唇，放下吧，有点冷了，一会我重新煮一杯，给你拿过去。楚墨年眼睛一亮，浅笑看向少女，那谢谢小姨了。于是李都没理站在一旁，有些目瞪口呆。风中凌乱的卓君明脚步轻快地往楼上走去。第40章综艺地点曝光。客厅一时寂静无声，良久，卓君明才反应过来，有些气急败坏。我靠，我之前就怎么没发现，这就是个顶级绿茶，亏得我之前还崇拜他。啊呸！妹妹，我跟你说，二哥，你电话响很久了，先接电话吧。卓萧一有些无奈扶额。啊？哦。卓君明从沙发缝隙里抽出手机，看到是经纪人崔哥打来的电话，接了起来。2分钟后，不知那边说了什么，卓君明脸色越来越黑。知道了。卓君明语气有些冷，挂掉电话，打开微博页面。怎么了？卓萧一凝眉看向卓君明。娱乐圈的恶性竞争，美好生活的导演叫梁德鹏，他的死对头暗中曝光了美好生活节目的录制地点，我的粉丝把那里围得水泄不通了。卓君明把手机递给卓萧一，让他自己看，这是昨天卓君明转发的微博。Lucas 转发，梁德鹏 V， 国内首助直播生活类综艺节目《美好生活》将于平安夜开播，一个是拥有天籁之音的少年歌王 @Lucas， 一个是演技炸裂的实力派年轻影后江云 V， 他们会带着家人与我们携手在银湖 App 不见不散。下面的评论已有几千万条，卓萧一点开评论。老公终于营业了，千年等一回，哥哥终于下凡了吗？直播啊，24小时吗？终于能天天看到哥哥了。哥哥，什么时候出新专辑啊？这个导演是谁？牛批啊，居然能请动我家哥哥下凡。现在开始，我谁都不服，就服这个导演。哇哦，24小时都可以看到老公的盛世美颜了。
为什么下凡多出几张专辑不好吗？哎呀，不能提前直播吗？我都迫不及待了，还有半个月呀！我觉得这段时间我要数着日子过。Now， 评论到后面，我的老天，姐妹们知道了吗？知道了吗？地址是真的吗？不管真的假的，我都要去偶遇我家老公，一起啊，组团啊！哎呀，谁也别拦着我，我要去看我家哥哥。现场人太多了，挤不进去那位啊！现在就在这守着，会不会有点早呀？既然地址确认了，哥哥也有可能会过来看看呀。那现在怎么办？卓潇一眉头蹙起，他不常玩微博。现在的人对自己的爱豆都是这样的称呼吗？哥哥可以接受，老公是什么鬼？不知道，之前的地址暴露了，肯定是不能用的。节目官宣了，时间也定了，只有半个月时间，要重新找地方，还要踩点安装设备。梁导现在也是在着急上火呢。卓君明摊手，一脸无奈。一阵铃声传来，卓君明的电话又响了起来，还是崔哥。卓君明无奈接起。海城？不行，太远了。我知道是我的粉丝被利用引起的，但是地点的话，还是让梁导选在金陵。卓潇一听到卓君明的回话，也差不多猜到他们选的备用地点可能在海城，眉头蹙起。去海城的话，他有点不方便。二哥，这个节目内容具体是什么？昨天晚上哥哥让自己签的附件合同里，只说明了他的出场费和节目里的注意事项。卓君明有点懵逼，他说要带妹妹上节目，可是好像还没跟妹妹讲这个节目的具体内容。你没跟你妹妹讲？一句暴怒的声音从手机里传来，显然是对方听到了卓潇一的问话。手机并没有开免提，但是声音太大，卓潇一听到了对方的暴怒。卓君明摸了摸鼻子，他打开手机免提。我忘记了，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当了这么多年的明星，你不知道娱乐圈的复杂吗？节目是直播形式，不经过后期剪辑处理，在直播中的任何不好行为和语言都会被无限放大，甚至遭受到网友的攻击。你这些考虑过没有？这些你有跟你妹妹说吗？卓君明脸色逐渐有些苍白。妹妹回来，他太兴奋了，就想着和妹妹一起上节目玩玩，却压根忘了这一茬。卓潇一叹气，走到他身边坐下，握住他的手。二哥，没事。可是崔哥说的对，万一……卓君明有些无措。二哥不相信我吗？说不定我还会因这个节目有很多粉丝呢。再说了，身为卓家人，二哥觉得我这点承受力都没有吗？卓潇一轻笑，从卓君明手里拿过手机。崔哥是吗？是。你好，卓小姐。这态度有点恭敬啊。卓潇一眉目流光微转，看了眼二哥。他记得二哥隐瞒身份，在娱乐圈用的艺名是 Lucas， 跟经纪人签约也是用的艺名。能不能麻烦你给我介绍一下这个节目？好的，这是个生活类直播综艺，会由您哥哥和影后江云分别带上一个同龄的素人参加，素人可以是自己的至亲，也可以是亲戚的孩子。4个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种地、养鱼、做饭，每期还会有嘉宾上门做客，互动一下。卓潇一听完后，看了自己二哥一眼，见卓君明正一脸愧疚地看着自己，卓潇一心里叹气，算了，二哥开心就好。又看了外面的农场一眼，海城确实有点远了，可这不是有现成的场地吗？我知道了，不过海城确实有点远了，不如我发个位置给你，你带梁导过来看看如何？这个场地应该会符合你们的标准。卓小姐有适合的场地。那好，您让 Lucas 发我一下，我带梁导过去看看。卓潇一挂断电话，把手机还给有些蒙圈的二哥。小一，你想让他们到这里来录节目？卓君明咽了咽口水。是啊，海城是有点远了，我目前去不了。这不是现成的场地吗？卓潇一看了眼外面一望无际的农场，可是这样会打扰到爷爷奶奶的。卓君明说起爷爷奶奶还有点心虚，之前自己混娱乐圈，家人就不同意，现在还要带妹妹上节目，万一他们知道，估计会剁了他，都怪自己一时脑热。没事，让他们住后面的独栋别墅就行。他们现在跟农场的工人混熟了，时不时的跑去跟他们唠嗑，那边离农场近一些，爷爷奶奶应该很愿意。要不还是别参加了，毁个约，赔个解约费。卓君明想起家人，还是有些怂了。解约费多少？卓潇一凝眉问道。不知道，我看看，我靠，10个亿。卓君明翻开手机上拍的合同照片，脸有些黑，感觉自己把自己挖坑埋了。梁德鹏这死东西，怕自己反悔，把解约费弄得那么高，而他竟然看都没看就傻逼的签了，还顺带把妹妹一起拉下水。那你还是录吧，记得把定位发给你经纪人。卓潇一竟然有些无言以对，眸光清浅的斜了自家二哥一眼，就站起身往厨房走去。看到卓潇一的目光，卓君明掩面，怎么办？他被妹妹嫌弃了。第41章节目场地解决。下午3点多，一辆奔驰驶进依云农场，
停在罗马喷泉前。两个年纪相仿，大概30来岁的男人下车，卓君明从家里跑出来，一脸愤愤地朝戴眼镜的中年男人抱怨：“崔哥，你这是什么朋友？他坑我！”眼神恶狠狠弯了崔哥身边一脸讪讪的梁德鹏：“梁导，签合同的时候你不让我跟去，我跟你说了什么？让你看清楚，你眼睛长着当摆设的吗？”崔哥眼神平淡地瞥了他一眼，签约的时候他没跟去，是卓君明自己去的。事后他也才听好友说起，当时他那个气啊，恨不得把卓君明打死。不过他还是挺相信这个好友的，一起长大的发小，为人还是挺好的，弄那么高的违约费也是怕 Lucas 一个不对劲就撂挑子。我靠，今天怎么都这么嫌弃他？ Lucas， 你说的场地就是这里吗？梁导环视着周围的环境，看到眼前的豪华城堡时还眉头皱紧，可看到远处那一望无际的菜地农场时，顿时来了精神，欣喜不已。得到卓君明的肯定，梁导激动了，他一把握住卓君明的手：“我就知道你是娱乐圈隐藏的大佬 ，Lucas， 听说这是您家，您看场地费用方面能不能打个折上折呀？”卓君明有些嫌弃的避开突然变得有些谄媚的梁导。崔哥也是有点无语，这个好友向来一本正经，现在有点没眼看了。哼，那当然，至于场地费用吗？卓君明傲娇的抬起下巴，想到之前被他坑了，心里有些气闷，他要报复回来才行。带我们去找卓小姐。崔哥低眉看了一眼手表，对着自家准备耍宝作妖的艺人催促着：“卓小姐？”梁导有些疑惑，卓小姐是什么人？好友的态度怎么还带了点恭敬意味？哎，崔哥，你到底向着哪边？卓君明瞬间跳脚，现在崔哥不应该帮他讨回场子吗？我向着卓小姐，我可怜他被自己的亲哥哥坑了。你有意见？崔哥的话让卓君明愣住，有些委屈，他真的不是故意的。崔哥看着他的神色，有些头痛扶额。这些年自己是不是没把他看好，任由他野蛮成长，所以这性格是长歪了吗？以前可是挺正常的一个少年。二哥，你们在干嘛呢？怎么不进来说？少女清灵悦耳的声音传来，循着声音望去，崔哥和梁导有些看呆了。崔哥有些心理准备， Lucas 的样貌在娱乐圈算是顶级的存在，曾听他说过他的亲妹妹跟他长得很像，所以他觉得那他妹妹的姿容肯定也是不遑多让的。现在真正看到了本人，突然就觉得 Lucas 这是强行在往自己的脸上贴金，不贴砖石呀。崔哥手臂一疼，垂眸望去，梁导的一只大手正紧攥着自己的手臂，整个人激动的有些颤抖。这就是 Lucas 要带着上我节目的妹妹吗？梁导目光如炬地盯着崔哥，看到崔哥点头，哈哈哈 ，Lucas， 你可真是上天派给我的福星。梁导激动地冲过去，一把抱住没有防备的卓君明，赚翻了，赚翻了！自己的节目现在不只有歌王影后这样的大咖，现在又突降一个小仙女，就凭这颜值，直播就绝对不会缺流量，可以预见自己的节目将会火遍全世界了。卓君明满头黑线，一脸嫌弃地推搡着身上有些疯癫的挂件梁导。崔哥则是再次头痛扶额，一个个的怎么都不正常了呢？还是崔哥一把扯过梁导，眼神严肃地盯着他，示意他正经点，别再丢人。梁导这才克制住自己，一脸谄媚地走上去：“妹妹，哦不，仙女。”梁导来到卓萧一面前，想打招呼，但是感觉叫什么都不对劲。他转头看着自己的好友，崔哥直接越过卓君明上前：“卓小姐，你好，我是 Lucas 的经纪人崔泽，这是美好生活节目组的梁导梁德鹏。”“对，卓小姐，你好，我是梁德鹏。”梁导有些惊讶，没想到好友刚说的卓小姐竟然就是 Lucas 的妹妹。“你们好，进去说吧。”卓萧一侧身让俩人进去，然后挑眉看向自己的二哥，眼神询问：“不进去吗？”卓君明拍了拍身上被梁导弄得有点皱的衣服，冷哼一声，两手插兜的进了屋。卓萧一去厨房煮了一些咖啡，招待二人。梁导觉得这个场地怎么样？卓萧一坐下，看向盯着咖啡眼神有点发亮的梁导：“好的不能再好了，就是这个场地费用肯定不便宜吧？卓小姐，能不能打个折啊？”梁导有些不好意思，接着解释：“我刚从原公司离职不久，自己找到的赞助商还不多，目前资金有限。若是后期直播效果好，来了大赞助，场地费我会自觉补给卓小姐。”梁导先别急，你们场地出问题，亦有你对敌泄露的关系，也有二哥粉丝的关系。作为妹妹，就当是替哥哥弥补，场地费我可以分文不收，但是我有个条件。”卓萧一漫不经心地说道。“什么条件？卓小姐，您说。”“还有这个好处？”梁导感觉有张大馅饼朝他砸来，接还是不接呢？合同改一下。卓萧一喝了一口咖啡，慢悠悠说道。这梁导有些担心，不会是把一季改为一期吧？我这节目靠的就是歌王影后的流量啊！不行，不能改。梁导不用担心，
我只是想改一下违约条款和赔偿金的问题。人生有许许多多难料之事，我不太喜欢我的家人被掌控的感觉。似乎看出的梁导的担心，卓萧一继续说道：梁导，也请你放心，违约条款和赔偿金的问题改了之后，其他合同细节照旧。节目我们还是照常会直播的，只是没有那道枷锁，我们直播的轻松一些。而且免费场地这么大的诚意，梁导还不相信我们？卓萧一一句一句的话，让梁导陷入了沉思。卓君明现在既感动，还不忘嘚瑟地看向崔哥，仿佛在说：你看我妹妹多厉害，你没有。崔泽有些无语，内心不知道向卓君明抛去了多少白眼。好，只要 Lucas 和卓小姐能继续参加我的节目，我愿意相信你们。回去后我就重新拟合同，只有他们照常录制，这对自己是稳赚不赔的买卖。什么参加节目？梁导做完决定，一道苍老有力的声音从楼梯口处传来。听到声音，卓君明汗毛竖起，一下子蹦到了卓萧一身后，眼神躲闪着，不敢看楼梯口方向。梁导看着 Lucas 的反应，有些茫然。崔泽拉着梁导起身，朝楼梯口一脸阴沉的卓老爷子弯弯腰，然后看向卓萧一：卓小姐，我们先回去了，有什么事你们电话联系我。好。卓萧一点头，现在这种场合确实不适合有外人在场。崔泽和梁导开车驶出依云农场后，梁导还是一脸懵逼样，他看向崔泽：那个老爷子有点眼熟呀，还有 Lucas 为什么怕成那样？崔泽开着车子一脸严肃：你不觉得卓这个姓很耳熟吗？再加上这样的家世，你就没想到什么？ Lucas 的家人本来就很反对他进娱乐圈，他现在又把家里最宠爱的小公主拉进这个大染缸，你觉得一会 Lucas 会有什么样的下场？你是说那个卓家吗？梁导现在才想起，之前在一则军事新闻上看到过那老爷子的照片，难怪眼熟呢。你怎么不早说啊？完了，那我这个节目是不是播不了了？梁导有些五雷轰顶的感觉。我还是挺佩服你的，竟然敢坑骗 Lucas 签下那样的合同。幸好卓家不是那种不讲理的人。放心，卓小姐会说服他们的。崔泽挑眉侧头看了眼梁导，挑促道：那就好。听着崔泽后面那句话，梁导的心倒是安定了不少。第42章，爷爷怒。依云农场偌大的客厅中，一声暴怒回荡着，把房间里的卓老夫人以及3楼还在处理工作的楚墨年都引了出来。卓老夫人出来，看着暴怒中的卓老爷子，又看了眼楼下躲在卓萧一身后的卓君明，皱起眉头：老头子，这是干嘛呢？发这么大的火？你问他都干了什么？你是不是要带你妹妹去录什么节目？卓老爷子面色通红，手指颤抖地指着卓君明。刚下楼的楚墨年挑眉，有些诧异地看着卓君明。卓家人之前很反对卓君明去娱乐圈，这件事他听卓俊林说过，没想到这卓君明还真是喜欢在老虎嘴上拔毛，挑战极限呀。见卓君明不说话，卓老爷子有些呼吸急促，然后噔噔地下楼，因为动作太快，脚步有些不稳。爷爷，小心点。卓萧一看到卓老爷子那危险的动作，有些心惊，刚准备冲过去，卓老夫人和楚墨年就及时扶住了他。卓老爷子怒极，被搀扶着下楼后，刚站稳，就推开卓老夫人和楚墨年，举着拐杖朝卓君明走去。你自己跑到那个大染缸去还不作数，竟然还敢拐带你妹妹一起，那是什么好地方吗？啊，老子今天非要打死你！卓君明自知这件事是自己做的不对，看着卓老爷子的拐杖挥过来也不躲。卓萧一一把抓住卓老爷子的拐杖，有些无奈扶额：爷爷，先别生气了，是我自己想去的。卓老爷子一脸不可置信地看向卓萧一，随后卓老爷子又瞪了一眼卓君明：囡，是不是他让你这样说的？哎呀，不是的，爷爷。卓萧一带了点小女孩该有的娇态，抽掉卓老爷子手上的拐杖，扶着他的手臂去沙发上坐着。那你说说，为什么要去那乌烟瘴气的地方？卓老爷子头一回对着孙女一脸严肃的神色：爷爷，你为什么会认为娱乐圈就是乌烟瘴气的地方？卓萧一给卓老爷子和坐过来的卓老夫人倒了杯茶。报纸上看到的，你爷爷以往没事就喜欢躺在花园里看报纸，看到那些乱七八糟的娱乐头条就气得吹胡子瞪眼的。卓老夫人也瞪了卓君明一眼，又看卓老爷子还喘着气，就替他回答：什么乱七八糟的？卓萧一一脸疑惑。卓家二老为了打消他也想去娱乐圈的念头，于是就跟他说起之前看到的新闻，还专捡严重的说，什么女明星被投资人看中，强行被包养，什么为了利益互黑，拍一些乱七八糟的照片放到网上，名声尽毁，什么和别人吃个饭就被说成了小三，什么为了讨好上司，把人迷晕送到人家床上，反正说了很多，还都是一堆不好的负面娱乐新闻。奶呀，千万别去，你二哥是男孩子，去就去了，最起码还损失不了什么，可你是女孩子就不一样了。说到最后，
卓老夫人有些语重心长地嘱咐卓萧一，卓老爷子还在一边点头附和。卓萧一就有些不知该说什么了。卓君明有些懵，什么叫我是男孩子，损失不了什么？楚墨年摸了摸下巴，这送到卓家的报纸怎么都是负面新闻？爷爷奶奶，不是这样的。卓萧一也一脸严肃地看着卓家二老，他拿出手机，打开酷狗，把卓君明的专辑歌曲找出来，打开了一首光，一段旋律出来，众人不解卓萧一干嘛，疑惑地看向他。卓萧一把歌曲点了暂停，然后找到评论页面，把它递到卓家二老面前。卓老爷子一脸茫然地接过手机，是小蘑菇呀，哥哥唱的这首歌好暖心呀。今天吃了几碗饭？是啊，很治愈心情。黑夜的流浪猫，谢谢，这首歌就赎了我。远方的诗，心情真的很糟糕，循环放了你的光，我的心情得到了治愈。浅浅，本来对未来充满迷茫，谢谢你，让我觉得未来可期。孤独的人，我有严重的抑郁症，自从听了这首歌后，竟然有了好转。爸爸妈妈特别想感谢你，我会永远支持你的，谢谢你 ，Lucas。简简单单而已，坐在楼顶，随风飘摇，看到你传来的光，我似乎不再是那断了线的风筝。谢谢你救了我。卓家二老坐在一起看着这些评论，神色有些复杂。唱歌是二哥的爱好，他也唱得很好听，不是吗？歌迷称他的嗓音被上帝吻过，传出来的是天籁之音。而且二哥的每一首歌曲很有感染力，他影响了很多人，救赎了很多人，传递了很多的正能量。爷爷奶奶，你们应该为他感到骄傲才是。卓君明桃花眼里泪光闪烁着，他看着卓家二老望向他的眼神，一脸傲娇地偏过头。卓萧一看二老有所动摇，想到下午时自己查到的一点东西，还有即将和哥哥一起录节目的影后江云。他才22岁，到目前为止已经资助了80多家孤儿院，捐款金额已经高达到了8个亿。卓家二老一脸惊讶，没想到娱乐圈还有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像他们这样的明星，默默用自己的行动做着无私奉献的事，向社会传递着正能量。所以爷爷奶奶，娱乐圈并非你们想的那么不堪，很多事情也是看个人意愿的。卓萧一尝试说服着卓家二老被误导的思想。于家二房的于书义就是开娱乐公司的，那个影后江云就是他公司的艺人，我听说他给公司制定了规矩，不允许公司艺人做些违背道德底线的事，一旦发现就会开除雪藏。而且他们公司艺人每年还自发组织了公益活动。楚墨年朝卓萧一眨了眨眼，仿佛在说，我帮你助攻一把。卓家二老听了两人的话，陷入沉思，难道真的是他们误会了？而且啊，爷爷奶奶，我并没有打算进娱乐圈，就是最近闲来无事，又听到二哥那需要亲属陪伴录制节目，我就想让二哥带我去玩玩也。真的？听到卓老爷子的不信任，卓萧一立马举起3根手指，我发誓，我说的都是真的，不然……行啦行啦，相信你。卓老夫人立马一把捂住卓萧一的粉唇，怕他说些不吉利的话。臭小子，这次要看好你妹妹，不然我饶不了你。卓老爷子一脸严肃地看着卓君明。知道。卓君明松了一口气。你们在哪录制？楚墨年皱眉看向兄妹二人。节目组之前安排的拍摄场地被曝光，那里被二哥的粉丝围堵了，没法拍摄，所以场地就定在这里。卓萧一端起桌上的水喝了一口。在这？卓家二老先是惊讶，然后眸光一转，两人对视一眼。要不我们搬到后面的别墅去？他们早就想搬过去了，那边离农场近，出门不远就是池塘，还有个培植了许多稀有品种的玻璃花房，还可以和农场培育优种的李如生下棋。之前就是怕自家孙女平时为了两人来回跑麻烦，所以一直没开口，这不机会来了。早就知道爷爷奶奶想过去了，所以我才同意他们到这里录制的。卓萧一轻笑，看着如愿以偿的爷爷奶奶，又看向一边皱着眉的楚墨年。你呢？要搬过去吗？那个别墅挺大的。楚墨年舒展了一下眉头，看着卓萧一，薄唇微勾。不是还有半个月吗？我过几天再决定。好。第43章，楚爷要上节目。文艺娱乐总裁办公室。你说你要见谁？于书义一脸是我耳朵出问题了吗？怎么还幻听了？江鱼。沙发上的楚墨年端着咖啡，表情淡淡的看着于书义。为什么？别告诉我你看上他了。于书义疑惑不解，一向不近女色的楚爷现在要求见一线影后，大新闻呀。随后似想到了什么，那卓家小丫头怎么办？一边的楚况忍不住翻了翻白眼。昨天下午自家爷突然发信息来，让自己查一下卓家小二少参加了什么节目，另外节目成员有哪些，而江云就是其中之一。楚况看着自家爷，脸色越来越有些不耐烦了，赶紧朝于书义使眼色，奈何人家压根不朝你这看。于少，想多了，我们找他有点事情，听说他今天早上会来公司，麻烦您叫他上来一下。好家伙，
连这个都打听清楚了，还说没看上。哎，可怜的卓家小丫头，你再胡思乱想，小心我把你脑袋拧下来。楚墨年看着这蠢货的眼神有些头痛。于书义瑟缩了一下脖子，拿起办公桌上的座机拨通了内线。总裁，你有什么吩咐？女秘书公式化的声音传来。于书义眉间微挑，眸中划过暗芒。叫江云来一趟我办公室。那边秘书声音顿了一下，是。楚墨年似笑非笑地看了眼于书义。于书义眼神闪躲，摸了摸鼻子。5分钟后，哒哒哒敲门声响起。进。一个秀雅绝俗、温婉清丽的女人推门进来。老板，不知您找我有什么事？江云眉头轻蹙，看向办公桌后的于书义。于书义指了指沙发上悠然自得的楚墨年。不是我找你，是这位爷找你。江云向沙发上望去，那里坐着2个气势不凡的男人，一个冷傲孤清，盛气逼人，散发着傲视天地的强势；另一个平头发型，长相英俊，但同样不容小觑。这2人他认识，之前有幸参加过一次上流社会的拍卖宴会，在那见到过。楚家的现任掌权人楚墨年，楚爷。楚爷，不知您找我有何事？江云上前2步，隔着不远不近的距离，眼神温婉而疏离，还有一丝疑惑。不似其他女人见到楚墨年时的惊喜、痴迷、爱慕等神色，这倒让楚况有些刮目相看，多了些许好感。听说你要和歌王 Lucas 一起带素人参加美好生活节目的直播。楚墨年在卓萧伊娜听到了这个女人的善举，所以对她的态度倒是没有那么冷冽。是，前几天刚签的合同。江云心里更加疑惑，堂堂楚爷怎么关心起这种小事了？那你需要带的素人方面已经敲定好了吗？楚墨年喝了口咖啡，有些漫不经心地问道。江云神色微愣，这位爷是什么意思？目前还没有，不知楚爷有何建议？楚墨年薄唇上扬，跟聪明人说话，好处就是不费劲。楚况也感叹，这情商还真是高。建议谈不上，就是想和江小姐做个交易。楚爷，请讲。江云的态度不卑不亢。我想以江小姐远房表哥的身份占用这个素人名额，作为报偿楚氏集团明年1年的 CC 珠宝代言是你的。江小姐觉得如何？楚墨年不紧不慢的话语却惊到了2人。噗，可嗨嗨！于书义一口水喷出，全都喷洒在面前摊开的文件上，呛得面色涨红，一脸不可置信。江云也有些呆滞，怀疑是不是自己耳朵有问题。楚爷是想参加美好生活节目录制？这个交易江小姐觉得如何？楚墨年淡淡瞥了一眼于书义，抬腕看了看手表，再次问道。快到时间了，该回家吃午饭了。江云当然不会自恋地认为这位也想去参加节目是为了自己，但他也不敢追根究底问为什么。况且条件可是楚氏 CC 珠宝的代言啊，以往请的都是国际巨星代言，自己虽然是个影后，但是离国际级别还差得远，这种好事落在自己的身上，是他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当然没问题，还得谢谢楚爷给我这次跟楚氏合作的机会。江云虽然激动，但是面上不显，还是那一副温婉浅笑的模样。楚墨年站起身，抚了抚身上有些皱痕的衣服。那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后续有什么事情，江小姐和我的助理联系。楚况听到自家爷的话，立马递了一张楚氏总裁特助的名片给江云。好的，楚爷。江云点头接过名片，感觉有点不真实。我先回去了。哎，你等会。楚墨年跟还在愣神中的于书义打声招呼，就带着楚况往外走，连于书义的呼唤都懒得理会。江云收拾好情绪，浅笑地看向有些懵逼的于书义，挥了挥手上的名片。老板，要是没什么事，我先下去了。于书义看着他手里的名片，想了想，有什么东西在脑子里一闪而过。等下，你刚说你和谁一起参加美好生活节目来着？Lucas。 江云收敛笑容，没想到老板有这么一问。那个被称天籁之音的少年歌王 Lucas。 于书义挑眉，自己好像知道了真相呢。如果没有同名的话，应该是他。江云低眉思索了一眼。那你知道他带的素人是谁吗？于书义来了兴趣，他可是知道少年歌王 Lucas 是卓家的2少，听美好生活节目组的梁导提过一嘴，好像是他妹妹吧。江云你没想到，昨天梁导还打电话给他，让他尽快敲定素人人选。哦，我知道了，你回去吧。于书义嘴角邪魅勾起，果然如此，这人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江云转身，凝眉眸光闪烁。微博上网友们都知道了，美好生活节目地点曝光的事，都在猜测节目是否还能如期播下去。网友们跑到梁导之前发的节目官宣下面留言，于是梁导的微博就这样被网友的评论轰炸了。梁德鹏 V， 很抱歉，这几日在解决场地问题，现场地已经解决，谢谢大家的关心。美好生活将照常平安夜早上8点
在银湖 app 与大家不见不散。@Lucas@ 江云 V。两岛微博一发出，没过多久就被卓君明和江云转发，微博的众网友们这才安了心。啊，终于放心了！哎呀，期待，激动，倒计时了，10、9、8。我的个天，我天天都要看下日历，到平安夜了吗？嗨，吓死我了，差点以为要无限延期呢。是啊，真是惊险，这届粉丝不行啊，差点拖后腿。某王的粉丝素质不行呀。哼，说的好像之前的现场只有我家哥哥的粉丝一样，别以为我没看见举着某影后的圆柱牌，微博热搜都爆出来了好吗？某歌王粉丝围堵现场，害得当地村民都没法正常生活了。就是粉丝行为影射艺人，麻烦某艺人约束一下自己的狂热粉。OK， 这件事我们粉丝承认有错，可现场只有我们家哥哥的粉丝吗？而且我们家哥哥粉丝就是多，某影后的粉丝你们羡慕不？和谐的评论渐渐转为了两家粉丝的撕逼现场，而且越撕越激烈，甚至都窜上了热搜。第44章葡萄架下。于是两个当事人转发两岛的微博没多久后，又发了一条微博：江云 V， 嘘，云朵们，你们这样让我和 Lucas 在节目中碰到会很尴尬的，乖乖去刷剧不好吗？对不起，我们错了。好的，云宝，我这就去。云宝，我会乖乖的。云宝，期待平安夜看到你。云宝，我们平安夜不见不散。云宝，爱你哟。云宝，若是 Lucas 他敢在节目里欺负你，记得说出来。云宝，好温柔呀，一如既往的善良。云宝。而卓君明发的微博就有点暴露属性。Lucas 第一次上热搜不花钱，竟然还是粉丝的功劳。哎，我的信徒们，不要太迷恋哥，哥只是蓬莱的一个传说。你们不管在哪等待，看到的只会是登云驾雾而去的一个背影。这次下凡，尔等且行且珍惜啊！另外，不可以随意攻击善良小姐姐哦。评论也就没有了江云粉丝的那么乖巧了。哥哥，你是被盗号了吗？哥哥，被绑架了，请眨眼！啊，来人呀，快报警！有人绑架哥哥！哥哥，微博是认真的吗？信徒，来人，这是邪教的，请把他抓起来！神他妈腾云驾雾，这 Lucas 是神话剧看多了吗？没想到 Lucas 这么逗逼的吗？ Lucas 还是不说话的好，开口毁了在我心里的形象。我猜测，那之前的一些微博肯定是他团队发的。这善良小姐姐说的是江云吗？啊，好羡慕他有哥哥护着。不管哥哥怎么样，我都喜欢。虽然有点，但是这样才更真实，不是吗？既然哥哥说她善良，那一定是不错的小姐姐。哥哥，我们会很珍惜你的。我们错了，不应该围堵现场，给你们添麻烦。我们错了。崔泽看着 Lucas 发的微博有些头痛，为什么不能正常点？看到后面评论也是一时松口气，算了，反正这逗逼属性也满不了多久了。离节目开始还有5天时间，梁导带着节目组的人来到依云农场，准备安置摄像装备。卓小姐，早上好。梁导看到门口的卓潇一，微笑的打招呼。早上好，梁导，我准备了些水果，先进来坐坐吧。卓潇一淡然浅笑，看向下车的一众人。节目组副导演是个微胖、面容和蔼的中年男人。梁导之前跟他说过新场地，他带着工作人员下车，瞬间被这里的豪华景色惊呆了。当看到卓潇一的脸时，更是一脸呆滞。卓潇一对外人清冷，话也不多，但是基本的礼貌还是做得到的。一早起来就去大棚地里摘了一些新鲜水果，看到他们来了之后，去把水果拿出来招待众人，还煮了一些咖啡和果茶。在众人看来，小姑娘就是人美心善的主，瞬间让在场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喜欢上了。卓小姐 ，Lucas 不在家吗？梁导放下茶杯，环视一圈，没见到卓君明，便看向卓潇一。钓鱼去了，梁导找我二哥有事。卓潇一想到卓君明和楚墨年比赛钓鱼去了，想给节目先拍个预告片作为开播预热。梁导想了想说道：你稍等，我打电话给他。卓潇一站起身去房间拿手机。没过多久，卓君明和楚墨年回来了。梁导和副导演看到楚墨年，脸上的神色有些古怪。卓潇一注意到，以为他们是知道楚墨年的身份，又在这看到他，才有这样的反应。梁导带着节目组的人安置好摄像装备，然后拍了一些短片就回去了。人走了之后，卓君明上楼换衣服，卓潇一在收拾卫生。为什么不请佣人？楚墨年接过他手上的垃圾桶，把桌子上喝完的一次性杯子扔进垃圾桶内。卓潇一看着空掉的手，又看了眼男人的背影。一家人住在一起，我不太喜欢有陌生人在。那你还同意他们来这里直播节目？楚墨年收拾好垃圾，转身看向卓潇一。卓潇一望了楼梯间一眼，笑意分明。因为二哥喜欢，正好需要。
楚墨年深深地望着女孩少有的甜美笑容。卓萧一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摸了摸鼻子：“你不打算去后面的别墅吗？到时候再看吧。楼上不是安全区吗？反正他们不上去。卓老二老昨天就已经搬去后面的别墅了，每天吃饭的时候过来一下。随你吧，你坐下，我给你把脉。”卓萧一想到目前也调理了10来天了，药材也只差一样铁皮石斛了。楚墨年坐到卓萧一身边，伸出手。卓萧一手指搭在楚墨年的手腕上，过了片刻，神情松了一口气。再过几天可以进行第一次针灸了。你下午打算干嘛？楚墨年眉眼慵懒地看着卓萧一。摘葡萄，去吗？卓萧一浅笑地说道。这个季节还有葡萄摘？楚墨年挑眉。反季培植，品种还挺好。那走吧，去看看。卓萧一带着楚墨年来到农场东面，这里搭建了3个面积有几百平大小的白色大棚。卓萧一和楚墨年刚到的时候，卓家二老郑和一个中年男人每人提着一个篮子，拉开大棚上的拉链钻了进去。而卓萧一带着楚墨年来到另一个大棚前，拉开拉链，提起一边门帘，挑眉看向楚墨年。楚墨年看了卓萧一一眼，弯腰钻了进去。专门定制的木架，木架上是纵纵横横的葡萄藤，内壁云层叠，密匝匝的葡萄大串大串的从叶子缝里垂了下来。4座座珍珠塔，颗颗巨大的紫色珍珠，如堆堆翡翠珠用水晶和玉石雕刻出来的一般。每一颗葡萄又都像一颗又大又光泽的猫眼。这品种还是第一次见。楚墨年眉宇微挑。这是今年刚研制出来的新品种，我们一会采摘下的，会有农场工人包装好，在网上售出，这是第一次上市。楚墨年看着卓萧一的神色，眼里流光划过。这是你培育出来的？卓萧一惊讶看向楚墨年，楚墨年看着他温润浅笑。我嗅觉比较灵敏，这里面散发着淡淡的药味。卓萧一不觉莞尔，环视四周。这是我和李叔共同培育出来的。我们先在暖房里用盆栽的方式培育，并且我调制了一些营养药水，对它进行浇灌。发现它长出来的果实比市面上的大很多，而且营养价值也很高。楚墨年颔首微笑，笑里还带了丝骄傲。卓萧一的头突然被一只大手抚上，揉了揉。小丫头真厉害。卓萧一被突如其来的动作弄得有些懵，反应过来撇开头，有些不太自在。你快采摘吧。你教我。楚墨年看着那挂着的一串串葡萄，有些不知从何下手。卓萧一双手戴着毛线手套，走到离自己不远的葡萄架下，向楚墨年展示，左手托起葡萄底部，右手拿着剪刀在根部10厘米处剪断。卓萧一左手拿着一串刚剪下来的葡萄，挑眉看向楚墨年，是不是很简单？楚墨年轻笑，自己上前照着卓萧一的动作也剪下一串葡萄。二人相视一笑，把手中的葡萄小心放到事先准备好的藤条篮筐里，然后继续着采摘工作。第45章节目预告。暖意十足的葡萄棚内，卓萧一采摘了一会后，看着这使人口生蜜的葡萄，他拿下手套，扯了一个下来，剥去他紫色外衣，将嫩嫩的果肉放进嘴里，甜沁心脾的感觉让他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满足的笑容。楚墨年安静地看着卓萧一，唇角勾起好笑的弧度。卓萧一察觉到目光望去，就见男人目光中的宠溺无法掩饰。卓萧一挠挠头，有些不好意思。他眸光微转，又摘下一颗葡萄，剥去葡萄皮，葡萄皮拖着饱满的果肉递到楚墨年的面前。当他以为楚墨年要伸手接过时，却看到楚墨年嘴角噙着一抹邪笑，弯腰低头就着他的手把葡萄果肉含进嘴里，真甜，嗓音温润而沙哑。卓萧一看着还留在手上的葡萄皮，有些愣，还想要楚墨年轻舔了一下唇角。卓萧一甩掉手里的葡萄皮，轻轻地剜了楚墨年一眼，转身戴上手套，继续采摘葡萄，不想再去理会他。可当自己采摘到第4串的时候，突然面前伸出一只骨节分明的大手，跟自己刚才一样，葡萄皮拖着果肉。卓萧一转身，楚墨年将果肉递到他的嘴边。卓萧一瞪着他，他低低的笑，表情多情又邪魅。瞧你小气巴拉的，吃了你一个葡萄还生气了。来，我把它复制出来了，还给你，还是跟以前一样护食。卓萧一听到后面一句话，不知想到了什么，他扑哧一笑，看了楚墨年一眼，就着他的手一口咬住葡萄果肉。楚墨年宠溺地揉了揉他的发，不给他反应的机会，就转身继续去当个采摘工人。卓萧一嗔笑地看了他的背影一眼，有些无奈地理了理被他揉乱的头发。一个下午，两人都待在葡萄棚里采摘着葡萄，时不时吃上2颗葡萄，时不时聊着天，时不时相视一笑，气氛温馨又美好。这2天，通过微博，大家都知道少年歌王 Lucas 和年轻影后江云要一起参加一档直播综艺节目《美好生活》。
微博上也有不少人好奇他们要带的家人是谁。两岛微博美好生活官宣底下有一条这样的评论：小道消息听说 Lucas 会带他妹妹参加。这条评论被网友们的点赞和询问推上了置顶。妹妹？真的吗？咦，说起来 Lucas 好像从来没提到过自己的家人。我们家哥哥长得这么好看，妹妹一定也很漂亮吧？确定了吧？是带妹妹出镜吗？既然官宣了，怎么不把2个素人微博艾特出来呢？哎呀呀，好期待 Lucas 妹妹长什么样。是吧是吧，我猜测一定很可爱。Lucas 肯带妹妹上节目，肯定很宠妹妹。真妹妹还是假妹妹？是啊，真的假的？就是很多人参加这种综艺又不愿意自己的家人曝光，都是用公司新人代替的。对啊，都是套路，这叫帮公司奶新人。就没人关注江云会带什么人吗？是啊，江云那边怎么一点风声都没有？好奇怪，神神秘秘，我怎么觉得这次的2个配角比主角还神秘啊？咦，楼上的，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导演组不会再憋什么大招吧？艾特两岛 V 导演出来说说啊，你们是不是本末倒置了？网友随意艾特两岛，没想到自己这条评论就被美好生活节目组翻牌了。节目组回复我们就不告诉你。网友们看到这瞬间炸了，我竟然无言反驳。我靠，这节目组怎么有种贱兮兮的感觉？楼上的你不是一个人，节目组这是不准备做人了吗？节目组，我劝你善良，赶紧说出来那2人是谁？楼上的已知的有 Lucas 和江云，还有 Lucas 的妹妹，说出最后一个人就行。对啊，那第4人是谁？我记得以前有人说过江云是孤儿吧？孤儿？呵呵，带孤儿院的孤儿吗？楼上的，我觉得你更不适合有亲人。于是孤儿院出生的影后江云，神秘亲人是谁？火速窜上微博热搜第10。在众人等待着美好生活24号平安夜开播之际，22号美好生活节目组官微更新了。美好生活 V， 美好的生活人人向往。身处茫茫人海刻苦奋斗的你，是否也有自己的心之所向？下面附带一个视频链接，众人点开链接，一条鹅卵石铺出来的小道，一丛丛一簇簇的蔷薇花盛开在小道的两旁，远远望去犹如艳丽夺目的景段，熠熠生辉，分外美丽，好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在阳光的照耀下，镜头里的小道上出现了一道身影，男人穿着白色的休闲装，提着手工编制的藤条篮子缓缓走近，那层次分明的银灰色头发顶上居然还印着一圈很漂亮的亮光，细月的桃花眼，高挺的鼻梁下是2瓣噙着傲娇的薄唇。男人一边向前走，一边笑看着镜头，神情慵懒，桃花眼微眯，薄唇轻启。在茫茫人海中刻苦奋斗的你，累了吗？男人继续缓步向前走着，目光看向远处的风景，声音有些飘渺，别说你不累啊，那话都是用来午夜安慰自己的。不知不觉，镜头随着男人来到了一个大棚樱桃园。男人停在大棚门口，目光看着樱桃园内，眼神带着无尽宠溺，嘴角微弯。百忙之中，你们有多少时间是留给家人的？少女似乎听到了男人的声音，转过头，二哥，篮子拿来了吗？镜头随着男人的目光移过去，镜头里出现了一个少女身影，只是少女的身影被节目组特意虚化，朦朦胧胧，看不清容颜。男人听到少女的声音，笑容加深，摇了摇手里的藤条篮子，拿来了。男人向前走的脚步顿住，看向镜头，笑容和煦，不能说让你们别奋斗了。随即眸光微转，唇角勾起一抹坏笑，只能说来直播间羡慕羡慕我们的生活吧。后面的镜头都是整个农场的景色。众人看完视频，瞬间席转了整个评论区。我靠，是 Lucas， 太帅了太帅了，有没有？有没有？啊，哥哥的盛世美颜杀我啊，简直帅炸了帅炸了，嘿嘿嘿，哥哥爱你哟，有你真好，啦啦啦，我的小天使上线了，哥哥，我有个恋爱想跟你谈谈。不行，怎么可以这么可爱呢？听到前面很戳心，没想到后面更戳心。Lucas 这是不打算当人了吗？ Lucas 最后一句话有没有感觉有些贱嗖嗖的？楼上的不是你一个人的感觉，为什么要把妹妹虚化？节目组，我们缺这点流量吗？快把妹妹放出来，我稀罕妹妹的颜。节目组这是彻底不做人了吗？第46章，妹妹上热搜。一片和谐的评论中，却总有些不怀好意的喷子。我们要妹妹，节目组快把原视频发出来，信不信我反手给你个举报？你们涉嫌坑拐网友的好奇心。节目组，我有个朋友临死前想看眼妹妹的颜，有本事你放啊，你放啊，不会是长得丑不敢放吧？其实我刚想说，是不是长得有点对不起观众，所以不敢放出来。我觉得可能就是长得丑吧，但碍于 Lucas 的面子，就是龙生九子，
还各有不同呢。问题来了 ，Lucas 真的有妹妹吗？我记得他有一次得奖的时候，在后台采访中只提到了自己的哥哥，看他笑得那么宠溺，怎么可能是假的？哼，是亲妹妹还是情妹妹，还有待说。咦，说的是耶，情妹妹也可以宠溺啊？那这带情妹妹上节目是为了给她铺路吗？看视频里年纪应该很小吧？这么小就来给人当情妹妹，想红想疯了吗？哼，现在还真是什么人都有呀。后面的一些评论越发不堪入耳。依云农场的客厅内，砰！卓君明刚吃完午饭，百无聊赖地躺在沙发上刷着评论，可越看到后面，脸色黑沉，面色通红地站起来，把手机狠狠地往地上砸去。刚下楼的楚墨年看到卓君明这个反应，眉梢微挑。怎么了？卓君明瞳孔有些泛红，这显然是被气的。看了楚墨年一眼，颓废地坐在沙发上，双手捧着脸。楚墨年环视了一圈，没看到卓萧一的身影，打算出门找找时，沙发那边传来了卓君明有些闷闷的声音：“楚哥，我是不是不该把妹妹拉到这个肮脏的圈子里？”楚墨年眸光泛寒，黑沉如墨，转头看向卓君明，看来事情关系到那小丫头身上。楚墨年没有直接回答卓君明的话，捡起地上的手机，屏幕已经破碎，也打不开了。皱眉想了一会，拿出自己的手机下载微博。几分钟后，当楚墨年登录上微博，一眼就看到了有关歌王 Lucas 的热搜话题。关于美好生活和歌王 Lucas 的帖子，热搜就占了一半。美好生活的官宣预告就排在热搜第一，热搜第四的是美好生活将于平安夜早上8点与大家不见不散。热搜第5的是歌王 Lucas 的逗趣人设。热搜第8的是 Lucas 是亲妹妹还是情妹妹。热搜第10的是孤儿院出生的影后江云，神秘亲人是谁？楚墨年看到第8条热搜，眸光微眯，眼神透着十足的危险。他果断地点进去，翻看着下面的评论，身上的气息逐渐变得森寒。男人面容冷峻，脸上没有了一丝表情。他深呼一口气，关掉页面，强忍着自己做出跟卓君明一样的行为。楚墨年拨通电话：“我发个链接给你，你把上面叫嚣的最厉害的人账号和地址找出来，交给法务部，给我把他们往死里整。”楚墨年挂掉电话，看了卓君明一眼。卓君明正目瞪口呆地看着楚墨年，以防卓萧一等会回来，看到他二哥这样的状态，有点担心。楚墨年还是犹豫了一下，语气有些严厉：“你妹妹很在乎你们，你们也很宠爱她，你们想她这辈子幸福快乐，她同样也想让你们过得开心，这就是一家人，也是她答应陪你上节目的原因。对她来说，这个并不是负担，而且人生处处存在着意外，有些事情发生了，就应该先想办法把她立即扼杀掉。”卓君明听着楚墨年的话，陷入沉思。良久，卓君明站起身，默默地拿起桌上摔碎的手机：“我知道了，但是你也别想打我妹妹的主意，我妹妹是不会喜欢你的。”哼！卓君明傲娇地转身往楼上走去。楚墨年面容有些黑，他站起来抚了抚衣服上的褶皱，打算出去找卓萧一。当他转身就看到卓萧一站在门口，楚墨年有些微愣，这是站多久了？刚才对卓君明语气有点凶，他听到了吗？他那护短的性格会生气吗？楚墨年有些懊恼。卓萧一看着他的神色，轻轻地笑了起来：“晚上想吃什么？我一会去准备食材。”楚墨年松了一口气，唇角勾起好看的笑容，想了一下：“清蒸鲈鱼。好啊，那我们一起去钓，看晚上能不能吃到清蒸鲈鱼。”卓萧一看着外面阳光明媚，就没有叫农场工人送鱼过来，而是打算自己去钓。楚墨年听到他的邀请，眸光一亮，脸上的笑容加大：“好，湖边的风比较大，你先去加一件衣服，我去拿钓鱼装备。”楚墨年看到卓萧一穿的比较单薄，于是嘱咐道：“好。”卓萧一浅笑，上楼去拿外套了。于是没人再管上楼独自疗伤的卓君明了。第二天一早 ，Lucas 的微博就发出了声明：“Lucas， 我本人声明，网上那些对我妹妹进行人身攻击、污言辱骂之人，我将会委托 IT 楚氏律师团进行追责到底。我带妹妹到美好生活节目室来玩的，而不是任由你们来评判辱骂的。请问你们这些喷子算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来评判污蔑我的家人？”哟，哥哥霸气，哥哥威武，我爱了。哥哥维护家人的样子帅炸了。对，就应该这样。真是无聊，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恶意来对待一个小女孩？支持，曝光这些键盘侠，用得着这么大惊小怪的吗？感觉有点小题大做呀。这条评论刚发出，就瞬间被 Lucas 的粉丝骂得秒删。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支持，不是谁的粉，纯路人，但是很支持 Lucas 的做法。有些人的嘴就跟刀子一样，还不自知。声明发出没一会，
评论就达到了1000万条，大多数人都是支持 Lucas 这样的做法，少数人是觉得 Lucas 有些小题大做了。而那些只图嘴快又无脑的键盘喷子，昨天晚上就接到了处事律师团发出的律师函，吓得立马在网上道歉，甚至给 Lucas 发私信，奈何都没用。某影视剧组化妆室，一个温婉端庄、俏丽若三春之桃、倾诉若晚秋之菊的女人，坐在化妆镜前，闭着双目，任由一旁的化妆师在她脸上描绘。云姐，有人将那些喷 Lucas 妹妹的黑子全都起诉了。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女孩，手里拿着手机，推开化妆室的门。哦，还有这种事？还挺让人大快人心的事。江云睁开眼睛，浅笑地透过化妆镜看向进来的助理。坐在沙发上的中年女经纪人拿起身边沙发上放着的 iPhone， 滑到微博页面，上面正因为这事闹得不可开交。负责这些事的人竟然是处事律师团。江云的经纪人看到这里皱眉，看向江云，这个女孩是什么人？会不会对你在美好生活节目里有什么影响？若是太过出色，你很容易在节目里变成衬托，这样网友很喜欢把你跟她进行对比，那样对你很不利。江云眼神清冷地瞥了经纪人一眼，他知道这是经纪人的通病，什么是第一想到的就是利益关系。江云眸光微闪，想到那天在老板办公室，听老板的话，楚爷应该是为了他才去参加美好生活节目的吧？啊，你可不要有什么多余的动作，他可是我的福星。你不是好奇楚氏的代言合同怎么得到的吗？这可是托了他的福。经纪人眼睛一亮，表情有些欣喜。这么说来，这可是一个金伯伯啊。呵，可不是。江云看了眼眼神放光的经纪人，和自己的助理对视了一眼，垂下头，眸间暗芒一闪过去。江云心里叹气，有些事情呀，得早点解决才行，不然真的太碍眼了。第47章，卓君明告状。而依云农场豪宅大厅内，卓君明内心有点崩溃，战战兢兢地坐在沙发的一个角落里，头发有些凌乱，身上还穿着睡衣。卓俊林坐在他的对面，冷眼看着他。今天早上处理完网上的那些渣渣，卓君明松了一口气，一夜没睡的他重新回到床上去补觉。谁知道睡了没一会，房门被踢开，大哥脸色阴冷地走进来，把他拎下楼，丢到了沙发上。楚墨年看着卓君明的怂样，唇角勾起若有若无的笑。卓萧一则是有些无奈扶额，看向坐在一边慢悠悠喝着咖啡的卓俊林。大哥，先让二哥去换件衣服吧，等会感冒的。啊，那就让他多动动，听说体温降到一定的程度，脑子就越清醒。卓俊林薄唇轻启，漫不经心地瞄了卓君明一眼。卓君明有些欲哭无泪，眼里泪光闪烁，委屈地看着卓俊林。大哥。卓俊林斜了卓君明一眼，原来你还知道我是你大哥。你去娱乐圈之后，我是不是跟你说过，有什么重要的决定提前跟我说？你要带小一去录节目，这就是重要的决定，你怎么不知道跟我这个大哥商量？大哥，我知道错了，下次再也不敢了。卓君明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眼神有些委屈的看向自家妹妹，想让妹妹替自己求求情。卓萧一看着二哥的神情有些好笑，你还想有下次？卓俊林眼神微眯，眸光微冷，看向卓君明。不，没有下次，我保证，我发誓。卓君明抬手朝自家大哥竖起3根手指。好啦，大哥，早上都跟你解释过了，你就别生气了。中午想吃什么，我去给你做。卓萧一浅笑，看向卓俊林。卓俊林瞪了一眼卓君明，又看向自家妹妹，神色柔和了下来。天天做饭不累吗？我回去后调一个厨师过来。大哥，不用了。卓萧一轻笑的拒绝。卓俊林皱起眉头，有些不赞同的看向自家妹妹。你喜欢下厨，偶尔做做就好，哪能顿顿饭都亲力亲为？厨师来了之后，你想做就做，不想做就歇歇。若是不喜欢他做的味道，那你就多教教他。卓萧一听了卓俊林的话，眸光流转，想了想，若是教他一些药膳，让他回蓝井可以做给家人吃。好吧。卓俊林看他答应了下来，松了一口气。要不中午我来做饭给你吃。啊，大哥会做饭？卓萧一有些惊讶。会，大学的时候跟莫年一起住的是独栋公寓，都是我们自己做饭的。卓俊林看了旁边的楚莫年一眼，嘴角噙着一抹笑意。哦，还是下次吧，大哥好不容易有空过来，我去给你做好吃的。你们先聊。卓萧一浅笑的站起身，准备去处理一下食材，因为马上中午了。卓君明看大哥不生气了，胆子也大了些，他凑到卓俊林身边，指着楚莫年跟大哥告状。大哥，我跟你说，他居心不良，想打妹妹的主意。楚莫年似笑非笑的看着卓君明，看得卓君明打了个冷战。卓俊林听到自家弟弟的话，也皱起眉头，看向楚莫年，目光里带了丝危险，还有一丝警惕。楚莫年见他目光看过来，朝他挑眉。
去楼上聊聊。去什么楼上？有什么话我听不得吗？卓君明有些不乐意了，他还没看到大哥朝他发难呢，也没说要他搬出去，上楼去把自己收拾干净。卓俊林看着炸毛的弟弟，有些头疼。卓君明不敢反驳大哥，只能委屈的亦步亦趋的往楼上走去。而楚墨年和卓俊林也去了3楼的书房。大概1个小时后，楚墨年和卓俊林2人才从3楼下来。卓君明早已在沙发上等着，看到2人下来，他一下子从沙发上蹦起来，来到卓俊林身边，瞪了楚墨年一眼。大哥，你们先过来吃饭。卓萧一的喊话让卓君明的话哽在喉咙里。3人来到餐厅，香味扑鼻而来。卓俊林看着桌上一半都是自己喜欢的菜，心里暖意浓浓。没想到妹妹这么细心，这些都能注意到。几人坐下后，卓君明一心想趁着大哥在，有帮手了，好把楚墨年这个窥视妹妹的危险分子赶出去，连眼前的饭菜都没有了往日的吸引力。他挪着屁股，嘴巴嘟囔着，看向自家大哥。卓俊林察觉到他的目光，看了眼安静吃饭卓萧一和楚墨年，犹豫了一下，开口：好好吃饭，你担心的事情不可能发生。墨年4年前就已经有喜欢的女孩了。卓俊林边说边观察着卓萧一的反应。其实他也担心2人朝夕相处，怕妹妹对楚墨年日久生情，也是想提醒下卓萧一，楚墨年心有所属，不能对他有过多的关注。奈何妹妹一直低着头吃饭，压根看不到他的表情。那他为什么一定要住在这里？卓君明听到大哥的话，有些惊讶，又有些不解。吃你的饭，不该你管的事就不要管。卓俊林淡淡的斜了卓君明一眼。哼，怎么又是这样？吃完饭后，卓俊林说下午有事要回去，卓萧一就让他等会。半个小时后，就给他准备了各种整箱的新鲜水果、自制的零食、果酱、果干等东西，足足差不多有1后备箱了，让卓俊林有些哭笑不得。揉了揉卓萧一的头发，并叮嘱卓君明要照顾好妹妹，带着些不舍开车走了。到吃完晚饭后，楚墨年也说自己有事要走，并且今天晚上不回来了。卓萧一送他到门口，楚矿已经开车在罗马喷泉边等着。卓萧一看着楚墨年，想到大哥中午说的话，脸颊有些发热。明天中午回来吗？还没走就想我了。楚墨年弯腰定定地看着卓萧一的眼睛，唇角勾起好笑的弧度。我才没有，就是想着明天中午回来的话，我好准备午饭。楚墨年的目光让卓萧一有些招架不住，卓萧一只能垂眸，假意看着自己的手。呵呵，明天中午一定会赶回来。外面冷，快回去吧。今天早点休息，明天不是还要录节目吗？楚墨年抬手理了理卓萧一被吹乱的鬓发。卓萧一有些不自在的偏了偏头，斜瞪了他一眼。知道了，转身背朝楚墨年挥手告别，然后往家里走去。殊不知男人早已看到他耳尖泛红，低头轻笑不语。第48章直播开始。早上6点钟，卓萧一跑步回来，就碰到了美好生活节目组的副导演带着部分员工提前来到了依云农场。众人看到卓萧一跑步回来，都笑呵呵的跟他打着招呼，心里暗叹这小姑娘真是自律。副导演也看到卓萧一，上前打招呼：卓小姐，这么早呀？副导演也挺早的。卓萧一拿着毛巾擦了擦脖子上的汗珠。呵，导演会跟着江影后等人一起过来，我就提前过来这边安排下工作。副导演看着卓萧一，笑得跟个弥罗佛一样。卓萧一看着这些井然有序的工作人员，犹豫了一下：你们吃早饭的吗？呵呵，吃过了。卓小姐不用管我们。副导演看出了卓萧一的好意，笑道：那好，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说，我先进去了。卓萧一浅笑点头：好的。卓萧一回去梳洗了一下，然后做了早餐，送到卓家2老的别墅去。一会大哥派来的厨师会到，中午也就不用担心爷爷奶奶的午饭问题了。卓萧一吃完早餐，就被节目组里热情的姐姐阿姨拖到房间里，要他换一件衣服。卓萧一有些无奈，看着身上的休闲套装，方便又舒服，他每天都是这么穿，为什么要换？但是有些架不住他们的热情，还有2哥期待的目光。哇，好多时尚新款啊！节目组的造型师打开卓萧一的衣柜，惊呼出声：都是我妈妈和婶婶准备的。卓萧一轻笑，想起搬进依云农场的第2天，妈妈和婶婶给他买了一衣柜的新款衣服，可他一件都没穿过。这么多时装，卓小姐怎么不穿呢？女孩子在该有的年纪就应该好好打扮自己才是。造型师是个大概30出头的女人，看着衣柜里的时装衣服吊牌都没拆，而旁边仅有的几套休闲套装被动过了。看着卓萧一的脸，有些惋惜。造型师从衣柜里给卓萧一挑了一件修身小脚的牛仔裤，一件厚实的奶白色 V 领绒毛毛衣，再给他选了一双白色平底长筒靴。卓萧一换好衣服出来，造型师眼睛都直了。V 领上衣让白皙精致的锁骨若隐若现，奶白色的毛绒感
使卓萧一的气息变得温柔可人。修身的牛仔裤搭上长筒靴，衬得双腿纤细且修长笔直。卓萧一的头发被造型师在前额顶上挑出一部分，编成2个辫子，垂在散乱的头发两边，再从额头上挑出些刘海和绒发，凸显出绝美小巧的容颜，让脸上增添了些许可爱，少了些许清冷。卓萧一走出房间，来到楼下，工作人员差不多已经就位，看到卓萧一，忍不住倒吸一口气。卓君明听到大家的反应，转头向后看去，眼睛瞬间放光。妹妹真漂亮，果然像我。卓萧一听到卓君明这自恋的话，扑哧笑出了声。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则是忍不住翻白眼，谁能告诉他们 Lucas 这性格是认真的吗？时间正式到了8点钟，直播间内已经有了不少人都在等待着开播时间。突然直播间内画面亮了起来，映入众人眼帘的是豪华宽敞且空旷的大厅。看到这客厅的豪华程度，大家都怀疑自己是不是进错了直播间。弹幕瞬间淹没了屏幕，让后面进来的人只能隐隐约约看到画面。这是生活类节目，我是不是进错直播间了？这豪华程度，不是说体验生活种种地吗？这确定不是享受生活的，是不是被导演组骗了？什么时候开始？一道爽朗带着些疑惑的声音响起。哎呀，是 Lucas 的声音啊！听到了，哥哥，我们都在了。导演组干嘛呢？快拍哥哥啊！Lucas 已经开始了。工作人员，这就开始了。镜头移到卓君明身上，4人一般向卓君明点点头。哎，你别摇晃啊，我帅气的身影都被你摇糊了。少年帅气的甩了甩张扬的银发。我的信徒们，早上好。卓君明嘴角勾起好看的弧度，朝镜头摆了摆手。哈哈 ，Lucas， 你安静做个美少年不好吗？啊，哥哥，没糊，还是那么帅气。哥哥，吃了可爱多吗？怎么能这么可爱呢？姐妹们，我又可以了啊！好想把他打晕抱回家。与此同时，镜头转移，一个曼妙身影从厨房那边走过来。这是江云吗？可能是吧，不太像呀，云宝头发没这么长。就在弹幕疑惑的时候，镜头从模糊到清晰，弹幕瞬间一清而空，干干净净。就在副导以为是直播卡顿之时，瞬间弹出来的一连串雾草占据整个屏幕，直达了1分钟之久。靠，这是人间该有的颜吗？哎呀，这些女姐姐是谁？我爱了，好美啊！怎么办？好想抢回家。不行，我要截屏，我要她当我的屏保。姐妹，屏保我已经用上了。这是 Lucas 的妹妹吗？是吧。于是兄妹2人的对话直接验证了网友的猜测。二哥，我们去农场那边摘点新鲜水果吧。卓萧一朝坐在沙发上百无聊赖的卓君明看去。现在？卓君明看向满屋的设备和人员，有些不确定。对啊，一会江小姐和她家人来了，摘点新鲜水果招待他们。卓萧一2手撑在沙发上，想着昨天摘的新鲜水果都给大哥带走了。好吧。卓君明犹豫了一下，起身。妹妹说什么就是什么。啊，妹妹好可爱，爱了，妹妹好有礼貌，妹妹人美心善，好想抱回家。招待都是嘉宾，用不上招待2字吧。楼上的杠精，人家这是先到的礼貌行为，好吧。我就服了，安安静静看个直播不行吗？这么漂漂亮亮可爱爱的妹妹不好看吗？你非要找茬。第49章，意想不到。当然直播间的争论兄妹2人还不得而知，因为直播期间除非是要紧之事，不然不得玩手机。就在2人准备出门之际，副导演的声音响起，另外2位成员已经到达农场门口，请2位前去接一下，稍后可以再一同前往果园。兄妹2人脚步顿住，相视一眼。好吧，还是先去接人。2人来到罗马喷泉前，一辆黑色的保姆车缓缓行驶过来。啊，我云宝来了！列队欢迎云宝的到来。云宝，压轴大宝贝！笑死！又不是走红毯，还来个压轴，就问你礼貌吗？举报，这里有杠精出没！大家屏住呼吸，神秘第4人即将出场。孤儿院的孤儿大佬，神秘秘。在众人期待中，保姆车停下，门缓缓打开。江云身穿紫色卫衣，白色阔腿裤，头戴白色鸭舌帽。很少见到这样装扮的江云，让众人眼前焕然一新。他从车内下来后，作为演员对镜头的敏感，使他精准无误找到镜头，嫣然一笑。终于见面了，大家好。江云看向兄妹2人方向，定定地看着卓萧一的脸，有些惋惜地看向镜头。为什么我要身为女人？卓君明听到这句话有些呆愣，反应过来后立马挡在卓萧一面前，一脸防备地看着江云。
江云看到卓君明这反应，有些一脸懵逼。说说而已，你还要防着我？两人无声的互动，瞬间戳中了网友们的笑点。哈哈哈 ，Lucas 太可爱了。云云，偷偷跟你说，我也有这样的想法。影后这反应，就很真实啊，我他妈头都要笑掉了。哈哈，身为女生，看到妹妹后，我也有这种想法。先不说影后这想法呀，就 Lucas 这反应绝了。Lucas 有点后悔了，为什么带妹妹出来啊？外面豺狼虎豹太多，太危险了。提醒妹妹，不只要防着男生，女生也要防着。妹妹可可爱爱，想娶回家。这么可爱的小仙女，预感是团宠。哎，第四人呢？差点忘了，难道没来？咋的？害羞了？不好意思下车。江云比自己大不了多少，本着礼貌，本来想叫一句云姐的，但是见到本人后，再加上他刚才的行为与传闻中的人设有些不符呀。卓君明皱眉看着江云身后，意识到好像少了一个人。怎么就你一个人？啊？哦，表哥，快下来吧。江云听到卓君明的话，眸光微闪，唇角勾起坏笑，朝保姆车内喊了一句。一个男人缓缓从车上下来。卓君明看到来人，一脸的不可置信，手指着男人，一句误草还没出口，就被卓萧一捂住了嘴巴。卓萧一皱眉，好像在合同上看到过，直播不能说脏话，否则会被封播。镜头外，梁导一脸感激的看向卓萧一，万幸万幸。其实看到男人下车的那一刻，就连一向淡定的卓萧一也有些愣着。男人高挺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银色边框眼镜，隐藏了眸底的威严和锐利。褪去了一身正式的西装，上身穿着白色的衬衣，外面搭了一件深蓝色的针织开衫，下身是奶白色的休闲裤，整个人透着斯文妥帖的气质，实在是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来的人竟然是楚墨年。早上好。楚墨年唇角噙着一抹笑意，淡定的跟兄妹二人打招呼。看着卓萧一可爱乖巧的打扮，男人镜片后的眸光微暗。啊，超帅的小哥哥啊，声音好好听啊，好缩好缩，妈呀，我耳朵怀孕了。雾草，我眼睛都看不过来了。我说比 Lucas 帅，没人反驳吧？楼上的这个还真无法反驳，他们认识。看 Lucas 的反应，好像是也。我们先进去吧。卓萧一深深看了楚墨年一眼，转开视线，嘴角勾起浅笑，看向众人。好啊，天啊，这里风景真棒。哼，我很庆幸能参加这次节目，跟度假一样，还可以和这么赏心悦目的人住在一起生活。梁导，谢谢给我这次机会。江云毕竟娱乐圈待久了，还是很擅长调节气氛的。他环视四周，边走边看着身边的卓萧一，一脸享受。我就当江小姐是在夸我了，谢谢。卓萧一察觉到江云的目光，轻笑挑眉道谢。哎，叫什么江小姐啊，太生疏了，叫我云姐姐。回眸一笑百媚生呀。江云的眼睛亮蹭蹭的，抬手就准备去摸卓萧一的脸。卓君明看到这一幕，一把拉过妹妹，推到自己身后。他没注意到楚墨年一直跟在自己后面，所以一个不小心就把卓萧一推到了楚墨年身前，却丝毫没察觉到，只是看着江云，眼里带着怀疑。这个女人有点不对劲呀，不会是什么百合吧？江云好似看懂了卓君明的怀疑，他嘴角抽搐了一下，抬起的手没摸到那充满胶原蛋白的脸，有些可惜了，丝毫不尴尬的挑了挑被风吹到脸颊的头发。不用这样看着我，我的性取向很正常。卓君明不置可否，傲娇的双手抱胸，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非常欠揍。哼，那谁知道，妹妹，我跟你说。他转头却见妹妹和楚墨年站得那么近，脸色一黑，立马拉着妹妹就往家里走。殊不知直播间里的网友已经笑疯了。哈哈哈哈，笑死我了。哎呦，我去，笑不活了。我的妈呀， Lucas 今天是承包了我整年的笑点。哈哈，这是不是传闻中的前有狼后有虎呀？ Lucas 这是把妹妹拉出狼窝，又推进虎口。 Lucas 上个节目真心累。云云表示，你别误会我，我喜欢男的。云云好无奈啊，只是想宠妹妹而已。 Lucas 总喜欢大惊小怪的。 Lucas 思想有点不健康呀。老实说，那样怀疑一个女孩子很不礼貌。能不杠吗？哥哥只是开个玩笑，综艺效果而已，能不能别这么认真？好好看个节目，对你们来说很难吗？欢迎大家正式加入美好生活综艺节目。我是节目导演梁德鹏。由于考虑到各位老师平时还有其他工作，所以自今日起，我们将会每周双休日7点开启美好生活直播。客厅4人对此表示了解，可直播间里的网友却很是惋惜，表示不能天天看到自家偶像了。第50章，关于身世。那我们现在该干嘛？江云坐在沙发上看着众人， Lucas 耸耸肩，表示自己也不知道。还是卓萧一观察到大门口有2个行李箱。我先带你们去房间吧。哦，
一时高兴忘了。江云一拍脑门，看到助理放在门口的行李，妹妹别动，我自己来。江云看到卓萧一走过去，推着2个大箱子往楼梯间走去，连忙阻止。楚墨年看向 Lucas， 你去帮忙，展现你身世的时候到了。Lucas 瞪着楚墨年，你去啊，你别忘了，她现在可是你表妹。梁导看着沙发上坐着没动的2个男人，眼睛都快抽筋了。梁导无语望天 ，Lucas， 你知道什么叫绅士吗？大佬，你知道江云现在是你表妹吗？梁导面色涨红，拿起超大的白色题字板，刷刷的写了起来。快去帮忙！俩人看着偌大的白底黑字，相视一眼，起身朝着楼梯口走去。楚墨年拿起卓萧一手上的箱子，卓君明慢了一步，瞪了楚墨年一眼，拿起江云手里的箱子往楼上走去。梁导松一口气，要是真让2个女孩子往上提，网友们的口水不得把直播间给淹了。但是就算是这样了，直播间里还是吐槽不断。有没有感觉到尴尬？无语了，这2人没有身为男人的自觉吗？ Lucas 我就不说了，江云的表哥是什么鬼？就是啊，过去了不帮他表妹提，竟然直接往 Lucas 妹妹身边走，这是什么操作？还能什么操作？对妹妹图谋不轨，对，居心不良，见色忘义。所以说男人帅不帅的不重要，最重要是素质。副导演示意梁导看直播间的评论，梁导看到上面的内容，脸有些黑，也有些无奈。江云无意中观察到这边的反应，眸光流转，脸上挂着一抹坏笑。哎，伤心啊，素来冷漠无情的表哥，竟然大庭广众之下还这么对我，虽然是我央求你来的。江云夸张的故作委屈，然后挑眉看向卓萧一的方向，挑促了起来。但是看在的面子上，你不应该对我好点吗？楚墨年斜眼瞄了导演那边一眼，眼里暗芒划过，他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所以他手上的行李箱不是你的？江云面上怔愣片刻，些许夸张的讪笑道：对对，是我的，是我的，误会表哥了，我的错。杠精们听到没？你们怎么就有脸喷了？我就不知道这些喷子怎么这么烦。妹妹好意帮自己的表妹拿箱子，首先过去接过来，怎么了？犯法吗？你们自己思想龌龊，就不要牵扯到别人。刚说长得帅的没素质，所以你是长得很丑吗？真是丑人多作妖，人家这才是真正的绅士。烦死这些杠精了，无处不在的找存在感。梁导也没想到江云突然救场，要不是场合不对，他真想为江云这波操作疯狂鼓掌。江云回房间收拾一下后下来，大家就决定去果园采摘一些水果，再回来一起做饭。此时一个粉色公主调的房间内，一个浑身裹满纱布的人靠躺在床上，正盯着墙上的电视直播屏幕，仅露出来的眼睛，双目圆瞪，充满着不可置疑。他连忙拿出手机，却一不小心扯到了身上的纱布，疼得龇牙咧嘴，但是也管不了那么多。他拨通电话，电话过了好久才被接通。表姐，快去看直播，楚爷上直播了，就是美好生活。挂断电话，徐艺如看到直播里楚墨年去帮卓萧一提箱子，贱人，狐狸精，眼神变得扭曲，脸上沁出血丝了还不自知。而这边的叶晴晴身着一身类似皇后的宫廷装，坐在化妆镜前看着手机有些愣神。她刚听到了什么？徐艺如说楚爷在直播美好生活，是她幻听了吗？叶小姐需要休息一下吗？造型师察觉到叶晴晴接了电话后有点不对劲。陈姐，我想休息一会。叶晴晴看着给自己办造型的造型师，浅笑开口。造型师陈姐会意，那行，我先去旁边看看，你休息好了叫我。好。叶晴晴微笑点头。坐在休息处的经纪人走过来，疑惑地看向叶晴晴，小姐怎么了？你知道美好生活吗？叶晴晴这次在拍一个大型宫廷剧，导演很有名也很严格，所以进组已经半个多月了。叶晴晴一直边琢磨角色边演戏，很少看手机。听说过那导演是从乐娱传媒公司辞职出去的，没什么名气。至于美好生活，据说是一个生活类直播综艺节目，只是没想到他竟然请到了江云和 Lucas 参加。经纪人回想了一下， Lucas 只要他们2个吗？叶晴晴诧异，好像还有2个素人吧。经纪人边说着边打开 iPhone， 给我。叶晴晴拿过 iPhone， 上面正是直播链接，她直接点进去，看到画面，瞳孔瞬间放大，额头上的青筋暴起，面容扭曲极了。他竟然为了那个贱人自降身价，他竟然……直播里正是4人一起去果园采摘的画面。江云有些放飞自我，他快速的朝前方的果园跑去。哎呀，导演，刚说你实现了我的豪宅度假梦，现在你又实现了我的田园梦。随着江云的感叹，镜头切换到了空中的飞行镜头上，可以清楚的看到各种水果园、大棚菜地、湖泊和花房，
还有各种家禽圈。随着镜头的拉近，还能看到果实累累的新鲜水果，以及绿油油的反季蔬菜。在这样的冬季里，依云农场的丰富资源堪比夏季的大丰收。这不只是实现了江云心中的田园梦，更实现了无数人心中的田园梦。而且还有之前城堡式的豪宅，更是让人梦寐以求。我去，之前的预告只能看到局部风景，没想到，我靠，我感觉自己是进入了什么偶像剧频道。我震惊了，这是什么神仙地方？竟然还有奶牛，天然纯牛奶啊！蔬菜大棚，好香好香啊！玻璃花房里的花我都没见过，这都可以摘来吃吗？江云疑惑地看向梁岛方向，梁岛看向卓萧一，卓萧一浅笑看着江云，随便吃，还可以带走。江云有些诧异，看向 Lucas 和楚爷都表情淡淡，虽然疑惑，但是面上不显，高兴地拿着篮子朝樱桃园跑去。第51章又想作妖。而正在震惊拍摄场地的网友们就有点不淡定了。咦，妹妹这是把这当自己家了吗？其实我刚就一直感觉不舒服。我回忆一下，刚开始的时候说摘水果招待影后，又是主动带他们去房间，最后来个随便摘随便带走。前面两个可以理解，你们先到吗？但是最后一个把我整无语了。妹妹年纪小，说话办事不全面很正常。妹妹虽然美，但是不能无脑哦，这可不是你家。是啊，随便采摘得经过农场主人同意才行。有点失望。人啊，空有容貌可不行。就我不喜欢这女的吗？影后对她那么热情，她却总是淡淡的表情，端地有点高了。我也不喜欢，感觉有点装。叶青青看到这里，嘴角勾起讽刺的笑。想混娱乐圈，乱说话可不行。经纪人也看到了弹幕，他看了叶青青一眼，没想到卓家会同意 Lucas 带他进娱乐圈，要不要借此送他上一次热搜？叶青青蹙眉，摇摇头，看了化妆桌上的手机一眼，唇角邪魅勾起。喂，表姐。那边电话很快被接起。一如，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叶青青语气很是关心，让徐一如很感动。没事，表姐，正在恢复中，医生说还过半个月，身上的纱布就可以拆了。徐一如有些嫌弃的看了自己身上的纱布一眼。那就好。你说的，我看了，没想到卓小姐也在里面。叶青青语气带了些惊讶，那个贱人肯定是看到楚爷在里面才去的，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还想进娱乐圈。自己几斤几两不知道吗？还想勾引楚爷，装得那么清高，活该他现在被骂得那么惨。徐一如看着直播间里的弹幕，幸灾乐祸的笑了。是啊，卓小姐说话真有趣，混娱乐圈可不容易，她这样很轻易毁了自己的名声，被骂上热搜的。叶青青还假意替卓萧一着想，表姐怎么那么善良，她都不要脸的去勾引楚爷了，就是要让他毁掉才行。哼，他进娱乐圈不就是要出名吗？那我就帮他一把，免费送他上热搜。他看到卓萧一的那张脸，极度的发狂，但他不想承认他好看。一如，你可别犯傻。哎，就算真要做，也不能脏了自己的手，不然被查出来会连累叶家的。叶青青无奈的劝解，好似拿任性的妹妹没辙般。放心吧，表姐，我绝对不会连累到徐家和叶家的。那就好，那你慢慢休养。叶青青的手机按了外放，经纪人听到徐艺如和自家小姐的对话，他不得不佩服自家小姐蛊惑人的手段。这不是解决了吗？叶青青不怀好意的笑着挂掉电话，看了经纪人一眼。依云农场，众人摘了些水果和青菜，就打算回去做午饭了。你们会做饭吗？江云看着三人好奇的问道。你不会做饭 ？Lucas 挑眉问道。江云有些不好意思的挠挠头，我只会炒个青菜，荤菜的话会个可乐鸡翅。江云看到 Lucas 眼神似乎在嘲笑他，是不是女人？这死小子太不招人喜欢了。难道你会？卓君明神情有些得意，又有些傲娇。就在江云怀疑他真会，而且手艺还很好的时候，他一手搂过自家妹妹的肩膀。我是不会，但是我妹妹会啊。三人忍不住翻了翻白眼，笑死，我差点以为 Lucas 是什么隐藏的5星大厨呢。哥哥又在谦炫妹妹了。真的假的？看着也不像会做饭的样子，别装得太过了。就是爱装逼，被雷劈。弹幕戾气真重啊！杠精们，能不能麻烦你们消停点？对人友善，你们会死吗？那中午我和妹妹做饭吧。怎么样？江云询问着卓萧一，卓萧一浅笑点头。又来，别装了行吗？就是看到他就很烦，总是那么端着。楼上的缺爱吗？说得对，杠精们，你缺爱吗？瞎找什么存在感？有什么好杠的？说不定人家就是这样的性格呢。哎，吵什么？准备做饭了，说人家装逼的，瞧好了。对，真香时刻到，
是不是装逼？一会不就知道了吗？快到家的时候 ，Lucas 还特别嘴馋的点了一个菜，想吃新疆大盘鸡。由于 Lucas 点了菜，楚墨年就拉着 Lucas 去厨房把复杂些的食材处理一下，比如杀鱼、杀鸡之类的。因为直播间里血腥场面播不得，所以大家只听到厨房里传来 Lucas 哇哇大叫的声音。哇哇，这鱼怎么抓不住啊？啊，他还老是弹，这怎么杀？啊呀，这鱼都死了，怎么还在动？还阳了吗？这鸡毛怎么拔啊？烫死了，这毛怎么那么难拔？这鸡好臭，我不要吃大盘鸡了，好恶心！为什么不是你来掏内脏？直播弹幕上满屏的哈哈哈哈哈！哎呦，笑得我眼泪都出来了！哈哈，哥哥怎么可以那么可爱？哈哈哈 ，Lucas， 这是要承包我整年的笑点吗？哈哈哈哈，神他妈的还阳！这 Lucas 是要笑死我吗？鱼，我都要被杀了，还不能让我反抗一下吗？鸡，我都要被下锅了，还这么嫌弃我？妈妈问我有什么好笑的，结果她看了之后自己都笑岔气了。刚在吃饭，爸爸把我赶下了饭桌，因为我笑喷了。哈哈哈哈，哥哥想吃好吃的就要付出点代价哦。在4人的共同合作下，午饭已经上桌。江云的青菜嘛，炒得还算成功，但是那可乐鸡翅的卖相黑乎乎的，有点不忍直视，吃起来还甜腻的酷人。Lucas 在一边嘲笑的眼神更是刺激的他不顾形象的和他斗嘴，俩人的对话更是引得众网友哄笑。这顿饭大家唯一诧异的是卓萧一是真的会做饭。卓萧一下厨的时候，梁导还专门给了他一个分评，那抛锅颠勺的熟练度以及游刃有余的样子，还有那色泽鲜明的菜肴以及用心的摆盘，看着让人垂涎欲滴。江云都想把自己的那盘青菜端走，他完全不配上桌。第52章诡异的热搜。屏幕前的网友们，哦，确定了，妹妹才是那个5星大厨。我去，我竟然盯着屏幕流口水了。刚吃完饭，我又饿了。看着好有食欲啊。发觉没，妹妹力气好大啊。反正我是抛不动那个锅，妹妹就是个女大力士。其实我就想说，杠精们脸疼吗？哟，我就听到某些人的脸被打得啪啪响，甚至还有人把卓萧一做饭的录屏发到了网上。为此直播间涌进来不少他的吃货粉。4人吃完饭后坐在沙发上聊聊天，喝喝茶，聊到 Lucas 什么时候再出新专辑，聊到影后拍戏时的辛苦，以及拍戏时遇到的一些趣事，偶尔听听放飞自我的影后和傲娇的歌王斗斗嘴，还能现场听到 Lucas 唱几句为新专辑准备的新歌曲。而身为妹妹的卓萧一和身为表哥的楚墨年则总是面带浅笑的看着二人闹，不管是现实中还是弹幕上，气氛都是那么温馨又和谐。虽然没有爆点，但是直播间的人越来越多，只因这一切很治愈。哎，想到明天下午就结束了，突然想让时间慢点走。江云躺在沙发上感叹，可以多住一段时间啊。卓萧一挑眉看向江云，经过一个上午的相处，他能发现江云的性格其实不像传闻中那样内敛啊。不行，还有很多工作呢，明天下午直播完马上就要走。江云遗憾的摇摇头。卓萧一摸摸下巴，看向外面的果园，那我们明天下午的工作就是采摘些新鲜水果，让云姐带走吧。卓萧一转头看向3人，不要了吧，这多不好意思啊。Lucas 翻了翻白眼，说不要，可你这表情是怎么回事？没事，反正有很多。卓萧一轻笑出声，啊，妹妹真好。江云一把扑过去抱住卓萧一，惹得2个大男人皱眉。卓萧一也很无奈，云姐，人设彻底不要了吗？看看又来了，拜托妹妹，这不是你家。妹妹不太聪明的样子啊，简直就是个无脑花瓶嘛。这女的是不是有病啊？是有病，幻想病。你是得了幻想症吗？以为自己是城堡里的公主吗？毁三观呀，能不能不要一副主人架势，要脸吗？我他妈想口吐芬芳，虽然你长得漂亮，但是你配吗？笑死了，长得漂亮可不是你为所欲为的理由，女人还是得有点脑子比较好。可这女的显然她没有。梁导看着一连串不断针对卓小姐的弹幕，以他的经验感觉有些不对劲。他拿过边上工作人员的手机发了个弹幕进去，这本来就是妹妹的家啊，滚，楼上的，你收了多少代言费啊？就是让我也赚外快啊。不会是看上她的脸了吧？看上也得不到，半夜蹲点可能有机会哦。梁导看到这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这明显是有水军的节奏啊。弹幕的内容把卓萧一说得越来越不堪，他打算拿出手机发个微博澄清一下，节目场地本来就是卓小姐的家。导演，卓小姐又上热搜了。节目组工作人员把手机递到梁导面前，梁导一眼就看到微博置顶的标题
论 Lucas 漂亮妹妹的无脑行为。看着下面比直播间弹幕上还要不遑多让的恶评，梁导额头青筋暴起，这是跟卓小姐多大仇啊？竟然还有人说 Lucas 的成功之路是靠妹妹睡出来的，他妈的，这到底是谁无脑？难道他们都忘了前段时间 Lucas 把那些黑子告上法庭的事了吗？楚墨年坐着的方向正好面对着梁导，梁导时不时瞄向卓萧一的目光，以及之前拿着手机愤怒的样子，他都看在眼里。我去下洗手间。楚墨年向三人说着，目光却看着梁导，梁导立即会意跟了过去。三人中只有卓萧一察觉到怎么回事。梁导到卫生间的时候，楚墨年正在洗手台处洗手，看到梁导过来，漫不经心的抽了一张纸擦手。楚爷，您看看这个。梁导直接把节目组员工的手机递给楚墨年看，楚墨年随意瞄一眼，瞬间一把抽过梁导手里的手机，眼里寒芒乍现，周身环绕着肃杀之意。梁导忍不住哆嗦了一下。江云介绍这位也给他认识的时候，他是既兴奋又害怕。兴奋的是他的节目日后若是有事，终于有靠山可以找了，同样也害怕，因为他这个小节目也压根经不住这位也随意翻腾一下。这是我来处。卓君明，你这臭小子，给我滚出来！一道熟悉又中气十足的声音打断了楚墨年的话。梁导听着声音也觉得耳熟，随后立马想起来是谁，心里慌的一批。我马上通知关掉直播设备。不用。楚墨年皱起的眉瞬间舒展，轻笑了起来。梁导有些讶异，这会是个很好的自证机会，比起发通文解释有用。出去吧。楚墨年镜片下寒眸中的戾气依旧没有散去，这么明显的针对，以为他看不出来吗？楚墨年走出洗手间，就看到卓老爷子拿着鸡毛掸子四处追着卓君明打，而卓老夫人就拿着手机拉住卓萧一，冷眼在一边看着。节目组的工作人员有些愣住了，副导演也是有些无措的很，他听导演说过这老爷子的身份，也不敢上去拉架，他只能四处找着导演的身影。梁导出来后看着这个场面也有些微愣，随后想到那位爷的话，硬着头皮让副导演通知工作人员继续直播。屏幕前的网友们此时也有点懵逼，直播看得好好的，先是来了一群喷子，捏着妹妹的一点错误就对着妹妹开骂，随后竟然还有热搜说 Lucas 的成功之路是靠妹妹睡来的。卧槽， Lucas 的粉丝们瞬间怒了，粉丝们肯定不同意啊，于是撸起袖子和那些喷子开战。可谁知道他们战得起劲的时候，直播里又来了个老爷子，上来就对着他们的偶像开打。第53章，爷爷在线护短。他们怒了，我靠，这老头是谁啊？凭什么打我家哥哥？就是有病吧，一上来就打人。哎呀，快报警，万一把哥哥打伤了怎么办？爷爷，你这是干嘛呀？卓君明的哇哇大叫瞬间阻止了屏幕前想报警的粉丝们。卓萧一蹙眉不解，上前想拦着爷爷，但是被卓老夫人拉着，而江云则是有些懵了，坐在沙发上一动不敢动。我干嘛？屏幕上那么多人在骂囡囡，你怎么不帮囡囡解释一下？卓老爷子气喘吁吁地停下来，拿着鸡毛掸子指着卓君明。爷爷，所以说这是 Lucas 的爷爷？真的假的？ Lucas 的爷爷怎么会在直播现场？什么？谁敢骂我妹妹？我妹妹那么好，凭什么骂她？卓君明桃花眼圆瞪，刚想上楼拿手机，却看到自家爷爷拿着鸡毛掸子，气势汹汹地站在楼梯口方向。卓君明色缩了一下，看向卓老爷子，爷爷，我一直在做直播，压根没拿手机，我能上楼拿个手机吗？看看到底怎么回事？还能怎么回事？他们在说房子不是囡囡的，说囡囡喧宾夺主，还说他装，还有更难听的，你看不见？更难听的话，卓老爷子说不出口。卓君明点头，臭小子，我就说不同意你带囡囡弄什么直播吧，现在录了也就算了，屏幕上说什么房子不是囡囡的，还骂他。卓老爷子放下手里的鸡毛掸子，拿过卓老夫人手上的手机递给卓君明。还上当上线了是吧？我们说的本来就是啊，就是在你们家里当公主当惯了，还得我们供着她吗？我就笑了，这叫什么？上梁不正下梁歪吗？感情到这来录节目，这里就是你家了，还带拖家带口的，我怎么感觉这老人有点眼熟呀？卓君明嗫嚅地走过去，拿过手机就立马离卓老爷子远点。直播的弹幕已经翻了几番，但是还是能偶尔看到这种话语。卓君明脸一黑，瞪向镜头。他记得上次妹妹拿了2个产权证明回来，他随意看了一眼，上面写的是妹妹的名字。那时他还好奇妹妹怎么把这些拿出来。妹妹说这里之前是寄托在别人名下，现在满了18岁，去办理了过户，怎么就不是他家了？他好心把场地拿出来免费用，你们这群垃圾清楚事实真相吗？我现在郑重说明，这里就是他家，宅子的房产证上和农场的产权证明上写的都是他卓萧一的名字。但凡你们有点本事就能查到，
所以你们没本事就只能在这里瞎逼逼吗？屏幕前的网友震惊了，这是什么？这就是贫穷限制了想象吗？啊，妹妹是18岁的白富美啊，真实的人间富贵花，怎么办？妹妹，结婚的时候性别不要卡得那么死啊！啊，我就说这老爷子怎么这么眼熟呢？楼上的求科补呀！你们好好想想，妹妹姓卓，她爷爷在军事新闻报道上出现过。啊，我知道，是卓家。这么说来，我们哥哥是个隐形的富二代啊！他们都好低调啊，要是我都能炫得起飞。我现在听不到打脸的声音了，我现在听到的是他们刮皮的声音。楚墨年走到卓君明身边，把梁导给他的手机递给卓君明，跟上次一样。卓君明疑惑，垂眸瞬间看到那怀疑他成功之路的评论，额头青筋暴起，眸里透射出别人从未见过的冷冽。我还真是对你们这群垃圾太仁慈了，什么东西都敢跑到我们面前叫嚣，看来上次的教训没能警醒到你们啊！是没看到他们的下场吗？那就明天看看，你们会和他们是一样的下场，不，甚至比他们更惨。今天就这样，我要清理垃圾。卓君明看向梁导方向，目光变得无波无澜。梁导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卓君明转身看到坐在沙发上乖巧的妹妹时，眼里闪过一瞬间的复杂，然后独自上了楼。啊，哥哥，好爱啊！哥哥护短的样子，我好喜欢啊 ！Lucas 应该是看到热搜了吧？要是我的家人被说成那样，我也很气愤。哥哥的背影看起来好难过啊！刚才老爷子说了，本来不同意妹妹来录节目的，是哥哥带来的，肯定是自责了。热搜上那些人说的话是真的难听，我一个局外人都有些看不下去了。那些杠精们太烦了，去死吧！屏幕上直播断开 ，Lucas 的粉丝，还有江云的云朵们，以及刚粉上卓萧一和楚墨年的颜粉们，因为看不了直播，心中的戾气一下子升到了极点。啊，不要啊！该死的黑子，害得现在直播都不能看了。要死！那些是精神病院出来的吗？一群疯子，恨死他们了！哎呀呀，真的是太暴躁了！不行，在这里说他们都看不见，集美们转移战场。对，去微博找那些黑子撒撒气。对，不然我真憋得难受。于是直播间的粉丝一扫而空，纷纷把战场搬到了微博上。依云农场，他这是怎么了？卓家二老看着神色不对劲的孙子，皱眉问着楚墨年，好像是看了墨年给他的手机，他工作上的事应该去给经纪人打电话了。楚墨年端起桌上的茶，垂眸喝了一口。卓萧一挑眉，看了楚墨年一眼，又看向楼梯方向，看来又是关于他的事呀。卓老夫人推了推身边的卓老爷子，示意他看一边有些拘束的江云。小姑娘，不好意思，让你看笑话了。卓老夫人笑眯眯地看着江云。是啊，在这就当自己家一样，别拘谨。卓老爷子点点头附和。卓家二老在农场年轻人的手把手教学下，下载了银狐 App， 学会了看直播。看到江云的第一眼，就觉得这姑娘是个新正的人，再加上之前自家孙女跟他们科补了，这姑娘做的好事更是喜欢的紧。江云心里一暖，看着二老慈祥和蔼的样子，眼眶有些泛红，大大方方的看向卓家二老，乖巧的轻笑道：谢谢卓爷爷卓奶奶，那这段时间打扰了。第54章损失惨重。3楼书房内，楚墨年站在窗台前，看着外面的夜色，已经摘下眼镜的黑眸幽深不见底。细微的震动声传来，楚墨年转身拿起桌上的手机看了一眼，接起。查清楚了。安静的空间里，楚矿的声音从听筒内传来：爷，是陈家少爷买的热搜，并且雇佣了水军，他已经在机场被抓。陈家？楚墨年皱眉，陈家是什么鬼？就是宴会那天在后院骚扰卓小姐的陈英俊陈家。楚矿猜到自家也可能是记不清这些小人物，不是已经蹦跶不起来了吗？哪来的钱买热搜买水军？楚墨年恍然，又觉得哪里不对劲。他拿着一些以前的照片威胁了他的老相好，从他们那里要来的钱。楚矿还是挺佩服这陈英俊不要脸的程度，不像是个胆大之人，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楚墨年还是直觉那废物不像是有这脑子的人。爷说对了，是卫日地产公司小姐曾经在国外有段时间和陈英俊好过，承诺陈英俊办好这件事会给陈英俊2000万。陈英俊想借着这笔钱偷偷出国重新发展，于是答应了交易。楚矿那边沉默了一会，又接着说道：爷，我们另外查到，这个卫日地产千金和徐家小姐是高中同学，以前关系很好，但是卫日地产千金后来出国留学了，俩人一直没有联系。那个千金小姐最近才回来，我查了一下他们的通话，他们最近也没有联系。徐家？你说的是叶家姻亲？楚墨年眸光寒凉。是，没有电话联系并不代表他们没有用其他方式联系，而且
你觉得按这丫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程度，怎么得罪了卫日地产那小姐的？查，若是查出他们有联系后有合作，就停止和他们的合作；没合作就弄走他们的合作，就当给公司员工增添点年终奖。是，爷。卓萧一房间内，卓萧一坐在电脑桌前，正快速敲击着键盘。卫日地产，徐艺如。卓萧一看着电脑上卫日地产千金和徐艺如在企鹅账号里的对话框，嘴角噙起一抹邪魅的冷笑，继续快速敲击着键盘，直接入侵了卫日地产公司以及徐家家主的电脑。半个小时后，卓萧一唇角含笑，分别发了一份邮件给警局和国家纪委小组，然后满意的关上电脑。本来想去睡觉的，突然想到那缺少的最后一味药材，他拿出手机拨了一个电话出去。喂，那边立马被接通。顾哥，上次让你帮我打听的东西有结果了吗？卓萧一眉头紧蹙，我正准备明天给你打电话，打听到了，但是估计得你亲自出马才行。电话那头的男人叹了口气。卓萧一不解，他家有人病了，一直在找你，若是把人治好了，诊金和那味药材都是你的。知道是什么病吗？卓萧一按了按眉心，有些许烦躁。准确来说不算病，他家儿子出了车祸，成了植物人，已经在床上躺了2年了。地址在哪啊？卓萧一想了想，问道。巧了，就在金陵。好，你一会把地址发我一下。卓萧一神色缓和了些。第二天一早，金陵城发生了2个大新闻。第一，卫日地产公司老总涉嫌偷税漏税，被警局带走调查。第二，徐家家主涉嫌贪污以及收受开发商贿赂，被纪委小组带走调查。随后，一直由徐家长子管理的徐氏以及卫日地产公司所有的老客户纷纷打电话过来解约，连正在签的客户也都被抢走。经过多方打听后，2家才知道是楚氏和卓氏的杰作。知道缘由后，2家更是怒不可遏，认为他们太小题大做了，为了这点小事至于吗？他们都知道楚末年和卓家大少是好友，所以楚家会帮助卓家，他们也并不奇怪，只是没想到这种事也会插上一手。卫日地产本来就是小企业，压根经不住这样的重击，而且他们董事长还在局子里没出来，能不能出来还是一回事，所以没几天就宣布了破产。他们名下房产也被拿出来抵债。卫日地产千金和其母亲被赶出豪宅后，接受不了现实，到处哭喊楚氏和卓氏欺人太甚，却没人敢理会此事，甚至知情的还会道一句活该。而徐家本就背靠叶家这座大山，实在没办法了，又怕跟卫日地产一样的下场，只能求到叶家去。有了叶家的帮忙，虽然公司损失惨重，但好在挽回了一下。倒是徐家家主在建设局的职位保不住了。微博上热搜之事，卓君明也丝毫没有墨迹，按照之前的方法，直接请人查出了那些喷子的地址，让楚氏这边的律师团给他们寄出了律师函。至于为什么不用卓家的律师，那谁让楚氏的律师团是金陵令所有人闻风丧胆的王牌呢？而且开庭的时候，卓君明申请了全程直播，直接曝光了这些键盘侠的真实容貌与信息，让他们亲自体会被网暴的感觉。依云农场这边，早上7点钟，美好生活还是正常开播了，没有了杠精和黑子们，气氛简直不要太和谐。大家早上去了农场的蔬菜大棚帮忙播种，下午按照卓萧一昨天安排的去农场采摘各种新鲜水果。听说江云直播结束后要直接去剧组，剧组导演对他还不错，卓萧一就多给他装了几箱，当做依云农场特产送给导演。江云有些感动，可以说这2天真的是他这么多年来过得最舒心轻松的时光，也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某剧组化妆室内，砰砰砰，叶晴晴刚接完叶志辉的电话，气得他把桌上的化妆工具全都扫飞出去。贱人贱人，为什么每次都那么幸运？为什么楚爷总是帮着他？那贱人除了那张脸有什么好的？该死，该死！为什么他看不到我的存在？为什么？为什么？叶晴晴歇斯底里的吼道。化妆室里的东西被他砸得乱七八糟。经纪人看着疯狂的叶晴晴，庆幸自己提前支开了周围的人，让助理守在门外。良久，看到叶晴晴渐渐安静下来，经纪人上前把倒在地上的椅子扶起来。小姐，听说美好生活下一期请的嘉宾里有白影帝。叶晴晴因暴怒而充血的眼睛此时看着有些阴狠至极。白川凯。叶晴晴想到那个男人，好长时间看到他了，前段时间卓家宴会还是他父亲和弟弟白希云去参加的。是，他最是舍不得小姐受委屈了吧？经纪人点到为止，以叶晴晴的聪明应该知道他想说什么。白川凯是个偏执狂，特别对叶晴晴偏执的厉害。叶晴晴来到娱乐圈发展，为了追逐他的脚步，白川凯也来了娱乐圈。凡是叶晴晴参演的电视剧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对叶青青的执着程度几乎到了有些变态的地步。哼，你适当找人朝他那边放出点风声。叶青青此时就犹如地狱爬出来的恶鬼般。好的，萧姐。经纪人点头，不敢直视叶青青。第55章治病遭拒。卓萧一站在一个仿古四合院门前，他确认了一下手机上的地址，然后上前敲门。不到一会时间，门便被打开，一个50来岁的男人来开门，看模样应该是这里的管家。他看到卓萧一的脸微微怔住，眼里闪过惊艳之色。小姐，请问您找谁？我找上官先生，之前有约好。卓萧一眉眼淡淡的看向那管家。我家先生还没回，您先请进。我家夫人在家。管家犹豫了一下，说道。管家带着卓萧一来到客厅，大厅内坐着一个中年女人，眉宇之间带着点焦急，时不时看向门口方向。看到管家带人进来，他立马站起身，却见管家身后是个长相极美的女生，微愣片刻，眼里暗芒一闪而过，透着烦躁。管家，这谁啊？女人语气极为不耐烦。夫人，这位小姐是来找先生的。管家皱眉回道。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不知道吗？怎么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往家里带？我看你是越老越糊涂了吧。女人一脸的尖酸刻薄样，看着卓萧一的脸，一闪而逝的嫉妒，还是被卓萧一捕捉到。可先生说今天若是有陌生人来访，一定要让我客气招待。管家皱眉看向女人，又看了卓萧一眼。他说的是谁？你心里没数吗？那说的是他吗？女人一脸防备地看着卓萧一。上官红年轻时在一众青年才俊中就很出类拔萃，身边爱慕者无数。他们的婚姻是家里老爷子包办的。结婚后，上官红并不滥情，可他还是忍不住日日夜夜防着他身边出现的任何女人。本来以为有了孩子，或是随着年纪的增长，他就不用担心了。可是岁月仿佛只惦记着他一个人，却没有在上官红身上留下太多印记。到现在了，还是有不少女人想往上官红身边贴。说吧，你找我先生什么事？女人语气有些不屑。治病。卓萧一深呼一口气，别生气，拿到药材就走。哼，小丫头，要找借口麻烦找好点，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女孩子是什么心思。我先生看着年轻，但是年纪都够做你爸了，你们也稍微要点脸。现在的女生勾引人都这么光明正大了吗？直接跑到人家里了。女人感觉自己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一般，而且没想到卓萧一还敢找这样的借口，瞬间炸了。夫人，管家皱眉，明显也是觉得他家夫人太过分了。快滚，我家今天有重要客人，今天没时间应付你。听到管家的声音，女人想起今天还有重要的事情，所以出口赶卓萧一走。卓萧一垂手，眸光寒凉，将这些不堪入耳的嘲讽声尽收耳中，面容清冷的好似生长在高山之巅的雪莲，令人不敢企及。当他转身准备离开之际，却听到身后传来的言语：哼，不知死活的小贱。卓萧一停住脚步，转身一把掐住女人的脖子，手指在女人脖颈中轻轻一弹。管家看到，立马想要上前，却被那双寒凉刺骨犹如深渊的瞳眸制住，双腿发颤，不敢再上前一步。哼，我会期待看到你后悔的那一刻。卓萧一凑近女人耳边，邪魅勾唇。女人呼吸困难，早在看到卓萧一眼神那一刻就害怕了，现如今听到他的话，仿佛是恶魔在召唤着自己一般，心如冰窟，浑身颤抖不已。卓萧一放开他，从桌上抽了一张纸，擦了擦手，随手扔在地上，转身就走。卓萧一走出门，就打个电话出去。顾哥，事情没办好。卓萧一把事情解释了一遍，转头看了眼身后的四合院，冷冷一笑。卓萧一走后大约1个小时，四合院开进来一辆红汽车，驾驶座上的司机把车停稳，然后下来打开后座的车门，后面出来的是一个男人和老人。管家得到通知，打开门出来迎接。老爷，先生。管家小跑过去，和先生一左一右扶住老爷子。人来了吗？上官老爷子皱眉问道。好像没有。管家有些迟疑的回答，让上官父子眉头皱得更紧了。你这是什么回答？上官老爷子瞪了管家一眼。您进去就知道了。管家不好在老爷和先生面前打夫人的报告，犹豫了一下，只能这么说。三人来到客厅，就见女人一脸呆滞的坐在沙发上，他们进来半天都没反应。应荣。上官老爷子皱眉不满地看着这个儿媳妇，若不是当年他父亲为了救自己而死，他也不想委屈自己的儿子娶她。啊！张应荣猛地抬头看向声音来源，因为动作幅度太大，上官父子二人也成功看到了他脖子上的伤痕。你脖子是怎么回事？上官老爷子一惊。我没事。张应荣拉了拉领口，想到那女孩的眼神，张应荣的身子瑟缩了一下。
上官红眸光微闪，扶着自己的父亲坐下，给他倒了一杯茶。管家，你来说，到底怎么回事？上官红心里也疑惑，按照张应荣这泼辣性子，被人欺负了，怎么可能不还击呢？不可能被吓成这样。管家看了夫人一眼，见他眼神躲闪，迟疑了一下，还是将1个小时前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半字不差地告诉了老爷子和先生。上官老爷子气得发抖，这就是张家的教养吗？这是他上官家的夫人该说的话吗？上官红对张应荣的泼辣行为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是他注意到的是那女孩子说的话。你说她自己说是来治病的。上官红面色严肃地看着管家。上官老爷子也愣住了，顾先生提醒过，那人很年轻，让他们不要轻视对方。难道他就是？父子2人相视一眼，显然上官红也想到了。老爷子一脸焦急地看向自己的儿子，快打电话确认一下，他是不是那位客人？不可能，那贱人年龄那么小。张应荣听到老爷子的话，一脸不可置信。不，那个女人说期待自己后悔。不可能，不可能是她。你给我闭嘴！老爷子怒不可遏，也万分后悔，为什么当初要逼自己的儿子娶这个女人？第56章离婚。上官红面色暗沉地拨通一个号码，那边良久才接起。顾先生，没想到你们还打电话来，怎么没羞辱够？电话那头的声音低沉又冷漠至极。上官红薄唇紧抿，按了按眉心。对不起，顾先生，所以那女孩就是……我之前有提醒过你们。那边的声音语气带了点玩味。说实话，若不是你们家正好有他需要的药材，都不一定能请到他出手。那声音微顿，随即又说道：但是这种东西又不是绝技了，找到好像也就是时间问题吧。听到这话，上官红有种不好的预感。果然，恰好我们时间还真不着急。那头不疾不徐的声音让上官红的心凉到了极点。不，顾先生，我们有事好商量，有什么要求或是什么其他条件，我们可以再谈谈。上官红想到还躺在床上的儿子，心里有些焦急。我觉得没必要了。那边再次恢复了冷漠的语气。喂，顾先生。上官红看着手机，人家已经挂掉了电话。是他吗？上官老爷子有些紧张。看到上官红点头，他的面色顷刻间变得灰白。他的孙子怎么办？他的孙子该怎么办？张应荣老爷子头一次对这个儿媳妇目露恨意，拿起桌上倒满茶的杯子朝张应荣砸去。张应荣的额头瞬间被鲜血沾染，吓得哇哇大叫。闭嘴，死不了！上官红冷眼看着这个女人，心里也升起了一把刀，好像随时都有可能刺向这个女人。老爷子坐在沙发上，双手掩面，眼眶泛红，看向自家儿子。我知道你有离婚的想法，这件事你自己决定，我不会再干涉你们的事。等若风醒过来再说吧。为了孩子，为了父亲，让他一直强忍着离婚的念头。这虽然是上官红一直希望的，但是现在听到这种话，他也无法高兴起来。老爷子站起来，身子有些不稳。管家见状，立马过来扶住他。他一把推开管家，背影沧桑，亦步亦趋地往自己房间走去。上官红看了一脸呆愣的张应荣一眼，转身往门外走去。张应荣反应过来后，有些疯狂。不离婚，我不离婚，我是不会离婚的。上官红，你休想，我不同意。你做梦，我死也不会离婚的。一个昏暗的包厢内，酒瓶子滚落的到处都是。上官红满身颓废之气，坐在一个角落的地上，双颊通红，眼神迷离，显然是喝多了的征兆。这时，一个相貌出众、温文尔雅的中年男人推门进来，闻到空气中浓重的酒精味，眉头紧皱。他打开包厢的大灯，看到角落里的上官红，叹了口气走过去。上官，你这是……起来！男人扶着上官红坐到沙发上。上官红微眯着眼，看着来人，轻笑出声：安风，你怎么现在才来啊？酒都被我喝完了。来人正是裴安风，卓萧一的姑父。裴安风环视了周围地上的酒瓶子，有些无奈。谁大中午来酒吧喝酒的？你是独一个吧？裴安风中午刚出研究所，就接到了上官红的电话，叫他出来喝酒。裴安风有些无语，大中午的喝什么酒啊？不过听到他语气中的不对劲，他还是跟卓颖打了声招呼，决定过来看看。听说喝醉了就什么也不用想了。可是安风，我怎么醉不了呢？上官红靠躺在沙发上，苦笑地看着手里的酒瓶子。又怎么了？和他吵架了？裴安风皱眉想到，上官红之前心情不好，就是因为跟那女人吵架，但是也不会像这样买醉啊。安风，跟你说个好消息，我家老爷子同意我离婚了。上官红说着，但是面上却不见得高兴。裴安风先是挑眉觉得意外，又看到他这状态，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那不是挺好的？
你家老爷子怎么突然松开了？因为他可能会害得若风永远醒不过来。上官红说着，眼神微眯，危险地看向前方，仿佛若是那女人站在他眼前，上官红能当场撕了他。怎么回事？裴安峰和上官红是几十年的好友了，当然知道好友家里的情况，也知道他一直在找神医武。上次知道卓萧一的身份后，他就在想，请小医帮若风那孩子看一看。可刚出医院，就被通知他手头上的航空研究项目出现了严重纰漏，于是他直接从医院赶回了研究室，一直到前几天才出来。来的路上就已经想好，什么时候去看看那个小医，若是他答应下来，再通知好友这个好消息。我们找到神医无了。裴安峰微愣，随后又想到什么，皱眉说道：“说清楚。”于是上官红把事情解释了一遍。裴安峰素来良好的教养，现在也忍不住想爆粗口。晚上，裴安峰眉头紧锁地回到家。裴清轩这段时间一直在他导师那里，很少回来。家里其他人也都睡了。裴安峰回到房间，卓颖正在敷面膜。回来了，晚上吃了吗？卓颖从梳妆台的镜子里看到自己丈夫进门，她转过身看着他。没有，刚上楼碰到了管家，已经让他给我煮碗面了。裴安峰苦笑，把上官红送回去之后，才想起俩人都没有吃饭。那就好。卓颖走过来，拿过裴安峰手里的外套挂了起来。上官又出什么事了？卓颖眉头微蹙，看向裴安峰，随后又似想到了什么，神情有些惋惜。哎，若风那孩子也挺可怜的，我明天有时间去问问小医愿不愿意帮忙。裴安峰一言难尽地看向自家媳妇。卓颖挑眉有些不解，为什么他是这个表情？于是裴安峰把事情又跟卓颖解释了一遍。卓颖胸口起伏不定，怒不可遏。不问了，还问什么呀？继续让小医过去受欺负吗？那女人就是个神经病，整天神经兮兮的，活该他儿子若风是无辜的，活该上官红不要他，气死我了！你不许去找小医！卓颖一把掀掉脸上的面膜，气得在房间内走来走去，一副恨不得要过去跟那女人干架的样子。第57章瘫痪。裴安峰拉过卓颖坐下来，拍着他的背，给他顺气。瞧你，刚不还说若风是无辜的吗？而且上官早就想跟他离婚了。回来的路上，我也想过不管这事了，但一想到若风，还有你以为儿子这2年为什么一心搭在医学上面？你是说清轩他是为了若风？卓颖挑眉，想到儿子这2年的变化确实挺大，他们是一起从幼儿园上到大学的伙伴，一直都形影不离的。若风突然出车祸，躺在床上不能动了，你以为他心里不难过？裴安峰按了按眉心，有些无奈地说道：“是啊，他以前对医学总是漫不经心的态度，现在却天天泡在他导师的医学实验室。”卓颖也想到自己好像好长时间都没见到裴清轩了，他只是不表现出来而已。听上官说，他每个星期都会去看若风2次。对此，裴安峰有些哭笑不得，这小子对他们都没有这么用心过。算了，那我们明天去小医那趟吧。若他不愿意，不要强求。卓颖心里还是有些不服气，若是小医真能治好若风那孩子，他们要是敢不离婚的话，我要他们好看。第二天一早，裴安峰开车带着卓颖来到了依云农场。裴安峰之前有听自己的妻子说过依云农场有多好，现在自己看到，突然也有种想搬进来常住的想法。卓君明和楚墨年有工作都出去了，卓家二老这2天也回了蓝井，所以家里目前只有卓萧一在。当知道姑姑和姑父的来意后，卓萧一很诧异，听到他们说起后面的事情，卓萧一更是有点惊讶。离婚？裴安峰叹了一口气，心里也有些同情自己的好友。那女人本就是上官老爷子强迫上官红娶的，他做的过分的事可不止1、2件。上官早就想和他离婚了，但是碍于孩子和老爷子，上官迟迟都没有做出决定。现在离婚，对那女人来说，估计是最大的惩罚了。还真没想到上官先生是姑父的好友。惩罚？卓萧一摸了摸鼻子，貌似他已经惩罚过了，今天应该就会有反应吧。小一，我知道你在上官家受了委屈，这事不管你愿不愿意，姑姑和姑父都不会强求你，也不会怪你，要怪只能怪那女人惹的事。卓颖想起来还是有些气愤，端起桌上的咖啡喝了口，看向卓萧一说道。裴安峰也点点头。卓萧一心中微暖，轻笑出声：“呵呵，姑姑说什么呢？上官先生是姑父的朋友，看在姑父面子，我当然会出手。至于那个上官夫人，我已经惩罚过了。”啊，惩罚过了？卓颖和裴安峰挑眉，诧异不已。正好今天有时间，你们先在农场逛逛，吃完午饭，我跟你们一起再去看看吧。卓萧一唇角勾起邪魅的坏笑，朝2人眨了眨眼。下午你们过去看了就知道了。小姨，谢谢你。
裴安峰也没想到卓萧一答应的这么快，同时也很感动。姑父，都是一家人，客气什么？于是三人吃完午饭就出发去了上官家。上官红此时正在家中焦头烂额，早上刚出去没多久，就接到了管家的电话，说张应荣突然倒地不起，双腿似瘫痪了般，无法动弹，正在家里大哭大闹。刚开始他以为是那女人不想离婚，在耍什么花招，后来还是上官老爷子让他回来看看。上官红回来看他也不像是装的，于是把他送到医院，结果医院里也查不出什么原因，说他身体健康得很，还反复检查了几遍，都没事。张应荣不信，他的双腿分明已经不能动弹了。在医院闹得厉害，上官红没办法，只能把他弄回家。到家后，那女人就扯着他的袖子不松手，撒泼哭闹，要他们赶紧去找神医医治他的腿。也就在这时，他接到裴安峰的电话。听到裴安峰的话，他有些不可置信，激动的心情无法言喻，声音有些哽咽，只知道一个劲地说谢谢。你怎么了？上官老爷子看到上官红的情绪不对劲，问道。上官红一把甩开张应荣，激动地抓住老爷子的手。爸，若风有救了，若风有救了。上官老爷子浑身一颤，这算是峰回路转吗？是那位愿意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吗？上官红眼眶有些湿润，说出自己的猜测。不是顾先生打来的电话，是安峰，应该是安峰请来的。好好好，走，去门口接接。上官老爷子现在也管不了是谁请来的，只要能救他孙子，那就是他上官家的恩人。好。上官红应声，可没走两步，脚步顿住，看向坐在床上发呆的张应荣，眼神寒凉，对着边上的管家吩咐道：把他给我关起来，神医给若风医治期间，不准把他放出来。是，先生。管家听到少爷有救了，也很高兴，也害怕夫人在闹事得罪神医，连忙叫来几个佣人，把张应荣送到后院。不，上官红，你不能这样对我！张应荣慌张地尖叫道，却得不到任何回应。上官父子二人翘首以盼着，已经过去1个多小时了，还是没有看到裴安峰他们的身影。管家看着老爷子，紧皱眉头，上前一步：老爷，您还是先进去休息一下吧，我和先生在这等着。是啊，爸，你先回去吧，我一个人在这等。上官红这才注意到老爷子有些摇摆的身影，皱眉说道：不用了，我没事，本来就是我们不对，既然他肯再来，我们得让人家看到诚意才行。上官老爷子弯腰捶了捶自己的腿，虽然是有些累，但是他高兴也值得。就在他们说话间，一辆黑色的车子缓缓开过来，停在三人身边。安峰！上官红看到裴安峰下车，立马走上前。怎么都在外面？裴安峰看到上官老爷子有些不稳的身形，叹了口气。上官红看向缓缓打开的车后门，说了会来，急什么？裴安峰拍了拍上官红肩膀，以示他别太担心。俩人说话间，卓颖和卓萧一已经下车。他们之前不是没有怀疑过，一个小姑娘怎么可能是神医无？就算有顾先生的证实，他们心里还是忍不住存疑。于是让管家去调当天的监控来看，却发现凡是拍到卓萧一的监控画面都不见了。说实话，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带着孤注一掷的想法，万一他真的是传闻中的神医呢？就像裴家的裴清轩一样，小小年纪就是个医博士，医学界的天才人物。虽然得到了管家的描述以及顾先生的证实，但是上官老爷子和上官红见到卓萧一的时候，还是忍不住愣在当场。第58章选择。卓颖带着卓萧一下车，就看到上官父子二人看着自家侄女呆愣的样子。呵呵，怎么不相信呀？卓颖语气促狭道。卓萧一也看到了上官老爷子和上官红，尤其是当看到上官红的容貌时，眸光微凝，一闪即逝。不，嫂子，我没有，我只是……上官红怕卓萧一误会，有些着急，却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有点语无伦次了。裴安峰看着妻子，知道他心里有些不舒服，有些无奈说道：好了，别逗他了，我们先进去吧。上官老爷子也反应了过来，连忙招呼着三人：对，先进去，是我们失礼了。上官老爷子被管家扶着，边走边看向卓萧一，眼里带着歉意，语气也十分温和：小姑娘，之前实在是我们上官家对不起你，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歉意。除了之前说的那些，日后有什么用得上我们上官家的，随时吩咐，我们都义不容辞。上官老爷子走起路来有些颤颤巍巍，卓萧一看得出来老爷子是在外面站久了，所以他刻意放慢了步伐。客气了，先前不知道上官先生是我姑父的朋友，多有得罪，还望谅解。上官老爷子和上官红震惊地停下脚步。姑父，卓萧一淡定点头。上官红蓦然转头看向裴安峰，
眼眶湿润，有些感动。谢谢。谢什么？小姨是卓家的小公主，前段时间才刚回来，我也是才知道她这惊人的身份。裴安峰温和浅笑，随即又看向近在咫尺的客厅方向，表情严肃。虽然你是我好兄弟，丑话说在前头，若是再让小姨在你家受委屈，我可就不念兄弟情了。上官红知道裴安峰指的是什么，他的眼神也冷冽了起来。放心，绝不会有第二次。行了，先进去吧。他要是再敢欺负小姨，我可饶不了他。卓颖说着，还撸了一下自己的袖子，拉着卓萧一往里走。卓萧一有些无奈又好笑，姑姑，你这是要拉着我去打架吗？哎，一开始都是我的错，倒是苦了小红。安峰，进去吧，他这次不会出来捣乱了，他已经被关起来了。上官老爷子悔不当初，一脸疲态的被管家扶着走。裴安峰诧异的看向上官红，上官红点头，边往里走边解释了一下早上发生的事。裴安峰眉头微挑，垂眸眼里暗光划过，难道这就是小姨之前说的惩罚吗？众人来到客厅，管家吩咐佣人端了茶水上来，还没来得及喝上一口，佣人就从后院匆匆跑来，看到客厅这么多人，他不敢喧哗，只能来到管家身边，小声说着什么。管家脸色微变，快速来到上官红身边，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卓萧一听觉灵敏，他借着喝茶的动作垂手，唇瓣勾起，邪气十足。上官红神色冰冷，还带了点肃杀之意。怎么了？裴安峰看到他的神色变化，皱眉问道。上官红犹豫了一下，见众人都看着自己，他痛苦扶额，示意管家直接告诉大家，夫人不知从哪拿到了一把水果刀，他用自杀为由威胁佣人，让佣人把他推到少爷房间。他，上官老爷子听完，一口气没喘上来，手捂胸口，眼白微翻，面色青紫。爸，老爷，老爷子！上官红、管家、裴安峰看到上官老爷子的状态，吓得立马冲过去，让开！一个淡漠的声音响起。裴安峰反应过来，立马拉开上官红。卓萧一两三步走到上官老爷子面前，众人似乎只看到了一阵残影，上官老爷子的头上就多了几根银针。卓萧一又拿起上官老爷子的手，找了几个穴位，轻按了几下。老爷子渐渐的呼吸通畅，面色红润，缓缓睁开了双眸。他看着面前清冷的少女，眼眶微红。谢谢。卓萧一淡漠的摇头，这算不算是自己引起的突发事件？卓颖也拍了拍胸口，松了一口气。去看看他还想干嘛？上官老爷子缓过来，神色冷厉的看向自己的儿子。你们先在这坐一下。上官红应声站起来，然后向卓萧一三人一起吧。卓萧一拔掉上官老爷子头上的针，眉头微挑。上官红与上官老爷子对视一眼，犹豫了一下，点头同意。众人来到上官若风的房间，张应荣正坐在之前为上官若风准备的轮椅上，手里还拿着一把水果刀，旁边还有两个佣人焦急地看着他。而他旁边的床上正安安静静地躺着一个少年，少年面容苍白，气息微弱，若不是边上的心电图显示他还活着，那仿佛就是希腊神话中在彼岸花丛死去的美少年。张应荣看到一群人进来，他立马把手里的水果刀抵在自己的脖子上。你这是想干嘛？上官红上前，目光如刀，盯着这个疯女人。不要过来，不想我死在儿子面前就不要过来。张应荣看到上官红脚步停下，微微松了一口气。他的目光扫过众人，视线锁定在卓萧一身上，目光透着震惊，不可置信。真的是你？卓萧一向前走了两步，直直看向张应荣，勾唇邪魅一笑。我说过我会期待你后悔的时刻。张应荣浑身瑟缩了一下，想到当时这个女孩子掐着自己脖子时的情景，又看向自己的双腿，眼眶瞬间被泪水浸满。对，我后悔了，求你救我，帮帮我。可以啊。卓萧一的回答让卓颖皱眉，刚想上前，却被裴安峰拉住，示意他等会。卓萧一眸光流转，邪气四溢。我只会救一个人。房间的众人微愣。为什么？张应荣呆愣的低喃。卓萧一也很随意的回答，我的规矩，我高兴。张应荣彻底愣住，良久才反应过来。他看向躺在床上的儿子一眼，迅速转头看向卓萧一，坚定的说道，那就帮我治腿，治好我的腿。反正若风已经躺2年多了，那么多人都试过了也没用。而且这个女孩虽然有本事，但也不一定真能救醒她，就不要浪费这次机会了。等她以后找到更厉害的医生，把若风救醒。就算日后她听说了这件事，相信她是不会怪她的。她是她妈妈，就算她醒着，也会主动把这次机会让给自己的。张应荣心里不停的自我安慰，不断的为自己的自私找着无数借口。第59章有意识。而房间内的所有人都震惊了，房间的佣人都是一脸不可置信的看着自家夫人。
上官老爷子刚刚恢复点的身体摇晃了一下，一脸悲切。他上官家到底造了什么孽？这到底是娶了个什么玩意回来？裴安峰眼神微眯，这个女人还真是自私。雾草，老娘今天真是见识到了，死女人，你还知道躺在床上的是你儿子吗？卓颖气愤地看着张应荣，手指着床上的上官若风。他是我生的，机会让给我是应该的。只要他好了，上官红才不会嫌弃我的，他也会想办法不让上官红跟他离婚的。只要儿子不醒过来，他就不会着急跟他离婚的。对，是这样的。张应荣的情绪有些疯魔了般，竟然还笑了。卓颖看得更是火冒三丈。说起来，上官若风也是自己看着长大的，没想到摊了个这样的妈。你他妈简直没人性，老娘今天要撕了你！说着就要冲上去打人。裴安峰一把抱住发飙的妻子，突然边上一个花瓶直接朝张应荣的水果刀砸去。这要是砸中，水果刀就会顺着力道刺入张应荣的脖子。众人惊，说时迟那时快，一颗扣子飞射而出，直接打掉了张应荣手里的水果刀，花瓶就直接砸向了张应荣的脸。花瓶的碎片四溅，在张应荣的脸上划出一道又长又深的口子。啊！张应荣摸着脸上的血渍，尖叫出声。众人被这发生的一系列事情给惊住了，顾不得张应荣的尖叫，朝花瓶来源方向望去。上官红冷冽地看着疯狂喊叫的女人，裴安峰素来温和的脸色出现怒容，声音严厉：你知道自己在干嘛吗？你差点因为他搭上自己的下半辈子，他值得你动手吗？上官红看着张应荣，冷漠无情地开口：他不配活在这个世上，他的存在就是对若风最大的伤害。张应荣听到这话，瞪向上官红，嘴里疯狂叫嚣着：上官红，你想杀我？等若风醒了，我要告诉他，他会恨你的。若我死了，他会恨你一辈子的。这时身后突然传来管家的惊呼：老爷！众人转身见上官老爷子捂着胸口倒在管家怀里，不过面色不像刚才那般严重。卓萧一看着少了一颗扣子的大衣袖口，叹了口气上前给老爷子把了一下脉搏：没事，气急攻心而已，送回房间休息一下，我等会留一张方子，你们给他调理一下就行。上官红松了一口气，让管家和几个佣人扶着老爷子回房间。卓萧一站起身，无意中看到心电图那细微的变化，眸光流转，绕过张应荣，来到床边，看着床上少年的脸。果然，卓萧一唇边溢出了一丝轻笑，这声笑在寂静的房间内显得很突兀，众人不解。卓萧一来到张应荣面前，笑道：我觉得他应该不会恨上官先生的，但是恨不恨你就不得而知了。你什么意思啊？张应荣此时的形象犹如地狱里的恶鬼。卓萧一拿起上官若风床头的病历，边看边玩味的笑道：你可能不知道吧，来，我给你科普一下植物人。病房的其他人也有些茫然。卓萧一带着些恶趣味的声音响起：其实植物人的情况有分为3种。第一种呢是持续性植物状态，持续性植物状态的病人就是睁眼昏迷没有意识。第二种呢是永久性植物人，永久性植物人就是治疗超过1年毫无意识。而我发现啊，卓萧一停顿片刻，笑得肆意。而我发现你儿子好像是属于最后一种特殊的微意识植物状态。微意识植物状态的病人会有意识，但是意识也是比较微弱的，比如说流泪、微笑，重要的是我们说话的时候他也听得见。众人再次震惊了，瞳孔放大，惊愕地看向床上的上官若风。张应荣更是不可置信，那他的那些话全部被若风听到了吗？不可能，不可能！张应荣疯狂摇摆着脑袋，不敢相信这一切。你肯定在骗我，你在骗我！卓萧一把张应荣的轮椅转了一个方向，让他面对上官若风。信不信？你自己看啊，看看他流泪了，应该很伤心有你这样的母亲吧？不，事情不是这样的。张应荣看到上官若风脸颊两边的泪水，瞬间崩溃。他还不忘拉住卓萧一的衣摆，祈求道：我之前不该骂你，对不起，你能不能救救我们母子俩？求求你了！卓萧一眼神斜睨了张应荣一眼，满是淡漠无情。你更应该向被你迫害的李如梅和于心道歉。你怎么会知道？张应荣惊愕，眼睛瞪大。李如梅和于心是谁？卓颖问出众人的疑惑。卓萧一看到上官红也是一脸疑惑，貌似也不认识，就有些无语。当他得知上官红要跟这女人离婚的时候，他是觉得对于这个这么在乎她丈夫的人来说，离婚这个惩罚就够了。可当他无意中查到一些事情后，觉得还是不能轻易放过这个女人。可能是某次上官先生帮助过的女生吧，他以为人家要勾引上官先生，于是请了一些小混混把人给毁了。卓萧一看到姑姑看过了的眼神，
还是改了一下措辞，但是该懂得的人都懂。众人再次刷新了三观，上官红更是有些身形不稳，他冲过去一把掐住张应荣的脖子。贱人，你真是该死！裴安峰皱眉，赶紧上前拉开他。你真打算当着若风的面杀了他？你让若风今后如何面对你？上官红目眦欲裂，随后看了床上的儿子一眼，缓过神，盯着张应荣。贱人，明天就去离婚。可嗨，不，上官红，你休想，我绝对不会离婚的。那些贱人休想靠近你，他们休想得到你，你只能是我的，他们都该死。张应荣吼得撕心裂肺，眼球暴突，不仅样子恐怖，这偏执的占有欲更让人生寒。上官红看着这个女人，竟然有种想呕吐的感觉。他现在一刻也不想再看到这个恶心的女人，于是喊来了管家，让他把人带走。管家，把他带下去，关起来。不，我还要治腿的，你快帮我治腿啊！张应荣不让管家靠近自己，使劲想往卓萧一那边靠。卓萧一唇瓣弯起，冷笑出声：哼，你的下场是我的功劳，我为什么还要救你？第60章求生意识。众人都感到有些瞠目结舌，佣人看向卓萧一的目光更是带着些畏惧。张应荣听到卓萧一的话，正愣住。也就这个时候，管家立刻让佣人上前把他绑起来。张应荣反应过来，尖叫出声，扭动着身体，如恶鬼般要往卓萧一身上扑去。原来是你，你这个贱人！贱人！啪！佣人架着张应荣经过卓颖身边时，卓颖面容如霜，一巴掌甩过去。死女人，你骂谁呢？张应荣的脸被打偏，管家还不等张应荣反应，摆摆手，让佣人直接把人快点架出去。走廊上还回荡着张应荣不甘的尖叫声。房间内，卓颖看着上官红正用复杂的目光盯着卓萧一，他走上前挡在卓萧一面前，一脸严肃又理直气壮地瞪向上官红。你看什么？要不是他平白无故辱骂我家小一，我家小一也不至于要对他动手。而且那女人活该，做了那么多丧尽天良的事情。上官红看到卓颖这户犊子的样子，有些无奈地看向边上的裴安峰。嫂子，你误会了，我没有怪卓小姐的意思，只是惊叹卓小姐这么年轻，医术却这么厉害。我家若风就麻烦卓小姐了。卓萧一看着姑姑的背影浅笑，对着上官红淡然点头。哼，你没有最好。卓颖则是看着上官红冷哼一声，然后拉着卓萧一来到上官若风床前，眼神充满怜惜。哎，倒是苦了这孩子了。若是听不见还好，可偏偏这叫他如何接受呀？卓萧一握住上官若风略显纤细的手腕，把着脉。听到姑姑的话，声音有些飘渺。生死都经历了，还有什么是接受不了的？众人微顿，好像是这么个理。卓颖夫妻看向卓萧一，瞬间觉得上官若风这经历也就不值一提。卓颖坐在床边，看着床上的少年，有些语重心长地说道：若风，别伤心，要坚强点，快点好起来，你爷爷和爸爸还有我们大家都在等着你呢。他说完叹了口气，又似想到了什么，蹙起眉头看向卓萧一。那他是不是也听到那女人有现在的结果是你弄出来的？卓萧一眸光流转，他也没打算瞒着上官家的人，应该知道吧？那他醒来后会不会为那女人报仇呀？卓颖眉头皱得更紧了，不是他把人心想得太坏，那女人毕竟是他妈妈。不，他要是真那样不明是非，那他就不配做我们上官家的人。上官红听到这话，生怕卓萧一心里有嫌隙，连忙否定这个可能。想到那个女人，又看看床上的儿子，他拳头紧握，立刻表态：哼，若是真那样的话，我还挺佩服他们的母子情的。卓萧一的声音带了些嘲讽，上官红的话是真心还是假意，卓萧一也不想理会。卓萧一放下把脉的手，淡然看着众人说道：姑父，你们先出去吧。上官先生留下。1个小时后，卓萧一和上官红来到客厅。上官红面上是掩饰不住的欣喜和激动，而卓萧一面色有些许苍白，额头上还有些汗珠。卓颖并没有注意上官红的神情，看到卓萧一这个样子，有些心疼，拉过他坐在沙发上，给他倒了一杯温水，又拿出手帕给他擦汗。休息一会后，卓颖皱眉看向后院方向。怎么样了？卓萧一放下杯子，浅笑看向姑姑。他脑细胞很活跃，求生意识还挺强，所以1个星期后，第2次针灸后应该会醒。啊，这么快？卓颖和裴安峰都惊诧不已。卓萧一这点信心还是有的。卓小姐，谢谢你。上官红眼眶含泪，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形容自己的心情了。当房间里只剩下他和卓小姐以及躺在床上的儿子时，卓小姐让他褪去了若风身上的衣服，
然后从自己手腕处解开一个类似护腕的东西，摊开后里面插着满满的金针银针。他站在边上，亲身感受着武侠小说里才能看到的情节，不断的有幻影闪现，每次闪现，若风身上的穴位处就会出现几根银针，银针轻轻颤动着，闪烁着耀眼的寒芒。随着银针的轻颤，上官红发现旁边的心电图上心率巨大起伏着。那时的他握紧拳头，不知道是强忍着多大的欣喜，让自己不要打扰到卓小姐。卓萧一并不想多留，说1个星期后再过来，于是给上官红留了一张药方就走了。上官红也爽快，拿了一个古朴的盒子给他，说里面是他需要的药材，并且还拿出一张银行卡。但是卓萧一只收下了药材。他事先是想过，他已经惩罚了那个女人，等他们再次求上门的时候，他不会拒绝，但会加大条件。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姑父的面子还是要给的。卓萧一到家的时候已经6点多了，卓颖和裴安峰说是明天有什么要紧的工作，要回去准备一下，把他送到门口就掉头回去了。卓萧一刚进门就闻到厨房传来一股烧焦的味道，他放下手里的东西，急忙往厨房跑去。啊，怎么冒烟了？哎，怎么就变黑了？蠢货让开，你是想炸了厨房吗？卓萧一还没跑到厨房，就听到二哥慌乱的尖叫以及楚墨年暴躁的声音。来到餐厅，餐桌上已经摆上了5菜1汤，而且都是他喜欢吃的菜。卓萧一唇角不知不觉弯起好看的弧度，可能他自己都没有察觉，他的笑容有些许甜。他走到厨房门口，就看到楚墨年端着一锅黑漆漆看不清是什么的东西放进洗碗池里，水淋在锅内，滋滋滋的声音伴随着浓烟，空气中的味道堪比毒气弹。楚墨年和卓君明有些受不了了，纷纷用手轻扇着环绕在鼻尖的味道，快步走出厨房。当看到门口的卓萧一时，两人愣住。楚墨年先反应过来，浅笑看向卓萧一：回来了，饿了没？饭菜已经做好了，准备吃饭吧。卓君明看到妹妹，神色有些微窘。听到楚墨年的话，他笑呵呵地推着妹妹转身往餐厅去。对，赶紧过去，这里的味道太刺鼻了。第61章，二哥下厨。卓萧一被二哥推到餐桌边，浅笑看向楚墨年，又回头看了眼厨房方向。还真有点饿了。不过你们刚在干嘛？楚墨年给卓萧一包了一个虾，放在他的盘子里，然后轻轻地灭了卓君明一眼。他想给你做饭，结果差点把厨房给点了。卓君明光顾着尴尬，并没有注意到楚墨年的动作。他瞪了楚墨年一眼，这算是他不堪回首的黑历史吧。时间回到2个小时前，楚墨年回来后发现卓萧一不在家，于是出去转了一圈，发现也不在农场。就在他以为卓萧一是跟卓君明一起出去了，准备打电话时，却在门口碰到卓君明正好开车回来。楚墨年看到他一个人下车，往他后面看了一眼。小一没跟你出去？没有啊，他不在家。卓君明微怔，看到楚墨年转身就走，追了上去。楚墨年没有理会卓君明，拨通了卓萧一的号码。电话通了，却不是卓萧一的声音。楚墨年想了一下，听出了电话那头的声音是卓小姑。楚墨年沉默了一会，把手机外放打开，示意身边的卓君明说话。卓君明眉梢微挑，诧异看向楚墨年。小姨。卓君明看着上面显示的是小姨的号码，不解楚墨年这是什么操作。哦，是君明啊。电话那头的卓颖也听出了卓君明的声音。姑姑，小姨呢？卓君明诧异地盯着手机上的号码，没打错呀。他现在有点事，不方便接电话。卓颖也没说卓萧一有什么事。这让卓君明有些疑惑了，不知该说什么。他看向楚墨年：你有什么事吗？我们大概一会就回了吧。卓颖见卓君明没吭声，再一次问道：哦，那就行，没什么事。姑姑再见。卓君明看到楚墨年摇头，下意识地按着他的示意说话。等挂了电话后，卓君明才反应过来，有些懊恼，瞪着楚墨年，满脸疑惑：你为什么不敢接我姑姑的电话？楚墨年意味深长地看了眼卓君明，浅笑地收起手机，因为他可不想革命尚未成功就多了些阻碍。于是家里只剩下楚墨年和卓君明，两人坐在沙发上大眼瞪小眼的。楚墨年无聊地翻着手机，想着卓萧一和卓小姑出去会有什么事呢？小姨和姑姑出去能有什么事？逛街。卓君明慵懒地靠躺在沙发上，看向一旁的楚墨年。不知道。楚墨年却回得极其敷衍。他站起身往厨房走去。你干嘛去？卓君明看着楚墨年的背影问道，却听到楚墨年淡淡的飘来2个字：做饭。就饿了。卓君明以为是楚墨年饿了，撇撇嘴，然后拿起手机自顾自地玩着。楚墨年看着冰箱里的食材，自己想要的好像都有。他的动作不疾不徐，娴熟且优雅，犹如一幅画卷般。不到1个小时，
桌上就摆了5菜1汤。卓君明闻着香味来到餐厅，看到桌上的饭菜，诧异不已。他走到餐桌前，嗅了嗅味道，傲娇的挑眉：“哼，肯定比我妹妹做的差远了。这是专门给小姨做的，她喜欢就行，而且总比你光知道张嘴吃比较强。”楚墨年摆着碗筷，漫不经心的抬头看了卓君明一眼：“靠，你瞧不起谁呢？不就是给小姨做饭吗？”卓君明被楚墨年看得火冒三丈，朝厨房走去，可是到了厨房，却不知从何处下手。他看到案台上有一块五花肉，灵光一闪，想到之前看到的一个视频，拿出手机看向厨房门口的楚墨年：“哼，我要给妹妹做红烧肉。”楚墨年触眉，就见他点开一个小视频，上面是教怎么做红烧肉的。于是卓君明就真实体验了一把，什么叫一看就会，一做就废。结果就是卓潇一回来看到的那一幕。吃完饭后，3人在沙发上坐了会，卓君明感觉身上还弥漫着一股毒气弹的味道，就赶紧上楼洗澡去了。楚墨年看到大门玄关的吧台上有个盒子，那是什么？卓潇依顺着楚墨年的眼神望去，是你解药的最后一味药材，铁皮石斛。楚墨年挑眉，摸了摸下巴。楚矿今天也打听到了，说是在海外。你今天出去就是为了他？卓潇一点头，触眉说道：“明天要直播，所以打算周一正式给你治疗。”好。楚墨年噙着一抹浅笑，眸含宠溺看着卓潇一。少女在暖色的灯光下，绝色独艳的脸蛋儿像是散着光泽，让本就白嫩的肌肤显得更加的诱人。又是一个美好的周末，美好生活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们也来得挺早。梁导手里拿着一个包子，一边吃着一边示意工作人员打开直播设备。早上7点直播正式开始。终于到周末了。是啊，等得好心酸呀。哥哥，我来了。云宝，我家云宝呢？妹妹呢？妹妹呢？好怕她会因为之前网上的事就不录了。都没起来吧？也没看见表哥。应该是吧，平时工作太辛苦，周末好不容易能睡个好觉。是啊，这个节目组不良心，害我早觉都不能睡了。前面的说的太对了，6点50就起来拿着手机蹲点了。6点50算啥？我6点半就坐在电脑前蹲点了。楼上的拿着手机躺在床上看，是被窝不暖和吗？用电脑大屏看着他们的盛世美颜，不香吗？说的都好有道理。是妹妹，这是跑步回来吗？妹妹好自律啊，妹妹身材真好。果然，现在还窝在被窝里的我，不配拥有那么好的身材。卓潇一慢跑到罗马喷泉前停下，清晨的阳光照在他头上的马尾上，一派青春飞扬的气息。细密的汗珠从额头滑下脸颊，来到脖颈处，没入了领口，又是那么说不出的魅惑撩人。卓潇一解下手臂上的毛巾，擦了擦汗珠，看到镜头推过来，他眉头微挑。这是开始了吗？镜头人话般的点点头，给他回应。大家早上好。第62章神秘嘉宾。怎么办？妹妹有点酷呀。是啊，挑眉的样子，我太可以了。姐妹们，我想去变性整容了。有没有组团偷妹妹的？速速报名。卓潇一打完招呼就往家里走去，正好碰到楚墨年从楼上下来。楚墨年看到卓潇一唇角不自觉上扬，晨跑去了。卓潇一浅笑。楚墨年看向自己的肚子，有些无奈。下次叫我一起，最近有点懒了。可以啊。卓潇一轻笑出声。那你先上去梳洗一下吧。楚墨年看着卓潇一脖子上慢慢干涸的汗珠，皱眉说道：好，我一会下来做早餐。他们昨天都工作得很晚，不会太早起来，不急。卓君明昨天录歌录到很晚，江云昨天半夜也才来到依云农场。卓潇一微微颔首，就往楼上走去。落地窗的窗帘被拉开，光线洒进来，落在一个笔挺修长的背影上面。他回过头来，简单的白色衬衫最上面2颗扣子散开，露出性感的喉结。他走到落地窗前，听着助理的汇报，眼神微眯。卓家小小姐？是，之前一直没听说过，据说是才回来没多久。助理推了推黑框眼镜，看着男人的背影，轻声的。男人阴柔的面庞上邪魅一笑。最近参加了一个大剧作，没想到错过了这么多大新闻。是的，前段时间卓家老爷子办宴会，我猜测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向众人介绍这个卓家小小姐。你父亲和弟弟都在场，有趣。能让秦青在他身上受挫，看来这卓家小小姐也不是什么善茬吧。男人手指摩挲着尾戒，神情有些玩味。主子该怎么处理？助理凝眉恭敬地问道。
男人似笑非笑的勾唇，哼，他让人在我身边放出风声，不就是想让我给他出气吗？那还是按照以往的方式处理吗？助理询问道。不，这件事先不急。男人神色莫名，唇角勾起，笑意不达眼底。助理皱眉不解，以往叶小姐有什么事，自家主子都是第一时间给解决的。男人转身理了理袖口，看向助理，走吧，先去会会再说。毕竟人家不是一般的阿猫阿狗，那可是卓家小公主。依云农场，卓萧一和楚墨年一起在厨房做早餐，气氛和谐又美好。屏幕前的网友却为此激动不已。啊，没想到表哥还会做饭。哦，这种完美男人为什么我身边没有？啊，是谁说君子远庖厨的？是啊是啊，看看表哥做饭的时候多迷人呀！命里缺一个表哥这样的男朋友，我命里还缺个妹妹这样的女朋友呢。啊，大家有没有觉得气氛有点甜？还别说，就是莫名觉得两人般配到骨子里了。楼上的感觉到了，是两口子的感觉。不行了，你们原地结婚吧。表哥加油呀，月子中心我都替你们想好了。表哥妹妹，有个老奶奶想临终前看看你们宝宝长什么样。前面的你是想笑死我，继承我的蚂蚁花呗吗？云宝，快来阻止表哥继续散发荷尔蒙。Lucas 还不快点起床，妹妹都快被大猪蹄子拐跑了。Lucas， 快起来保护妹妹啊！在万众期待下，卓君明打着呵欠与3楼下来的江云碰面。早，两人相互随意的打了个招呼，然后循着香味走去。来到餐厅，就看到卓萧一端着一盘白胖的包子出来。卓萧一看着二人，浅笑说道：“下来了，刚准备去叫你们。”卓君明和江云目光一亮，快速走过来，接过卓萧一手里的盘子，且有些默契十足的说道：“妹妹辛苦了。”卓萧一挑眉浅笑，这么默契，不少喜欢吃瓜科 CP 的网友们也这么认为。怎么办？感觉在看情侣恋爱节目。HHHH 姐弟恋，要不要来一段？还别说，之前老是斗嘴，又这么默契，这就是传闻中的欢喜冤家吗？乐天小姐姐 vs 傲娇小弟弟，哎呀，不行，我爱了，滚吧 ！CP 粉们，我要抱走我家哥哥。就是，也不看江云多大年纪了，呵呵，也才大个2岁好吧？我们云朵不吭声，真当我们死了吗？我们云宝的影后奖好歹是自己奋斗来的，你们家 Lucas 就不一定了吧？雾草，谁说我家哥哥不是自己努力得来的？那些歌难道是你们唱的吗？转眼弹幕就变成了两家粉丝的撕逼战场 ，CP 粉们瑟瑟发抖，吃瓜网友们却吃得开心。弹幕中的腥风血雨一直持续到神秘嘉宾的到来。各位，马上会有2位神秘嘉宾到来，请想好这2天的工作内容，与2位神秘嘉宾一起完成工作。4人吃完早餐，刚坐到沙发上，就听到导演的通知。4人挑眉相视一眼，纷纷在对方眼中看到了疑惑。好吧，看来大家都不知道。江云看向镜头外的梁导问道：“导演，今天的神秘嘉宾到底是谁啊？”结果梁导神秘一笑，声音十分欠揍：“哎呦，说出来就不神秘了，不过大家可以猜一猜啊。”江云有些无奈地瞥了梁导一眼：“导演，你这样就不怕被网友打吗？”嘿嘿，放心，他们打不到。梁导笑得得意。客厅中的4人满头黑线，直播间的网友们也无语了。我去，有没有组团去套麻袋的 ？MD， 感觉导演说的好有道理的样子。导演跟节目组是一路货色，贱嗖嗖的。其实导演太皮了，我不管，我就是蛮想知道嘉宾是谁的。好奇，谁啊？大家忙猜一下。一时还真猜不出来。Lucas 仰躺在沙发上，慢悠悠地说道：“马上不就到了吗？一会就知道了。”随即似乎想到了什么，坐直身体，一脸坏笑的看向卓萧一：“妹妹，我们这2天有什么重活干没？”第63章依云果蔬。卓萧一听到二哥的问话，想了想说道：“重活一直都挺多的，果蔬采摘和蔬菜播种不算的话，建猪圈、搭大棚、种树等算重活吗？”建猪圈。卓君明和江云惊呼出声。种树可以理解，建猪圈是什么鬼？那不是建筑工人的事吗？卓萧一点了点头，看向农场方向。最近又多了不少猪仔，猪圈有点小了，需要再重新建一个。还有，农场西边有一块空地，打算种一批桃树，春天赏桃花，夏季吃桃子。树苗昨天就运来了。目前这2件事比较要紧，所以本来是我们今天的工作。给猪建房子，那不是建筑工人的事吗？卓君明抽了抽嘴角，话音刚落，所有人都看向他，眼神古怪。楚墨年看着他，心里想着，卓家这一众小辈的脑子个顶个的聪明，怎么到了卓君明这就残了呢？卓萧一有些无奈地看着自家二哥，
随即扶额轻笑。江云瞪了他一眼：“胡说什么？什么给猪建房子？是建筑工人的事，是建猪圈？你这是把自己当猪了吗？”卓君明被江云吼得怔愣片刻，看了这栋豪宅一眼，反应了过来，也有些懊恼：“你才是猪呢！我那是口误，口误！”哈哈，笑死我了！这是狠起来连自己都骂。HHHH， 哥哥今日份可爱已送达。雾草，刚才听到 Lucas 的话，我竟然也默默地环视了一圈自己的房子。我刚开始也是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后来反应过来后，我竟然也是他话中的一员。哈哈，有毒吧 ？Lucas 就是一个长在我笑点上的男人。我怀疑 Lucas 问这话是打算找点什么重活来坑嘉宾。我觉得也是，他肯定是忘记了导演说的是一起完成，只不过没想到妹妹会这么实诚。话说回来，建猪圈不就是建筑工人的事吗？是啊，怎么能让嘉宾来做？我觉得这女的有问题吧？你自己怎么不做？楼上的别杠好吗？这本来就是生活类节目，不做这些做什么？呵呵大，他要是自己有干我就不说了，他自己不干，找嘉宾帮他干，我看他是想找免费的工人吧。别说他们会一起干活的，我猜他就算是去了，估计也就帮他们送水、递个毛巾什么的吧。这两条弹幕刚弹出，却没想到就被秒打脸。卓萧一摸了摸下巴，看着三人浅笑开口：“前些天我一个人就砌起了一面墙，还有3面要砌，今天一天应该就能完工。妹妹，你是认真的吗？”仙女妹妹又秒变建筑工人了。我想说妹妹多才多艺，但问题这算不算才艺呢？妹妹是不是东方蓝翔毕业的？要是的话，下次会开挖掘机我都不奇怪。妹妹，安分做个小仙女不好吗？哎，就我注意到，打脸来得如此之快吗？楼上的早就注意到了，就是不想给那些傻逼一丁点的存在感而已。楚墨年听闻卓萧一的话，眉心蹙起，看向卓萧一的手，松了一口气。江云则是目光炯炯地盯着卓萧一，仿佛是看什么神奇的物种，怎么啥都会呢？什么？你去建猪圈？卓君明却是炸毛了，妹妹怎么能去做那种事？卓萧一疑惑地看着二哥，然后点头。江云看着卓萧一，默默再次确认：“你会砌猪圈？”“农场的农工都会。”卓萧一轻笑。江云不说话了。卓君明故作凶巴巴地看着自家妹妹，上下打量着她，还好没受伤。那你怎么不让他们做，非要自己动手？卓萧一好像现在才懂，二哥可能是心疼自己，轻笑出声：“哼，二哥，最近网上预售太多，而且这段时间又是大丰收，他们都在忙着采摘打包。好吧，那我们等会一起去把它整起来。”卓君明叹气：“妹妹能做的，我也能做。还是先去种树吧，过几天应该会下小雨了，趁着现在种下，过几天也省得浇水了。”卓萧一还是怕二哥等会再现暴躁，还是选另一个任务吧。网上预售，这个农场的东西还在网上卖的吗？我也不清楚，这个农场叫什么？查查不就知道了。我去，妹妹刚说网上预售，我就去查了一下，结果你们猜怎么着？别卖关子，你倒是说啊。就问你们知不知道现在最贵的果蔬多少钱？这个我知道，依云果蔬，富人区的专属特供嘛。哎，楼上的别说的那么难听，人家有放到网上预售的好吗？自己抢不到又舍不得，就别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了。雾草，我在网上搜了一下你们说的依云果蔬，什么水果蔬菜能卖到这么贵的价格？最便宜的果蔬都要500到1000左右一斤，这是明目张胆抢钱吗？前面的见识浅薄了吧？依云果蔬的农产品不仅是有机的，它们都是由专门研制的营养液培植而成，长出来的果蔬品种不仅比市面的要大，而且营养值比市面的普通品种高出几倍，贵就是它的价值所在。我怎么就这么不信呢？下单试试，感觉是个噱头吧？这么高的价格，市场监督管理局不管的吗？人家是通过了相关检测报告证明的，说明前面的人科普的是真的。无语了，预售排到了明年的12月，就问你们，这是认真的吗？哈哈，我已经排了6个多月了，上面显示最近3天会发货，那妹妹刚说的采摘打包，应该是有我的份了。直播现场，一部分能看到弹幕的节目组成员有些愣了，纷纷拿出手机搜索了一下，也瞬间倒吸了一口气。上个星期临走前，卓小姐还给他们每人送了一大包水果蔬菜，所以他们不知不觉中吃了一顿海鲜级别的大餐吗？有些人心里很是感激卓萧一的慷慨，而有些人却想着，既然果蔬这么好，他们是不是都给我打消你们的念头？想买就自己去网上排队去。梁导看到他们的神情，皱了皱眉：“导演，我们出钱向卓小姐买，不行吗？”一个满脸痘痘的女生咬了咬牙说道。梁导视线扫过众人，眼神严厉：“没看到网友们说网上预售已经到明年12月了，
你要那些预售的人怎么办？把他们的名额全都给你们，这不是让卓小姐为难吗？女生垂头，双手紧握，看不清神色。部分人听到梁导的话，有些羞愧地低下了头。第64章，白川凯。楚墨年和卓萧一都是观察力敏锐之人，梁导那边的对话虽然小声，但是架不住这俩变态会唇语，而且还都恰好坐在梁导对面。楚墨年眸光微寒，拿起桌上的茶杯，掩饰着嘴角的讽刺。卓萧一则是面容淡淡，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般，只是垂眸之间，眸光流转。江云没有注意到众人的反应，见大家已经决定好工作事项，随即又想到了一会要来的嘉宾，他浅笑出声：“话说我们要整个欢迎仪式吗？”卓君明幻想着那场面，浑身抖了一下，立马摇摇头：“算了吧，挺尬的。”楚墨年和卓萧一也点了点头，觉得没那个必要。江云再次问道：“那要去迎接一下吗？”卓君明挠了挠头，经纪人最近又啰嗦了，让他同事之间好歹也要做一下场面功夫。他想了想，同一个娱乐圈，算是同事吧，随即说道：“去吧，毕竟这里现在是我们的地盘，尽一下地主之谊。”这时，农场门口显示屏传来铃声，江云挑眉，站起身：“好吧，说曹操，曹操就到。那走吧，去看看我们的2位神秘嘉宾到底是谁。”卓萧一走到显示屏前，看到门口的车辆，按了开门键，2辆车缓缓驶进，先后在楚墨年4人面前停下。第一辆车门打开，修长笔挺的身影从车内下来。楚墨年眸光微凝，静静地看着眼前的男人。男人也在看到楚墨年的时候，眸光微愣了一下。哼，事情仿佛变得更有趣了呢。卓萧一注意到2人的神色，凝眉，这2人认识。男人阴鸷的眸光瞬间转变得温煦，冲着镜头勾起薄唇：“早上好，白川凯。”卓君明皱眉看着眼前的男人，白影帝。江云也是有些意外，意外节目组会请到他。精灵圈子里一直有2个另类，让大家不明白，一个是卓君明，而另一个就是白川凯。鲜少人知，他们不顾家人反对，不靠家里势力，一意孤行要去闯荡什么娱乐圈，是不是很意外？白川凯目光扫过卓萧一，看向众人，温煦浅笑：“呵，确实没想到导演能请到您这样的大咖。”江云不太清楚白川凯的身份，只知道这个人不好接近，传闻有些深不可测。直播弹幕也瞬间疯了：“是白影帝，我男神！川川，我老公，你来上节目怎么不跟我们说呢？差点错过你了。怎么办？怎么办？我双腿发软，这么多帅哥，我走不动道了。雾草，有生之年，影帝影后同框，牛批了！导演，整个 Z 国导演，数你最牛。感觉到没？表哥和白影帝认识。话说，表哥是干嘛的？一直觉得他就算不说话，气场也很强大，让人无法忽视。啊，云云，想我没？”安静气氛中，突然一道女声传来：“雨飞。”江云看向扑向自己的身影：“亲爱的，见到我，惊不惊喜？”女生一脸兴奋的样子，若是忽略她时不时瞄向楚墨年的目光，说不定真的让人认为她是见到了自己的好闺蜜而激动。当然开心。江云轻笑垂眸，眸光微冷：“啊，你看起来不是很高兴的样子耶。”王雨飞有些委屈的嘟嘴。江云捏拳抬眸，恢复了温婉的笑容。卓君明看着江云这个笑，皱起眉头，心里嘟囔：真难看，站在这吹风吗？先进去吧。卓君明直接打断了江云和王雨飞接下来的互动。王雨飞有些尴尬，摸摸头，露出自以为很甜的笑容，朝卓君明走去。Lucas 你好，我是你的粉丝，很喜欢你的歌。卓君明不喜欢这女人的眼神，玩味的勾唇。哦，你喜欢我的哪首歌？果然，说到自己的爱好，没有一个人是不感兴趣的。王雨飞得意，以为自己挑起了卓君明兴趣，随即想也不想，高兴地说道：“就是那首《顺风》啊！”楚墨年和卓萧一以及白川凯都是一副看傻子的表情，看向王雨飞。江云差点喷笑出声，他强忍着让自己冷静，不能笑，千万不能笑。他故作尴尬为难地拉了拉王雨飞的袖子，把一副担心好姐妹的神情演得淋漓尽致。卓君明翻了翻白眼，台词没记熟就敢出来丢人现眼，谁给他的勇气？那你应该是粉错人了，我没唱过那首歌。王雨飞愣住，也没顾得上理江云。怎么可能？那是你今年年初刚出的新专辑。卓君明看了王雨飞一眼，漫不经心开口：“你真粉错人了，虽然不知道唱顺风的是谁，但我只唱过逆风。”王雨飞有些傻眼，要死，他明明记得经纪人给他的资料上面是顺风来着。是吗？是我记错了。卓君明淡淡点头，还不忘给王雨飞补上一刀。
下次台词背好点。空气瞬间静得可怕，王宇飞看着周围的摄像头，有些不知所措。现在才想起江云，求救的看向他。江云也讪笑了一下，看向众人：“好啦，赶紧进去吧。”这太尴尬了。哈哈，台词背好点。Lucas， 这是真是的吗？这女的谁啊？真够假的。是江云闺蜜，一个18线女星，好像叫什么王宇飞。闺蜜？那我怎么感觉江云态度有点奇怪啊？楼上的瞎吗？怪的明明是这个王宇飞好吗？不是粉丝就不是呗，干嘛还要装粉？ Lucas 好没情商呀，就算人家不是你真粉丝，表面功夫也要做一下吧。不得了，楼上惊现，绅士表一枚。到了客厅后，众人坐下，江云和卓潇一起去泡茶了。王宇飞看着江云的背影，垂下眸子，眸光有些阴雾。该死的江云，怎么不替他解释一下？他余光偷瞄着楚墨年，眼里闪烁着痴迷与志在必得。他慢慢挪着步子往楚墨年坐着的沙发靠近。江云眼里闪过一丝不屑，故意装作没看到他的动作，继续问着卓潇一需要放多少茶叶。就在王宇飞以为要成功之际，楚墨年寒凉的目光射过来，瞬间让他心跳滞住，止住了脚步。王宇飞咬咬牙，为了自己的目的，他还是鼓起了勇气，但也只敢坐到楚墨年隔壁的一个沙发上。王宇飞坐下后，暗暗深呼一口气，重新挂起甜美的笑容。你好，你是云云的表哥吗？楚墨年没回答，这让王宇飞的笑容有些凝结。这时看到江云端着茶过来，他又笑着看向江云。云云，你有这么帅的表哥，作为闺蜜，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啊？第65章待客之道。楚墨年觉得这个女人有点聒噪，皱起眉头。我一向不喜欢她跟娱乐圈那些乱七八糟的人说我的事。卓君明和白川凯立马看向楚墨年，总觉得这个男人在含沙射影。楚墨年察觉到他们的目光，有些好笑，微微耸肩。又没说你们干嘛要对号入座？谁对号入座了？卓君明有些傲娇偏过头。白川凯嘴角噙起一抹不明笑意，表妹，骗鬼的玩意。楚先生貌似很反感娱乐圈那些乱七八糟的人，那怎么还同意自己的表妹进这个圈子呢？楚墨年玩味地看向卓君明和白川凯，哼，总有人装了反骨，不听家人劝阻，能怎么办呢？反骨1号，卓君明瞪着楚墨年，不草，我招你惹你了？你讽刺他，还要带上我。反骨2号，白川凯笑容戛然而止，双眼微眯，看了楚墨年一眼，垂眸间眼神阴郁，没想到这点小事都知道。反骨3号，江云有些愣住，也是最无辜，他家真没人反对。王宇飞的笑容有些维持不住，依旧还是不死心。呵呵，我是云云的好闺蜜，我能叫你表哥吗？不能。楚墨年直截了当的2个字，让气氛又回到了尬点。尴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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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作是我的话，尴尬的用脚趾都能抠出一座城堡了。这女的要干嘛？又是认偶像，又是认表哥的，明目张胆的来拉关系吗？不过怎么不拉白影帝？哈哈，也可能是暗地里拉过了，拉不动。我发现今天可能来了一瓶好大的绿茶。咦，现在怎么改绿茶了？一直不都是白莲吗？见识少了吧？白莲是只知道哭哭啼啼，绿茶的境界要高些。只有我发现你们歪楼了吗？话说，这表哥对小姑娘是不是有点冷漠无情了？原来前面的还是个中央空调啊！我也觉得表哥这语气有点问题啊。别杠 ，Lucas 和表哥那是自带鉴表功能，我就喜欢这样的男人。屏幕外的网友们各执己见，有觉得他们做得对的，也有觉得他们不绅士、没情商。而现场的梁导呢，却是急得额头上的汗都出来了，哪有像你们这样对嘉宾的？倒是坐在卓君明边上一直沉默的卓潇一缓缓开口：“你们吃过了吗？”他的目光看向坐如针毡的王宇飞和安静喝茶的白川凯。白川凯有些争冲，放下茶杯，唇角勾笑：“谢谢卓小姐关心，来的路上已经吃过了。”他回答着卓潇一的问题，余光却瞥向楚墨年。王宇飞抗压能力还是挺强的，听到卓潇一的话，轻吐出一口气，看着卓潇一的脸，眼里闪烁着嫉妒的光芒，面上还是笑着道谢，说自己吃过了。卓潇一依旧还是一副浅笑的样子，点头。就在梁导心里感激终于有一个正常的待客方式了，却听到卓潇一的下一句话，差点没吐血。那就好，我还怕你们一会干活会饿着。卓潇一一本正经地说道。楚墨年、卓潇一、江云3人别过头去，不知为什么看着卓潇一那一本正经的样子，有些想笑。白川凯不说话了，只是皱着眉，不知道在想着什么。王宇飞则在想，说不定干活的时候就有更多的接触机会呢。呵呵，来之前就听过有活要干来着。说吧，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就是种建猪圈。
江云的话被楚墨年打断，江云有些愣，不是种树吗？什么时候改的？什么？云？王宇飞笑容地无数次冻结，以为自己幻听了，看向江云。江云也有些不太清楚什么情况。卓萧一和卓君明皱眉看向楚墨年，白川凯也有些愣住，看到他们的神色，显然之前商量的任务不是这个。他眼神微眯，看向楚墨年，也想听他解释。我想了想，小一之前就已经砌好了一面围栏，还剩3面，我们3个男人可以一人砌一面围栏，今天1天就能完工，也省得小一要花3天时间。楚墨年漫不经心地说道，还挑眉看向在场的另2位男人。卓萧一摸了摸脸颊，其实他想说，他没有用1天时间，2个小时就砌起来了。干就干，谁怕谁啊？卓君明看着楚墨年的眼神有些恼火得很。白川凯也是耸耸肩，表示自己没意见。虽然没做过这些，不过卓家兄妹都能干的事，自己应该也没问题。怎么感觉他们有点排外啊？就是这待客之道，让人无语了。别杠，只是不熟而已，又不是有什么社交牛逼症。就是这待客之道怎么了？有茶有问候。而且妹妹说的很真实好吗？没吃早饭，干活本来会受不了。临时更改任务，有没有比表哥更坏的？啊，临时改任务，我可以认为表哥这是不想妹妹累着，是在心疼妹妹吗？很甜哟。哦豁，上面的别脑补，只是纯爷们比拼的时候到了。奥利给，哥哥加油！啊，弃猪圈啊？危险吗？我家老公要是受伤了怎么办？楼上的别整的那么没见过世面，城市待惯了，猪圈长啥样都不知道了。就是又不是什么高楼大厦，小小的围栏也能受伤，那叫他别出门了。毕竟城市下水道那么多，妹妹都干过，不也没事吗？影帝都没意见，粉丝这么矫情干嘛？就在网友们讨论的热火朝天的时候，众人已经来到了养猪场这边。他们看着这环境，硬生生愣在当场。楚墨年和卓君明以及江云也没有例外，因为来了农场这么久，他们也没有来过牧场这边。其实这里的环境比起普通农村已经是很干净了，猪圈外面的道路都是石板路，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只是那吵闹的猪叫声以及扑面而来的臭味，让众人眼鼻皱眉。这个时候，一只猪突然跳起，趴在围栏上的时候，卓君明和江云还有王宇飞更是吓得尖叫连连，急忙往后退。而楚墨年和白川凯则是有些嫌弃的看了那只蠢猪一眼，淡定的往后退了2步。第66章志节行方。卓萧一看到这一幕以及众人的反应，轻笑出声：别怕，他们不会咬人。哈哈哈哈哈哈哈！我真的要笑死在这个节目里。哈哈，周末期间，我们全家的欢乐都在直播里。我投屏在电视上看直播，奶奶看到这一幕，先是哎呦，这么多猪呢，是大户人家啊。然后看到他们的反应，又有些嫌弃的说：哎，这群小孩真胆小。哈哈，哎 ，Lucas， 你出来，你不能躲在影后身后呀，你要记住，你是个男人。哈哈，哈哈，这简直是经典名场面呀！我老家的猪圈和厕所是连在一起的，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在厕所蹲坑，突然一只猪从猪圈跳出来，吓得我裤子都没拉上，就跑出去了。笑哭，哈哈哈！兄弟爱，就问你有心理阴影了没？猪，你们是谁啊？你们干嘛怕我？我只是想跟你们打个招呼。猪，主人说的对，我不咬人。哈哈哈！你们都是人才。我家就是农村的，附近也有个养猪场。老实说，这里的环境跟农村比起来，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啊！这是人生不如猪生，他们一出生就在豪宅了。哈哈哈！那你是愿意当人还是愿意当猪？哎呀，若是妹妹天天亲手投喂，我愿意。围栏下面有一个篮筐，篮筐里装满了枯黄的白菜叶和萝卜叶。卓萧一带上士先准备好的手套，拿起菜叶投喂那只翻墙的猪，那只猪立马乖巧的下去了。卓萧一转身看着众人，唇角轻笑：我们的任务在那边，走吧。几人看到卓萧一走了，也跟了上去。王宇飞有些嫌弃的看着周围一眼，犹豫了10几秒，捏着鼻子咬牙追了上去。到达目的地，就看到一面砌好的围栏，边上还放着砖和水泥。众人看着那20来米长、1米高的围栏，以及边上散乱的工具，有些傻眼了。楚墨年悠悠叹了一口气，有些不知从何下手，这是不是有些丢人了？白川凯摸了摸鼻子，皱眉：我到底是有什么病，要来参加这档节目？卓君明则挠挠头，以前上学也没教这个啊，这个该怎么做？不会跟做饭一样难吧？你们会吗？卓萧一看着安静的众人，众人尴尬的摇摇头。王宇飞看着那砌好的围栏，一点也不相信这会是卓萧一弄的，眼里嘲讽一闪而逝。卓小姐，
听说那边是你弄的，你能给我们示范一下吗？众人皱眉，这女的就不能是个哑巴吗？可以，你们看好。卓萧一深深看了王宇飞一眼，转头看向众人。我们要先把水泥调制好，一般情况下是按照1:3的比例来调制的，水泥是1，沙子是3。水泥是粉状水硬性无机胶凝材料，加水搅拌后成浆体，能在空气中硬化，并能把沙、石、砖等材料牢固地交结在一起，就好像我们平时生活中的强力胶。少女一边慢条斯理地倒着水泥和沙，一边认真地给大家讲解着。楚墨年望着卓萧一的娇颜，唇边溢出一声轻笑。这段时间的相处，他发现他对什么事情都很认真，唯独对他自己很是敷衍。白川凯看着卓萧一，有些入了神，这卓家小小姐还真是一个谜一样的人。卓君明有些目瞪口呆，妹妹真厉害啊，好像什么都会一样。江云眼里则闪着星星，已经化身为迷妹，一脸崇拜地看着卓萧一。王宇飞察觉到众人沉迷的目光，更是嫉妒不已。想到之前网上的一个传闻，说卓家小小姐是从哪个犄角旮旯里才被找回来的。卓小姐一个千金小姐，怎么会干这种农工的活计？难道以前有在工地生活过吗？楚墨年和卓君明威慑逼人的目光，让王宇飞浑身一颤。江云无奈翻了翻白眼，还真是上赶着作死呢。白川凯听到王宇飞的问话，却来了兴趣，似乎想起今天早上才听手下人汇报的某些传闻。而王宇飞提到农工的时候，有些不屑的样子，倒是有些惹恼了众网友。他那是不屑的表情吗？雾草，老子没眼花吧？他这是在瞧不起农工吗？我就顶着一头的问号，他凭什么？尼玛，我要是在现场，准给他反手一巴掌。农工怎么了？招他惹他了？这女人有毛病，看他那副的嘴脸，明显是嫉妒妹妹嘛。想当绿茶婊，脑子还不好？什么玩意，还敢瞧不起别人？妹妹，不要客气，给我对他。卓萧一抬眸看了王宇飞一眼，眸光平静如水，继续着手里的动作。就在网友以为他不会理王宇飞的时候，清冷的声音传来：不管是千金小姐还是普通人，一样，不过都是人，我只不过是比他们幸运投了个好胎而已。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活法，我感谢上天的眷顾，也很感激我的家人给我好的生活，但这不影响我追求淳朴以及对一些事情的兴趣。每个人都在接受自己的现状，但同样也有追求的权利，不是吗？卓萧一的话让白川凯以及江云都渐渐陷入了深思。楚墨年眉眼微调，有些不解，这好似不太像他的说话风格。卓萧一拿了一个桶，装了些调好的水泥进去，走到围栏的一边，拿起一块砖，往两面糊着水泥。王小姐，你其实可以不必只欣赏自己的影片，平时也可以多看看其他视频，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卓君明夸张地鼓起了掌，骄傲地欢呼：妹妹说的真棒，妹妹好样的，妹妹说的太好了，我喜欢。妹妹的话好治愈啊，虽然是鸡汤，但格外受用，我很喜欢。奶奶是大学教授，她说妹妹思想志节行方，一起看直播的家人瞬间成了妹妹的忠粉。我没啥文化，请问志节行方是什么意思啊？意思是说妹妹是个志向高洁、品行端正的人。文化人就是会夸人，一个成语就说到点子上了。我家人也很喜欢妹妹，说现在很少有女孩子这样了。嘿嘿，最后一句话是讽刺王宇飞只知道自恋，不思进取吗？我觉得极有可能。第67章见猪圈。卓萧一看到王宇飞脸色难看，又发不了火的样子，觉得无趣。他看向其他众人，淡笑指了指自己建的一小块围栏：你们学会了吗？哼，学会了，你过来，我们来对。楚墨年轻笑出声：对啊，这么简单，我也学会了。卓君明傲娇地撸了撸袖子：真的？卓萧一有些怀疑地看向卓君明。楚墨年说自己学会了，他倒是相信的，但是二哥的话还有待考虑。卓萧一的不信任让卓君明瞬间气乐了，他走过去戴上手套，拿走卓萧一手上的工具。卓萧一后退2步，有些犹豫看着卓君明，想说他没有不相信二哥，可是下一秒说不出口了。只见卓君明拿起一块砖，傲娇挑眉看了卓萧一眼，示意妹妹看好了。于是动作优雅的糊完一面水泥，就想糊侧面，却发现糊完侧面，正面的水泥就掉了。反复试了几次后，卓君明默默地看着手里的砖，看了妹妹一眼：你不是说它是强力胶吗？怎么不粘？卓萧一看着二哥委屈的样子，该怎么说才能不打击他呢？说你手法不对，速度太慢，或是可能是我和的水泥太稀了。卓萧一想了想说道：是吗？卓君明有些半信半疑：不是 Lucas， 就是你不行。妹妹牛批啊，不知不觉都气了那么高了，而且手法好娴熟呀。确定了，妹妹就是东方蓝翔技校毕业的。哈哈哈哈，
我怎么感觉 Lucas 是在摊面包上的吐司呢？哈哈，哥哥委屈的样子好可怜啊。妹妹也很宠哥哥啊，这安慰我服了，服了。楚墨年默默走到一边，拿起一块砖，微侧着将砖头托在掌心上，快速的往两面糊着水泥，手法快且准。糊好水泥后，水泥面朝下，直接往砌到一半的围栏上搁上去。成功！楚墨年挑衅的看着目瞪口呆的卓君明，我也来试试。像是嫌卓君明的打击还不够扳，白川凯也过来打算试一下。白川凯也按照楚墨年的手法，虽然没有楚墨年快，但也一样成功了。卓君明看着手上的砖头，有些抑郁了。二哥，可能他们比较适合做建筑工人。卓萧一脸不红心不跳的说道。适合做建筑工人的楚墨年和白川凯看向卓萧一，你确实没说错。哈哈哈哈，妹妹真可爱。哈哈哈哈，笑死我了！建筑工人，妹妹是认真的吗？哦豁，表哥和白影帝是天才吧？一学就会。呵呵，这就叫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Lucas 给我们诠释了什么叫一看就会一做就废。Lucas， 你得承认自己手残，不然妹妹还要给你找借口，她很为难的。妹妹，我不管，天大地大，哥哥最大。卓君明默默地跑到一边，自己慢慢练去了。楚墨年和白川凯就自己分工，一人处理一面围栏。江云看着大家都分配好工作了，他挠挠头，看向卓萧一，那我们干嘛？云姐，水泥用得很快，你去帮你表哥提泥桶吧，省得他两头跑。至于王小姐，若是嫌脏的话就先回去，不回去的话也可以去帮帮白先生。卓萧一淡笑地看着二人。好。江云听完卓萧一的那番话后，也懒得再去演什么姐妹深情的戏码，听着卓萧一的安排，直接往楚墨年的方向走去。你，呵，怎么会嫌脏？我这就去帮忙。王宇飞气愤的面容看到摄像仪过来后，硬生生转变成笑脸，显得有些僵硬不已。小贱人，怎么不安排他去楚爷那边呢？王宇飞看了江云那边一眼，愤愤的一蹬腿，往白川凯那边走去。等人都走了之后，卓萧一看到二哥蹲在建了一小块的围栏边上，他叹了一口气走过去。卓萧一一边自己气着，一边手把手的教卓君明，总算把这个小傲娇教会了。于是他时不时帮大家调一下水泥，时不时做一下监工。卓萧一走到楚墨年身边，叹气轻笑：“你是打算建长城吗？长度超了。”他又走到白川凯那边，扶额淡笑：“歪了，白先生，要按照我画的线为标准。”一个上午时间，气氛还算和谐，梁导也算松了一口气。小一，我看他们也快完工了，我们回去做饭吧，这都中午了。江云看了眼手腕上的表，说道：“好。”卓萧一拿下手套，看了一圈，点头同意。宇飞要回吗？江云脚步顿住，还是有点怕他在作妖。王宇飞看着沉浸在马砖中的三个男人，又看了眼头顶的大太阳，他咬了咬牙，还是朝江云走了过去。卓萧一回到家就直接去了厨房。江云有自知之明，自己的厨艺不行，那就帮忙洗菜吧。梁导知道馋卓萧一做饭的吃货粉挺多的，所以他开了分屏。王宇飞以为回来后就没有镜头了，想休息一下来着，谁知道导演来这一出，他只能不甘不愿的去了厨房。一边是三个男神认真搞建筑的画面，一边是妹妹的神仙颜值以及勾人蓓蕾的美食。网友们很纠结啊，哎呀，好纠结啊，我是看帅哥呢，还是看妹妹做饭呢？小孩才做选择，我都要两台设备架起来。哈哈哈，对，电脑看美食，手机看帅哥，一个字爽。可是我在外面，手上只有一个手机，想哭。哎，帅哥有什么好看的？又不能吃，美食不香吗？楼上的一看是顶级吃货，吃货不吃货的不是重点，问题是帅哥不能吃，说的好像妹妹做的美食你能吃到一样。哎，好想他们能抽一期幸运观众到依云农场去体验一下生活。楼上的想屁呢，哪有那么好的事？咋地，做做梦还不行了？屏幕前的梁导看到这最后的几条弹幕，摸了摸下巴，也不是不可以啊，后期可以考虑考虑，若是可行那就干。第68章作妖。1个小时后，楚墨年三人回来了。王宇飞注意到，立马钻出厨房，跑到卫生间拿了个毛巾出来，一脸害羞的走到楚墨年面前：“表哥，你出汗了，擦擦脸吧。”卓君明和白川凯往卫生间走的脚步停住，饶有兴趣的看着这幕。网友们就有些烦了，哎，他又来了，真心烦。没看到人家不待见他吗？还一个劲往上贴。表哥是有什么大身份吗？所以这女人是专门来钓表哥的。我很想忽略她，但是她为什么老是出来蹦跶？楚墨年冷眼看着面前的女人，王小姐是不是忘记了我早上说的话啊？楚先生。王宇飞被楚墨年刺骨的目光看得全身有些发寒。楚墨年看着这个娇柔做作的女人，有些恶心。
他后退2步。我对你身上的味道过敏，你离我远点。什么？王宇飞也没想到他当着这么多镜头的面，竟然会这般无情。网友们也呆住了，头一次看到楚墨年这么冷酷的一面。雾草，无情呀，有没有？奈斯，表哥干得漂亮。啊，我的尴尬症又犯了。伤心，表哥好无情，好 man， 好霸道，我好爱，哈哈哈哈。矫揉造作，真是有点恶心。好好上你的节目，别说话行不行？江云，能不能管好你的闺蜜？烦死了。菲菲，有什么错？好心递个毛巾而已，不要就算了，竟然还说这样的话，这男的有毛病吧？长得帅了不起。雾草，这女的竟然还有粉丝吗？我没看错吧？难道是病友，所以才粉上的？其实我也觉得江云表哥不应该这样，就算讨厌，应该为节目效果考虑一下吧。梁导看到这句话，感同身受，就很想哭。大佬，你就不能替我的节目考虑一下吗？但是他又有点怂，不敢上前说。整个现场安静到了极点，似乎只能听到摄影机器转动的声音。今天做了几个大菜，所以饭菜还有一会，你们去楼上梳洗一下吧。卓潇一眸光微凉，从厨房内走出来，目光扫了一眼焦急的梁导，然后浅笑，视线落在楚墨年身上，轻声开口。楚墨年看到卓潇一，紧皱的眉头松散下来。妹妹，下午不是还要干活吗？卓君明看了眼身边的灰尘，皱眉说道。卓潇一看了白川凯与王宇飞一眼，下午不用干活了，好好休息一下，在附近玩玩，其他的事明天再说。哦，那走吧，快去梳洗，然后下来吃饭，我都快饿死了。卓君明现在是个听妹妹话的好哥哥，妹妹说干嘛他就干嘛。见白川凯没动，卓君明朝他努了努嘴。我们去梳洗一下，中午不用做太多，吃不了那么多，浪费。楚墨年转身上楼的脚步顿住，看到卓潇一额头上的汗，眉头轻蹙说道：不，表哥你住口，一点都不多，一点也不会浪费。哎，心疼妹妹就直说，为啥要牺牲自己的胃呢？哈哈哈，妹妹是导演的救星吧？不只是导演的救星，还是表哥的灭火器，看到没？妹妹一出来，表哥紧绷的神色就放松了。哈哈哈哈，楼上的观察入微啊。感觉妹妹虽是里面最小的，但她是他们的大家长。其实我想说，我喜欢看他们干活，一点也不想看他们玩，因为我嫉妒。我也赞同，住着这么好的豪宅，不干点苦力活的话，我承认我也嫉妒了。白川凯来到卓潇一之前安排的房间，拿出离身许久的手机，上面有很多未读信息，他点开都是一个人发的。白哥，没想到你也参加了，美好生活，我有在看哦。白哥，卓小姐怎么能让你做这种事？她应该不知道你的身份吧？若是你跟她说了你的身份，她会对你很好的。你也别生气，可能是卓小姐习惯了农村生活，所以一下子没改过来这种恶习。哎，虽然她之前那样对我，但我不怪她，她毕竟是卓家的小小姐，这个面子还是要给的。都是些对卓潇一明讽暗贬的话。白川凯翻看着信息，嘴角噙着一抹诡异的笑。叶青青果然还是和小时候一样没变啊，真好。人都走了后，楼下的王宇飞来到卫生间，把自己关在隔间里，脸上五官都扭曲在了一起，使劲捶打着瓷砖墙壁，低吼发泄着。他眸光微闪，拿出上衣口袋里的一个黑色瓶子，看着他，眼里露出了兴奋的光芒以及志在必得的神色。他看了一会，把瓶子放进口袋里，可是因为一时激动莫放稳，瓶子掉到地上，滚出了隔间。他慌乱地打开门，想去捡瓶子，却惊恐地发现瓶子在江云手上拿着。江云看着他惊恐的神色，又看了看手上的小瓶子，就知道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一脸严肃地看着王宇飞，质问道：这是什么？王宇飞强行让自己镇定下来，看着江云，亲昵地笑道：哼，云云，这能是什么啊？只不过是个变鞋装的香水而已，你把它给我吧。王宇飞想去拿江云手里的瓶子，却被他巧妙地躲开。江云哪里会相信他的话？哦，既然是香水，那我们是好闺蜜，这个送给我没问题吧？王宇飞心里暗恨，这次只带了这一瓶，怎么可能送给他？哼，云云，我家里还有很多，下次送你好不好？可我只想要这一瓶。江云紧紧地盯着王宇飞虚假的笑，这么紧张，这不会是……给我！王宇飞见江云有些不依不饶，就直接冲过去抢，结果还是抢空了。江云一把推开王宇飞，看了外面一眼，低声气愤地说道：王宇飞，还不说实话？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王宇飞眼神闪烁，此时他竟然有些不敢直视江云。哼，既然这样，那我就把这个送去检测了。江云看到他的神情，就觉得自己猜的8、9不离10了，顿时觉得眼前这个女人有些恶心。你还给我！王宇飞被吓到了，不管不顾的上前，
一把扯住江云的头发。啊！江云吃痛一声，松开了手。第69章栽赃嫁祸。江云看着被王宇飞抢过去的黑色瓶子，眼神有些冷厉。哼，所以这到底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你管我！王宇飞见江云还盯着这个瓶子，他把瓶子藏到了身后。哼，你要是不说清楚，我可就把这事告诉他们了。江云威胁着王宇飞，若是确定这瓶子里是那种药，那王宇飞就不能留在这里。王宇飞气急，恨不得冲上去撕了江云。江云，你这个贱人，为什么总要和我作对？江云理了理自己的头发，看着气急败坏的王宇飞，冷笑连连。终于不装了，为什么一起出道，江云就可以一路红火，而自己永远只能在18线徘徊？王宇飞极恨地看着江云，你就不怕我把那件事爆出去？江云知道王宇飞说的是什么，眼眸微暗，但是想到王宇飞的目的，他笑了。一旦楚爷知道王宇飞可能要做的事，他会饶了这个女人吗？哼，你去啊，大不了鱼死网破。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第一，你现在出去跟导演说有事，离开这里，我们都当今天的事没发生过。第二，我去外面跟他们说这件事，你说他们那么聪明，会不会猜到你想干嘛？王宇飞听到江云的话，有那么一刻的松动，但是一想到自己只有这一次接近楚爷的机会，他不想就这么放弃了。他看了江云一眼，扒开黑色瓶子的瓶盖，快步走到洗手池处，把黑瓶子里的东西全都倒了出来，还冲洗了一下瓶子，又把空瓶子扔进垃圾桶里。做完这一切，还挑衅地看着江云。哼，你休想，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你能拿我怎么办？江云没想到他会毁了证据，虽然有瓶子，但他可以任意狡辩。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为了楚爷，我猜猜，你怎么知道他身份的？我经纪人说的吧？你，王宇飞有些惊讶江云会知道。很惊讶，我知道。你说如果楚爷知道有人想打他的主意，你说他会怎么处理？哼，而且我还知道，关于那件事也是你们合伙设计的。江云的话让王宇飞有些慌张，更没想到江云连自己和他经纪人合谋的事情也知道。事情到这个地步了，他强迫自己稳住，环视了周围一圈，幸好没有摄像头。哼，楚爷本来就不是你表哥，而且我也看出来了，他对你没兴趣，把他给我不好吗？我可是你最好的闺蜜，到时候我和他在一起，对你不是也有好处吗？而且那件事本来就是你不长心，怪谁呢？你以为娱乐圈能有多少真情？我劝你最好识相点，别坏了我的好事。王宇飞的眼神逐渐变得毒辣了起来，紧紧地锁住江云。如果我偏要呢？江云被他这理直气壮的话气乐了。呵呵，是吗？王宇飞见江云软硬不吃，他目光微闪，阴恻恻地朝江云一笑，突然朝门口后退几步，抬起手往自己脸上甩去，一屁股坐到了卫生间门口外，一手捂着脸，一手指着江云控诉道：啊，云云，你这是干什么？我明明是为了你好。江云一下子就猜到了王宇飞想干嘛，有些气急。你……楚墨年和卓君明以及白川凯3人梳洗好，正准备去餐厅，正巧就看到王宇飞倒在卫生间门口。发生什么事了？卓君明皱眉上前问道。王宇飞见3人过来，却没人过来扶他一下，有些气闷，于是自己爬起来，本想假装柔弱躲到楚墨年身后，但是被楚墨年的眼神给吓到了。他看到摄像头也移了过来，就立马眼泪婆娑的解释：我上完洗手间后出来，看到云云拿着一个黑色瓶子，我觉得那个东西有点奇怪，就想问他那是什么，结果他不告诉我，还让我少管。我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就想拿过来看看，因为之前在别人那看到过，听人说不是什么好东西，结果他看我来抢，怕动静闹大，被你们看到，就心虚的把东西都倒了。于是我就想拉着他出去找导演，谁知道他怒了，竟然打了我一巴掌，让我不要多管闲事。众人愣住了，网友们也都震惊了。那我听到了什么？究竟是什么东西啊，让影后这么紧张？不会是什么违禁品吧？这女的怎么也不说清楚啊？不可能，我们云宝不可能使用违禁品。你胡说，这明明是你的东西。江云气得面色通红，她竟然敢倒打一把。王宇飞装作一副被好闺蜜伤害到的样子，因为在剧组里演白莲花演惯了，所以这一套信手拈来。啊，鱼鱼，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卓潇一听到王宇飞叫声的时候就过来了，听到他的话，卓潇一走进卫生间，闻到空气中残余的味道，他蓦然转头，眼神寒凉，看向楚墨年3人说道：你们3个离这边远点。楚墨年看到卓潇一捡起垃圾桶里的瓶子，有些担心，不退反进。怎么了？难道有毒？那你也赶紧先出来。妹妹，快点出来。卓君明听到楚墨年的话，也担心不已。
卓萧一闻了闻手里的瓶子，再次确定是自己想的那种东西。你们退出去，我没事，这个只对男性有作用。你们几个快出去吧。摄像大哥听到这话，吓得连连后退好几步。梁导和副导这时也赶了过来，副导感觉事情有点严重，低声询问着要不要先暂停。梁导看了眼江云，咬了咬牙摇头，表示自己相信他，而且卓小姐应该有办法查出原因。江云也看到了他们的互动，很是感动。若是现在暂停，就算事后查出原因，他的名声也会受损，只能当着千万网友的面弄清楚真相。卧槽，只对男人有效，是我想的那种药吗？我能想到的有2种，要么就是用来爬床的，要么用来断子绝孙的。那到底是哪一种呢？啊，好急啊！前面的这是重点吗？重点是不管是哪一种都不行啊，道德底线都不要了吗？第70章王宇飞凉。尼玛，江云有病吗？为什么背着这种药？早期就有传闻江云为了角色不择手段，影后之路不会是靠这样得来的吧？神经病吧？盲猜一下，表哥肯定是不可能了。Lucas 的话，他上期就没有下手，应该也不是，那就是想勾引白影帝。你们他妈的说什么呢？怎么可能是我们云宝？那个绿茶婊说是我们云宝，就是我们云宝吗？我看就是他自己的。王宇飞不是江云闺蜜吗？怎么可能害她？就因为是闺蜜才有可能害她吧？就是一个是1线影后，一个是18线跑龙套，嫉妒吧？楚墨年和卓君明以及白川凯3人似想到了什么，有些恶心，脸色极其难看的后退了几步。卓萧一脸色微寒，眸光没有一丝温度，他缓缓转身看向王宇飞，语速轻慢，说：“你这是准备对他们3个中的哪一个下手？”王宇飞第一次在卓萧一的眼神里看到了危险的光芒，他忍不住瑟缩了一下，强装镇定。他委屈地看着卓萧一，仿佛卓萧一真的冤枉了他。什么？卓小姐，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但是我刚说了，这不是我的，是云云的。他之前就是白影帝的粉丝，很喜欢白影帝，这次应该是听说他要来，所以这个药应该是为白影帝准备的吧？江云既感动卓萧一相信他，又有些恼恨王宇飞竟然这样栽赃他。白川凯脸色瞬间黑了下来，该死的女人敢来恶心他。卓萧一看着王宇飞脸上的巴掌印，似笑非笑的说道：“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叫回春婷，虽然是液体的，但它是一种挥发性药物，女人闻着没事，对男人来说就是一种媚药。打开瓶盖，放在一个空间里，不到半个小时，就会让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我还没说它的作用，你怎么就知道云姐用它来做什么？啊，说吧，你想把它放进谁的房间？”王宇飞没想到自己一时情急嘴瓢了，被卓萧一抓住了把柄，而且他更没想到卓萧一会知道这种药，有些惊讶，但还是强行狡辩道，甚至还委屈的落了泪。以前就有云云的一些传闻，我也是猜的呀。对这个药，我还没有卓小姐了解，但是我说了，真的不是我。卓小姐为什么不相信我呢？看她那样子，我觉得应该不是她吧，说不定真是江云的。楼上的眼瞎吗？妹妹都没说这个药是干嘛的了，这女人就说是江云用来对付白影帝的，这不是不打自招吗？有些人就是看到白莲花掉几滴眼泪就心软，看来江云以前的黑料是真的，自己的闺蜜都承认了。呵呵，这种人也配是云宝的闺蜜？云宝承认过吗？哎呀，吵什么？马上不就出结果了吗？你们吵的我都没法看直播了，只有我好奇妹妹怎么这么懂的吗？卓萧一乐了，这女人死到临头了，竟然还想黑她一把。卓萧一玩味的看向王宇飞，还有一件事你可能不知道。什么？王宇飞躲闪着卓萧一的眼神，看到他的笑，有种不好的预感。卓萧一指着一个方向，漫不经心的说道：“那里有个隐藏的摄像头。”王宇飞朝卓萧一指着的方向看过去，发现盆栽树上真的有个红点在闪烁。王宇飞这下是真的傻了，声音也有些惊恐了起来。怎么可能？厕所里怎么可能会安摄像头？哦，又拍不到里面，所以懒得拆了。需要我把它调出来吗？有声音的。卓萧一随意的说道。不用了吧，云云应该知道错了。王宇飞急忙说道，眼睛还看向江云，竟然还带着丝祈求。江云听到卓萧一的话时，惊喜不已的同时也松了一口气。当看到王宇飞望向自己的眼神时，他笑了。这个时候了，这个女人竟然还想让他帮忙顶罪吗？哼，小叶，那麻烦你把监控调出来吧。可以。卓萧一点头。王宇飞吓得连连后退，跌坐在地上，他一把抓住卓萧一的裤腿。不，求你不要！尼玛，真像了，看这女人的反应，就是她无疑了。真他妈恶心，什么玩意？江云有这种闺蜜，简直是倒了8辈子的霉吧？江云瞎吗？这种人竟然还和她交好？
他那眼神是想让江云替他顶罪吗？他哪来的自信，简直是无耻至极，真是又刷新三观了。刚还把自己干的龌龊事诬陷到自己闺蜜身上，现在还敢让人家替自己顶罪，他是想对江云表哥下手吧？就我一直好奇表哥的身份吗？我也好奇，但是查不到他的任何资料，要么就是平平无奇，要么就是隐藏的大佬人物。看那气势，我比较倾向后者。前面的歪楼了好吗？现在不应该是讨论这女的问题吗？她严重违背了社会道德底线，这样的人怎么配当明星？就算是个18线，那也是公众人物，再让她留在娱乐圈，社会风气都被她带坏了。江云表哥不管身份是什么，哪怕是个普通人，他也不能这样干，简直恶心到家了。对，这种人就要把他封杀了，就是强烈要求封杀王宇飞。他见卓潇一看向江云，王宇飞立马松开卓潇一，爬到江云脚边，鼻涕眼泪横流的祈求着江云：云云，求你了，是我的错，云云，看在我们是闺蜜的份上饶了我吧，我不该冤枉你，我知道错了。江云闭了闭眼睛，那件事的视频还在他们手上，算了，先这样吧，总有一天他会讨回来的。滚吧。好，我这就走。王宇飞欣喜的点头，哼，他就知道江云不敢对他怎么样。他立马从地上爬起来往外走去，临走时竟然看向楚墨年的目光还带了些惋惜。殊不知江云目前的妥协并不代表他们所有人。楚墨年眸光冷然，看着王宇飞的背影，一丝不易察觉的戾气在眼里一闪而过。就这样算了，江云还真是大度，要是我就把视频放出来，还要放到网上去曝光这个贱人。我觉得江云有些圣母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嘛，而且也没有实质性的伤害啊。前面的但凡有点道德底线也说不出你这话。绑架没拿到赎金就不算绑架吗？抢劫没抢到钱就不算抢劫了吗？第71章阴谋再现。今天周末时间，楚氏集团员工群内却格外热闹，只因某员工放假在家无聊，随意点开了一档综艺节目。谁知看着看着觉得里面有个人挺眼熟，他有些惊疑不定，于是截了一张图发到公司群里，问大家这是不是总裁大人？你从哪看到的？不起眼的小员工看着这人的备注，心里有些抖。报告副总，我在一档美好生活综艺里看到的。那人没反应了，小员工也有些疑惑，所以到底是还是不是呢？算了，不管了。于是他继续刷着直播，可不到10分钟，手机的信息声就疯狂响起。他拿起来一看，是公司群消息。没想到一张照片还一下子炸出了不少潜水的高管，激动，真的是总裁？是啊，我还以为是长得像的明星而已。天啊，打死我也没想到总裁会去参加这种节目。我说怎么这段时间总裁来公司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我去，我看到有键盘侠在 diss 我们总裁。兄弟姐妹们，干起来！他怕是不知道总裁的身份吧？我们总裁是他能诋毁的。就在众人讨论的热火朝天的时候，突然一条信息让大家安静了下来。总裁是为了追总裁夫人才参加这档节目，你们弹幕说话注意点。而且总裁不想让网友知道他的身份。众员工看到这条信息有些愣，一看备注，总裁特助。收到，收到，收到。众员工仿佛接到了命令一般，排队打卡。但还是架不住有人好奇。特助大人，请问我们总裁夫人是哪位啊？你们自己看，难道总裁表现得不明显？我知道，应该是 Lucas 的妹妹。特助没说话了，显然那人猜对了。于是大家就欢快的继续刷直播了。可没到一会，群里又闹起来了。我去，这女的有病，她是想对总裁下药吗？一看就是，一来就把眼睛粘在总裁身上，还时不时的找总裁套近乎。敢用这种龌龊的手段打总裁的主意，那还留着干嘛？封杀他！对，大家一起弹幕要求封杀他。总裁特助，这事该怎么处理？2分钟后，特助才回信息，我已请示了总裁。总裁意思没必要留着。于是王宇飞还没走多远，就接到自己经纪人的电话。王宇飞，你是不是疯了？你走之前不还跟我说有10足把握吗？王宇飞眼神阴狠的转头看向农场方向。晴姐，我也没想到事情会这样，都怪江云和卓潇一那2个贱人。你没想到现在楚氏要封杀你，你高兴了？这件事你想到吗？什么？我明明什么都没来得及做，他们凭什么？王宇飞有些不可置信，随即又想到江云现在是楚爷表妹的身份，他的手使劲拉扯着自己的头发，看着有种疯癫的感觉。一定是江云那个贱人，明里放过我，博得大度的名声，暗地里却让楚爷封杀我，一定是他。哼，就算是他又怎么样？他现在有楚爷帮忙，你能拿他怎么样？
经纪人有些咬牙切齿，这个女人虽然是个18线，但好歹认识影后，偶尔能给她名下其他艺人带来点好处。可现在差点连累到自己，真是该死。王宇飞咬着下唇，想到自己手上还有江云的把柄，阴笑了起来。哼，既然他不让我好活，那他也别想好过。我要让他被网友的口水淹死，我要让他跌进泥泞里，任人踩踏。是吗？那祝你好运。经纪人觉得王宇飞是在想屁呢，无所谓的说道，便挂了电话。喂，秦姐，该死！王宇飞看到那边挂断电话，知道自己这是被放弃了，于是变得歇斯底里了起来。啊，江云，我要你不得好死！依云农场豪宅里，王宇飞走后，江云看着众人，深呼一口气。对不起，因为我的关系，给你们添麻烦了。没事，就当是饭前娱乐吧。卓潇一淡笑，摆摆手。就是，错的又不是你，谁知道他有这坏心思啊？卓君明也有些恼怒，竟然在他妹妹的面前做这种肮脏的事情。梁导第一次走入镜头内，先是看着江云，然后转身跟现场的人以及屏幕前的观众道歉。哎，这是怪我，我只是想给江云制造个惊喜，没想到变成了惊吓。这件事给大家带来不好的影响，还真是对不起各位了。屏幕前的网友看到梁导出现，瞬间乐了。哎呦，之前听到他那贱嗖嗖的声音，我以为是个中年秃顶大叔呢。是啊，我也以为是，没想到这导演还是个挺帅的大叔。哎，就冲你组织了这么一大批颜值巅峰的份上，我不怪你了。对，就是下次不要再那样贱嗖嗖的说话，不然我们会忍不住想套你麻袋。云宝别伤心，这不是你的错。云宝要坚强起来，你还有我们。就是，下次离这种人远点。选闺蜜的时候也要看清楚点。谢谢大家。江云看着卓家兄妹，有些感动。卓潇一见江云转头，皱眉看着盆栽树上闪烁红点的东西，他轻笑出声：“走吧，吃饭去。那不过是个空气清新器而已。”众人惊诧地看向卓潇一，卓潇一点头，表示你们没有听说。哼，卓小姐，那如果他抵死不承认怎么办？白川凯有些觉得好笑，还真是一本正经的狡猾。白先生擅长表演行业，不会是看不出他脸上的巴掌印是自己所为吧？卓潇一挑眉淡笑说道。众人一愣，这还真没注意到，只以为是江云气急了打的，光顾着恶心了，还真没注意到。白川凯摸了摸鼻子，嫌弃的说道。卓潇一看向楚墨年，以为他应该知道，结果楚墨年皱眉摇头，想到那女人的打算就很恶心，浑身的暴力都有些收不住。辣眼睛，没看。卓潇一有些无语，又看向二哥。卓君明挠挠头，他又不是表演行业的，他怎么看得出来？但他不想承认自己菜，于是摸了摸自己的肚子，往餐厅走去。算了，不要纠结了，事情已经清楚了不是吗？吃饭吧，饭菜都凉了。众人无语，还真是个傲娇鬼。第72章影后黑料。吃完午饭后，梁导的2个分屏又架了起来，3个大男人去比拼钓鱼了，而卓潇一和江云去了花房。大家该干嘛就干嘛，丝毫没有因为上午的事影响到心情。晚间直播结束后，卓潇一在厨房做甜点，他看到楚墨年站在厨房门口，怎么过来了？反正也没什么事，需要帮忙吗？楚墨年往厨房里走，接过他要冲洗的盘子。不用，已经差不多好了。卓潇一看着弯腰清洗盘子的男人，唇边噙起一抹笑意。那等你做好，我帮你一起拿过去。楚墨年擦干盘子，递给卓潇一。他擦干手，浅笑看着少女的娇颜，想到上午他在农场说的话。你今天上午在牧场说的那些话，怎么了？卓潇一看着他有些欲言又止，有些好笑。怎么说呢，跟你平时说话风格有些不像。楚墨年想了想措辞，哼，我确实懒得跟他讲什么大道理。那是这里之前主人说的话，我只是把它搬过来用。这不是在直播吗？而且你不觉得这样比直接对他更能挑起网友对他的不满吗？卓潇一莞尔一笑，楚墨年想了想，也轻笑点头。卓潇一放好盘子，似乎想到什么，转头看向楚墨年。你和白先生认识？他是白家大少爷。楚墨年沉吟道。卓潇一略微惊讶，这一点他倒是没联想到，看着不像。没想到白家主会同意白家大公子来娱乐圈发展。他的情况比较特殊，他不是白夫人所生，听说他长相像他母亲。楚墨年皱眉思索片刻，白家特殊的存在。卓潇一有些好奇。楚墨年看出了卓潇一的好奇，凝思片刻才缓缓开口。白家主有个初恋，两人当时好像是大学恋爱，后来不知什么缘故，两人分开了。分开的时候，那女人应该是怀孕了，但是她并没有告诉白家主这件事。
白家主继承白家后，与适合的人结婚，生下了白家二少，就是前段时间参加你宴会的白南景。白川凯的母亲在他小时候重病不治，临终前把他送到了白家。白家主那时候才知道自己还有这么个儿子，看来也是个可怜之人罢了。卓萧一皱眉，他能想象到白川凯小年纪一个人到一个陌生环境的感受，再加上白家还有个白夫人，听说并不是一个大度之人。楚墨年看着卓萧一的神情，唇边勾起一抹浅笑。看来你猜到了，白家主和白南景对白川凯倒是挺好，但是白家夫人却担心白川凯抢了白南景的继承权，所以有些不待见他。白川凯为了不让白家主和白南景为难，自己就一意孤行跑到了娱乐圈发展。怎么了？卓萧一见楚墨年突然没说话了，凝眉似乎想到了什么。你离他远点。楚墨年舒展眉头看向卓萧一。为什么？卓萧一挑眉不解，今天看着楚墨年也不像讨厌白川凯的样子啊。楚墨年看出卓萧一可能是误会了，扶额轻笑出声。他喜欢叶晴晴，而且有些偏执，我怕他会因为叶晴晴对你不利。这倒是让卓萧一有些惊讶了，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回事。但看白川凯今天的表现，难道叶晴晴没有借这个机会让白川凯为难他吗？哦，那你觉得他此次过来，叶晴晴有没有跟他说他在我这吃瘪的事？我猜测应该会说。楚墨年一脸嫌弃的想着。所以有些人或是事可不是表面上看着那样简简单单。卓萧一挑眉玩味的笑道，也让楚墨年察觉到刚被他忽略掉的东西。看来这白家大少也没有传闻中那么简单呀。导演，出事了！一个节目组的员工拿着手机焦急地冲进客厅。因为直播有2天时间，所以第1天结束后，节目组的员工没有直接回去，而都在农场的工人家里借住。下播后，梁导听说卓萧一要做甜点，所以借故有工作要沟通，厚着脸皮留了下来。他在客厅和江云以及 Lucas 他们聊天，听到节目组员工大呼小叫的冲进来，梁导眉头皱得死紧。什么事？大惊小怪的。工作人员气喘吁吁的来到客厅，发现江云和 Lucas 都在，他有些犹豫要不要说出来，但是就算现在不说，他们一会都会知道。是关于江影后的事。什么事？卓君明凝眉瞅着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犹豫了一下，看向江云的眼神有些复杂，他把手机递给导演。有人爆出帖子，江影后为了拿到角色勾引某导演。还有视频。砰！江云手中的茶杯瞬间坠地，脸色苍白。看到工作人员瞟过来的眼神时，就觉得有种不好的预感。果然，梁导接过手机，看到上面的文字：某影后为了角色现身已婚导演，如今成就到底是演技实力还是现身实力？梁导犹豫了一下，点开视频。一个酒店的豪华套房内，江云裹着浴巾从浴室里出来，拿起床上的手机看着。他听到开门声没有回头，只是微笑开口：怎么这么慢呀？进来的是一个秃顶且肥胖的男人，大概40-50来岁，长得还挺丑。男人没有说话，直接朝背对着他的江云走去，从背后一把抱住了江云。视频最后1秒就定格在江云略显僵硬的笑容上，以及男人淫笑的表情上。这是怎么回事啊？江云，梁导皱着眉头看向脸色惨白的江云，这是不是有人请了黑客 P 的？卓君明就坐在梁导身边，看到视频，桃花眼里写满了震惊，压根不相信视频内容。江云默默捡起地上的杯子，眼眸垂下，声音有些微微颤抖。他不敢看众人的眼睛，他怕从他们眼里看到对自己的厌恶与恶心。不，这是我，导演，不好意思，可能你的节目要换人了。违约金的话，我愿意赔付。第73章真相。卓萧一和楚墨年走过来，卓萧一手里还拿着手机，显然他们刚才的话俩人已经听到。卓萧一在江云对面坐下，面容清冷地说道：视频的后续你要不要解释一下，是有什么隐情吗？我现在好歹是你表哥的身份，不帮忙好像我也得走人呢。楚墨年走到卓萧一身边，刚坐下却听到身后传来脚步声。他转头就见白川凯一手拿着2个红酒杯，一手拿着1瓶红酒，从厨房方向走来。楚墨年凝眉与卓萧一对视一眼，难道他刚才一直在厨房隔壁的酒柜那里？白川凯朝他们摇了摇手里的杯子，淡笑出声：要喝吗？不用，谢谢。楚墨年耸耸肩，表示自己不需要。白川凯挑眉，这2人还真是厚脸皮，背后议论人被发现，一点不好意思都感觉不到吗？他走到另一侧沙发上坐下，倒了2杯红酒，将其中1杯推到江云面前。我想你现在应该需要他。谢谢。你们。江云有些错愕，看向众人，没有他想象中那样的眼神，他心里莫名有些酸涩。卓萧一把手机放在桌子上，给自己和楚墨年倒了1杯茶，轻声说道：我查过你，一个把自己2/3的资产拿出去做慈善的人，网上说的那种事，我直觉你做不出来。江云破涕而笑，
笑容中还带了点苦涩。他擦了擦眼角的泪水，眼神充满感激，看向卓萧一：“你就不怕我是作秀？”卓萧一挑眉，靠在沙发上，望着江云的眼睛：“作秀做这么多年，说出来吧，说不定我们还能帮忙。”江云看到众人期待的神情，没有不相信，只有担心。他的眼泪划过脸颊，他笑了，发自内心的开心。他抬手抹去脸上的泪水，拿起桌上的红酒，一口闷了下去。看着手里的空杯子，网传的没错，我是在孤儿院长大，15岁就出去打工，一天要做着好几份工作。王宇飞就是我在奶茶店兼职中认识的，他也是孤儿，寄居在自己的姑姑家。他比我大个2岁，平时也很照顾我。我们俩渐渐成了无话不谈、互帮互助的好姐妹。甚至有一次，我跑到无人区深湖里去游泳，不小心脚抽筋了，差点淹死。不会游泳的他也义无反顾地跳下去救我。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更好了。日子艰苦，但是那时候真的挺开心的。江云拿过白川凯放在桌上的红酒，又给自己倒了一杯，端在手里摇了摇。有一天，我穿着汉服发传单的时候，被星探发现。从那之后，我的人生走入了一个新世界。可王宇飞渐渐疏远了我，他说我们之间已经有了差距。我很珍惜这段友情，于是我问他想不想进娱乐圈，我们一起演戏，一起赚钱。他同意了，我就这样把他带进了这个圈子。我给他介绍各种资源，甚至自己不要片酬，只为导演同意他进组。可他有点名气了之后就变了，不思进取不说，演技又烂，还不自省，甚至说是导演针对他，以及埋怨我不了解他。日子久了，我也很累，就随着他自由发展，偶尔还是会给他介绍几个觉得适合他的影片与代言。可是我没想到，他会想那种肮脏的念头打在我的身上。江云眼眶泛红，眸间散发着狠厉的光芒。那天我生日，他过来陪我过生日，说了好多以前的事情，说已经意识到自己错了，想回到以前那样，想让我好好教他演技。我以为他是真心反省，我竟然就这样傻傻的被骗了。他说我有绿洲大酒店的会员卡，于是想让我带他去好好享受最后的自在。我答应了，在那订了以前常住的那间套房。回到房间后，他让我先去洗，他说给我的礼物在车上忘拿了，要去拿一下，顺便还带走了一张房卡。我没有丝毫怀疑。洗完澡出来，听到有人开门，我以为是他回来了，所以光顾着回信息，没有回头。可是万万没想到，拿着房卡回来的却是之前一直有意想对我潜规则的一个导演。卓君明桃花眼微眯，脸色黑沉，这他妈的简直就是个极品白眼狼。今天就这么让他走了，真是便宜他了。你怎么说服那个导演的？梁导也是气愤不已，现在的娱乐圈就是被这些龌龊的人搅乱的。江云听到梁导的话，冷笑了起来。说服？盯了我那么久，怎么那么容易说服？江云拿起桌上的纸巾，往自己的脖子上擦了擦，一条长长的疤痕展露在众人面前。众人倒吸一口气，可见当时事情的严峻，以及江云抱死的决心。江云喝了一口红酒，平复着自己的心情，摸了摸脖子上的伤疤，留着他让自己多少个午夜噩梦连连，但这也是为了警醒着自己当初是多么的愚蠢。我推开他后，发现桌上有把水果刀，我不想为了这种肮脏的人脏了自己，但更不想让他得逞。于是我威胁他，若是再不离开，我就让他成为杀人犯。他看我动了真格，才不甘的走了。后来我也查到这一切是那导演和王宇飞以及我现在的经纪人合谋的，但是他们手上有视频，我就一直不敢轻举妄动。众人沉默了，当时的那个情况，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不是吗？所以这个时候放出视频，应该是王宇飞吧？梁导想了一下，说道：是他被楚氏封杀了，所以打算拉江云下水。楚墨年看了眼手机发来的信息，抬起头皱眉说道：还有你的责任呀，那这事你打算怎么解决？卓君明翻了翻白眼，感情还是这位爷把人逼上了绝路呀，所以那女人才疯起来，见谁都咬。我已经让书记公关处理了。楚墨年捏了捏眉心说道，他也没想到还有这种事情。卓萧一从江云解释完了之后，就一直把玩着手机，听到楚墨年的话，这才抬起头。光公关解释辟谣没用，事情还是得从源头拔除。那导演王宇飞还有云姐经纪人，妹妹，你是有什么好办法吗？卓君明眼睛一亮，期待地看着卓萧一。第74章人面畜生。卓萧一见众人都一脸期待地看着自己，他莞尔一笑：我去楼上拿个电脑，刚才我发信息给我一个朋友，让他帮我查了一点东西，关于那导演以及王宇飞的，现在应该已经发我邮箱了，我去看看。你去吧。卓君明点头，有些迫不及待了。卓萧一轻笑，在众人的注视下上楼去了。到了房间后，他并没有急着拿电脑下去，
而是打开电脑，纤细如玉的指尖快速的在键盘上飞舞，似在查找着什么。妹妹怎么还没下来？10分钟过去后，卓君明有些坐不住了。他拿着手机，时刻关注着微博，现在上面的骂声已经越来越难听，可能是资料还没传过来吧。梁导猜测着，其实他也有些焦急，时不时的看着楼梯口方向。我去看看。卓君明站起身，准备去楼上找妹妹。楚墨年看到楼梯口的身影，提醒道：“不用，这不是来了。妹妹怎么样？”卓君明转身，一脸期待的看着下楼的卓萧一。卓萧一想到自己看到的那些内容，冷笑出声：“很让人意想不到，这里面的东西足够把他们3人都送进去关一辈子，甚至枪毙。”卓萧一摇了摇手里的笔记本电脑，说出的话让众人惊诧不已。真的？卓君明没想到这么快就能找到证据，而且事情比想象中的要严重。二哥不相信我？卓萧一看向卓君明挑眉笑道。卓君明挠挠头，爽快的笑道，但又想到网上的视频，相信。那视频怎么办？卓萧一勾唇邪魅一笑，这里有他们和谋害江云的事情，也有网上那个视频的后续发展。什么？你那什么朋友？这要牛逼？卓君明惊奇不已，众人也很意外。卓萧一摸了摸下巴，笑道：“电脑技术方面挺厉害的，应该算是个黑客吧。”众人也有些惊讶，黑客啊，这么短时间就能查到这么多，肯定是个很厉害的黑客。卓君明桃花眼立马泛起了星星，有些激动：“妹妹，能不能介绍给我认识下？我很崇拜这方面的人。”卓萧一有些怔住，这该怎么介绍？楚墨年见状，眸光微转，转移了卓君明的注意力。先看视频吧，早点把这件事解决。啊，对，瞧我一激动都忘了正事。卓君明一拍脑门，有些懊恼地说道。卓萧一坐下，先后给他们点开了2个视频，一个是那个导演王宇飞、江云经纪人3人在地下停车场商量如何设局引江云上钩的画面，另一个是网上视频的后续发展，如江云所说的分毫不差，只是真实看到更让人替江云揪心不已。结尾片段还是王宇飞站到床上取下针孔摄像头的画面，江云震惊地看着这些，眼泪如潮，想对卓萧一说感谢的话，可是却有些泣不成声。客厅气氛有些沉闷，卓君明看着江云哭成那样，不知该怎么安慰，一个劲地往他手里塞纸巾。卓小姐，光是这些还不足以让他们关一辈子，甚至枪毙吧？白川凯垂眸看着手里的红酒杯，让人看不清神色。呵，我说的是这些。卓萧一冷笑，点开另一个文件夹，里面是按日期排列的几十个文件。卓萧一随意点开一个文件，里面是一些不堪入目的视频和照片。众人心中立起惊涛骇浪。楚墨年眼底戾气浓郁，一把捂住卓萧一的眼睛，迅速把电脑合上。幼童，梁导瞳孔巨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江云也止不住的浑身发抖，原来他们3人还合谋迫害了这么多人，而且还都是血，该死，他们如何能下得去手？他妈的，这些人面畜生，真是该死！卓君明紧绷着一张脸，强行抑制着的怒气。需不需要我给卓小姐提供警局内部人员电话邮箱？白川凯抬眸看向卓萧一，眼神有些阴雾。不用了，我来处理吧。楚墨年直接把电脑拿过来放在腿上，用卓萧一的电脑匿名发了几个邮件出去。他又拿起电话拨通出去，卓萧一余光瞄到是打给于书义的。我发了2个视频到你邮箱里，你赶紧发出去澄清一下。楚墨年挂断电话，把电脑里面的文件都删掉，顺便还做了一下清理，然后才把电脑还给卓萧一。可以了。楚墨年干净利落的干完事情，这才看向众人。就这么简单？梁导一脸懵逼的看了眼卓萧一的电脑，又看向楚墨年。不然呢？证据已经这么充足了，压根没必要让他们多污染空气一分。楚墨年挑眉冷冽的说道。确实，再给他们多1秒时间，就怕那个畜生现在还不知道在哪祸害小姑娘呢。卓君明气愤的说道。哼，你们说，要是我当时报警的话，是不是后面的那些人就不会被这些畜生糟蹋了？江云突然仰头嘲讽的笑了一声，然后哭了，心里此时升起了一股自责。若是那时候的自己勇敢一点，是不是后面的那些人就不必承受这些了？众人听着江云哭声，心情有些复杂。若是换做自己，当时的情况不一定比江云考虑的周全。江云或许当时是可以报警，但是也不一定能斗得过那个关系网复杂的导演。每件事都有几面性，而且充满了未知，根本没法预料到后面将会发生的事情。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命运，你只是做出了你当时认为正确的答案。卓萧一轻声开口。是啊，这又不是你的责任，你不必太过自责。梁导叹了一口气。
你们公司公关部把2个视频发出来了，现在网友们都傻眼了。卓君明翻看着手机，看到上面的微博头条，哼，更傻眼的还在后面，那些人的报应马上就要到了。梁导拿出手机，看到微博上面骂声一片，戾气之重无法掩饰。他嘲讽地说道：只要做过就会留下痕迹，而这些痕迹就会是他们遭报应的源头。卓萧一眼眸微眯，凝眉看向外面的夜色。第75章寻找家人。屋外夜色弥漫，寒风四起，有种风雨欲来的架势。明天若是这件事报道出来，微博应该会炸了吧？刚卓小姐说你做了不少慈善，都有哪些？要不要趁现在这个机会放出去？梁导看着微博上的评论，脸色有些黑。虽然事情已经澄清了，但是还有不少人在上面评论，说江云活该，怪他自己交友不慎，识人不清，而且还有什么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之类的话。那个不能报道出去。江云抬头，眼里满是拒绝，他不能让那些记者去打扰孤儿院孩子们的安宁。可是上面这些人，卓君明也看到了评论里不利于江云的言论。啊，随意他们怎么骂吧。江云无所谓的笑了。他资助的是孤儿院的孩子，一旦曝光出去，一些记者就会到这些孤儿院去采访，届时孤儿院的那些孩子会受到影响。卓萧一喝了口茶，缓缓说道：能进那里的孩子本就都是不幸之人，不能再让他们平静的生活被打扰。至于我，事情已经澄清，现在最多就是被骂几句，无关要紧。江云轻轻摇晃着手里的红酒杯，漫不经心地说道。卓君明皱眉，正要说什么，突然一道手机铃声响起。江云拿起手机，看到来电，唇角噙起一抹温柔的笑容。喂，院长妈妈。挺好的。众人挑眉猜测，应该是孤儿院的院长吧。显然对方知道了网上的事情，专门打电话过来询问江云是否还安好。可是不知听到了什么，江云蹙眉，坐直了身体，急切地说道：您不要去，我的事情已经澄清了，现在网上的那些言论无关要紧，过几天就会没事了。江云放下酒杯，听到那边接下来的话，语气有些严肃。可是您请来记者，就算为我说了好话，可院里那些孩子怎么办？他们一旦被曝光出来，那些无良记者为了博眼球，对他们的身世胡乱报道，那无异于对他们来说是雪上加霜。下一秒，江云鼻头发酸，扶额轻笑：院长妈妈，替我谢谢小朋友们的好意，让他们不要担心，这件事到此为止。好，我过段时间会去看他们。江云挂完电话，看着手机发呆。众人虽然听不到那个院长妈妈的声音，但听到江云回复的话，众人也猜到可能是孤儿院的小朋友和院长妈妈想去请记者报道江云的善举，为江云说话吧。卓萧一看着江云的容颜，眸光微闪，想到了自己不久前见到的另一副面孔。卓萧一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不经意地问道：云姐，你的父母是都不在了吗？江云有些错愕，没想到卓萧一会问他这个问题。其他人也有些微愣。不好意思，若是不方便的话，卓萧一轻声说道：啊，也没什么不方便的，我对自己的父母没什么印象，知道的一星半点，也是外婆告诉我的。江云苦笑一声，摆摆手说道。他喝了口红酒，目光望向窗外，眼神悠远，似在回忆。我很小的时候，外婆就告诉我，我母亲是个贪慕虚荣的女人，让我长大后千万不要跟她学。至于我父亲，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依稀记得外婆提过一次，说父亲长得很好看，但是母亲嫌他没钱，和他分手了。后来母亲发现他已怀有身孕，本来想打掉，但是外婆以死相逼，让他生下来。江云垂眸，眼里淡然无波，好像在说一件跟自己不相干的事情。他生下我之后，就把我丢给了我外婆，所以我一直跟在外婆身边，很少见到她。一直到5岁，外婆去世，我就被她送进了孤儿院，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她。长大后，为了自己不留下遗憾，我曾去找过她，却被邻居告知，她在外婆死后不久，卖掉了外婆的房子，跟一个有钱的男人走了。众人默然。卓萧一凝眉，有些不解，没钱而分手，那你有想找过你的父亲吗？你现在应该很容易找到才对。卓君明挠挠头，小心翼翼地说道：有那么一刻想过，但是我放弃了。江云看着卓君明，浅笑说道：为什么？梁导不解皱眉，若是找到了，有个家人疼自己不好吗？江云往沙发上一靠，叹气说道：当年是母亲为了钱和他分的手，他并没有错。已经过去了20来年，即便找到他又怎么样？若是他另外已经有了幸福的家庭呢？那我的出现就会再一次变得不受欢迎。我怕也不太想。白川凯听到江云的话，眼神微暗，一口干了手里的红酒，沉默不语。卓萧一留意到白川凯的不对劲，有些想扶额，好像问话的地点没选好。云姐，每件事情都有几面性，你说的是一种可能性，也有另一种可能，
那就是他兴许很高兴你的出现。云姐，我觉得你可以试着去找一下，若是真如你所说，远远的看一眼，不给自己留下遗憾；若是如我所说，倒是可以相见试试。卓萧一想到那家人应该不会排斥江云的出现，卓萧一的话让江云有些异动。他虽然心里害怕，嘴上说着不想，但是每每看到别人父亲宠女儿的样子，他还是会忍不住想，自己的父亲会不会也这样宠自己。哼，云姐，希望不要怪我多嘴，我的话只是个提议而已。卓萧一轻笑道。没事，我知道你是好意。江云唇边溢出一丝笑意。你的甜品应该好了，要不要拿出来大家尝尝？楚墨年侧头挑眉看向卓萧一说道。听到楚墨年的话，卓萧一才想起，于是站起来往厨房走去。对，我在这的目的就是为了卓小姐做的甜点，我尝点就赶紧回去睡觉了。事情解决了，梁导也高兴，他听到楚爷的话，一拍大腿笑着说道。众人无语，你的目的不是有工作要和我们商量吗？梁导被众人看得有些不好意思，又不敢对这些大佬。你怎么还在这？现在没事了，明天还要早起，你快点回去吧。还不快走，想跟他分卓小姐做的甜品吗？哦，工作人员有些无辜，导演我真没这个想法。第76章，有人带风向。第二天一早，天色阴沉，下起了蒙蒙细雨。一条官方微博新闻直接炸瘫了微博服务器。微博经过后台小哥一大早的抢救，2个小时后终于正常营业。新闻头条正是王宇飞和江云经纪人以及那个导演被抓的照片，以及他们的恶行陈述。网友们看到这些内容都疯了般，误草，这简直就不是人！那些孩子才多大？我他妈真的不知道怎么形容此时的心情。这些变态人渣，去死！枪毙他们，一定要枪毙他们！老天爷瞎了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社会渣渣的存在？阎王每天收那么多人，怎么就没把他们给收去？不，这些人压根不配为人，他们的父母为什么要把他们生出来？作为一个妈妈而言，看到这些，真想跟这些人拼命。我也是，哭了，也很无力。他们对江云做出的事情就已经让我刷新3观了，他妈的，没想到还有这种事情。江云这个婊子，要是当初报警了，就不会有后续事情了，活该她被闺蜜和经纪人背叛。哎，楼上的就事论事啊，别牵扯无辜的人。对于一个女人来说，那时候刚出道的江云只能那样做。不只是微博上有人这么说，连今天的直播间也是一样，不少人责怪江云，甚至怀疑她。本来江云一早起来说怕对节目有影响，她今天就不录的，但是梁导不同意，说身正不怕影子斜，大家都赞同。现在不是躲着的时候，于是大家还是早上7点正常开播了。一开播就涌上来一群江云的粉丝，纷纷安慰着江云。梁导给江云看了，江云看到心里觉得很暖，也逐渐让他的情绪放开了些。可是没过一会，弹幕上的言论就慢慢变了。江云交友不行啊，3个渣渣，2个跟他有关系，还有1个窥视他。我也觉得，一个是她闺蜜，一个是她经纪人，就不知道江云自己有没有参与这件事。前面的眼瞎心也瞎吗？若是江云参与了此事，他现在还能好好的录直播。就是王宇飞那么嫉妒他，如果江云有参与的话，王宇飞早就把他招出来了吧。我就觉得他那时候应该报警才对，那后面的那些小朋友就不会被侵害了。其实这个导演我听说过，虽然平时不高调，但是背后关系还不少，就算当时江云报警也不一定能斗得过他。就因为导演关系硬，所以江云也有可能参与进来，拿这些小朋友作为顶替自己不被钱。你他妈都成福尔摩斯了，有本事你去查啊，说的自己好像比警察还厉害一样。一群草泥马在心里奔腾，江云要是有罪，警察早就来了，还需要你们在这瞎逼逼？某妹妹不是卓家最宠爱的小公主吗？她在节目里跟江云关系那么好，也有可能是资本家护着呢。说的好有道理啊，卓家在金陵也算可以一手遮天了吧。梁导在屏幕前看到这些，脸色沉得可怕。现在的傻逼怎么这么多？应该是有人引导了。突然传来一道慵懒的声音，吓得梁导一哆嗦。楚墨年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梁导身后。梁导看着楚墨年，心里嘀咕，大佬走路能不能出点声呀？他看了眼显示屏，又皱眉问道，楚爷，现在该怎么办？您说这是在针对江云，还是针对卓家？针对云姐的。楚墨年还没出声，卓萧一就从另一边绕了过来。楚墨年看到他，唇角上扬起一抹好看的弧度。卓小姐怎么知道？梁导看向走来的卓萧一，大佬都是喜欢神出鬼没的吗？卓萧一摇了摇手里的手机，因为出了昨天的事，今天所有人都拿着手机，时刻关注着事情的后续发展。当不和谐的言论一出来，他就追踪了过去。那些言论太有针对性，我就让我朋友查了一下，
是近期和云姐争夺一个最佳女主角奖的女演员，派人引导了舆论。那这些关于卓家的言论，梁导看着显示屏上一些提到卓家的弹幕，卓萧一冷笑，眸光转寒，哼，是有意还是无意，谁知道呢？但迟早会露出狐狸尾巴，不是吗？那现在怎么办？梁导皱眉看了眼手机，现在的舆论已经改变，网友们并没有直接污蔑江云是不是同伙，因为就在刚刚，警方官微已经给了明确的回复，江云并没有参与进来。网友们现在是抓着他当年没有报警之事加以指责，所以也并不能直接跟上次一样起诉他们。总有人喜欢站在道德最高点去要求别人，所以这种事也不好起诉他们。卓萧一看了眼弹幕，嘲讽不已。先暂停直播。楚墨年凝眉，摸了摸下巴说道：行。梁导微愣，随后看了看满屏不利于江云的弹幕，他还是点了点头，走到镜头前。各位观众，今天临时出了点状况，实在抱歉。我们这期的直播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卓萧一在梁导去通知观众下播的时候，来到机器设备前，将镜头精准地推到江云苍白无力的脸上。楚墨年看到卓萧一这波操作，疑惑挑眉地瞅着他。卓萧一邪魅勾唇，点了点显示屏上的弹幕，嘲讽地说道：我挺喜欢看到别人自以为胜券在握之际，又跌入泥泞里的感觉。楚墨年视线落到弹幕上，你看，他心虚了，现在特别不想看到他，导演把他换掉吧，否则我不看了。就是这么没担当没作为的人，干嘛还要他来录直播？强烈要求换了他。反正不喜欢这女的，当初要是报警的话，也就不至于出后面的事情。胆小鬼！想到他之前拍的一些正能量的电影和宣传片，我就想吐。这种人就不配当影后，前些日子还提名什么最佳女主奖来着，就问他配吗？第77章取代。卓萧一侧头瞄向一边的楚墨年，唇边勾起一抹坏笑。你说那女星看到云姐这一幕，会不会现在都已经在开香槟庆祝了？楚墨年凝视着卓萧一的娇颜，听到他的话，眼眸泛起了一丝兴致。这丫头看来是又有什么好点子了。梁导跟观众说完，就挥手让工作人员关掉直播。老李，你先带他们回去吧，有什么事我会在工作群通知你们。梁导看向一边的副导演说道。副导演点头，就吩咐其他人关好所有设备，收拾好东西，就带着工作人员走了。江云见楚墨年和卓萧一以及梁导走过来，苦笑开口：梁导，不好意思拖累节目了。三人坐下，梁导没有说话，只是摆摆手。没想到我头一次来，这么快就结束了。白川凯靠在沙发上，神态慵懒。白先生，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待到下午再回。卓萧一挑眉，客气地说道：那就谢谢卓小姐了。白川凯也不客套。楚墨年的目光朝白川凯射过去，与白川凯的视线对撞，又双双淡漠地移开了目光。现在该怎么办？卓君明眉头皱起，看向众人。网上的事他也看到了，道德绑架之事在这个社会已经算是见怪不怪了，问题是还没办法制止。江云不想大家为他为难，看向眉头紧锁的梁导。哼，梁导，我知道你是想帮我，但是不能拖累到你的节目。弹幕上网友们说的话你也看到了，有我在节目的一天，他们就不会看。梁导扶额，看向江云的手机一眼，缺他们几个看吗？而且你现在能去啊，要是我没猜错，现在应该有不少合作找你解约吧。江云放下手机，沉吟片刻。我本就一直在收集王宇飞和经纪人干坏事的证据，想等证据足够充足再公布出来，也知道王宇飞到时候会放出那段视频。我是打算到了那时候就退出娱乐圈的，现在只不过是提前了而已。你，梁导也没想到江云这么决然。妹妹，我们脑子笨，你能想到什么办法吗？卓君明不知道为什么看到江云这样，心里有些不舒服，焦急的直挠头，自己又想不出好办法，只能求助卓萧一。听到卓君明的话，头疼的梁导也看向卓萧一。至于脑子笨的其他两人，白川凯只是薄唇微抿，斜了一眼卓君明，没有说话。而楚墨年的视线在卓君明以及江云的身上来回扫视了几眼，唇瓣微勾，眼中不由多了几分打量。卓萧一见二哥眼巴巴地看着自己，有些无奈，放下手中的茶杯，环视众人一眼。第一，王宇飞三人被捕，警方已经说明是有人举报得知，而举报者是我们，只有我们几个知道。我想把他安谁头上，那他就是这个举报者，是网友们口口传颂，人人都想感谢的大英雄。众人微愣，然后眼前一亮。是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而且现在好像只有这招才能堵住那些站在制高点道德绑架的人。第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能请水军引导舆论，难道我们不能吗？卓萧一眼神淡淡，慢条斯理地说道。
第三，孤儿院的每次捐款到账都是由慈善公益捐款基金会负责分发的。我昨天就已经联系了他们的负责人，他已经同意把云姐这些年的慈善捐款报道出去，且不会透露捐款项目，这样就不会牵扯出孤儿院的小朋友，也一样能把云姐的善举告诉广大民众。楚墨年看着卓萧一，露出一脸宠溺以及骄傲的神情，仿佛在说：“我家小丫头真厉害。”卓萧一注意到楚墨年的眼神，转头略微娇嗔地剜了他一眼。啪啪啪！白川凯也不禁为卓萧一鼓起了掌，难怪叶青青斗不过卓家这位小姐。不说这头脑，就说这胸襟。若是换做叶青青的话，在警方要找举报人的时候，早就会跳出来承认了。这么好的名声，怎么舍得眼都不眨一下的让给别人？卓君明和梁导反应过来，也是欣喜不已。果然还是妹妹卓小姐的脑子聪明。第二个方法和第三个方法我可以接受，但是第一个不行，我不能抢了你们的功劳。江云很庆幸自己能认识这群人，很感谢他们能这般无私的帮助自己。不是你积的善报而已，若不是因为你，我们也不会去查这些人以及发现这种事，所以你不必有什么心理负担。而且我们都没人打算认领这个功劳，我们都同意让你去，而现在你正好需要，那就不要让它浪费了。卓萧一随意的摆摆手说道。此时梁导的手机响起，他拿出手机看了一眼，站起来对大家笑道：“不好意思，我去接个电话。”说着就走到一边去接电话去了。卓君明一脸兴奋地看着自家妹妹：“妹妹，听说警方给举报人弄了个什么奖励？那现在就让江云去警局领吗？江云若是现在出现在警局，应该会被人拍到领走奖励，那到时候消息就会不胫而走。”卓萧一浅笑看向二哥，摇头：“不，警方不是在找吗？我们这边稍微露出点线索出去，让他们主动找上云姐，比我们找上门比较强。”卓君明朝卓萧一竖起大拇指。卓萧一唇角溢出一丝轻笑：“啊，至于第二个吗？”卓萧一思索了一下，楚墨年嗓音里沁着浓稠到化不开的温柔，看着卓萧一适时提醒道：“找水军带舆论的事情，直接让书毅去办吧，他公司的王牌艺人，没理由他不管。”好，是啊，他差点把江云所在的公司给忘了。正在办公室里看江云事情发展的于书毅，不经意间打了个喷嚏，他揉了揉鼻子，误草，这些水军喷子不会连江云老板都骂吧？等这两个事情解决后，再让慈善基金会的负责人报道捐款之事。嘿嘿，完美，妹妹真厉害。那事情就这么决定了。卓君明高兴地看向江云，挑眉弄眼，似在说：“现在不用担心了吧？我妹妹给你解决了。”江云目光柔和，眸光微闪，浅笑看着卓君明点头。这时梁导接完电话回来，神色有些古怪。卓君明瞧见，皱起眉头，不会又出什么事了吧？怎么了？梁导看向众人，有些欲言又止，想了想，还是咬牙说道：“我一个导演朋友打电话给我，过来探口风，说叶晴晴有意来入驻我的节目。”第78章，想得美。卓萧一眉头微蹙，看向梁导：“你同意了？”没有。梁导立刻摇头，看了楚墨年一眼。他说：“叶小姐是6大家族的人，学头比江云要高，说江云现在名声不行了，叶小姐就是最好的人选。还说叶小姐家中没有适合的亲戚孩子来参加节目，而楚先生的颜值在线，网友们应该也不想楚先生走，也就不会在意叶小姐带不带素人的事情。那到时候只需要换掉一人就可以。”白川凯默然，眸光中的嘲讽一闪而过。哼，叶晴晴这是打定江云洗不白，也断定楚墨年为了卓萧一不会离开节目，才敢挑明身份向梁导施压，说出这话吗？啊，他想屁呢？不可能！卓君明翻了翻白眼，看到梁导犹豫的表情，立刻跳脚道：“你要是同意他来，我们就不录了，还要收走拍摄场地。”哎，你误会了，我是在想，若是叶家给我施压使绊子，几位大佬可要帮我顶一下，不然我这小老百姓还要不要活了？梁导哭丧着脸说道。楚墨年目光深沉，眸光微暗，叶家现在真是越来越出息了，连我的事都想掺和一脚。卓萧一眸光冷然，看了梁导一眼，想到今天弹幕上关于卓家的话题，有可能是他的杰作吗？虽然没有证据，但是很像他的风格。再加上之前那个徐艺如的事，是不是也有他在其中煽风点火呢？卓萧一捏了捏眉心，不管是不是，总出来蹦跶一下，都是有些碍眼的。卓萧一突然看向白川凯，不是说他对叶晴晴偏执的喜欢吗？听到他的名字还这么淡定，谁眼下传出来的？楚墨年也很好奇，目光也瞥向白川凯，注意到他们的视线，白川凯挑眉，有些好笑的看着两人：“你们看着我干嘛？不是说你对叶晴晴有些偏执吗？”楚墨年凝眉，直接问出了心里的疑问。其他人微微一愣，白川凯慵懒的往沙发上一靠，眸光闪烁：“可是有点难追啊，要不你们两家合伙把叶家弄倒，这样我就不用追的那么辛苦了。”
众人惊愕，雾草，这到底是喜欢还是有仇？哼，你这喜欢有点变态了，你就不怕叶青青听到你这话想杀了你？卓君明突然觉得白川凯这个人有点变态的赶脚。白川凯耸耸肩，两手一摊，所以你怎么说？哦，那祝你早日实现自己的愿望。卓萧一挑眉邪笑，拿起茶杯对着白川凯举了举。白川凯也玩味的笑了，这卓小姐真有意思，也拿起桌上的茶杯敬卓萧一。谢谢，借卓小姐吉言。网上关于江云的热度还是没有下降。直到下午，警方官博在微博上直接通告表扬江云女士在这次恶劣事件中举报有功，政府嘉奖100万击币以及锦旗一面。下面还有一长篇大论，描述是关于这次事件的恶劣性以及影响性。然后就是警方多次寻找举报人未果，在不懈努力下，终于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才顺着线索找到了江云，并在他的电脑上发现了匿名邮件记录。最后就是再次感谢江云女士，这么多年与坏人虚以为蛇，并获得证据。网友们这下是彻底懵逼了，并且觉得脸疼得很。真的假的？是我眼花了吗？会不会是同名同姓？不是同名，我有个亲戚在警局，他说就是影后江云。雾草，误会他了，对不起，之前还骂他来着。就算是他又怎么样，在发现了这种事的时候就应该报警才是，让警方来盯着那些人渣，就不会有这些无辜的人受害了。蠢货，凡事讲证据，要是早有证据，他不知道早举报吗？还需要你在这逼逼懒懒吗？不管怎么样，他被人算计，那会就应该报警吧。这些人渣若是被抓，那些幼童也就不会遭受到他们的侵犯了。啊，我就他妈很无语了，尼玛是眼瞎吗？江云被算计，那会还没出这种事好吗？他怎么未卜先知的？再说好好看看视频，他那时候的绝望你们看不到吗？换作是你们，估计就从了那人渣了吧。江云被算计那会，先不说他报警后能不能把那人渣关进去，就算能关进去，按江云那事件也只能关个1-2年，出来后依旧能继续当个禽兽。若是没成功送进去，江云就会遭到报复，并且很可能不复存在，而现在也不会有人发现这件事以及举报出来。我就想不通了，也就是现在江云怎么都是错呗？你们他妈有本事自己来啊！就是去经历江云的事情，然后我们来看看你处理的怎么样，是直接从了人家，还是牛逼的直接把那人渣搞死？不懂现在的社会是怎么了？道德绑架都这么理所应当了吗？啊，他们那些站在社会制高点的人，随意批评道德绑架他人，平时自己是个啥样，心里没有一点逼数是吧？明明是受害者，却要反过来被别人责骂。明明现在是英雄，却也见不得人家好。哎，楼上的，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啊。江云是得罪谁了吗？我也察觉到了，事情大大的不对好吗？无论江云是受害者还是英雄，总有人在恶意的 diss 他。雾草，上面的真相了，刚有个大 V 发帖说是某女星为了跟影后争夺最佳女主角奖，请了水军引导这些舆论。原来是这样，那我岂不是蠢的被人当枪使了？江影后，对不起。我也是，江云女士，对不起。在知道事情真相的后，网友们对江云无比愧疚，纷纷跑到江云的微博下道歉，然后了解到是被谁利用了后，再跑去骂始作俑者。就这样，在大批水军的引导下，一些扭曲的言论慢慢回到正轨。特别是当2天后，某慈善基金会报道出江影后这些年的善意之举，江云更是一跃成为了广大民众心里的慈善家、国民英雄。就连国家新闻媒体也报道表扬了江云的行径，说她是如今当之无愧的正能量年轻艺人。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而事情完美解决后，梁导也有了拒绝叶青青的理由。第79章，罪孽太重。夜宅里，叶青青挂掉经纪人的电话，坐在床边，眼神阴狠。哼，江云的运气还真是好。白川凯这个废物是怎么回事？以为自己真的是去节目里玩的吗？叶青青咬牙切齿地拿出手机拨打了白川凯的电话。白川凯此时正在回程的保姆车上，他翘着2郎腿，听到手机响了，拿出来一看，他笑了，很是有种斯文败类的感觉。喂，青青？那边叶青青的语气听着似乎有些焦急。白哥，我听说节目出事了，你还好吗？我没事，是那个江云出事了。白川凯无所谓地说道。江云眉头蹙起，今天经纪人托人去探口风的时候，不知道白川凯知不知道，没想到节目导演为了江云这么对你，你的时间很宝贵的好吗？亏得我之前还想去这个节目凑个热闹来着。是吗？你想来入驻这个节目，那导演怎么说？白川凯无声地笑着，却说着惊讶的话语。就这样的素质，不去也罢。叶青青貌似很无所谓地说道。确实，不来也罢，又不是什么很有名气的节目。白川凯挑眉，附和着他的话。叶青青翻了翻白眼。白哥，卓小姐没有为难你吧？
白川凯语气变得有些不屑，又有些懊恼。他这个人还挺嚣张，挺孤傲的。抱歉，青青，本来想给你出口气的，倒是我没想到楚爷也在，楚爷一直护着他，我都找不到机会。叶青青听到他的话，心里暗骂蠢货、废物，而说话的态度却不得不善解人意。哎呀，白哥，虽然那几天我的确心情很不好，但是我现在没怪周小姐了，幸好你没找她麻烦。白川凯故作坚持。不行，青青，你放心，她欺负了你，我一定会替你讨回来的。谢谢白哥，你人真好。叶青青不屑，还真是和以前一样好哄骗。应该的，小时候就你对我好，我当然也会对你好呀。白川凯眼神有那么一刻处于游离状态。白哥，我现在有点事要忙，就先挂了。叶青青现在懒得听白川凯回忆以前，不管是现在还是小时候，一样蠢。好，你先忙。叶青青挂断电话后，面容阴沉，想到白川凯刚说的话，为什么一定要护着那个贱人？他想着想着，直接把手机甩了出去，于是 DN 部手机牺牲。而白川凯看着挂掉的电话，他眉眼上扬，目中尽是嘲讽之色。吱呀一声，一扇铁艺门推开，王宇飞双手抱膝，坐在牢房的角落里。听到开门声，他缓缓地抬起头，就见江云穿着一身呢子大衣走进来。王宇飞的眼睛布满血丝，声音沙哑：“你来干嘛？”“我来观赏你的落魄。”江云点头朝边上的警员道谢，然后淡淡地看向王宇飞。王宇飞本想歇斯底里地骂回去，但看到警员对江云如此恭敬，不知想到了什么。“于求你，能不能看在从前的份上，让楚爷救我出去？若说现在还有一丝希望的话，那就是江云了。如果他能求楚爷，说不定能把自己捞出去。”江云唇边勾起一丝冷笑，他从包里拿出一份报纸递给王宇飞：“你先看看这个。”王宇飞不解，他缓缓展开报纸。这份报纸的头条版面赫然报道的是江云就是他这件事情的举报者。王宇飞瞬间瞳孔放大，目眦欲裂，爬起来朝江云扑去。“原来是你这个贱人，江云，你不得好死！你为什么要和我作对？”旁边的警员立刻上前一脚将王宇飞踹倒。“啊，我和你作对？难道不是你先打算推我入深渊的吗？”江云居高临下的看着王宇飞，面带嘲讽。而王宇飞说出的话却让边上的警员三观都差点破碎。“我是你闺蜜，以前还救过你的命，你为了我的事业陪他睡一觉怎么了？”江云想到从前，再听到他现在的话，瞬间气笑了。他仰头逼退眼眶中的泪水，冷冽地说道：“哈哈哈，不，你不要玷污闺蜜这个词，也不要提以前那个善良的王宇飞早已经死了。”王宇飞在地上挣扎着，可因为多日未进食，再加上刚才那一脚，实在没什么力气了。你才死了！你这个贱人敢诅咒我！江云语气冷然，想到那些被迫害的女孩，突然想杀了眼前人的冲动。干了这么多禽兽不如的事，你以为你还能好好活着？王宇飞正愣住，随即又恶狠狠地抬头盯着江云：“这一切都怪你，贱人都怪你，不然我也不会做出这种事。怪我逼你了。”江云冷笑开口。王宇飞理所当然地说道，又似乎想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浑身瑟缩了一下。“啊，要不是你不肯陪那老男人睡，他也不会把火发在我的身上。他不是人，那就是个变态。”江云蹲下身子，目光如刀，射向王宇飞。“既然你知道那是变态，那你还敢把那些可怜的孩子往他那送？”王宇飞癫狂地笑了，面容变得扭曲。“那又怎么样？总好过自己受罪吧。而且那些孩子本就是孤儿，被家人抛弃的，与其如孤魂野鬼一样活着。我把他们送过去，他们虽然遭了点罪，但是还能得到不少赏钱呢。”江云听到这么没人性的话，心里有一团火在熊熊燃烧，实在没忍住，抬手狠狠地抽了王宇飞一耳光。“啪！畜生！江云，你这个贱人，你凭什么打我？你瞎吗？没看到他打人吗？”王宇飞捂着脸颊，瞪着江云，又看向边上的警员。警员抬眸看向别处，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般。江云站起身，看向他的目光变得毫无波澜。“王宇飞，你的罪孽太重了，几辈子也赎不完，所以如果有投胎的机会，别做人了。”江云说完这句话，转身就离开了牢房。铁艺大门重新锁上，王宇飞微愣，反应过来后，他爬到门边：“江云，你这个贱人，赶紧救我出去！你别忘了，我是你的救命恩人，你必须救我！贱人，你回来，我要曝光你，说你忘恩负义，说你是白眼狼，说你把自己的救命恩人送进牢里。”江云眸光冷冽，对王宇飞的话充耳不闻。他走出警局，看着灰蒙蒙的天空，任由沥沥细雨飘洒在自己的脸上。朦胧间，仿佛看到了曾经的那个温柔如姐姐般的王宇飞，微笑的在跟自己挥手告别，然后慢慢远去。江云唇角上扬，闭上眼睛，
晶莹的水珠从眼角顺着脸颊滑落至下颚，让人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第80章，表哥的震惊。四合院门前，一个斯文倜傥的男人下车，他抚了抚身上的衣服，上前按着门铃。门打开后，上官家的管家看到来人，笑呵呵的打招呼：“裴少，这么早？”裴清轩淡笑，看向管家，面上温润如玉：“来看看若风。”管家赶紧侧身给裴清轩让路：“好，快里面请。”因为经常来，所以裴清轩跟管家打了个招呼，就直接去了上官若风的房间。来到房间，裴清轩脱下外套放在一边，看着床上的上官若风，他叹了口气。可当目光转移到床头上的新店监护仪时，目光瞬间愣住。他欣喜的快步走到床边，查看上官若风的身体，随即又眉头皱起，拿起挂在墙壁上的病历看着，眸中泛起浓浓的疑惑。就在这时，上官若风的房门被推开，上官红走了进来，看到裴清轩，面上露出温和的笑容：“清轩来了。”裴清轩看到来人，浅笑打着招呼：“上官叔叔好。”上官红看着上官若风轻笑一声，有种苦尽甘来的感觉。啊，眼见着若风也快醒了，这次还真得多谢你们，若不是卓小姐，若风还不知要躺到什么时候。裴清轩翻看病历的手顿住，神情显得有些呆滞。卓小姐，萧一。上官红弯腰用棉签沾水给上官若风擦拭着唇瓣，所以没有注意到裴清轩有些不对劲的神情。是啊，你父亲前几天带卓小姐过来给若风治疗过了，他说若风再经过一次针灸就有可能会醒过来。裴清轩听得云里雾里，脑中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但是硬是没抓住思绪。等等，上官叔叔，你说萧一给若风治疗？上官红一愣，也有些懵。你不知道？你父亲没跟你说这事吗？是卓小姐过来治疗的。萧一什么时候会医术了？裴清轩凝眉问道。不对，上次在军区医院。上官红听到裴清轩的话，也不给他思考的机会，直接丢出一个炸弹。你不知道卓小姐就是神医吴？裴清轩彻底震惊的愣在当场，良久才反应过来，来不及跟上官红打招呼，急忙拿起外套往外冲，丝毫没有了来时的斯文倜傥。坐上车，裴清轩拿起电话拨了出去。喂，儿子。卓颖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妈，一表妹是神医吴？裴清轩皱眉问道。我没跟你说吗？那边的卓颖沉默片刻，问道。裴清轩扶有些无奈。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过？卓颖的声音变得有些心虚，本来想给儿子一个惊喜的，结果给忘了。啊，我们可能一时忘了吧？你现在是怎么知道的？裴清轩有些无语，心里吐槽着自己到底是不是他们的儿子？这么敷衍的吗？上官叔叔说的，你明知道神医吴是我偶像，他都离我这么近了，你怎么能不跟我说？哎呀，我也是上次你外公出事那回才知道的，本来想给你一个惊喜，谁让你一天到晚不见人，我怎么跟你说？卓颖也不禁心里埋怨自家儿子太忙。裴清轩想起那天在军区医院的事情，他当时看了外公的病历，觉得有些不对劲，所以借着出去和楚墨年买吃的，顺便找了趟院长，但是最后什么都没问出来。都这么久了，所以全家都知道了，就我一个人不知道。裴清轩有些想在线暴躁了。军民应该也不知道吧？卓颖更加心虚了。呵呵，我谢谢老妈了。不说了，我现在去找表妹。裴清轩并没有感觉自己被安慰到。哎，你表妹没在蓝景了。卓颖听到他的话，立刻想到他可能还不知道，小姨已经不在蓝景住了。若是跑了个空，等会又说自己没告诉他，那不得原地爆炸呀。那他现在在哪？裴清轩挂电话的动作微愣。他在依云农场那边。卓颖立马说道。你马上把定位发我一下。裴清轩催促着说道，然后挂了电话。当卓颖定位发来，裴清轩把跑车开出了飞机的记事带。2个小时的路程，他1个小时就出现在了卓萧一的面前。裴清轩上下打量着戴着草编帽，手里提着一篮子青菜的卓萧一。裴清轩挠了挠头，温润的面容上出现了些裂痕，跟他想象中偶像的样子简直是天差地别。表妹，你真的是吴偶？不，你真的是神医吴？看着不像。卓萧一注意到裴清轩的打量，他挑眉圆的转了一个圈，浅笑说道。裴清轩木然的点头。卓萧一看着裴清轩呆愣的样子，觉得好笑，随即问道：那表哥想象中的神医吴是什么样的？仙风道骨的样子吧。裴清轩还认真的凝眉想了一下。表哥是不是仙侠剧看多了？卓萧一有些扶额。裴清轩也觉得此刻的自己显得有点二，于是摸了摸鼻子，摆摆手说道：这个不重要，所以外公的手术是你做的？卓萧一点头，带着裴清轩往家里走去。不然，
你以为我为什么非要进手术室？裴清轩跟在卓萧一身侧，顺手接过他手中的篮子。存在心里许久的疑问终于解开了，裴清轩还是有点恍然，自己早就应该往这方面猜才对。我就说病历上描述的那么严重，军区医院的那些医生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厉害了？而且我去问院长的时候，他还老是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还借着此事引诱我加入军区医院。呵呵，我以为那天小姑会跟你说。卓萧一打开门，回头看了眼裴清轩，轻笑道：呵，你想多了。我今天去上官家看若风，到了那里才听到上官叔叔说的。裴清轩扶额，自己的爸妈不上道，真是很苦恼。哦，这件事我可真没想瞒着你，那天你正好出去有事了。卓萧一也有些无言以对。我知道，我只是感觉自己在做梦一般。裴清轩放下手中的菜篮，看着卓萧一的脸，到现在还是有些难以相信。第81章不好的预感。卓萧一唇边勾起一抹浅笑，他看了眼墙上的钟表。表哥，早上吃了吗？裴清轩抬起手腕看了眼手表，已经快9点了。还没有。你做饭？这里没佣人吗？裴清轩环视了一周，他刚进门就觉得哪里有点奇怪，怎么一个人影也没看到，皱眉说道：我不喜欢，所以没请。我厨艺还可以，你先去客厅坐一会吧，等会尝尝看。卓萧一摇头，将刚摘的蔬菜拿出来放到厨房，对着裴清轩挑眉说道：需要帮忙吗？裴清轩看了眼卓萧一的纤纤玉指，皱眉问道：不用，客厅里有水果，也是早上刚摘的，你先去吃点，我一会就好。卓萧一摇头，看了客厅方向一眼，眉头蹙起。他怎么还默下来？有工作？裴清轩犹豫了一下，还是去了客厅。没过一会，卓君明下楼，看到裴清轩坐在客厅玩着手机。清轩，你怎么过来了？裴清轩听到脚步声，也抬起头看向楼梯口方向。二表哥，早上好。没想到你也住这，我来找一表妹有点事。卓君明坐到裴清轩身边，挑眉笑道：哦，你最近可了不得了呀，听说医学组织和军区医院两边都在费尽心思的抢你这个小天才，我可不敢当。还有更天才的妖孽他们不知道呢，不然还有我什么份呀？裴清轩的余光瞄向厨房方向，心里嘀咕，他算个屁的天才，真正的天才妖孽正在用他那宝贵的双手做着早餐呢。谁啊？卓君明疑惑，在这方面还有比裴清轩更天才妖孽的人，他怎么没听说？裴清轩看了卓君明一眼，眼眸中闪过一丝狡黠。嘿嘿，你以后就知道了。你这小子怎么还卖起关子了？卓君明冲着裴清轩翻了翻白眼。卓萧一走过来，看到客厅里聊天的俩人，浅笑叫道：可以吃早餐喽。随即皱眉看了眼楼上，看向卓君明问道：二哥，你没看到楚墨年吗？裴清轩站起来往餐厅走的脚步顿住，惊愕地问道：楚爷也在这？卓萧一点头回答了裴清轩的问题。卓君明听到妹妹的问话，挠头看了眼钟表，又看了眼楼上。没有啊，是不是去公司了？卓萧一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之前说好今天要为他治疗的，所以不可能去公司。而且早上一起跑步回来，他说上去梳洗一下，就下来和自己一起做早餐的。卓萧一越想心里越慌，扯下围裙扔到一边，飞快地往3楼跑去。裴清轩和卓君明看到卓萧一脸色有些不对劲，也跟了上去。卓萧一以最快的速度来到楚墨年房间门口，发现门没有关紧，隐约透过门缝看到地上躺了一个人。卓萧一脸色苍白，迅速推开房门，就看到楚墨年安静地躺在地板上，还穿着早上一起跑步的运动服。楚墨年，卓萧一跑过去，一下子跪蹲在楚墨年身边，耳朵贴到他的心脏处，瞬间一阵冰凉的温度传来，卓萧一身体忍不住微颤了一下。他手指颤抖地掐住楚墨年的脉搏，强迫自己镇定。他凝神感受着，许久才感受到了一丝细微的跳动，他眼中跃上欣喜的光芒。表哥，快来帮忙！卓萧一听到门口传来的脚步声，焦急地喊道。裴清轩听到卓萧一焦急的声音，心里咯噔了一下，与卓君明对视一眼，加快脚步跑了过来。裴清轩和卓君明到门口有些惊住，二人看到楚墨年躺在地上，皱眉跑过来，准备扶起他。要不要叫救护车？裴清轩问道。可是，一接触到楚墨年的身体，他震惊了，差点不小心把人脱手出去，太凉了，如同一个死人般。妹妹，怎么这么凉？难道他已经……卓君明也被这体温吓到了，声音有些抖地说道：还没死，他这个情况，救护车来了也没用。表哥，会抓中药吗？三人合力把楚墨年抬到床上，卓萧一就看向裴清轩问道：会。裴清轩看了楚墨年一眼，立刻点头。我写一张药方给你，1楼楼梯后面有个药房，里面还有个药桶，你把这些药材
都扔进去煮，煮开后让它降到80度，再来叫我，速度要快。卓萧一说着，看到楚墨年床头有笔，立刻过去写了起来。好，我这就去。裴清轩拿到药方，立马转身出门。卓萧一对着站在楚墨年床边，一脸焦急的卓君明说道：“二哥，你帮我把他的衣服脱了，我去拿点东西。”哦，好。卓君明对妹妹的话总是无条件服从，立马听他的吩咐做事。卓萧一看着楚墨年那面无血色的脸庞，眉头蹙得死紧，转身下楼去拿自己的针灸包和手机。卓萧一来到自己房间，拿起手机和针灸包，边走边拨了一个电话出去，那边立马被接通。李叔，带几个人来主宅药房帮忙。卓萧一挂断电话，就快速往3楼跑去。到达房间的时候，卓君明已经把楚墨年扒了个精光。看到卓萧一进来，卓君明立马拿起一边的被子，把楚墨年盖得严严实实。二哥，一会别出声。卓萧一摊开针灸包放在床头柜上，掀开楚墨年上半身的被子。好。卓君明看着卓萧一这架势，这是打算给楚墨年治病。他心里慌的一批，妹妹会治病吗？可随后他一把捂住自己差点脱口而出的惊叫。只见卓萧一动作行云流水般，指尖飞梭，金针微颤。妹妹看着好厉害的样子，卓君明两眼放光的盯着。卓萧一停下动作，叹了口气，只能先续着命了。希望表哥动作再快点。二哥，你去帮一下表哥他们，让他们动作再快点。卓君明猛地点头，二话没说，转身跑下楼去。卓萧一坐在床边，看着楚墨年棱角分明的轮廓，心里莫名难受的紧。为什么自己不能早点发现呢？他的手附上楚墨年的手背，刺骨的冷传递到心里，让他起了一丝恐慌。他一把抓紧楚墨年的手，心里默念着：你一定要再坚持坚持，马上快好了，我绝对不会让你有事的。第82章治疗。一个昏暗的书房内，烟雾缭绕，书桌后面坐着一个看不清容貌的人。这时，一个面容凶煞的黑衣男人走了进来，弯腰恭敬地说道：老板，那人好像出事了。好像。有些尖锐并且沙哑的声音从书桌后传来，应该是毒素发作了。此时他的手下没在身边。黑衣男人拧眉回道：哦，倒是个好机会，既然毒素都杀不死他，那就通知我们准备的人吧。若是能取得那人的命，我愿出双倍酬金。沙哑刺耳的声音中似乎还带了丝兴奋。是。黑衣男人得到命令，转身走了出去。依云农场，灯光昏黄的药房内，楚墨年双眸紧闭地泡在药桶里。表妹，这样真的可以吗？我刚才都感觉不到楚爷的心跳。裴清轩皱眉看向身旁的卓萧一，犹豫开口。他心里有些慌，这可是楚家的掌权人啊，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这可怎么办？可一表妹却说楚墨年还有脉搏，没事，因为他身上的寒气刺激了我们的耳膜神经，心跳又不是特别明显，所以才听不到。若是表哥会把脉的话，应该能感受到细微的律动。卓萧一边说着，边从药桶里拿出楚墨年的一只手，认真地把着脉。随即卓萧一的面色也松了一口气，楚墨年现在的脉搏比刚才要清晰一些了。我对中医只是略懂，我试试看。裴清轩走过去，卓萧一给裴清轩让开位置，裴清轩手指搭在楚墨年的手腕上，凝眉把着脉，但是并没有感觉到脉搏，面上有些焦急起来。表哥，耐心点，凝神静气。卓萧一清冷的声音在边上提醒着。裴清轩心神放松下来，再次试着看看。1分钟后，眼神内蹦出一丝欣喜，转头看向卓萧一。卓君明看着俩人的互动，来回打量着俩人，突然想到早上清轩说的医学方面比他还天才妖孽的人，卓君明有些惊愕地看向自家妹妹。难道清轩说的是妹妹？他摸着下巴，眸光流转，余光却看到楚墨年的神色变化，微愣片刻，兴奋地叫道：他醒了。卓萧一和裴清轩抬头望过去，就看到了楚墨年的神情变化，也是惊喜不已。其实楚墨年并没有醒，只是可能因为泡在药桶里的缘故，冷热交替之下，脸上出现了痛苦的神情。裴清轩也算是真正的松了一口气，还好没事。卓萧一则是走进楚墨年，擦了擦他额头上的汗珠。楚墨年，静下心来，你的毒素提前发作了，你现在要泡1个小时的药浴，后续才能继续给你施针，你再坚持一下。楚墨年只觉得自己被困在了一个冰天雪地的空间里，怎么也无法走出去，寒冷一点一点地侵蚀着自己的身体。当他以为自己快要死的时候，时间突然定格住。可过了好一会儿，发现冻僵的自己又像是被人架在火上烤一般，身体承受着冰火交加的感觉，心脏剧缩，让他有些痛苦。这时，一个温柔却又带着点略微清冷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他让自己静下心来。楚墨年觉得声音很熟悉，而且让他莫名的信任。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按着那个声音的指示做着，思绪也逐渐变得清明些许。他想起来了，是小丫头的声音。卓萧一看着楚墨年舒展的眉头，唇边勾起一抹浅笑，幸好你没事。一表妹，楚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种病况我还真是头一次见到。刚才事情太紧急，一直没时间问，现在看到楚墨年有所好转，裴清轩这才问起心里的疑问。卓萧一看着楚墨年，心里有些许自责。这是寒毒，据楚老爷子说，在楚墨年很小的时候被下的毒。楚老爷子找到了我，让我给他医治。住这里也是为了防止病毒发作，来不及就医。可是没想到今天差点，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楚爷福大命大，不会有事的。裴清轩看到卓萧一自责的表情，安慰地说道：“卓萧一看着要同里的楚墨年点头。不过楚家瞒得真紧，一点风声都没有，而且楚爷平时看着一点病态的样子也没有。裴清轩凝眉想着，这个毒素，按照他刚才看到的那种严重程度，楚墨年平时不可能一点事都没有的样子呀。啊，若是不瞒得紧，楚家怎么可能有现在的安宁日子？表哥，你认识聂老吗？卓萧一冷笑一声，随即又问道：“说的也是，你说的是聂方怀吗？”裴清轩挑眉，好像是。卓萧一想了想，点头。听说过，他可是医学界的泰斗人物，听说一直喜欢钻研疑难杂症。裴清轩点头。医学界的人虽然不是人人都见过聂方怀，但是估计没人不知道聂方怀的大名。对这个老人家，他心底充满了敬佩。表妹这么问，他突然看了眼楚墨年，难道聂老一直在帮他治疗？果然，下一秒卓萧一证实了他的猜测。楚老爷子说，楚墨年这么多年能平安无事，都是靠聂老帮忙控制着他体内的毒素。原来是这样，若是聂老的话，那就不觉得奇怪了。裴清轩恍然，没想到这家伙还挺可怜的，难怪我说你们怎么都同意他住进来呢。卓君明嘟囔地说道，这也是楚老爷子的要求，毕竟是一条人命，又是楚家掌权人，爷爷也不好拒绝。卓萧一想到那天爷孙俩唱双簧，有些无语。可是你们瞒着我干嘛？我又不大嘴巴，又不会往外转。卓君明翻了翻白眼说道，二哥，我们也不是有意瞒着你的，楚老爷子那边跟爷爷商量着，这件事越少人知道越好，所以除了我们几个谁都不知道。爷爷也是不想失信于人，才连你都瞒着。卓萧一尴尬的扶额，我了解，又没有怪你们，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卓君明不在乎的摆摆手说道。卓君明随即看了楚墨年一眼，算了，以后只要他不抢妹妹，那就对他态度好点吧，也蛮可怜的。第83章窃听器。1个小时后，楚墨年被裴清轩和卓君明移到了房间。卓君明背着楚墨年，将他放到床上，他一屁股坐在地上。我去，楚墨年平时吃秤砣长大的吗？怎么这么重？二表哥，你是有多久没健身了？上的3楼就这么虚？裴清轩帮楚墨年盖好被子，挑眉笑道。哎，合着你怎么不背啊？卓君明直接往地上一躺，他才不想承认自己这段时间确实懒了，而且还被妹妹养胖了。我不是要从后面扶着楚爷吗？裴清轩笑说道。二哥赶紧起来，刚出了汗，地上凉，等会感冒了怎么办？卓萧一刚进来就看到卓君明躺在地上，皱着眉说道。哦，这是什么？卓君明刚准备起来，余光瞥见床底下粘着什么东西，他拧眉，觉得有些眼熟，伸手一下子把那东西扯了下来。卓萧一看到卓君明手上的东西，目光一凝，浑身散发出寒气。这是窃听器。裴清轩也惊愣住，看着那东西，眸光微寒。卓君明也认了出来，桃花眼微眯，一把手里的东西砸在地上。雾草，尼玛，这谁干的？随即又想到了什么，脸色有些苍白。能按窃听器，也就能按针孔摄像头之类的东西。快，去你房间看看，看看有没有针孔摄像之类的东西。卓君明说着，就往2楼卓萧一的房间冲去。裴清轩听到卓君明的话，想到那种可能，脸色有些难看，也跟着去了2楼。卓萧一捡起地上的窃听器，看了床上的楚墨年一眼，他拿出手机，又拨打了农场那边李叔的电话。李叔，主宅这边被人装了窃听器，你派些人过来清查一遍。过了半个小时，李叔带着几个人高马大的农场工人从楼上下来，手里还拿着探测仪。裴清轩拧眉看着这些人的样子以及走路的姿势，倒是有点像大学军训时候的教官。他看了眼坐在沙发上的卓萧一，这个表妹还真是有点深不可测。小姐，所有地方都检查过了，只有楚先生的房间被安了窃听器。李叔带着几人恭敬地站在卓萧一面前说道。卓萧一看着桌上的窃听器，眸光微凝。这是只针对楚墨年的？这是冲着楚墨年来的？谁安的窃听器？怎么不直接安针孔摄像头呢？卓君明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但是看到桌子上的东西，还是皱起眉头，
表示有些不解。若是针孔摄像头的话，总给人一种监视的感觉，特别是楚爷那敏锐的观察力，应该很容易被发现。而安装窃听器的话，就不是很容易被发现了，而且也没人时常往床底下看去。裴清轩拿起桌上的窃听器看了看，解释说道，随即把东西往桌上一扔，又补充道，从这里看得出，这个人很谨慎，也很了解楚爷。不管这人是什么目的，楚墨年必须马上接受针灸治疗，否则他只有死路一条。卓萧一眸光刺骨，眸底溅起浓烈的杀意。而卓君明和裴清轩听到卓萧一的话，蓦然转头，惊愕地看向卓萧一。楚墨年的情况已经严重至此了吗？卓萧一看向站在一旁的李叔几人，冷冽地吩咐道，针灸过程不能被打断，李叔多派些人守着主宅，任何人不得靠近主宅一步。是，萧姐。李叔应声，猜测到了事情的严峻，转身带着几人出去安排防控。表妹，你是猜测其目的是为了杀楚墨年？裴清轩一脸严肃地看着桌上的窃听器，颇有些不可置信。卓君明也震惊到了，他以为最多是楚墨年的哪个变态爱慕者，再不济就是楚氏的商业竞争对手偷听情报，没想到是想要楚墨年的命。表哥若是想取楚墨年性命的话，你会放过这个好机会吗？卓萧一看了屋外一眼，目光冷然地说道，不会。裴清轩浑身一震，斩钉截铁地说道，所以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若我猜测有误是最好，不然……卓萧一妈撒着手指，不然就有来无回吧。卓萧一站起身，对着有些呆滞的卓君明说道，事不宜迟，二哥，你想办法联系楚矿，把这里的情况跟他说明。表哥，你在房间门口守着，我没结束前别让任何人进来，当然若真的有危险，你们以自身安全为重。卓萧一凝眉郑重地说道，好。二人应声点头。卓萧一看了俩人一眼，转身去了3楼。农场这些人知道他们的身份，应该会保护好他们的，希望一切都是自己想多了。你说什么？楚矿此时拿着手机，听到对方的话，表情有些睚眦欲裂。一个严肃的声音从手机那头传来，再次向楚矿重复着刚才说的话。刚接到消息，暗网排名第2的杀手严青正在去往刺杀爷的路上，你安排好爷的安全，能借此机会抓住严青更好。可是我现在不在爷的身边。楚矿边接着电话边冲出门外，那边的人听到楚矿的话，瞬间暴怒，该死，楚矿，你怎么回事？不在爷身边保护他，你到底在干嘛？爷现在在卓小姐那里接受治疗，他不让我们跟着。楚矿此时脸色有些苍白，若是爷真有什么事，自己以死谢罪都没用，难怪严青等了那么久，非要今天动手。定位发我，都给我以最快的速度赶过去。对面的声音变得阴狠了起来。好。楚矿挂了电话，又拨打了出去，通知了其他手下后，上车发动，车子嗖的一声飞速行驶了出去。路上，楚矿看到卓俊林的来电，心里不好的预感更加强烈了。喂，卓大少。楚矿听到那边的汽车鸣笛声，显然卓俊林也在开车，可他接下来的话却让楚矿懵了。楚矿，你赶紧派人去依云农场，有人在莫年的房间安了窃听器，而且他今天的寒毒发作了，小姨猜测今天会有人对他不利。吱呀！卓俊林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一声紧急刹车声，楚矿一时的惊愣，差点撞到路边的护栏上。他反应过来，倒车挂挡，继续前进，并且把知道的情况跟卓俊林说道：大少，杀手严青已经在去农场的路上了，我们正在赶过去。该死！卓俊林瞳孔巨缩，他挂掉楚矿的电话，拨打着卓君明以及卓萧一的电话，但是怎么也打不通。他一把甩掉手机，猛踩油门，眼神寒凉阴鸷。小一、君明、莫年，你们千万不要有事。第84章杀机四伏。卓萧一关上房门，打开房间灯，也拉上了屋里所有的窗帘。他走到床边，看着楚莫年，他心里越发有些不安。希望我的顾虑是多余的。说着，也就不再浪费时间，安定下心神。他一把掀开楚莫年身上的被子。扁鹊针灸，扁鹊被世人誉为中医界的开山鼻祖，那自然是他有别人无法企及的贡献之处。古时的针灸术早在扁鹊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但由于当时的条件，针只能使用砭石来代替，这在《山海经》中有记录。扁鹊在机缘巧合之下，得到一个叫长桑俊医学老师的真传，后来更是四处行医，不断积累着实际经验，医术突飞猛进，针灸之术更是出神入化。而卓萧一今天用的就是这套扁鹊针灸，如起舞弄清影般飞针入穴，浮光跃金。若众人看见这一幕，如同仙子拂袖泯众生。裴清轩靠在门外的走廊上，拧眉看着紧闭的房门。卓君明刚打完电话，手机就关机了，焦急地走来走去。他没有楚矿的电话，但是他打给了大哥，大哥应该知道。主宅外守着的人突然趴在地上凝神听着，
貌似听到了摩托车与汽车的声音。他赶紧走进客厅，看见李叔正站在监控着农场大门的显示屏前。他走到李叔身边，看到显示屏内一辆摩托车和4、5辆汽车正停在大门外。那些人下车，手里还拿着热武器，朝骑摩托车的人走去。总共有10几个人左右。他们在摩托车前停下，恭敬地弯腰说道：“先生，我们老板派我们来帮您。”摩托车上的男人摘下头盔，戴了个黑色口罩，具体看不清容颜，倒是他的眼神阴冷，眼角处还有一道很深的伤疤。他斜眼看着那群人，语气极为不屑：“哼，你觉得我需要吗？”那群人的领头之人瑟缩了一下，立刻低下头。先生是鼎鼎大名的严青，定是不需要的。严青觉得无趣，随即警告地看了他们一眼：“哼，你们随意，不过若是有事，我也不会救你们，但是也别坏了我的好事，明白？不敢给先生造成麻烦。”领头人立马点头应道。屋内，电网打开，命众人警戒，让他们有来无回。李叔侧头看了身边的人一眼，吩咐道，最后4字咬字极重：“是。”那人转身出去。严青看着铁艺大门，又看向后面的几辆车子，对着身侧的领头人毫不客气地吩咐道：“去，用车给我撞开。”是。领头人朝后面的人挥手，一人上车，发动油门，朝铁艺大门撞去。可是汽车的前车头盖都撞起来了，而铁艺大门却纹丝未动。严青看着丝毫未损的铁艺大门，眸光闪过一丝兴味：“先生，这大门可能是特殊材质做成，围墙不高，我们翻围墙进去吧。”领头人皱眉说道。严青没说话，只是抬了抬下示意他们去翻。领头人再次朝身后的人挥手，自己也准备过去，可是还没走几步，就听到几声惨叫声。翻墙翻到一半的3人躺在墙角下，全身微黢，被烧得焦黑。领头人微愣，后退几步：“有电网啊，蠢货，大门都这么牢固了，围墙那么低，就不知道想着有没有陷阱吗？果然还是得靠自己。”严青再次不屑地看了众人一眼。领头人面色难看，严青果然和传闻中的一样卑鄙，竟然让他的人在前面踩雷。严青看了眼周围的环境，看到门内不远的方向有一棵大树，他阴鸷的眉眼弯起。严青拍了拍手腕，一根银色的钢丝飞射而出，直接在树干上绕了几圈。他按了钢丝的收紧按钮，踩着摩托车一个借力飞跃而起，跳进了大门内。可是还未等他站稳，几颗子弹向他飞射而来。严青耳尖微动，一个闪身，顺利躲在一个隐蔽的角落里。看来是早有防备啊，不过那又如何？严青眸光微闪，看向铁艺大门处，这帮废物总算有点作用，倒是可以帮忙吸引一下火力。严青一个纵身飞跃，翻滚到大门处，快速地打开手动门锁。门外的人见大门已经打开，举起手里的武器，蜂拥而上。两方正式交火，打得如火如荼。卓君明和裴清轩听到外面的声音，脸色有些发白。是枪声。卓君明似想到了什么，神情有些怔忪。裴清轩皱眉点头，回应着卓君明。两人皆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相比之下还是比较镇定的。都已经半个多小时了，妹妹怎么还没好？不行，清轩，你赶紧带妹妹走。裴清轩心里咯噔一下，他看向卓君明。果然，卓君明此时的眼神有些魔怔，情绪也有些激动。裴清轩似乎想到了什么，二表哥这是被心魔困住了。清轩，我一会挡住他们，你马上带着妹妹跑。卓君明说着，就准备去开楚墨年的门。裴清轩眼疾手快地拉住他，强行扳过他的身体，面对着自己。二表哥，冷静点，没事。你看着我，外面有人在保护我们。卓君明挣扎着，目眦尽裂，冲着裴清轩吼道：“不，他们打不赢，连爸爸也打不赢那些人，只能赶紧跑。”二表哥和一表妹的事，他曾听妈妈说过，只是没想到二表哥对当初的事情执念这么深。不，他们打得赢，而且你现在不是一个人，还有我帮你一起打，还有大表哥，一会大表哥也会过来帮我们。大哥，对，还有大哥，还有你，还有程然。卓君明逐渐安静了下来，枪声越来越近。这时，楚墨年的房门被打开，卓萧一脸色苍白地走出来。卓君明看到卓萧一，一把拉着他，将他和裴清轩往房间里推，边推还边焦急地说道：“妹妹，你赶紧和清轩离开这里，我来挡。”卓萧一反手扣住卓君明的手，将他拉进房间，一个手刀打在他的后脖梗处。裴清轩眼疾手快地扶住卓君明，卓萧一拿起袖口上的银针，往卓君明头上的穴位扎去。他看着二哥，眼眶泛红，刚才的话他都听到了。第85章杀意。卓萧一抬头，目光定定地注视着裴清轩。表哥，楚墨年最后的取针步骤尤为重要，我把它交给你，由你来完成。我说你记住。裴清轩犹豫，听到外面的枪声，
他眼神变得坚定。你和二表哥留下来，我拼死也帮你拦住他们。你不是他们的对手。卓萧一心里暖意浓浓，浅笑摇头说道。可你也不是他们对手，我总比你好些。裴清轩看着脸色苍白的卓萧一，眉头紧蹙。表哥，你打不过我。卓萧一目光凝视着裴清轩，随即听着越来越近的枪声，他看向门外。你也看出来了，农场的工人都不是普通之人，他们一部分是我救的，一部分是我驯服的，他们的身手也大多是我教的，所以这些外来人遇到我只有死路一条。卓萧一说到最后，目光冷然，眸底杀意十足。裴清轩看着卓萧一此刻的眼神，他是幸福的。小一，我能相信你吗？我不想成为第二个二表哥，一辈子带着心结。若你出事，我将是卓家的罪人。卓萧一唇边溢出一丝轻笑，点头。表哥，你可以相信我，我不是从前的卓萧一。那好。裴清轩眼眶湿润，咬牙点头。他一直自愈骄傲，此刻突然感觉自己是那么的无用。卓萧一望着床上的楚墨年，转头看向裴清轩，严肃地说道：表哥，楚墨年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现在将他的命托付给你。表哥，记住我跟你说的每个步骤和时间。裴清轩郑重点头。老头，我劝你别不识好歹，让开。一楼楼梯口，李叔和严青两人冲对方举着枪对峙着。卓萧一缓步下楼，看着口罩男，嘲讽地说道：还真是不长进，什么活都敢接。严青心下微惊，自己刚才竟然没听到他的脚步声。他看向来人，眼中闪过一丝惊艳，随即又想到少女刚才的话，他挑眉惊讶道：你认识我？小姐，你怎么下来了？李叔目光警惕地看着严青，没有回头，只是听到卓萧一下来，眉头紧锁。李叔，去外面帮他们吧。卓萧一来到李叔身边，上下打量着他，还好没有受伤。小丫头，胆子倒是不小呀，你可知道我是谁？严青见两人竟然无视自己，眼神有些阴鸷。李叔犹豫了一下，想把手里的枪给卓萧一，但是卓萧一摇头，示意他赶紧过去。严青眼神微眯，这个小丫头还真是有胆量，不怕死。卓萧一看向严青眼角上的伤疤，不紧不慢地嗤笑一声：哼，很了不起吗？永远屈居第二的卑鄙小人。严青眼神变得阴狠，他最讨厌别人提第二这个词。你果然认识我，臭丫头，我要让你好看。严青恶狠狠地说着，就准备朝卓萧一开枪。那也得你有这个本事。卓萧一抬手一挥，银针甩出，朝严青的手飞射而去。严青手上吃痛，手里的枪飞了出去。他上下打量着卓萧一，淫笑开口：哼，臭丫头倒是有点本事，看在你长相的份上，一会求饶的时候，我会怜香惜玉的。呵。卓萧一冷笑一声，眸光寒凉刺骨，全身的气势骤然放开，真是急着找死。二人你来我往，打斗激烈。卓萧一身形有些不稳，该死，之前救治楚墨年耗费了太多心神和精力，看来得速战速决才行。严青抖了抖被踢得有些麻木的腿，尼玛，这个臭丫头的招数怎么看起来有点眼熟呢？竟然一时半会还拿不下她。两人打斗中，外面突然传来了直升机的轰隆声，接着是热武器疯狂扫射的声音，伴随着一声声惨叫。严青有些分心，一个失神间被卓萧一卸掉了一只胳膊，他痛呼出声啊！紧接着又被卓萧一卸掉了另一条胳膊。卓萧一紧追其上，速度极快地反扣住他，直接踢断严青的两条腿。他旋身来到严青的面前，眸光寒冰，一把掐住严青的脖子，冷笑盯着他，余光瞄向他眼角上的疤痕。看来之前给的教训还不够呀，还敢出来作恶，我当初就应该直接刺穿你的眼睛。严青目光圆瞪，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臭丫头。原来是你。他就说他的招数怎么这么眼熟，原来是他。严青此时看着卓萧一的眼神充满了恨意，这个让他受尽屈辱的女人，心里恨不得把她千刀万剐。哈哈，没想到原来你就是。卓萧一听到外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声，眸光微闪，看向严青的眼神里没什么温度，手指一个用力，只听见一声细微的咔嚓声。严青的话被卡在喉咙里，眼睛暴突，面容青紫，扭曲的面容瞬间定格住。卓俊林和楚矿带着人冲进来，就看到卓萧一掐着一个男人脖子的画面。他手掌松开，男人从他掌心滑落。众人视线下移，看到那人暴突的眼球，浑身一震，这显然是没了生息。卓萧一环视了众人一圈，目光落在卓俊林身上，眸光一顿，没想到大哥也来了。他没有直接跟卓俊林说话，而是转头将视线移到李叔身上。农场的人怎么样？没有死亡，都是些轻伤。李叔浅笑说道。卓萧一眉头舒展，轻点额头，然后目光冷然地看向楚矿等人。限你们1天内把农场给我恢复原样。
是，卓小姐。卓萧一气场过于冷然，楚况等人此时竟然有些不敢直视卓萧一，下意识的恭敬，弯腰听命。大哥，你怎么来了？卓萧一这才看向站在一边有些怔愣住的卓俊霖。卓俊霖反应过来，看了地上的人一眼，快步走向卓萧一，上下打量着他，见他身上没有伤痕，心里松了口气。出了这么大事，我能不来？若是我不来，你们是不是还打算瞒着我？怎么回事？哪里受伤了？可下一秒见他脸色苍白，没有血色，卓俊霖又立刻紧张了起来，眉头紧皱问道：大哥放心，我没受伤。卓萧一浅笑开口：真的？卓俊霖不确定地问道：难道是被吓到了？卓俊霖选择性地忽略了刚才看到的那一幕。卓萧一乖乖巧巧地点头。卓俊霖呼出一口气，他环视了一圈客厅打斗的痕迹，似乎想到了什么。不是说颜青来了吗？第86章难以置信。收拾客厅的众人一愣，就觉得他们刚才好像忽略了什么。这时，一个气场长相都与楚况有些相像的男人瞥向地上躺着的那具尸体，他走过去，蹲在那人身边，扳过那人的脸。当看到那人眼角的伤疤时，他瞳孔一缩，立马扯掉那人的口罩。他动作有些僵硬地站起身，看向卓萧一，眼神带着些难以置信。这可是暗网排名第2的杀手，怎么会在这个少女面前显得这么不堪一击？哥，你的意思是楚况来到男人身边，察觉到男人看向卓萧一的神情，猜到了一种可能，地上的这具尸体不会就是暗网排名第2的杀手颜青？楚雄是楚况的亲哥，事发之前跟楚况通电话的也是他。他看了楚况一眼，点了点头。卓小姐，你……楚况蓦然转头看着卓萧一。卓萧一看到众人都用一副震惊且不可置信的眼神盯着自己，他捏了捏眉心，周身的气压更低了，看向楚况，语气带了些燥意：你有事还不赶紧快点收拾？众人下意识四散，总感觉这位少女与自家爷的气场太像了。好，我们这就收拾。楚况拉着呆愣的楚雄就往外面走去。到了外面后，楚雄停下脚步，瞪着楚况：这卓小姐是什么人？这么厉害？而且你怎么不问问爷的情况？有卓小姐在，爷就不会有事。楚雄疑惑地看着楚况，于是楚况就跟楚雄解释起了他知道的所有事情。屋内，卓萧一看着卓俊霖，目光死死地盯着颜青的尸体，他有些头痛扶额。大哥，我带你去楼上，二哥他们在楼上。卓俊霖看向妹妹，目光复杂，又有些欲言又止。良久无言，只能点头，跟着卓萧一上楼去。兄妹二人来到3楼，卓萧一上前敲了敲门，却良久没人开门。卓萧一扭动门把，发现里面反锁了。表哥，是我。卓萧一话落，门立马被打开。裴清轩额头爬满了汗，看到卓萧一相安无事，他的神情放松下来。他怎么样了？卓萧一看了眼床上的楚墨年，问道。信不如使命。裴清轩摸了摸头上的汗珠，浅笑说道。卓萧一嘴角挂起了一抹浅笑。大表哥。裴清轩看到跟在卓萧一后面进来的卓俊霖，有些心虚。大表哥会不会怪他，把表妹一个人扔在外面对付那些人？清轩也在。君明呢？卓俊霖也没想到能在这里看到裴清轩，但是没有听到卓君明的声音，有些担心。大表哥自己进去看吧。裴清轩看了卓萧一眼，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犹豫了一下说道。卓俊霖拧眉走进房间，一眼就看到了躺在床上的楚墨年。听裴清轩和卓萧一刚才的对话，应该是已经没事了。他环视一圈，在房间的一个小榻上看到了卓君明。他这是怎么了？卓君明安静地躺在小榻上，卓俊霖眉头一皱，快步走过去。二表哥刚才应该是想到小时候的事情，有些癔症了。一表妹怕他出事，所以弄晕了他。裴清轩解释道。卓俊霖深呼一口气，果然有些病情并没有被治愈，只是被这个小傻子埋进了内心深处。卓萧一来到卓俊霖身边，有些愧疚地看着躺在榻上的二哥。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由他引起的。卓俊霖一把拦住卓萧一，拍拍他的肩膀。没事，一切都会好起来了。心病还得心药医，我会让二哥好起来的。卓萧一眼眶湿润，认真的点了点头。墨年怎么样了？我上次来才知道他的病情。卓俊霖叹了口气，不想妹妹为此自责，转移话题，看向床上的楚墨年。最主要的是第一次针灸治疗，我刚看了一下，这次算是很成功，接下来的治疗就会顺利一些。卓萧一凝眉说道。刚走进来的楚况兄弟二人听到这话，松了一口气。那就好。卓俊霖神色缓和下来。楚况兄弟二人走近，看了眼床上的主子，又看向卓萧一，弯腰郑重道谢。谢谢卓小姐，外面已经收拾好了，被破坏的东西我已经命人去购买了。卓小姐有什么吩咐，
随时说。卓萧一神情淡然的摆摆手，突然感觉到一阵眩晕感袭来。卓萧一身形有些晃荡，胸口一热，一阵腥甜感涌上喉头，唇角溢出一丝鲜血。妹妹，一表妹，卓小姐。卓俊林最先注意到妹妹的不对劲，眼疾手快地扶住卓萧一。可当看到卓萧一唇角的血迹时，他瞳孔剧缩，神色慌张不已。裴清轩听到卓俊林的惊呼，转过头来，看到卓萧一的样子，也吓了一跳，紧张地跑了过来。楚矿兄弟也急步上前，突然有些不知所措。快叫救护车！卓俊林看着卓萧一，脸色越加苍白，有些心急如焚。卓萧一一把拉住卓俊林，抹了抹嘴角的血迹，浅笑开口：“大哥是不是忘了我是干嘛的了？表妹，医者不能自医。”裴清轩皱眉说道。卓萧一唇边噙起一抹浅笑，安抚着众人：“啊，我没事，只是伤了些心神而已，休息一下就好。”不行，你刚也说没事。卓俊林显然现在有些不信卓萧一。卓萧一无奈，只能看着一旁的裴清轩说道：“大哥，你不信，可以让表哥检查一下，把脉看看。我学的是西医。”裴清轩毫不犹豫地反驳道，丝毫忘记之前说的略懂。卓萧一扶额，没办法，他咬着下唇，语气带了些娇憨，摇了摇卓俊林的胳膊：“大哥，我跟你保证我没事，我不想去医院。”卓俊林犹豫了一下，立刻看向裴清轩说道：“清轩，去联系会中医的专家来。”好。裴清轩站起身，拿出口袋里的手机，看着卓萧一一脸抗拒的表情，他转身出去打电话：“记得多叫几个。”卓俊林冲着裴清轩的背影喊道：“哦。”裴清轩点头：“哥，看看能不能联系到聂老。”楚矿看向楚雄，楚雄想到自家弟弟刚跟自己说的话，也立马点头出去。卓萧一扶额，有些无奈。第87章卓俊林的腹黑。于是裴清轩找来了4、5个擅长中医的老专家。至于聂老，楚矿等人还是没有联系到。卓萧一被卓俊林抱回2楼他的房间，并勒令医生没有出诊断结果前不准下床。卓萧一郁闷不已，都怪该死的严青。卓萧一在4、5个中医的确诊下，确实是损耗了心神，有些虚弱，需要喝些氧气补血的药，调理一下，静养即可。老中医们相互商量着，留下一张药方以及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就走了。大哥，我就说我没事吧。卓萧一浅笑看向床边的卓俊林，说着就要掀被子起床，可被卓俊林一把按住，并且严肃地看着他：“没听到医生说要静养吗？不准起来！我一会从蓝井那边调几个佣人过来，有什么事情吩咐他们去做。”卓萧一有些懵，看向自家大哥，他这是被禁足了。可听到卓俊明后面的话，随即扶额说道：“大哥，我不要。农场这边有人，而且小别墅的厨师还在，完全不用再调佣人过来。”卓俊林看着卓萧一抗拒的模样，眉头蹙起：“大哥，你觉得是我的医术好点，还是他们的医术好点？我不会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的，我知道怎样会让自己的身体好得快些。”卓萧一见卓俊林犹豫的神情，觉得有戏，于是接着说道：“这段时间我教了小别墅那个厨师一些药膳做法，刚好都是养气补血的，现在正好派上用场，让他过来做几天药膳就行。而且表哥刚好在这里，让他帮我扎几针就可以了。”卓萧一说着，就看向床边拿着药方研究的裴清轩。卓俊林立马转头看向裴清轩，若是西医的话，这个表弟确实有2把刷子，但是中医的话，卓俊林的眼神充满了不信任。裴清轩被大表哥审视的眼神看得瑟缩了一下：“一表妹，我可不会针灸，穴位认识吧？我教你啊。”见裴清轩点头，卓萧一浅笑说道：“不行，他现学的怎么能往你身上扎？”卓俊林立刻反对：“要是扎错穴位了怎么办？大哥，表哥可是炙手可热的医学小天才，这点是怎么难得了他？而且我的方法比医生说的好得更快。其实我自己也可以为自己施针，要不我自己来。”卓萧一有些无奈，大哥对自己太紧张了。其实他也可以自己施针的。卓萧一犹豫开口道。卓俊林皱眉想着，自己又看不到自己的穴位，这怎么能行？最后还是做出让步：“那算了，让清轩学，先在我身上试试，若是你觉得对了，再给你扎。”卓萧一有些感动，又有些哭笑不得：“大哥，你又没病，这怎么试得出来？药房里有智能人体模型，表哥直接在那试就行。”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了。卓萧一本想去药房教裴清轩针灸，但是卓俊林反对他下床，于是综合决定把智能人体模型搬到了卓萧一的房间里。卓萧一边教，裴清轩边学，而卓俊林在边上默默地看着。由于卓俊林的目光太过严肃且炙热，裴清轩有些如芒在背的感觉。他手一抖，扎错了一个穴位，害得智能人体模型叫了起来：“要死了，要死了！你是不是想谋财害命啊？”可爱娃娃音的哭喊声从人体模型内传来，人高马大的人体模型里却传出反差这么大的声音，
本就很搞笑的画面，现在却谁也笑不起来。只因卓俊林眉头皱得死紧，一动不动地注视着裴清轩的背影。裴清轩有些欲哭无泪了，卓家小辈就没有一个不怕这个大表哥的，平时严肃也就算了，对待他们也是严格的很，而且从小就深沉腹黑，武力值更是比参军的三表哥还高。他们这些人小时候一旦调皮捣蛋，就没有一个逃得过被他整治的。他被整得最惨的一次是8岁那年，妈妈带着他们这些表兄弟们去露营，因为偶尔娇气一下，让妈妈帮自己背包，结果妈妈把自己教育了一顿，但是他没听，反而还生气了。后来大表哥帮他背起了包，他还高兴不已，就因为这样喜欢黏着大表哥。谁知道大表哥借着爸妈要忙为由，说外公外婆想他了，把他接到蓝井住一段时间。可谁也没想到的是，大表哥竟然把他带到了自己平时训练的后山森林内，还丢给了一个比他还大的包，包里只有帐篷和一些工具之类的东西。就这样任由他在森林里漫无目的的找回家的路，而大表哥就一直在暗处冷漠的观察着。那一次自己是真的体会到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而且干啥啥不会。那次的经历他也没有怨恨大表哥，因为自己也真的学到了不少求生本领。虽然刚出森林那会他也会委屈的向家里人告状，但是家里人都支持大表哥的做法，而且他也是那时候才知道了当年一表妹失踪的事情原委，也才真正学会了成长。卓萧一有些想扶额，嫌弃的看着这个智能模型，想起某个逗逼，现在真想把他拉过来打一顿。卓萧一眸光流转，看向卓俊林，浅笑说道：大哥，我想喝粥，你能不能帮我煮一点？卓俊林知道妹妹是想支开自己，他看着裴清轩的背影，犹豫了一下，还是转身出去。临到门口了，回头对着裴清轩叮嘱道：身为医者，认真点。裴清轩苦逼的感觉卓萧一救了他一命，神情也放松了下来。随即听到卓俊林的话，立马迫不及待的点头：大表哥，我知道了。经过反复试验几次后，裴清轩已经完全熟练了，但是要在表妹身上扎针还是有点紧张。表哥，放松下来，这比你给人家做手术简单多了。那我开始了。裴清轩深呼一口气，表情严肃，按照卓萧一教的步骤，聚精会神的扎着针。这个对于卓萧一来说很简单，但是对于第一次上手的裴清轩来说，还是有些许紧张。第88章关于禁足。针灸过程只需要1刻钟的时间，但是裴清轩头上还是冒出了不少汗。裴清轩拔下所有的银针，连忙看向卓萧一：现在感觉怎么样？好多了。卓萧一浅笑说道：哼，那就好。裴清轩看他脸色也不像刚才那么苍白了，松了一口气，轻笑一声，擦了擦头上的汗。卓俊林站在房门外，紧绷的神情放松下来，唇边噙起一抹好看的笑容，转身下楼去看看锅里的粥煮得怎么样了。卓君明从榻上惊坐起来，环顾了一下四周，看到床上的楚墨年，这是楚墨年的房间。他摸了摸脖子上传来的痛意，似乎想到了什么，脸色苍白的往外跑去。砰！卓萧一的房门被撞开，裴清轩和卓萧一被吓一跳，双双转头看向门口。而卓君明看到安然坐在床上的卓萧一，舒出一口气，随即想到晕倒前的一幕，脸色黑了下来。卓萧一看着卓君明的神色变化，有些心虚，眸光流转间，眼中水光闪烁。二哥，卓君明自卓萧一回来后，第一次看到他露出这样的神色，心下有些发软，连忙走过来，焦急地问道：怎么了？是哪里受伤了吗？二哥，你帮帮我，大哥把我禁足了。卓萧一神态娇憨，略带委屈地说道：大哥，他凭什么？我去找他理论。卓君明本来听到是卓俊林，有点怂了，但是见妹妹看过来的眼神，立马撸起袖子，理直气壮地说道：你想找我理论什么？卓俊林的声音从卓君明身后响起。卓君明浑身一僵，缓缓转过头去，就见卓俊林静静地站在自己身后，手里端着一个托盘，托盘内放着一碗白粥，2小碟卓萧一亲手腌制的泡菜。大哥。卓君明语气有点怂，说：你想找我理论什么？卓俊林眼神微眯，危险地看向卓君明，就是你干嘛禁足妹妹啊？卓君明色缩了一下，看了妹妹一眼，心一横，眼睛一闭，梗着脖子质问着卓俊林：禁足？他有些伤了心神，我让他在床上静养，怎么？你觉得有问题？卓俊林挑眉看了一眼卓萧一，就把视线落在卓君明身上，解释着说道：啊，怎么就伤了心神了？严重吗？卓君明蓦然转头，有些懵逼地看向卓萧一，随即又焦急地询问着卓萧一的身体情况。卓萧一被大哥看得有些心虚，又见二哥这么焦急的样子，连忙安慰道：不，一点都不严重，只是施针的时候耗费了点心神而已，休息一下就好。卓君明正愣住，施针？
因为楚墨年才耗费心神的吗？哼，他收回说对楚墨年好点的话，随即又见大哥正皱眉看着自己，卓君明有些懊恼，刚竟然没搞清楚情况就去质问大哥。他眼眸微转，看着卓俊林手里的托盘，挠挠头说道：“哦，那就好。那什么，我早上到现在还没吃，我去找点吃的。”卓俊林看着卓君明从自己身边溜走，捏了捏眉心，随即又看向一边的裴清轩，也让他下去吃的东西。楼下熬了粥，下去喝粥。清轩你也下去喝点。哦，好。裴清轩无视着卓萧一的眼神，直接点头出去。大哥。卓小一撇撇嘴，有些无奈。我禁足你。卓俊林挑眉问道。大哥，我知道错了，我只是跟二哥开个玩笑。卓萧一缓缓低下头，一副认错的样子。哼，快把粥喝了。卓俊林冷哼一声，把托盘放在床头柜上，确定粥碗不烫了，将白粥递给他。好，谢谢大哥。卓萧一抬眸浅笑，看着卓俊林。卓俊林宠溺地看着自家妹妹，有些无奈地摇摇头。楚墨年的情况算是稳定了下来，卓萧一要去药房把之前集齐的药材熬制出来做成药丸。卓俊林凝眉，不过在卓萧一的再三保证下，最终还是妥协下来。于是表兄弟三人一起陪着他去了药房，说是去帮忙，实则是监督，若是他有稍微不舒服就立刻停止制药。整个下午直至晚上，卓家兄弟帮不上忙，只能在一边干看着。而裴清轩倒是跟在卓萧一身边学习着制药过程。卓俊林看着时间一点一点过去，有些担心妹妹的身体吃不消。当耐心快要耗尽的时候，他们终于结束了。卓萧一总共做出了10瓶药丸，将其中1瓶递给卓俊林，浅笑说道：“大哥，你赶紧去给楚墨年喂一颗下去。”又将其他瓶子放进一个柜子里。卓俊林点点头，对着卓君明和裴清轩吩咐了一声，才往外走去。你们俩把小姨扶回房间去，厨师的药膳做好了，去端一碗给他喝。卓萧一无奈浅笑，卓君明和裴清轩立马点头。给楚墨年喂完药，卓俊林就被一个电话叫走了。他今天直接丢下会议赶了过来，所以还有很多工作等着他。卓俊林看到卓萧一也没什么大碍了，就叮嘱着卓君明和裴清轩好好照顾卓萧一，并且让楚矿兄弟2人最近守在依云农场，等楚墨年醒过来再说，以防敌人再次来袭。吃完晚饭，卓萧一就被二哥威胁，让他赶紧去休息，不然就打电话给大哥。卓萧一哭笑不得，也不想卓俊林担心，就乖乖回房间了。卓萧一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想到楼上的楚墨年，还是有些不放心。他偷偷摸摸地打开房门，见外面没有人影，二哥和表哥应该去休息了吧。他浅笑缓步去了3楼。卓萧一看了楚墨年斜对面的房间一眼，打开楚墨年的房门进去。斜对面房间的楚雄看到卓萧一，本想上前去询问卓萧一有什么事，结果被楚矿一把捂住嘴，拉回房间去。你干嘛？楚雄瞪了眼楚矿。哥，我还想问你干嘛呢。楚矿双手抱拳看着楚雄，当然是问卓小姐有什么事啊。楚雄一本正经地说道。楚矿翻了翻白眼，上下打量着楚雄，难怪这么多年了也没见你给我找个大嫂，你这是情商有多低，才敢去坏爷的好事？你信不信爷知道后让你打一辈子光棍？楚雄反应过来，挠了挠头，面上讪讪，但是看到楚矿嘲笑的神色，楚雄气结。你情商高，那也不见你给我带个弟妹回来啊。楚矿郁结，竟然有些无言以对。第89章开油被抓包。卓萧一来到楚墨年床前，看着他已经恢复些的神色，松了一口气。他坐在床边，从被子里拿出楚墨年的手，将手指搭在他的手腕上。片刻，卓萧一的唇角上扬起一抹好看的弧度。卓萧一静静地看着楚墨年的眉眼，想起了和楚墨年相处时的点点滴滴，他不知不觉轻笑出声。他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了。他总是在不经意间会时不时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也会在乎他的情绪变化，还会担心自己治不好他，甚至会害怕他出事。若这就是喜欢，那么他好像是有点喜欢他了。至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他总是会细心地注意到他对某件东西的敏感，以及他对某些事物的喜好吗？还是从他总是会和家人一样毫无底线地信任着他，并且有事的时候总是下意识地将他护在身后吗？或是在万毒森林时，他不顾重伤，义无反顾地挡在他面前，替他承受着危险？亦或者是因为他在湖边的倾诉让他动了心？卓萧一摇摇头，他不想再追究这些，因为已经没有了意义。卓萧一情不自禁地抚上了楚墨年那棱角分明的轮廓，如玉的指尖划过他那浓黑的眉毛，如刻意修剪过一般，根根分明，滑至他那浓长且细软的睫毛，来到了他那挺鼻如风的鼻梁。卓萧一浅笑，用指尖勾了勾他的鼻梁。就在他想收回手时，却被一只大掌一把握住。卓萧一一时愣住，
他的笑容僵在脸上。他看到楚墨年的睫毛微颤，唇角慢慢上扬，他的娇颜瞬间感觉被火灼烧着，滚烫滚烫的。他一把抽出自己的手，转身飞速逃离了房间。就在关门的那一刻，楚墨年缓缓睁开眼睛，唇角的弧度加大，溢出一丝沙哑的轻笑声。呵呵。其实在他给自己把脉时，他就已经醒了。他感受到了他灼热的视线，迫使着他想知道他接下来想干嘛，于是他继续闭着眼睛。而他仿佛也因为想事太入迷，忽略了他的呼吸变化。然而小丫头果然没让他失望，本想着怕他尴尬，继续装睡下去，但是随着他指尖的触碰，让他悸动不已。他不知道小丫头会到哪一步，他也怕自己会失控。卓萧一一路跑回自己的房间，一把关上门，背靠在门后，滑坐在地上，双手抱头拍着自己的脑袋，嘴里嘟囔着：怎么办？太丢人了，真恨不得找个洞钻进去。卓萧一感觉自己的脸越来越烫，他跑到卫生间，看着镜子里越发娇红的容颜，心里懊恼不已。他打开手龙头，往自己脸上拍打着冷水，但是还是止不住的红润。他看着镜子，羞愤地将水浇到镜子上，弄花镜面，也模糊了自己。卓萧一深呼一口气，迫使自己冷静，冷静，再冷静。2分钟后，卓萧一擦干脸上的水珠，仰躺在床上，脑子里还是回放着楚墨年抓着他的手，唇角上扬的样子。卓萧一一把用毛巾盖住自己的脸，随即不知想到了什么，他又一把拉下毛巾，眉头蹙起。楚墨年今年好像1天都没进食了，不知道楚况会不会想到去给他弄点吃的。算了，不管，楚况他们应该知道。可是没过一会，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卓萧一一把掀开被子起身往外走去。他在2楼楼梯口处，没听到1楼有什么动静。他看了眼楼上，看来楚况他们没下来给楚墨年弄吃的。卓萧一想着，算了，谁让他是病人呢？到时候饿坏了，累的还是自己。3楼楚墨年的房间内，他靠坐在床头，拿起床头柜的手机拨了个电话出去。过来。刚挂电话，房门就被敲响。进来。楚况和楚雄走了进来，皱眉弯腰，齐声道歉：爷，对不起。说说今天发生的事。楚墨年声音沙哑，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垂头摩挲着手里的手机，让人看不清神色。楚况把今天了解到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楚墨年。当听到他的房间被装了窃听器时，楚墨年的眸光黑沉了几分，周身的气场瞬间森冷下来。当说到卓萧一徒手掐死暗网排名第2的杀手严青时，楚墨年的神情始终保持着平静，只是眸光微闪，深幽不见底。可当楚况说到卓萧一为了救他耗费了心神吐血时，强大的气场铺天盖地地渗透了过来，浑厚的上位者气息勃然绽放。楚墨年蓦然抬头看向楚况，嗓音低沉：严重吗？有请过医生吗？卓小姐不肯去医院，卓家表少爷请来了4、5位中医老专家，接诊断卓小姐是损耗了心神，开了些养气补血的药方，并且说需要好好调理静养，10天半月应该就会完全没事。楚况老老实实把自己了解到的说了出来。楚雄恍然，他之前还纳闷楚况怎么这么认真听着几个老专家诊脉，并且送走老专家的时候还问得那么仔细呢。原来原因在这啊！楚墨年松了一口气，同时也心疼不已。早知道刚才就应该忍忍，不应该逗他。他摆摆手，示意楚况接着说后面发生的事。到最后，楚况把卓小姐拖着病到药房给楚墨年炼药的事也说了。楚墨年眉头皱起，他掀开被子，迫不及待地想去看看卓萧一，刚才跑得那么急，也不知道摔到没。楚墨年刚站起来，一个身形不稳，又坐在了床上。爷！楚雄立马上前扶住他。爷是想去看卓小姐吗？楚况小心翼翼地询问道。楚墨年没有说话，楚况觉得自己应该猜对了。卓小姐说不定现在都已经休息了，也应该好好养精蓄锐，明天才有力气去看卓小姐。楚况的话，楚墨年没有反驳。他看了眼自己的身体，有些嫌弃地重新躺回床上。爷，我去给您弄点吃的。楚况挑眉说道。楚墨年点头，楚况才转身出门。有没有查到幕后之人？楚墨年看向楚雄，全身散发出寒气。已经顺着在暗网下单的账号去查了，但是对方注销得很及时，只知道这个任务很久以前就被接下了，但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严青一直没动手。其他的目前还没查到。楚雄皱眉说道。第90章暖意融融。给我仔细查，暗网那边别放松警惕，可以先从窃听器这方面入手，无论是安装窃听器的人，还是背后指使之人，都给我连根拔出来。楚墨年那掌控一切的气势陡然爆发，整个人如同帝王一样。是。楚雄严肃点头。咚咚，敲门声响起。进来。楚墨年话音刚落，就见楚况端着一个托盘进来。
这么快？楚雄诧异的看向托盘上的小米粥和2碟小菜。啊，不是我，爷，是卓小姐做的。楚旷把托盘放在床头柜上，浅笑对着楚墨年说道。他还在忙？楚墨年皱眉看向托盘内的东西。已经回去休息了。卓小姐让爷吃完早点休息。楚旷将小米粥端给楚墨年。你们也回去休息吧。楚雄明天回去，楚旷这几天留在这里。楚墨年搅动着小米粥，粥的香味勾弄着他的味蕾，确实有些饿了。是。楚旷兄弟点头，应声出去。楚墨年看着黄澄澄的小米粥，可以想到少女在厨房忙碌的样子。他浅笑的叹气，丝丝心疼从眸中溢出。楚墨年缓缓地喝着小米粥，粥软糯可口，划过口腔，妥帖地抚慰着肠胃，心里更是暖意融融。第二天一早，就有几个工匠模样的人过来修饰昨天被弄乱的院子。卓萧一房间内，楚墨年坐在落地窗边的软榻上，皱眉看着裴清轩。我记得裴小少爷是学西医的，会针灸吗？裴清轩翻了翻白眼，走了一个大表哥，又来了一个楚爷，人与人之间就不能多点信任吗？楚爷昨天最后关头的针还是我拔的呢。放心，萧一是我表妹，我不会拿她的身体开玩笑的。裴清轩也知道楚爷是担心表妹，于是话锋一转。倒是一边的卓君明打了个哈欠，瞪了楚墨年一眼。我说你下来添什么乱呀？还不是因为你，不然我妹妹也不至于这样。哥。卓萧一余光见楚墨年脸色闪过一丝自责，撇撇嘴，示意卓君明少说几句。楚墨年看向床上的卓萧一，卓萧一躲闪着他的目光，现在一看到楚墨年，就想到昨天晚上的糗事，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裴少爷见谅，爷也是担心卓小姐的身体，才会如此问。楚旷见房间内的气氛有些尴尬，于是笑呵呵地说道。楚墨年一大早得知卓萧一要针灸，于是非要楚旷扶着自己过来，只是没想到给卓萧一针灸的会是裴清轩。卓萧一看着楚墨年略显苍白的脸色，他皱眉看向楚旷说道。楚旷，先扶你家爷回去吧，下去端点早餐上去。吃完早餐半个小时后，把昨天大哥给你的药给你家爷吃一颗。楚旷低头看向软榻上的楚墨年。楚墨年轻笑一声，眼眸深邃地望着他，深幽的眼里缱绻着无尽的深情。这一会功夫耽误不了什么，开始吧。裴少爷小心点。楚墨年看向裴清轩的眼神里带着些警告。裴清轩凝眉，这楚爷看向表妹的眼神怎么怪怪的，可一点也不像是看救命恩人的眼神。他甩了甩头，拿起床头柜上的银针。众人仿佛在面对什么严峻的大事般，纷纷屏住呼吸。楚墨年看着裴清轩的银针一根根的往卓萧一的头上扎，眉头皱得死紧，手心都冒出了汗。1刻钟时间对于楚墨年来说有点无比漫长。当裴清轩取下银针后，楚墨年紧绷的神情放松下来，瞬间一阵无力感袭来。嗨，没事了吗？卓君明可能也是太过紧张，导致呼吸不顺，一放松下来就猛咳嗽。他皱眉看向裴清轩问道。明天再来一次就差不多了。裴清轩呼出一口气，点头浅笑说道。医生不是开了药吗？楚墨年想到楚旷说的要10天半个月，有了针灸加上药膳就可以，那个不用了。卓萧依靠在床头，皱眉说道。楚墨年眸光微闪，有些好笑，这是怕苦。厨师已经把药膳熬好了，我去给你端。卓君明很相信妹妹的话，于是立马转身跑下楼去。你先回去吧。卓萧一看着二哥的背影浅笑着，察觉到楚墨年的目光，转头望去，见他的额头上出了不少汗，蹙眉说道。你也好好休息。楚墨年点头，嗓音里沁着浓稠到化不开的温柔，丰薄的唇角上扬起好看的弧度。裴清轩吃完早饭，也被自己的导师一个电话叫走了。没过一会儿，卓俊林过来了。大哥，你怎么现在过来了？今天不用上班吗？卓君明看着风尘仆仆的大哥，有些诧异。一会就走，有些不放心，过来看看妹妹。卓俊林捏了捏眉心。哦，大哥放心，妹妹已经好多了，有我守着呢，现在在房间里休息。卓君明挑眉说道。清轩呢？卓俊林准备上楼的脚步顿住，他被他的导师叫走了，说晚上再过来。卓君明差点撞上前面的卓俊林，他及时刹住脚步。那妹妹针灸过了吗？卓俊林皱眉问道。清轩太忙了，要不要派家庭医生过来？早上已经做了。卓君明说道。好，我上去看看。卓俊林说着就往2楼走去，卓君明跟在他身后。卓萧一坐在电脑桌前看着视频，眸光冰寒。房门被敲响，卓萧一以为是卓君明。二哥，进来吧。这就是你说的在休息。卓萧一听到声音，蓦然转头，就见自家大哥一脸阴沉地看着二哥，二哥则是有些猛地看着自己。大哥，你怎么来了？今天不上班吗？卓萧一站起身，浅笑看向卓俊林。卓俊林走进房间，听到妹妹的话，
看了卓萧一和卓君明一眼，你俩还挺默契，来看看你们，一会就走。卓萧一不解，他咋就和二哥默契了？忙什么呢？不是让你好好休息吗？卓俊林看了电脑一眼，皱眉说道：大哥，我躺着也是睡不着，所以查点东西。卓萧一挠挠头说道：查什么？卓俊林只是眉头皱得更紧了，但是也没走到电脑前直接看。卓萧一把卓俊林推到电脑前，让他坐下。楚墨年的房间被人安装了窃听器，要么是剧组的人，要么就是农场的人。第91章填到心坎里。卓君明听到妹妹的话，也走了过来。三人看着视频上那个鬼鬼祟祟的人影，环顾着四周，见没人看着，直接去了3楼。时间是周6上午，也就是他们去牧场那边建猪圈的时间。这个人怎么看起来有点眼熟呀？卓君明看着视频中的人影，皱眉说道，但又一时想不起来。卓俊林眼神黑沉如墨，站起身转头看向卓萧一说道：你把视频拷贝出来，我上楼去看看默年，把东西带给他。好。卓萧一坐下，从抽屉里拿出个 U 盘出来，迅速往里导入着。卓俊林接过卓萧一递过来的 U 盘，捏了捏眉心，皱眉对着兄妹俩人叮嘱着：我还有工作，我看完默年就马上走，你好好养着。家里面的人我一个也没告诉他们，爷爷奶奶过几天就会来依云了。你若不尽快养好身体，到时候被他们发现不对劲，你们谁都跑不了。我知道了，大哥。卓萧一乖巧的点头应道：大哥放心，我会好好监督妹妹的。卓君明拍着胸脯保证着，但是卓俊林看着他的目光显然是充满了不信任，只是深深的看了他一眼，一句话也没说，就往外走去。卓君明被卓俊林这样的目光看得一愣，随即为了证明自己，立马追了出去。大哥，你相信我，刚才那是意外。卓俊林来到3楼，敲响了楚墨年的房门。开门的人是楚矿。卓大少来了。楚矿侧身让卓俊林进来。你怎么现在过来了？楚墨年看着缓步走进来的卓俊林，应该是担心小丫头吧。过来看看你们，马上就走。卓俊林坐在楚矿给他搬的软凳上。感觉怎么样？卓俊林看向躺靠在床上，脸色有些许苍白的楚墨年。还好，只是这次倒是苦了小一。楚墨年皱眉说道。卓俊林没有反驳，这次的确很危险。不过令他没想到的是，农场里有这么一群深藏不露之人，更没想到妹妹的身手如此不凡。但相反，若是妹妹手无缚鸡之力的话，后果不敢想象。但这事也怪不了楚墨年，谁也不想发生这样的事。卓俊林此刻心里只是无比庆幸妹妹有足够保护自己的本事。你一会看看这个。卓俊林把 U 盘递给楚墨年。这里面是什么？楚墨年接过 U 盘，凝眉问道。卓俊林声音变得低沉，眸光幽深。应该是在你房间安装窃听器的人。楚墨年眼底瞬间戾气浓郁，看了楚矿一眼。楚矿立马会意去书房拿电脑了。卓俊林抬腕看了眼时间，再次捏了捏眉心。你们慢慢看，我先走了。忙的话不用老是往这边跑，我会照顾好他们。楚墨年看着他疲惫的样子，叹了口气说道：走了。有什么事电话联系。卓俊林抚了抚身上的衣服，知道楚墨年这是关心他，浅笑回应。楚矿拿来电脑后，卓俊林已经离开。他接过楚墨年手里的 U 盘，插入电脑内，打开文件夹里唯一的一个视频。看完视频后，楚墨年的脸色倏地阴沉了几分，将电脑还给楚矿，把视频传给楚兄，让他顺着这条线索去查。是。下午，卓萧一有些口渴了，趁着卓君明不在，来到餐厅。哥，什么事？很急吗？卓萧一一到餐厅，就听到楚矿背对着他在接电话。楚矿挂了电话，转身发现卓萧一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他身后。这是……卓萧一看到餐桌上放着一个托盘，托盘上还放着一碗速溶银耳汤。卓小姐，我给爷弄点吃的。楚矿解释道。你就给你家爷吃这个？卓萧一嫌弃的拿起勺子舀了一下那碗银耳汤。楚矿不好意思的挠挠头。我不会做饭，转了一圈又没有找到厨师，这是在柜子里找到的。卓萧一嫌弃的丢下勺子，无奈的说道。这个不要了，我随便做一碗吧。你先去处理事情，一会过来拿。哦，好的，谢谢卓小姐。楚矿欣喜的道谢，他还真怕把爷吃坏了。15分钟后，因为银耳羹炖久了才好喝，那样太费时间了，所以他煮了2个溏心蛋，里面加了些桂圆红枣。煮好后，半天也不见楚矿下来。卓萧一犹豫了一下，还是自己端着托盘去了3楼。咚咚，进来。楚墨年以为是楚矿，低眸看着电脑，没有抬头。不是让你好好注意吗？怎么还在工作起来了？楚墨年听到声音，蓦然抬头。少女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个托盘，正紧蹙着眉头看着他手里的电脑。
楚墨年将电脑放到一边，眼眸深邃地望着他，轻笑出声：“啊，怎么是你过来了？楚矿呢？他应该有事在忙。”卓萧一边走边说道。楚墨年看着卓萧一放在床头柜上的碗，问道：“这是你做的？厨师做的？”卓萧一将碗递给楚墨年，坐在床边的软凳上，撇撇嘴说道：“啊，你做的味道我能闻出来。”楚墨年用着缱绻而绵长的嗓音说着。卓萧一听到这话，耳根有些发热，他瞪了楚墨年一眼：“快吃你的，一会凉了，鸡蛋会有腥味。”楚墨年吃着碗里的食物，明显感觉到没怎么放糖，但是就是已经甜到了心坎里。楚墨年吃完，将碗放进托盘内，看着少女说道：“下次别做了，你身体本来就还没好，我已经没什么事了，只是大家太过紧张而已。今天感觉怎么样？”卓萧一浅笑说道：“挺好的，明天应该能下床走动走动了。”楚墨年扭动了一下脖子，说着：“把手伸出来。”楚墨年听话的挽起袖子，伸出手。卓萧一将手指搭在楚墨年的手腕上，片刻，浅笑说道：“可以，这样有助于身体恢复。后续1个月1次针灸，直至毒素清干净为止。”楚墨年垂眸，放下袖口，漫不经心地说道：“不了，就这样吧，挺好的，死不了就行。”你说什么？卓萧一蹙眉，有些生气。第92章杀风景的小舅子。楚矿说：“你昨天吐血了。”楚墨年垂着眉眼，轻轻地蠕动嘴唇，声音很低。卓萧一一愣，随即轻笑出声，声音温柔些许：“哼，放心，后续的针灸简单一些，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楚墨年抬头看着他，见楚墨年有些不相信，随即卓萧一保证地说道：“是真的，没骗你，就连表哥看1、2次就能学会。”楚墨年皱眉，点点头：“大不了，若还是像这次一样，他停止针灸。”信你。你看视频了吗？卓萧一浅笑，随即似想到了什么：“看了。”楚墨年的眸光微微沉下来，看来得让梁导整顿一下剧组人员了。卓萧一蹙眉点头说道：“楚墨年摩挲着手指，深思着什么：“能大概知道幕后之人是谁吗？”卓萧一皱眉看向楚墨年，楚墨年无奈扶额，苦笑说道：“怎么办？敌人太多，有点猜不出来。车到山前必有路，而且迟早会有露出狐狸尾巴的一天。”卓萧一顿住，随即说道：“楚墨年静静地看着面前的少女，不紧不慢地点头。卓萧一被楚墨年看得心神微乱，表情有那么一瞬间的不自然，脸不禁微微热了起来。卓萧一有些恼怒，站起身就想走。走哪去？刚站起身，却被楚墨年一把拉住，跌坐在床上。楚墨年微微轻身上前，抱住卓萧一，将下巴枕在他的颈窝处。你放开我！卓萧一耳尖微红，挣扎着：“让我抱抱，就一会，好不好？我这次真的差点以为自己要死了。”一道带着一丝沙哑的嗓音，缱绻而绵长的在他的耳边响起。他最后的语气将委屈展现的淋漓尽致，让卓萧一心软心疼，甚至放弃了挣扎。卓萧一犹豫了一下，抬手轻拍了拍他的背，安抚地说道：“没事了，有我在，我不会让你有事的。你要相信我。”我一直都很相信你。楚墨年眸底流光闪烁，唇角上扬，笑容得意且宠溺。好一会儿后，楚墨年缓缓抬头，用自己的头抵住卓萧一的额头，揽在卓萧一腰间的手却依旧没有放开。楚墨年眼眸深邃地望着他，眼里缱绻着无尽的深情。卓萧一猝不及防和楚墨年的眼神交汇，目光像是被牵引一般，一瞬间失了神。楚墨年温热的气息喷洒在他的脸上，呼吸将空气烧得炙热起来，房间里暖媚的气息几乎让人有些窒息。你们在干嘛啊？房门猝不及防被打开，卓君明有些气急败坏的声音传来。卓萧一听到二哥的声音，吓得一跳，反应过来后，一把推开楚墨年，站起来后退几步。楚墨年一个没防备被卓萧一推开，后脑撞到了床头的木沿上。楚墨年疼得直皱眉，他摸着后脑勺，眼神略带委屈地看着卓萧一。卓萧一拧眉，摸了摸脸颊，有些不好意思，刚想上前查看一下楚墨年的情况，却被气势汹汹的卓君明一把拉到他身后。白眼狼，大尾巴狼！楚墨年，你太不要脸了，就知道你一大把年纪了，没安好心，竟然敢趁着我妹妹受伤欺负她。我今天要跟你拼了！卓君明想到自己刚才看到的那一幕，气得脸色通红，妹妹差点就被这只猪给啃到了，边骂着还不觉得解气，说着边撸起袖子就朝着楚墨年扑过去。楚墨年的脸色黑沉如墨，什么叫白眼狼？什么叫不要脸？什么叫一大把年纪了？前面两个也就算了，问题是最后一个是什么意思？他很老吗？跟在卓君明后面进来的楚矿有些蒙圈，看到卓君明的举动，下意识跑过去拦住卓君明。楚矿心里默念，完了，
自家爷这是占人家妹妹的便宜，被现场抓包了吗？要是被扫地出门怎么办？卓二少，你冷静点，你刚才是看错了，卓小姐是在给我家爷治病呢。卓君明愣住，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楚矿，这他妈是把他当傻子吗？雾草，你睁眼说瞎话的本领还真是高，不过你当老子跟你一样瞎吗？卓君明一把推开楚矿，拿起床边的软凳就要朝楚墨年砸去。我今天跟你拼了！这个人打也打不得，骂也骂不得，还能拔眼。楚墨年想着有些头痛的扶额，突然一道有些虚弱的声音传来，让众人有些怔愣住。二哥，我的头有点晕。卓萧依附着额头，身体有些摇晃的说道。咚！卓君明手里的凳子掉在地上，急忙跑到卓萧依身边，以为是妹妹病情复发了，脸色有些发白，然后冲着一边的楚矿喊道：妹妹，你怎么了？快叫救护车！哦。楚矿反应过来，立马拿出手机准备打电话。卓萧依看着卓君明发白的脸色，心里自责不已，但是现在没办法，二哥在对待他的事上有些轴，若是以往还能让楚墨年避着点，但是现在避无可避了，只能想办法支开二哥。楚墨年也有些焦急，以为卓萧依是真的不舒服，准备下床过去，却被卓萧依暗中递过来的眼神制止住。楚墨年反应过来，扶额无奈浅笑。卓萧依抬手制止了楚矿打电话，眸中水光闪烁的看着卓君明说道：二哥，不用了，可能是这个房间有点闷的原因，你扶我回房间好不好？好，离开这个乌烟瘴气的地方。哼，你给我等着，这事我跟你没完。卓君明皱眉点了点头，扶着妹妹离开，随即脚步顿住，转头看向楚墨年，恶狠狠地警告着。楚矿见兄妹二人离开，走过去关上房门，来到床前，懊恼地弯腰道歉：爷，对不起，我本来想敲门的，但是卓二少找不到卓小姐，有点着急了。楚墨年捏了捏眉心，脸色难看，对着楚矿摆摆手：我现在不想看到你，你给我出去。是，我这就出去。楚矿赶紧扶起凳子，端起床头柜的托盘，快步走了出去。他也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情，早知道就应该拦着点卓二少的。现在好了，既打扰了爷的好事，还让爷被卓二少记恨上了。第93章小舅子的戒备。卓君明把卓萧依扶回房间里，他的额头有些汗。你不想去医院的话，我这就给清轩打电话。二哥，不用了，出来后好多了。卓萧依有些哭笑不得，人果然不能撒谎，一个谎言要无数的小谎来源。真的？卓君明挑眉，有点不相信。卓萧依认真的点头。你刚才不会是为了护着楚墨年装的吧？卓君明不知想到了什么，桃花眼圆瞪，不可置信的说道：怎么会呢？二哥，你不相信我？卓萧依垂下头，眼神有些飘忽，声音有些轻。可这一举动放在卓君明眼里，就是妹妹在委屈自己不相信他。他立刻瞪轻道：我没有。你就有。卓萧依松口气，突然发觉二哥好可爱啊，于是故意撇撇嘴说道。果然，卓君明坐下来，如哄孩子般轻声安抚着他：好，我的错，你赶紧好好休息一下，有没有想吃的喝的？我去给你拿。卓萧依看着卓君明的脸，鼻头微酸，变得矫情了起来。突然很想感谢老天，给了他这么一群可爱又疼宠他的家人。不用了，二哥，我现在吃不下，我想睡一会。二哥，如果有事就去忙吧。那你睡一会吧，我房间离得近，有什么事记得随时叫我。卓君明皱眉说道。二哥真好。卓萧依突然矫情地抱了一下卓君明，然后立马松开。卓君明微愣了一下，反应过来后心里暗喜，挠了挠脑袋，傲娇的一甩头：哼，臭丫头，知道就好。这个世界上的男人只有二哥会对你好，其他的男人都是不怀好意的，你一定要远离，知道吗？卓萧依有些无语，又好笑的挑眉问道：啊，那爷爷、爸爸、大哥他们呢？卓君明微微一愣，随即毫不犹豫地说道：那也没有我对你好。二哥，你不怕他们听到吗？卓萧依扶额轻笑出声：可是他们现在听不到呀。卓君明心虚地看了眼门外，故作得意地炫耀着：好吧，说的好有道理。卓萧依有些无奈地看着卓君明：你休息吧，我先出去了。卓君明站起身，将卓萧依扶着躺好，帮他捏好被角，就转身出门。卓君明的房间离楼梯比较近，又是在卓萧依斜对面。他看了妹妹的房间一眼，又看了眼楼梯口方向。卓君明桃花眼微眯，将门大敞着，然后坐在房间的软榻上，看着门外，得意的勾唇。要想去妹妹房间，只有这一条走廊，若是那臭男人想进妹妹房间的话，他正好看得见。哼，只要有他在，休想占到他妹妹的一丝便宜。房间内的卓萧依看到房门关上，放松下来。
但想到楼上的那一幕，他的脸颊飞上一抹红晕，一把用被子盖住自己的头，在床上滚了2圈，太尴尬了。卓萧一捂住自己的胸口，心里默念：卓萧一，冷静下来，冷静，冷静，是没什么的。自从被卓君明看到那暧昧的一幕后，楚墨年真的是有苦难言。只要他在的地方，卓君明就会支开卓萧一，若是没法支开，便各种手段阻碍。楚墨年多看卓萧一一眼，卓君明就会马上窜出来挡在他的面前。吃饭的时候总是故意隔开俩人距离，能隔多远就隔多远，更别说让俩人说说话打个招呼了。就比如现在，大家吃完午饭，楚墨年坐在沙发上，本想跟卓萧一说说话，卓君明一脸防备地看着他。等卓萧一从餐厅走过来，卓君明就立马上前拉住卓萧一的手往外走去。妹妹，我现在特别想吃樱桃，你陪我一起去摘吧。卓萧一看了眼一旁脸色阴沉的楚墨年，挑眉说道：二哥，你刚才不是说你吃撑了吗？卓二少这是开始嫌你妹妹做的饭菜难吃了吗？都开始敷衍了事了。楚墨年挑眉，目光阴沉的看向卓君明。卓君明被楚墨年的眼神看得瑟缩了一下，但还是梗着脖子强硬的说道：哼，你少在这挑拨离间，你懂什么？饭是吃饱了，但是也阻碍不了我想吃樱桃了。而且现在去摘，顺便还可以活动一下，有助于消化，又能吃得下美味的水果。至于你的话，就不要去了，身体这么虚弱，等会还得我们来照顾你。楚墨年气结，这个未来小舅子变得越来越讨厌。妹妹，走不走？卓君明见楚墨年无话可说，得意的扬眉，冲着卓萧一喊道：哦，好。卓萧一看了楚墨年一眼，扶额跟了上去。楚墨年气的将手机丢在桌子上，看着卓君明远去的背影，他脑子智障吗？摘个樱桃还要人带着去？坐在一边的楚况有些无言以对，心里暗想：您要拐人家妹妹，还想人家把妹妹送到您面前不成？楚墨年脸色黑沉的来到房间里，身上的气压有些低。楚况低垂着眉眼，不敢吭声。去查查崔泽最近给卓君明安排了些什么工作，想办法给卓君明找点事情做。是，我这就去。楚况心里叹气，卓二少这是何必呢？于是不到晚上，卓君明的经纪人崔泽打电话过来说，过段时间即将发行的新歌 demo 损坏了，要卓君明去云城工作室那边重新录制。卓君明瞬间气得跳脚起来，怎么好好的 demo 会损坏呢？他抓耳挠腮的走来走去，看着一边悠哉不已的楚墨年，气愤的质问道：你说是不是你为了报复我，派人弄坏了我的 demo？ 坐在一边的楚况竟然有些心虚的抖了一下，倒是楚墨年面不改色的嗤笑一声：我说卓二少，你是有被害妄想症吗？我每天有这么多事情要处理，会为了这点小事报复你？再说了，我连你最近要发行新歌都不知道。楚墨年说完，还一脸无辜的看向卓萧一。卓萧一眉眼低垂，放下茶杯，看向有些咬牙切齿的二哥：二哥，崔哥有说是这么回事吗？第94章裴清轩的挑拨。卓君明瞪了眼楚墨年，一脸生无可恋的瘫倒在沙发上。哼，崔哥说是搬办公室的时候不小心磕坏了。二哥，全坏了吗？卓萧一无奈的叫道，但也不忍心在这个节骨眼说他，随即又皱眉问道：其中几首吧？卓君明捂着脸，要不是他要发新歌的事瞒得紧，他真怀疑是楚墨年干的。那二哥要去云城吗？卓萧一看了眼楼上的录歌室，显然设备不齐全，在这无法解决那么复杂的操作。明天一早就出发。卓君明拿起手机，看到经纪人给他订的机票，说道。卓萧一看了眼挂在墙上的电子日历，凝眉问道：今天周三了，那二哥过几天又要赶回来？卓君明知道卓萧一想说的是周末节目的事情，他摆摆手：不了，崔哥那边正在跟梁导沟通，应该会请个假吧。我去给二哥准备点小吃食，明天早上记得带上，飞机上可以吃。卓萧一也帮不上什么忙，他边说着边站起身就往厨房走去。妹妹，别弄了，太累了。卓君明看着卓萧一的背影喊道：不累，一会就弄好了。卓萧一摆摆手说道。卓君明往沙发上一靠，看到楚墨年悠闲的样子，心里气恼：哼，你别得意，我明天就叫清轩过来，我会让他防着你的，你休想靠近我妹妹。楚墨年脸色瞬间黑了下来，看来教训还是太轻了。第二天一早，卓萧一起来的时候就不见卓君明人影了，应该是怕打扰到他休息，所以偷偷的离开了。早饭过后，楚墨年看到裴清轩过来，心里暗地里又给卓君明记上一笔。而裴清轩看着楚墨年的目光有些古怪，想起早上二表哥给他打电话说的话，他就说上次怎么觉得楚爷看着一表妹的眼神有些不对劲呢？原来是窥视他表妹啊。裴清轩摸了摸下巴，看着楚墨年的目光变得不善了起来。说实话，就是年纪大了点，不然放眼整个金陵，也就楚墨年配得上自家表妹。
唉，可惜了。几人坐在客厅喝着茶，气氛稍微有些安静了。裴清轩在楚墨年和卓萧一身上扫了一圈，眸光微转。楚爷好像是跟我大表哥一样大的吧？楚墨年眼眸微眯，看向裴清轩。金陵楚爷的气势谁人不怕，所以裴清轩没有直视楚墨年的眼睛，而是用着一副惊讶的口吻继续说着：都24了，那年纪挺大的了，比我大了5岁，比表妹大了6岁了。网上说差3岁就是一个代沟了，这差6岁，那不就是一个大鸿沟了？裴少爷，这应该是用在女生年龄大于男生的说法上吧？楚况看着自家爷那越来越冷的气息，连忙说道：是吗？我感觉都一样吧。裴清轩无所谓的说道。卓萧一始终一点反应也没有，自顾自地喝着自己的茶。裴少爷想说什么？楚墨年有些咬牙切齿，声音微寒。裴清轩摸摸鼻子，讪笑地说道，眸光闪烁，有些不怀好意。没想说什么，这不是坐在这无聊吗？总要找点话题随便聊聊吧。我听我外婆说，我大舅妈天天催着大表哥找对象呢。楚爷应该不缺吧？卓萧一眉间微挑，依然不动声色。裴清轩没等楚墨年接话，他一脸挑促地说道：我听说啊，金陵城的名门闺秀个个为楚爷争风吃醋的紧，特别是叶家的叶青青以及玉家的玉雅婷，听说凡是明目张胆窥视楚爷的人都被他们暗地里找过麻烦呢。楚墨年看着卓萧一低垂下的眉眼，看不清神色，眼神有些危险地看向裴清轩，讽刺地说道：裴少爷什么时候混进名媛圈了，知道的那么清楚？裴清轩默然，楚墨年这是在嘲讽他八婆吗？裴清轩双手慵懒地别在脑袋后面，似想到了什么，冷笑地说道：哼，哪里，正好我一兄弟的妹妹是楚爷的爱慕者之一，就被那2位的其中一个狠狠警告过。那女孩到现在一听到有人提起楚爷的名字，都出现了心理阴影。众人无言，出现心理阴影应该是裴清轩比较委婉的说法吧。世家出身，伪装的再好也会有破绽。那2个自诩名门闺秀，私底下的手段却阴毒得很。我去农场那边看看，你们慢慢聊。卓萧一心里莫名有些躁意，他拧眉站起身，看都没看楚墨年一眼，直径往门外走去。裴清轩眼神复杂地看了楚墨年一眼，站起身跟上卓萧一的脚步。哎，一表妹，等等我，我要向你请教一下若风的事情。楚况看着卓萧一远去的背影，焦急地直挠头。卓小姐一直是个不喜欢麻烦的人，若是嫌弃爷了怎么办？楚况看向楚墨年，发现楚墨年竟然在笑。爷，你怎么还笑得出来？你不是说卓小姐最讨厌麻烦了吗？她要是因此嫌弃你怎么办？他皱眉不解地问道。楚墨年唇角好心情的上扬，眉眼微挑，瞥向楚况。他有反应，证明他在乎我，心里有我。我不应该高兴吗？应该，那您还不去轰轰？楚况眸光一亮，随即又说道。楚墨年想到裴清轩说的话，他竟然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脸色有些阴沉了下来，语气有些寒。你派人去查查裴清轩说的是不是真的，若是真的，派人盯着他们，若他们敢打小一的主意，给我剁了他们的手。是，我这就去。楚况点头领命。楚况还没走上楼梯，就又被楚墨年叫住。楚墨年眼神微眯，等等，顺便查查裴清轩口中的若风是谁。好。楚况有些想笑，爷这是吃醋了吗？哎，一表妹，等等我。裴清轩从后面追上步伐有些快的卓萧一。表哥。卓萧一闻声站定，平复下心情，转头看向裴清轩。表妹，你是不是喜欢楚爷？裴清轩有些犹豫地看向卓萧一，轻声问道。第95章望妻时。卓萧一神色微顿，垂下眸子，踢了一下地上的石子，然后望向远处，漫不经心地说道：表哥不是要和我聊上官若风的病情吗？裴清轩了然，表情有些复杂，又有些无奈。我明天就会去给上官若风再次针灸，表哥若是有时间，可以一起去。卓萧一收回视线，看向裴清轩说道。好。裴清轩有些心不在焉的点头。其实上官若风的病情，卓萧一往农场方向走着，边走边说道。裴清轩叹了口气，看了眼卓萧一的背影，皱眉跟了上去。第二天一早，楚墨年站在门口，看着远去的车辆，眉头皱紧。裴清轩在后视镜看着楚墨年站在门口的样子，竟然有种在看一座望妻石一般，且这座望妻石浑身散发着委屈的气息。他诧异的挑眉，觉得有些好笑，又看了眼副驾驶的卓萧一眼。看来闻名金陵的楚爷，这是栽在他表妹手上了吗？卓萧一也从后视镜看到了楚墨年的样子，他捏了捏眉心，有些无奈。楚况从楼上下来，来到门口，看到自家爷的背影，感觉被人抛弃了一般，他走上前安慰道：爷，您放心，我查到了，上官若风是卓小姐的病人，他是上官红的儿子，而上官红和裴安峰交好，所以才请卓小姐出手相助。
见楚墨年不为所动，楚况接着说道：“而且我还查到，卓小姐为上官若风治病，也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您。为了我？”楚墨年转身看向身后的楚况，挑眉疑惑不解：“是的，卓小姐的铁皮石斛是在上官家拿到的。卓小姐为了拿到铁皮石斛，还受了不少委屈呢。”楚况点头，想到自己查到的那些，凝眉说道：“什么意思啊？”楚墨年眸光深沉，于是楚况就将卓萧一被上官夫人张应荣羞辱的事情，以及张应荣和上官红离婚被赶出上官家的事情说了一遍。楚墨年听完，眸底戾气横生：“爷，既然卓小姐自己解决了，我们也不好再插手，因为上官家毕竟和卓小姐的姑父交好。”楚况看到楚墨年的神情，皱眉说道。楚墨年凝眉往家里走去，眸光寒凉：“啊，上官家可以原谅，但是张家不可饶恕，谁让他们把那女人接回去了呢？”是。楚况会意，据他了解，这张家也不是什么重视亲情的人，接那女人回去，也只不过期待后面上官若风醒来，能看在毕竟是自己生母的情面上，帮助救家而已。卓小姐，裴少爷，这边请。老爷和先生都在客厅等着。上官管家带着卓萧一和裴清轩往客厅走去。裴清轩浅笑点头。清轩，卓小姐，您来了。上官红本就一直张望着门口方向，看到清轩以及他身边的卓萧一，高兴地站起来。卓萧一的到来意味着他儿子马上就要醒了，等了2年，终于等来了希望。上官红隐隐有些激动，上官老爷子也激动地站了起来，精神头看着比以往都好了很多。小姑娘，这次又麻烦你了。老爷子客气了。卓萧一淡然点头。裴清轩上次来的时候并没有看到上官老爷子，现在看到，发现他精神头越来越好了，于是笑说道：“上官爷爷，最近看起来精神还不错呀。这时若风要醒了，人逢喜事精神爽吗？”上官老爷子心情很好，笑着睨了裴清轩一眼，然后叹了口气，一脸感激地看向卓萧一：“你小子还会打趣上官爷爷了。哎，多亏了卓家小姑娘给我开的调理药方，不然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能不能看到若风醒来呢。老爷子不必客气，我也拿了我该得的报酬。我们去看看上官少爷吧。”卓萧一淡笑，摆摆手说道：“不先休息一下吗？”上官红皱眉，一来就迫不及待让人去看病，虽然他也有些心急，但是会不会显得上官家礼数不周呀？卓萧一想到出门时楚墨年的神情，有些无奈地说道：“不了，家里还有些事情。”于是众人就往后院走去。裴清轩环顾了一下四周，凝眉不解：“怎么没看到上官阿姨？”上官红脚步微顿，神色微凝，随即浅笑说道：“我和他离婚了，他被张家接走了。”哦。裴清轩有些诧异，挑眉，随即又面容淡淡，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般，继续和众人往前走着。卓萧一挑眉看向裴清轩：“表哥这反应不正常呀。”来到上官若风的房间，这次有了裴清轩的帮忙，上官红和上官老爷子被请到了门外守着。恢复的还不错。卓萧一手指搭在上官若风的手腕上，随即淡笑说道。裴清轩看着病床上的好友，欣喜不已：“表哥，接下来你看好了。”卓萧一拿出针包，看向裴清轩，严肃说道：“裴清轩不解：“我这次针灸后，他过几天应该会醒过来，但是他已经在病床上躺了2年，身体肌肉萎缩，康复训练加上针灸会好得快些。我后面可能没什么时间过来，到时候就由你来帮他针灸辅助训练。”卓萧一边给银针消毒，边说道：“好。”裴清轩深呼一口气，这关乎到若风的康复问题，他慎重点头。而且裴清轩也意识到，表妹这是有意传授自己一些中医方面的学问，自己更不能辜负表妹的一番心意。卓萧一看着裴清轩神色严峻的样子，不由得浅笑：“表哥不用紧张，这次是给你示范一次，你有时间就去依云拿智能模型做实验。”裴清轩想起那个有着反差萌的智能人体模型，嘴角不由得抽搐了几下。“我还想问你，从哪买到这么奇葩的智能人体模型呢？”“我一个朋友送了。”“表哥，我要开始了。”卓萧一眸光微闪，随即拿起银针说道。裴清轩收敛好情绪，看着卓萧一手里银光闪烁的针，他微微点头。第96章卓萧一的试探。半个小时后，卓萧一和裴清轩从房间内出来。“卓小姐，怎么样？”上官红立马上前，紧张地问道。“这几天应该会醒过来，你们注意一点，醒过来后直接打电话给我表哥。”卓萧一擦了擦额头的细汗，淡笑说道。“好好，谢谢卓小姐。”上官红知道卓萧一这是把上官若风醒后的治疗交给了裴清轩，但是他没有丝毫质疑的想法，因为裴清轩好歹是个医学天才博士，再有卓萧一这个神医指导着，不会有什么问题。“小姑娘，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上官家就这一个独苗，若是没有你的话，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上官老爷子抹了一把眼角，神情有些激动。上官先生只有这一个孩子吗？卓萧一看了眼上官红的面容，垂下眼眸，不经意地问道。上官红也没想到卓萧一这么问，有些不好意思地挠头。是的，年轻的时候我倒是有个女儿梦，但是一切随缘吧，说不定哪天上官先生的梦想就成真了呢。卓萧一抬眸浅笑说道。估计是不太可能了。上官红以为卓萧一的意思是他以后会再婚，可以圆一个女儿梦，但是他现在完全没有那个想法，以后应该也不会有了吧。卓萧一也知道上官红误会了自己的意思，但是他没有多说，跟他们说了一些注意事项后，就跟裴清轩走了。路上，裴清轩开着车，卓萧一望着窗外，不知在想着什么。他转头看向裴清轩，表哥，你有没有听过姑父说起上官先生年轻时候的事情？年轻时候的事情？裴清轩疑惑不解。就是比较好奇，上官先生看起来人还不错，怎么就没有找个自己喜欢的人结婚，而是娶了现在那位？卓萧一目视前方，无所谓的说道。裴清轩想着，表妹应该是见过若风母亲的为人，才如此好奇的吧。他浅笑，想到他爸妈提过的事情。我倒是听我妈提过，说上官叔叔年轻的时候有颗恋爱脑，那时候的上官叔叔对爱情很是憧憬，思想也很单纯。上官爷爷怕他被那些心眼多的女人骗，于是与他约定，在没有结婚前必须隐瞒自己的家世。后来上官叔叔谈了一个女朋友，听我爸说他很爱那个女人，两人谈了有一段时间，那女人一直都不知道上官叔叔的身份，后来嫌弃上官叔叔没钱没势力，于是和上官叔叔分手，攀上了有钱人。上官叔叔从那时候受了打击，后来对婚姻之事就漠不关心，都是听从上官爷爷安排才娶了若风的妈妈。裴清轩有些无奈，这些都是上大学的时候他妈妈怕他乱来才说给他听的。原来是这样啊，表哥，在上官家的时候，你听说上官先生离婚了，怎么那么淡定呢？卓萧一摸了摸下巴，挑眉说道。裴清轩的笑容收敛了几分，眉头拧起，似乎想到了不好的事情。你可能还不知道吧，若风的母亲之所以能嫁给上官叔叔，是因为若风的外公是为了救上官爷爷而死的。张家有意想把女儿嫁到上官家，上官爷爷出于愧疚同意了这门婚事，而当时的上官叔叔对爱情也是心如死灰，为了上官爷爷他也没有反对。上官叔叔对爱情不再抱希望，所以一心扑在工作上。他的样貌为人以及优秀的家世都是那么出类拔萃，当初有不少女人都想嫁给他，但是却被张家那种小家族捷足先登。前方十字路口红灯，车子停下，裴清轩叹了口气，眸光微凝。但是有些人的自卑是刻在骨子里的。若风的母亲嫁给上官叔叔后，自尊心作祟，一方面高兴自己嫁给了梦寐以求的人，一方面害怕上官叔叔在外面被别的女人吸引，终日寝食难安。不管上官叔叔做得再好，再怎么保证，他总是防这防那的，恨不得时时刻刻把上官叔叔绑在身边。车子再次启动，裴清轩的声线沉了下来。时间久了，上官叔叔也会很厌烦，经常拉着爸爸去喝酒，每天找借口拖到很晚才回家。若风的母亲也因此变得更加变本加厉的想将上官叔叔囚在身边，甚至不惜利用自己的儿子。卓萧一挑眉好奇，转头看到裴清轩握着方向盘的手也紧了几分。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周末，我去上官家玩，午觉后醒来，不见若风的身影。我去找他，却发现若风和他母亲在后院的池塘边。他母亲让若风打电话给上官叔叔，说若风想他了，让他回去，但是上官叔叔说有事没回。你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卓萧一凝眉，想到那女人的自私，也知道不是什么好事。裴清轩面容微冷，嘲讽地笑了，眼里充满了厌恶。挂完电话后，若风的母亲一把把他推倒，骂他没用。在那个大冬天里，他拿起水桶就舀起池塘的水，淋在若风的身上，一桶又一桶。若风冻得大哭了起来，可他却拿起电话打给上官叔叔，说若风不小心掉到池塘里去了。上官叔叔这才赶了回来，而他的目的也因此达成了。卓萧一的眸光寒了下来，早已知道那女人的嘴脸，只是没想到可以狠毒成这样。表哥没有跟上官先生说起这事。裴清轩苦笑摇头，有些无奈。若风让我不要说出去，只是自那以后，若风的性格变得沉闷了许多。我知道他母亲对他的态度后，只要一放假，我就会将他带到我家。他不肯在我家的时候，我也会去上官家，有我在现场，他母亲还不敢明目张胆对他怎么样。卓萧一无言，车内的气氛有些沉闷下来。裴清轩把卓萧一送回依云农场，而他这些天也知道了周末依云别墅这边要录节目的事情，所以也就没有留下来。卓萧一回到家后，发现江云已经到了依云农场。第97章，可爱的任性。卓萧一看到沙发上的江云，浅笑出声：“云姐，这次怎么这么早？”“啊，回来了。”江云抬头见卓萧一回来，放下手机轻笑。卓萧一坐下，
江云才解释的说道：“自从上次的事情后，很多工作都已经解约了，所以现在闲了下来。那些合作商没再重新找你。”卓萧一诧异挑眉，按理说江云的事情解决后，名声好到被国家点名，应该会有不少合作找上门才对。江云无奈轻笑，喝了口茶，漫不经心的说道：“找了，但是我现在想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状态，不想让自己过得太忙碌了。都推了，他们应该想吐血吧？”卓萧一慵懒的往沙发上靠着，一脸玩味的说道：“哼，那又如何？是他们主动解约的，与我无关。”江云嘲讽一笑：“倒霉的时候谁都来踩一脚，事后一句没想到，或是一句对不起，就想消除一切，哪有那么好的事情？云姐知道明天的嘉宾是谁吗？”卓萧一凝眉，想到明天有节目嘉宾，他看向江云，听梁导提过一点，好像是个老戏骨。江云思索了一下，说道：“卓萧一点头，向楼上看了一眼。江云察觉到卓萧一的视线，有些好笑。楚爷也是一会下来一趟，特别是他刚到那会，他满心欢喜的开门，却见到是他之后，那变脸速度堪比川剧了。楚先生在楼上，刚下来好几次，总是问你回来没？是吗？云姐，中午想吃什么？”卓萧一被江云看得有些不自在，转移话题说道。江云眼眸一亮，仿佛提到了他很感兴趣的事情。“哎，我来做，我最近学了几道菜，我做给你们尝尝。”“那好吧，别做太多，二哥不在家。”卓萧一看他这表情，也就同意了下来，随即又提醒道。江云往厨房走的脚步顿住，皱眉说道：“我知道，他给我发了信息，说他去云城了。这2天的节目都无法录，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没什么大事，就是工作室出了点事情。”卓萧一浅笑，随意的说道：“那就好，我去做饭。”江云突然感觉松了一口气，想着也是，卓家不是一般的人家，他又是卓家二少爷，若是有什么事，小姨也不会这么淡定。而卓萧一则是看着江云的背影，总觉得有点不对劲，但又想不出来是哪里不对劲。“你回来了。”楚墨年的声音打断了卓萧一的思绪。卓萧一抬眸，见楚墨年正从楼上下来。他垂眸，眉头松展，应了声：“中午想吃什么？我给你做。”楚墨年来到沙发边坐下，轻声问道：“不用了，云姐在做。”卓萧一摇摇头，挑眉浅笑：“他能吃吗？还是我给你做吧。”楚墨年想到第一次录节目那天那盘烧黑的可乐鸡翅，有些嫌弃的皱眉：“哼，不用了，你身体还没恢复好，不是还有厨师在吗？”显然卓萧一也想起来了，浅笑说道。楚墨年看着卓萧一的笑颜，唇角上扬，但是还是对江云的厨艺表示不信任，站起身往厨房走去。那我去让厨师做几道你喜欢的菜。”卓萧一看着楚墨年的背影，犹豫了一下，并没有阻止。到了午饭时间，楚况也回来了，4人入座。楚墨年将厨师做的菜推到卓萧一面前，然后将江云做的3道菜推到他和楚况面前。楚况不解，江云则是看着楚爷这波操作，忍不住抽搐了下嘴角，嫌弃的这么明显吗？卓萧一也是有些无奈扶额，娇嗔的瞪了楚墨年一眼。他夹起江云炒的菜吃了一口，浅笑说道：“云姐进步很大啊。”“真的？”江云不确定的问道。卓萧一莞尔一笑，认真的点头。楚况恍然，感情这卖相不是很好看的3道菜，是江小姐的杰作啊。楚况给面子的夹了一筷子放进嘴里，他诚实的说道：“虽然卖相不怎么样，但是味道还行。”“哈哈，那就好，那就好。”江云得到了卓萧一肯定以及楚况诚实的评价，也不去管楚爷如何看待，他高兴的为自己鼓起了掌，总算没白费这1个星期的学习。楚墨年看了眼那3道菜的卖相，皱了皱眉，还是选择不碰，专心的给卓萧一包着下。吃完午饭后，卓萧一出门消食，楚墨年跟在他的身后来到了玻璃暖房。楚墨年看见卓萧一正在给花浇水，他走上前看着那些花卉，挑眉说道：“这些花的品种很少见呀。”卓萧一放下喷壶，唇角微弯：“这些花卉都是稀有品种，非常难得。”楚墨年看向卓萧一，轻声说道：“你昨天听到你表哥的话，生气了吗？”“没有。”卓萧一身形微顿，笑意收敛几分。“真的？”楚墨年看着他的表情，就知道他言不由衷。卓萧一瞪了楚墨年一眼，突然十分任性的说道：“我说没有就没有。”楚墨年第一次看到他有这样的神情，突然有些想笑，甚至觉得这样的他很可爱。“好好，你说没有就没有，但是我要向你澄清一下，我从来没把他们放在眼里过，日后更是离他们远远的，也不会让他们伤害你分毫。”卓萧一无奈扶额，楚墨年看不到他的神色，怕他不相信，连忙强调说道：“真的？”
我发誓。噗嗤，我什么都没说，你紧张什么？卓萧一笑出了声，嗔怒地看了楚墨年一眼，这不是怕你误会吗？楚墨年眉头舒展，温和浅笑说道。卓萧一转身继续给花浇着水，似想到了什么。你有跟梁导打招呼吗？那人抓到没？楚墨年也拿起另一只喷壶，学着卓萧一先前的举动，倒了点水和营养液到喷壶里。梁导带着楚雄去抓的人，幕后之人做得很隐秘。楚雄还在查。卓萧一凝眉点头，随即又说道：我电脑技术还行，需要帮忙就说。好。楚墨年唇角不着痕迹的上扬，所以帮助江云的那些证据其实是他自己找的吧？哎，浇根部。卓萧一看着楚墨年拿着喷壶直接往花瓣上浇，无奈提醒道。楚墨年不解看向卓萧一，你这样直接往花瓣上浇，水珠会把花瓣压坏的，要浇它的根部。卓萧一白了他一眼，解释道。哦。楚墨年无奈摸了摸鼻子。第98章老戏骨秦明泽。今天是美好生活的第3季了。梁导一大早就过来了，先去找了楚墨年。楚矿带着他来到3楼，楚墨年的房间有个单独的阳台，阳台的铁栏杆上还放了些绿植盆栽，中间摆了个小茶几，2、3把椅子。楚墨年悠闲地坐在椅子上看着报纸，茶几上还放着一杯热腾腾的咖啡。梁导看到楚墨年有些紧张，擦了擦额头上的细汗。天知道，当他得知他剧组里有人敢在楚爷房间安窃听器的时候，他都想直接死一死。他妈的，作死也别拖着他啊！30多岁的老光棍了，媳妇都没找呢，就这样被连累死了，多冤啊！楚爷，对不起，我没想到我的节目组里会出现这样的人。楚墨年慢慢抬起头，眸光深幽，语气微沉。擦亮你的眼睛，好好查查节目组其余人员，将那些存在不轨心思的、人品不行、心思不纯之人通通收拾掉，换一批。我不希望这种事情有第2次。梁导求声誉很强，连忙点头。是，我会好好处理。楚墨年端起桌上的咖啡，喝了口，漫不经心地说道。另外，日后的嘉宾人员也要好好筛查，你查不出来，可以交给楚矿去查。我们需要的是来好好录节目的人，而不是给我们添堵的人。梁导也知道上一季王宇飞的事情让楚爷有了芥蒂，他也想扇自己一巴掌，事情都没调查清楚就自作主张，还说制造惊喜，实则成了惊吓。他也不敢有下次了，赶紧点头应道。好，一切听楚爷安排。楚墨年放下咖啡杯，站起身，抚了抚衣服上的褶皱，走到栏杆边。当然，若是节目里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麻烦，你也可以找楚矿帮忙。梁导看着楚墨年的背影，欣喜的道谢。好，谢谢楚爷。原公司明里暗里的打压，楚墨年的承诺对他这个没钱没权的人来说可是天大的好事。楚墨年看着楼下缓缓跑回来的身影，眉头微蹙。楚墨年盯着楼下的身影，头也没回，朝身后的人摆摆手。快开始了，你下去准备吧。好。梁导恭敬的弯腰点头，转身出去。没过一会，楚墨年也下楼了，在楼梯口遇到卓萧一，皱眉看着他身上的运动服，身体还没好全，怎么就出去跑步了？我已经没事了，再不运动，感觉人都快废了。卓萧一擦了擦脖子上的汗珠，挑眉轻笑说道。小一怎么了？不舒服吗？江云刚从楼上下来，就听到楚墨年的话，凝眉上下打量着卓萧一。没事云姐，只是前2天有点感冒了。卓萧一无奈浅笑，随意的说道。江云看着卓萧一身上单薄的运动服，眉头微拧。那你也得注意点，大冬天的穿这么少就出去跑步，等会感冒加重怎么办？好，下次记住了。卓萧一看得出他是真心为自己好，再加上楚墨年也是一副说得对的样子，他妥协的笑了。快上去换衣服吧。楚墨年眉头舒展，轻声说着。一会嘉宾快到了。江云点头。今天直播开的有点晚，8点多了才开，直播一打开，弹幕就被疯狂淹没。哭，我差点以为节目停播了呢。我也是，自从上个星期中断后，一点消息也没有。真是万幸，终于又可以看到哥哥了。哇，妹妹出来了，还是那么仙。表哥也比以前更帅了。云宝，我的心肝，你这几天受苦了。云宝就是我们的天使，大英雄。Lucas 呢？我家哥哥呢？对啊，怎么不见 Lucas 呀？卓萧一3人刚走出大门，一个活泼可爱的少年穿得很是学院风，从车内跳了出来。他看到江云，高兴地挥舞着手。云姐姐。秦明泽。江云脚步顿住，看到来人有些意外，随即也开心地小跑过去，与少年来了个拥抱。雾草，是我家仔仔，竟然上节目都不通知我。
仔仔瞒得可真紧呀！一段时间不见，仔仔又长大了。仔仔好可爱啊！仔仔快要变成一个大帅哥了。卓萧一挑眉，这孩子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呀？不说是老戏骨吗？江云轻笑，瞪了梁导方向一眼，拉着秦明泽来到楚墨年和卓萧一面前。明泽，快跟楚哥哥和卓姐姐打招呼。男孩头上的一处呆毛被风吹得竖起，有些可爱俏皮的样子。楚哥哥，卓姐姐，你们好，我叫秦明泽。楚墨年微微浅笑点头，卓萧一眸光微闪，姓秦。他上下打量着少年，10几岁的模样，卓萧一恍然，难怪眼熟呢。江云看着秦明泽乖巧的样子，摸了摸他的脑袋，浅笑解释：呵呵，算起来他也是老戏骨了。卓萧一挑眉，有些疑惑。江云看着秦明泽浅笑，看样子很是喜欢这个小弟弟。别看他现在才15岁，他是童星出道，3岁就开始演戏了，我和他合作过几部片子。原来如此。卓萧一点头，只是没想到那老头会同意自己的孙子混娱乐圈。这期只有一个嘉宾吗？江云又看了眼身后的车子，疑惑问道：明泽，就你一个人吗？秦明泽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我爷爷来了。他也不知道爷爷为什么突然跟着他来，爷爷平时都说他在娱乐圈演戏是不学无术，不务正业。你爷爷来了？卓萧一拧眉，看向前方的车子。我爷爷知道我要来这里录节目，他也想过来玩玩，所以……秦明泽讪笑的点头，然后看向梁导方向。导演可以吗？梁导凝眉想了一下，看向楚墨年。楚墨年没什么反应，只是眉头蹙了一下。倒是站在楚墨年身边的卓萧一扶额，朝梁导打了个手势。梁导会意，对着秦明泽点了点头。那就好。秦明泽松了一口气，往身后的车子走去，朝车里的人伸出手：爷爷，出来吧。第99章，金陵大学校长。这有些尴尬了，不请自来吗？仔仔估计是被他爷爷逼的吧。老头子不懂事呀，仔仔算是在工作，他来凑什么热闹？仔仔好像很少提到自己的家人。秦明泽扶着一个精神硕硕的老人下车。秦校长。楚墨年挑眉，有些诧异。卓萧一看到老人，无奈地低下了头，众人看不清他的神色。江云则是有些呆愣，秦明泽的爷爷是校长，而且楚爷还认识。老人家被秦明泽扶着来到众人面前，脸上挂着和蔼的笑容，对着楚墨年点头。看着眉眼低垂的卓萧一，他眸光闪烁：呵呵，你们好呀，我这老头子被这里的环境吸引，想来凑凑热闹，不知大家欢不欢迎？众人微愣住，这老人家的气势不一般呀。但大多人还是不太认识这位老人家，于是都看向楚墨年。楚墨年察觉到众人的目光，站出来浅笑解释道：这位老人是金陵大学的校长。现场众人惊呼，金陵大学他们都知道 Z 国的第一学府，但是却很少人认识这个神出鬼没的校长。屏幕前的网友也震惊到了，雾草，惊呆了，我还以为自己看错了呢。我也是，我也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眼瞎了。作为金陵大学毕业的学生，我也只见过校长2次，第一次见到是开学典礼上，最后一次是在毕业典礼上。我也是，距离现在都已经4、5年没见过校长了。我感觉能进金陵大学的都是些学霸人物，楼上一下惊现这么多。我去百度了一下金陵校长，也只是个教书育人了大半辈子的老人而已。你们怎么都这么大惊小怪的？不过身为金陵大学的校长，这个身份确实了不起啊！无知加上见识少，就不要出来瞎逼逼。就是秦校长的所作所为，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秦校长的门生可以说是遍布整个金陵城，就连现在那位领导也是校长的学生，只是校长一生低调，不让大家宣传出去而已。梁导看到这条弹幕，有些惊讶，网上又查不出这位老人的信息，他怕怠慢了人家，于是让副导看着现场，他去找了楚矿。现在气氛有些不正常的安静，江云反应过来，立马浅笑说道：当然欢迎，我都不知道明泽原来还是书香世家呢。秦明泽不好意思的挠挠头。卓萧一察觉到秦校长的视线，他捏了捏眉心，无奈笑道：秦校长您好，里面请吧，别站在门口了。楚墨年挑眉看向卓萧一，俩人这是认识？什么时候回来的？秦校长被自家孙子扶着走在卓萧一身边。卓萧一看了镜头一眼，无奈浅笑：回来1个多月了。那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也不回我邮件？秦校长脚步微顿，我以为是骚扰电话，而且最近也没留意电脑。卓萧一也停下脚步，面不改色地说道。秦校长嘴角抽搐了一下，皮笑肉不笑地看着卓萧一：呵呵，你以为我会信？真的没骗你。卓萧一一脸无辜且真诚地摊手。秦校长瞪了卓萧一一眼，有些无奈：学业完成了？卓萧一认真点头。
秦明则听着两人的对话，一头雾水。爷爷，您和卓姐姐认识？哼，不认识。秦校长想到卓萧一不接他电话，也不回他邮件，也不想跟他见面，甚至连刚才见面都装作不认识。他有些气结，他狠狠瞪了卓萧一眼，冷哼一声就往里走。卓萧一摸了摸鼻子，有些无奈，这傲娇劲跟二哥有的一拼。楚墨年上前来到卓萧一身边，温和笑道：“你和秦校长认识？”而弹幕上也因为秦校长和卓萧一的对话都是一脸懵。妹妹和秦校长认识？难道妹妹也在金陵大学读书？并没有，她好像没有读书了。没有读书？她才18岁吧，怎么不读书呢？辍学了？人家有钱，就算不读书，这辈子也吃穿不愁。你们没那个命，也只能当个柠檬精。我之前看过一篇小八卦，说妹妹是最近才被家里找回来的，所以怎么可能在金陵大学读书呢？那校长怎么问起妹妹学业问题？应该是客套2句吧？不对，人家校长都问妹妹为什么不接电话，不回邮件了，显然两人是认识的。江云听到楚墨年的问话，也看了过来。卓萧一看着移过来的镜头，他浅笑说道：“有过几面之缘。”楚墨年挑眉看了镜头一眼，了然的点点头：“先进去吧。”就这，感觉妹妹没说实话。我也这么感觉。秦校长看着很关心妹妹的样子，作为金陵大学的学生，第一次看到秦校长这副样子，原来校长还有这一面啊！是啊，我都有些懵。而这边梁导也在后面的小别墅找到了楚矿。楚矿正在处理工作，当看到梁导的时候，他眉头一皱，以为是前面出了什么事，立马站起来：“出什么事了？”没出什么事。梁导看到楚矿焦急的神情，知道他误会了，连忙解释道：“那你现在过来干嘛？”楚矿眉头舒展，疑惑看向梁导：“是我有事请教楚先生。”梁导讪笑地说道：“什么事？”楚矿挑眉问道：“前面来了一位老人，楚爷说他是金陵大学的校长，我怕怠慢人家，又查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所以来请教一下楚先生。”梁导拧眉说道。楚矿蓦然转头看向梁导，有些惊讶：“金陵校长？那老人家怎么来了？今天的嘉宾好像是他的孙子，所以他也来了。”梁导抹了把额头的虚汗，他也没想到请个童星，还能带出个疑似大佬的人物出来。秦校长的孙子也混娱乐圈，他不怕被他爷爷打断腿吗？楚矿感觉自己听到了一个笑话，但是想想卓二少，又有些无奈摇头。这些公子哥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个我不太清楚。梁导愕然，摇了摇头。第100章欧洲苏旦国际学院。楚矿坐回位置上，让梁导也坐了下来，然后缓缓地说道：“秦校长，秦哲运今年有80高龄了。20多岁的时候，他放弃了金陵光鲜亮丽的生活，选择去贫困山村做支教。40-50多年前，那时候的条件你可想而知，他耗费10几年光阴，流转在多个贫困山区，也从山区里带出了许多发奋努力且上进的穷苦孩子。为了让他们不被穷困逼得辍学，安安心心的读书，并且用他自己的工资以及家里的资产供应着这些孩子学费。”梁导咽了咽口水，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伟大无私的人。楚矿也是一脸敬佩的神情，他带出来的那些孩子，毕业后不是博士就是硕士，更有企业家以及政治家，甚至连那位也是秦校长一步一步从一个纨绔拉回正途。说到最后一句，楚矿看了眼周围，声音变小。梁导了然，更是一脸惊愕，原来弹幕说的那是真的。楚矿喝了口茶，似想到了什么，看向梁导：“你应该听说过30多年前金陵千名学生共举锦旗围堵了金陵大学门口的事情吧？”“这个倒是听人说过，但是已经找不到相关报道了。”梁导回忆了一下，之前听到过的一星半点。这个报道只有少数人知道，因为被秦校长要求封锁了。楚矿放下茶杯，边拿起桌上的平板电脑，边说道：“那些人有了成就之后，想要报答秦校长，但是秦校长为人才貌行节，于是他们没办法，自发以秦校长的名义开设了一个公益基金，每年都会往里投钱，专门用来补助金陵大学贫困生以及学校需要改善的一些设施设备建筑之类。这一切都是秦校长的善举所得。”梁导内心叹服且感动这个老人家的所作所为，好人终得好报。楚矿点开了现场直播的画面，凝眉看着弹幕，漫不经心地说道：“这也就是为什么金陵各大家族砸钱想送自己孩子进金陵大学都没法进去的原因，因为人家压根不缺钱，上头又有人护着。”梁导恍然，随即又眉头蹙起，看向楚矿：“那楚先生能猜到老人家来我节目的目的吗？”楚矿轻笑，将平板电脑推到梁导面前，示意他看弹幕：“哼，应该是为了卓小姐吧。”卓萧一去餐厅泡了一壶普洱茶和果茶，他给秦校长倒了一杯普洱茶，然后去楼上拿了张毯子下来盖在他腿上：“谢谢卓姐姐。”
秦明泽看着卓萧一细心的动作，甜甜的喊道，连网友们都是好评如潮。哇，妹妹真细心，我爷爷想组团去偷妹妹，有其他人一起吗？我奶奶报名，我爷爷报名，我妈妈报名。不客气。卓萧一淡淡浅笑点头。楚墨年看着卓萧一的一系列操作，眉梢微挑，看了秦明泽一眼，又看向秦校长。我倒是没想到，这小朋友会是您孙子，不都说和我长得挺像的吗？秦校长乐呵呵地看了秦明泽一眼，笑说道，是有那么几分相像，只是没想到您会让他进娱乐圈，所以没联想到。楚墨年细细打量了秦明泽几眼，摸了摸下巴说道，哎，这就是家里有个导演的坏处。不过我也没想到你会来参加这种节目。秦校长摇头叹气，他有3个儿子，后面老来得女，自然是疼爱些，只是没想到小女儿性格叛逆，去考了导演专业。呵呵，秦导演听到您的话，估计会生气的。楚墨年没有回答秦校长后面的话，只是笑呵呵地打趣道，秦校长和表哥也认识？看着是这样，我觉得不只认识这么简单。侧面佐证了表哥的身份确实不简单，看来仔仔的爷爷不喜欢他来娱乐圈演戏啊。啊，我想起来了，仔仔第1部戏的导演就是姓秦，楼上牛批啊，10几年前的片子还记得，主要是片子经典，那时候都火出国际了。楚墨年没有说明参加节目的原因，秦校长也没有在意，只是侧头看向一旁安静的少女。你这是打算在娱乐圈发展了？卓萧一放下茶杯，摇头说道，不，因为二哥的原因，帮忙录完这档节目而已。之前跟你说的事，你考虑的怎么样？秦校长点头，然后看了身边的秦明泽一眼，继续问道，他知道吗？卓萧一也看向秦明泽，有些无奈的说道，就知道秦老这次来目的不简单。欧洲苏旦国际学院，国际上知名学府，那不仅是荣誉的证书，更是因为从那出来的毕业生综合实力都很强，天才到近乎妖孽。苏旦每届的毕业生都是各行各业疯抢的人物，更甚至从那毕业回国后，只要专业对口，每个单位随你选。苏旦是世界各地学生都想去的地方，但不是人人都去得了，并非是说那里只对欧洲本地学生开放。苏旦的招生考核非常难，连欧洲本地学生也只能通过考核才能进去。每个国家会从高考中抽出前50名进行苏旦招生考核，但是考进去的学生屈指可数，所以苏旦学院的学生很少，但是他们也宁缺毋滥，并不会因此放松考核要求。当初他成功考进苏旦学院的时候，秦校长惊喜的恨不得昭告天下，但是他不同意。秦校长劝了好久，说是为了激励其他学生，最后双方各自退让，宣扬出去可以，但是不得透露他的任何信息。记忆国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将近3、4年没有人再考进过苏旦学院了，苏旦那边已经有打算取消记忆国考试名额的想法。去年的时候，秦校长给他发来了近20张照片，其中就有秦明泽的。秦校长发这些照片过来，也是想让他对这些人进行指导，希望这些人能跟他一样考进苏旦学院，为这些人为金陵大学更为记忆国争光。